林月，吴清额头青筋暴涨，他猛地坐起身来，使得这架铁床在剧烈摇晃。喂，吴清，你发什么神经？和他头对头睡着的一个胖子正在睡觉，因为吴清忽然摇晃床铺，又大声呼喊，令他猛然惊醒。疑惑地爬起身，他翻身探头到吴清面前，却见吴清眼中满是血丝，一手紧握侧栏，能清晰地看到他因为用力过度而颤抖。吴清，你怎么了？眼前吴清如同魔怔了一般，直到胖子伸手摇晃了他好几下，他才缓过神来。我这是……吴清眼中景象逐渐清晰，瞳孔中的血丝也在迅速褪去。当他看清眼前的一切，那熟悉的寝室以及下铺胖子的大脸，惊愕半晌后，他终于确定，自己重生了。重生回轮回游戏开启之前，从枕头下摸出手机，他看了眼时间，2034年3月1日凌晨1点33分。看到这个时间，他瞳孔顿时一缩。今天下午5点，轮回将正式开启服务器。坊间传言，这个游戏并非人类生产，而是联合国举办的关于 AI 智能的各国联合研究时，系统忽然失控，在之后人类就无法操控系统。这个失控的人工智能自主运算创造出了轮回游戏，它凭借着 AI 的身份窃取了网络最高权限，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将其拦截或操纵。轮回强制上架全世界，并黑进了各个社交媒体，为自己的游戏做宣传，号称100%虚拟现实，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原本各国的关注点还在如何将其控制，并解析出它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但是当轮回上线的那一刻，各国发现事情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加魔幻。因为轮回不需要电脑，甚至也不需要人们幻想中的游戏头盔和游戏舱，而是通过莫名方式直接连接所有人的脑电波，让全世界所有人可以直接通过意识登录。可是这还没完，谁能想到本以为是科技革新，轮回游戏未来竟然会与现实融合，游戏中获得的一切都将成为现实，翻江倒海，劈山裂地，操纵风雷，起死回生等等，这一切让世界完全变了模样。但他现在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便是自己青梅梧桐。他们都是孤儿，在孤儿院相识，姓名也都是自己起的。前世就在轮回开服的这天，梧桐被一对夫妇收养，彼时他还没有觉得什么，虽然不舍得与其分开，但是梧桐能有父母的爱也是好的，他如此安慰自己。可是谁知道自那日一别，从此便杳无音信。他前世也曾走上巅峰，靠着神话级天赋、最强大脑的记忆力和洞察力，终于找到梧桐的消息，结果却是他已死亡。当日的收养本就是一个骗局，孤儿院是林氏集团投资与捐助，他们为这间孤儿院的孤儿带来了堪比中产家庭孩子的富裕生活。可是谁能知道，这间孤儿院的本质却是林氏集团的人体器官培养室，而且还是林家御用器官培养院。他们并不倒卖器官，只给自己核心人员万不得已时使用，等到需要器官时，便找人以收养的名义将看好的那人带走。一个孤儿合情合理的离开了熟悉他的人，谁会在意他具体去了哪儿？林家三小姐林月与梧桐同龄，两人血型等各种身体特征都一样，是最好的器官选择。而林月需要更换心脏，查明一切的他机遇疯狂，而彼时他已是全球排名前10的强者，凭借着超凡的实力和极高的智商，他伏杀林家高手，几乎灭其半族，就连林家家主都因他的算计而被击杀。可惜那夺走了梧桐心脏的林家三小姐林月被保护得太好，他一直没有机会，直到最后他被林家联合各大高手联合伏击而死。现在距离梧桐被带走已经没剩多少时间。吴清从抽屉里翻出身份证以及所有现金，带上手机便急匆匆离去。喂，吴清，你去哪儿？胖子一脸懵逼，吴清无缘无故的突然坐起，把自己惊醒，又忽然翻出身份证跑了出去。他要做什么？现在可是凌晨，寝室楼锁门，学校闭校。但吴清没有回答他的意思。大学管理的并不严格，翻墙出去并不难。喂，站住！翻墙的时候还是被学校保安察觉，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跑了出去。打开手机查找回家的车票，他在大学与孤儿院并不在一个城市。现在是凌晨1点40，最近的车票在凌晨3点10分，还来得及。来到路边，他剧烈喘息着，因为身体的缘故，一路快速奔跑的他感觉心脏仿佛要爆炸。招手坐上一辆出租车，师傅，去火车站。出租车内此时正播放着轮回游戏即将开服的各种短视频，有各大主播的预测，无数玩家翘首以盼，想要抢先尝试这传言由脱离了掌控的 AI 自主研制的游戏到底有多么惊艳。凌晨6点半，吴清走出火车站，火车站门口就有等待乘客的出租车。师傅，
去西红柿孤儿院。他拉开车门，坐上副驾。30。出租车司机报出一个价钱，他们是不打表的，而这个要价则比正常价格贵了1倍。吴清作为本地人，自然知道这些。火车站门口的出租车不仅载外地人，连本地人也载，但他没时间和司机扯皮。好，但是要快。价钱给到，速度自然好说，何况这个时间点路上还不堵。路上他拿出手机给吴桐打电话。喂，亲哥。电话里传来少女那清甜的嗓音。18岁的少女正是高3最繁忙的时间，虽然还不到7点，但她已经吃过早饭，准备前往学校上早自习。少女的手机是吴清给她买的18岁生日礼物。作为孤儿，虽然孤儿院的条件很好，但并不给他们提供这些外物，成年之后也必须离开孤儿院独立生活。好在吴清很聪明，也很努力，从小学开始他就是年级第1，直到大学依旧如此。极好的成绩让他得以免除学费，靠着奖学金、助学金以及闲暇时做家教，他不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一些积蓄。第2章，你要带我私奔吗？从院里出来了吗？吴清很清楚吴桐的作息，这个时间他要么正准备出门，要么是已经在上学的路上。还没，刚要出门。亲哥怎么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吴清没时间跟他仔细解释，带上身份证，在院门口等我。而后他便挂断了电话。司机虽然只是路人，但前世的谨慎让他不愿意在外人面前多透露过多信息。出租车很快就停在西红柿孤儿院的门口，吴清直接给出现金，下车便看到一名青春靓丽的女孩正站在孤儿院的门口等他。孤儿院的大门很气派，林氏集团为了自己的器官库是最优秀的，因此给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是最好的。宽敞的院子，干净的环境，营养均衡又丰富的饮食等，普通家庭可能1年也吃不了1次的食物，在他们这里很常见。当然要求也很严格，需要学习优异，身体健壮，作息规律，平时还有传统文化和各类艺术的熏陶。每个月院里都会进行成绩检查、体能测试，每年还有1次最高规格的全身体检。但凡有一点不合格，都将被从这一家孤儿院中踢出去，换到普通的孤儿院。或者你有某些地方特别优秀，也会在某些地方不合格时被迫力留下来。这些特别优秀的人才，若没有被取走器官，未来就会进入林氏集团之中。普通的孤儿院自然也是林氏集团投资。若不知道林氏集团的用心和内幕，这家孤儿院简直就是大善人的标志。彤彤，吴清向少女招手，少女身边还有一个男孩，那男孩也是孤儿院里的孩子，名为曹安。拥有校花级别容貌身材的吴桐，自然也是院里许多男孩暗恋的对象。曹安便是其中之一。亲哥，你怎么回来了？曹安早上出门时见吴桐站在门口，便想陪他一起上学，哪怕吴桐完全不理会他的搭讪，他也乐在其中。此时见到吴清，他先是愣了一下，而后便见一直冷着脸的少女忽然展露笑颜，飞扑进吴清怀中。曹安面色阴沉，拳头捏紧，那病秧子凭什么？但他还是露出笑脸去向吴清问好。然而吴清并没有搭理他，拉起女孩的手就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上，女孩抱着吴清的一条手臂，好奇地问道：清哥，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吴清感受着手臂上柔软的触感，以及独属于他的那一股淡淡幽香。前世最后那段日子的疯狂和阴霾也消散了一些，这一世再也不会让林家将他带走。而林家，想到林家，他的眸子深处又闪过一抹狠戾。想你了。吴清抚摸少女那柔嫩的小手，10年未见，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让他无比珍惜。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少女嘻嘻笑着，又探头探脑的左右看了看，忽然双臂环抱住吴清的脖子，在他耳边轻声说道：你是要带我去私奔吗？女孩吐气如兰，吹得他耳朵酥痒，心中也有一丝悸动。那你愿意跟我私奔吗？他也这么回应了一句。女孩闻言，瞳孔立刻睁大，脸上则是惊喜的神色，当然愿意。这句话让他心头暖暖的，调侃道：那你的学业怎么办？说起这个，吴桐立马就兴奋了起来。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国医大师，他说要收我为徒，那不比上学好吗？等我学成，一定能治好你的病。说着，他还将耳朵贴在吴清胸口，聆听他的心跳。吴清有较为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按理说他本该被踢出西红柿孤儿院，但他成绩一直都是全年级第1，并且对数字极其敏感，多次在数学竞赛上拿奖。因此虽然他的身体状况很差，但才能却得到林氏集团的认可，认为可以培养一下以后为集团效力，这才让他被迫力留下。他的病并非秘密，孤儿院所有人都知道。吴桐从小就说以后要为他治病，为此他不仅在网上自学医疗知识，还背下了整本《本草纲目》。因此他说一位国医大师要收他为徒，吴清倒是觉得很有可能。林家一座豪华别墅中，一名姿容同样俏丽的少女正躺在床上玩手机，只是
她的面色有些苍白。床前坐着一位雍容华贵的美妇人，美妇人握着少女的一只手。月月，今天晚上符合你的心脏就能送到，3天之内就能进行手术。这几天养养精神，不要再玩游戏了。但那少女却依旧在自顾自地刷着视频，视频中播放的正是轮回的宣传动画以及各大主播的预测。知道了，知道了，你不是说手术成功率100%吗？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我跟你说，这个轮回游戏未来一定会成为世界爆款，一件游戏里的装备卖个1000万，甚至是上亿都有可能。哎，我让我爸给我找的团队找到了吗？我们一定得抢占先机才行。可美妇人却说道，一个游戏而已，终究是虚拟的，你现在要先养好身体，等手术康复后，你想玩就能随便玩了。团队的事，妈让你表姐帮你带着，一个游戏工作室而已，哪里用得着我们林家的3小姐亲自去带领？你一点都不懂这个游戏的含金量。少女大声抗议美妇人的言辞。超脱人类掌控的 AI 自主研发，跨时代的虚拟现实技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少女越说越大声，到最后因为心脏本就不好，她俏脸憋得通红，剧烈喘息起来。不能给我表姐，那可是至少能赚几10亿的项目啊，必须由我亲自带。就在少女激烈抗议的时候，美妇人的电话忽然响起。这个电话知道的人不多，但凡响起就必然有大事发生。喂，什么？美妇人面色大变，没有去学校？查，必须将他找出来。床上的少女好奇问道，妈，发生了什么？谁没去学校？我的心脏丢了吗？美妇人摇了摇头，没事，你安心休息，心脏的事情不用担心。第3章开房。吴清两人从出租车上下来，这里有银行取款机，他将自己的所有余额全部取出，共有18000多元，这是他1年来通过奖学金、助学金以及做家教攒下来的全部财产。他带吴桐躲过林氏派来的收养人，林氏必然不会善罢甘休。吴桐的心脏是最适合移植给林月的，且吴桐身体各项指标都极其标准，他们培养这些孤儿这么多年，为的不就是这个救命时刻吗？以林氏的能量，想要调查他们，迟早能查出来。但2个不到20岁的学生而已，林氏也不会直接动用最大权限去查，所以只要躲过一段时间，他就有办法自救。彤彤，把手机关机丢掉吧，我们暂时不能用手机了。他的话让吴桐感到疑惑，青哥，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感觉你奇奇怪怪的？吴清沉吟了一下，自己的举动的确太过奇怪，他思索了片刻，问道，彤彤，你相信我吗？吴桐当即答道，自然。而后他又笑道，小时候要不是你护着我，不知道要被他们欺负多少次呢。小时候刚来孤儿院的吴桐又瘦又小，经常被那些大孩子们欺负。吴清偶然见到他被人欺负时，挺身站了出来。虽然吴清心脏不好，可他在孤儿院里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你敢惹我，我就真敢拿刀子捅你。身体不如那些大孩子强壮，难道刀子还不够锋利吗？就算刀子被夺后挨揍也没关系，你难道还能一直防着我？只要你不弄死我，老子早晚能捅死你。这也造成吴清孤僻的性格，并且没人愿意和他交往。可面无表情站在小吴桐身前的吴清，却成了女孩心里唯一的依靠。从那以后，女孩就一直黏着他，而他也有了一个可以谈心的人。孤儿的他们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个院里起的小名。当他们识字之后，院长让他们给自己起名。彼时2人站在梧桐树下聊天，说起起名的事情。吴清道，他们都说我冷血无情，以后我就叫吴清吧，你呢？女孩盯着梧桐树，半晌后说道，我要和你一个姓氏。老师说梧桐树是凤凰的居所，是最高洁的树木，我就叫梧桐吧，桐是红色，青也是颜色，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女孩眸子里闪过追忆的神色，对于吴清她会100%信任，所以吴清让她带上身份证，带她上车等等，她都没有犹豫就跟了过来。彤彤，我得到一些隐秘的消息，咱们这些孤儿是为林氏集团那些大人物提供器官的物品，林氏3小姐得了很严重的心脏病，需要换心手术，而你就是他们选择的目标。今天就有人要以收养的名义将你带走，你如果跟他们走，就会被挖掉心脏死去，所以我才匆匆赶回来。你相信我吗？他盯着女孩的眸子，这些说法对于他们这些一直承受林氏集团恩惠长大的孩子来说，太过匪夷所思。少女沉默了片刻，忽又展颜笑道，我相信你。说罢，她便将手机关机，并狠狠地摔在地上，将碎片丢进垃圾桶。少女挽着他的胳膊，所以我们真的去私奔啊？当然。吴清也笑了，他同样摔碎手机，带着梧桐拐进一个小巷子。根据前世经验，他带着女孩一路上躲避监控绕行，终于来到大路上。在这里等了半个小时，一辆大巴从此地路过。吴清赶忙招手，这是大巴司机常见的赚外快方式，
路上收人，钱就全进了他个人口袋。两人上车交钱。这种半路上车的好处便是给钱就行，没人会查你身份信息。大巴车上只有1/3的乘客，两人走到后排找了2个空座坐上，在他们前面则是一名身材和吴青相似的青年。哟，哥们女朋友好漂亮啊！青年还很健谈，和吴青打起招呼。吴青轻轻点头，他性格孤僻，不善和人交流。只是这个青年看起来有几分眼熟，一时间又想不到在哪里见过。今天就是轮回开服的日子，也不知道网上传的神乎其神的轮回有没有那么好。青年没有在意吴青态度上的冷淡，直接找个话题就聊了起来。话题自然还是最近热度最高的轮回。听说这个游戏极其真实，到时候我一定要当一名剑客。也不知道有没有剑客之类的职业，仗剑走天涯在。想想就很帅气。哪怕吴青的态度很冷淡，依旧不影响这名青年浓郁的弹性。兄弟，要不要加个好友？进游戏之后组个队，哥带你升级。他兴致勃勃地述说着自己对游戏的理解，完全没有询问吴青两人是否准备尝试这个游戏。在他看来，这个游戏还没开服就如此火爆，世上哪个年轻人会忍住不去尝试？可吴青余光却一直注视着青年的裤子口袋，他隐约从中看见一张身份证。大巴在一个县城汽车站中停下，所有人全都下车。吴青走在那青年身后，悄悄将2根手指插进青年裤兜，而那青年犹自在述说着自己进入游戏后的计划。抱歉了，借你身份证一用，今后必将厚报。将身份证悄悄塞进自己口袋中，下车与这青年告别，吴青两人便混入人群中匆匆离去。汽车站旁有不少商店，吴青两人进入其中，各购买一个帽子和一个口罩，将自己的脸大部分都遮挡起来。此刻已经下午5点多，距离轮回开服还剩不到1个小时。两人随便搭上一个出租车，找到一家旅馆，拿出之前顺走的身份证，他看了一眼苏明。咦，这奇怪的缘分。吴青这才知道自己为何看他眼熟，前世拥有神话级天赋的顶尖高手之一剑仙苏明。曾经的某次战斗中，他偶然间救过苏明一命，但两人也仅是那一面之缘罢了，就当是你还前世的救命之恩吧。用苏明的身份证开了一间房，只要不多嘴，一般这种小旅馆的老板不会让两人都出示身份证。进入房间之中，此刻时间17点58分。第4章天宇宙赋。当时间达到18点整的时候，所有人脑海中都听到一句话：轮回数据已搭建完成，已连接蓝星所有人类脑电波。登录印记生成中，登录印记生成完毕。所有玩家均可用意识连接登录印记，从而进入轮回大陆内。轮回游戏正式开启。正坐在床上和吴青闲聊的吴桐突然听到脑海里响起这些声音，惊慌中连忙向吴青询问道：青哥，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吴青点头，重来一次，他对这一切已经不再陌生。此刻他感到脑海里似乎多出一个可以被自己控制的部件，随着意念一句开启，吴桐便见他额头上有一个神奇的印记在闪烁。青哥，你额头上有东西。听到少女声音，吴青睁开双眼。彤彤，这个应该就是进入轮回游戏的办法，你集中注意力试试，是不是感觉身上多了个可以被控制的东西？能不使用任何外设，直接隔空连接所有人脑电波，这个游戏的强大远超我们想象。这个游戏的出现是跨时代的，若我们能在这里发展好，未来的生活就不用担心了。他的说法也是许多人脑电波被连接后的第一反应，并不突兀。好，我听你的。少女重重点头。可是林氏集团那边我们怎么办？吴青握着他的手，不用担心林家，哥会帮你解决的。我们先进游戏看看吧。意念勾动轮回印记，再次睁眼便已在一片虚无的空间内。检测到玩家首次进入先天天赋生成中，吴青静静等待着。先天天赋代表着一个人的潜力与发展方向，而天赋共分为6个等级：尘凡、卓越、稀有、史诗、传说、神话。天赋的生成是公平的，只要你现实中曾在某一方面努力过，就会得到那方面的天赋，且越努力天赋就越好。比如天天撸铁挥汗如雨的健身达人们，通常都会获得力量体质方面的天赋。自幼练习剑法的人通常会获得剑道方面的天赋，比如苏明，他就是剑法资深爱好者。他从5、6岁开始，每日练剑寒暑不断，更是获得过全国武术大赛的奖项。如果热爱读书学习，那么就会获得心力与神念方面的天赋。比如吴青，他前世天赋是神话级最强大脑，就与他常年第1的成绩有关。这一世大概率还是最强大脑吧，吴青也不怎么担心。这个天赋很适合做法师，不仅有着不菲的额外法力加成，其技能冷却速度也有着先天加成。检测完毕，玩家先天天赋已生成，天赋为稀有级天宇宙赋。果然还是如此，
吴清正要去查看天赋效果有没有变化，忽然愣住了。稀有级天宇宙赋？什么鬼？我的神话级天赋最强大脑呢？这一瞬间他感觉自己万念俱灰，天赋变了，前世的许多经验就用不了，而且没有神话级天赋，他别说超越前世成就了，连达到前世的成就都很难。怎么会这样？别人重生不都会更强吗？我重生不给金手指就算了，怎么天赋还变弱了？不，天赋只是一部分，凭借着前世经验，就算天赋变差，我也一样可以走上巅峰，并灭杀凌驾。死过一次的人不会轻易绝望，他打起精神去查看新天赋的效果。天宇宙赋稀有级天赋，牺牲全部肉身属性转化为双倍精神属性，或牺牲全部精神属性双倍转化为肉身属性，请选择。一经选择无法更改。这个天赋他第一次听说，或许前世曾有人获得过这个天赋，但他关注的都是神话级天赋。这个天赋好像也不是那么差，某些方面来说丝毫不比神话级弱。将肉身属性双倍转化为精神属性，就会让法术技能更强，比他前世还强。而精神属性双倍转化为肉身属性，就会让身体更强。单论面板，无论选哪一个都是最强。可这样怎么会只被评价为稀有级？不对，他忽然想到，若将肉身属性全部牺牲，那么他的生命值岂不是零？就算因为游戏的关系让他生命不为零，最多也只是1而已。这么弱的肉身，岂不是随便被碰一下就死？前期精神力再强，又能放几个技能？所以牺牲肉身属性绝对不行。那么牺牲精神属性呢？法力为0，他永远也无法使用技能。肉身属性再强，也只能普攻，怪不得被评价为稀有级。甚至吴清觉得能被评价为稀有级，还是看在豪华面板属性的份上，不然可能连陈凡级都不如。难道自己重生回来却要泯然众人吗？他大脑急速运转，思索补救之法。对了，不还有一条冷门的路吗？圣胎。轮回中技能分为9个等级，不同等级的技能书颜色不同，按颜色则是白、灰、黑、青、蓝、紫、橙、红、金。其中白色品质的技能很特殊，虽然威力最低，但释放却不需要消耗法力值。当白色品质的技能升级到满级时，该技能就会演变为神通。神通是被动，不消耗法力值，并增加圣胎等级。圣胎等级越高，神通就会越强。然而白色品质的技能虽然品级不高，升到满级所需熟练度却堪比金色品质技能。而技能演变成神通的前提是，任何1到的进度都是0。到了灰色品质技能，学习和升级都会提升到的进度，比如学习剑法技能就能提升剑道进度。剑道进度越高，则释放剑法技能的威力就越强，甚至使用剑的普攻威力也会变强。其他诸如刀道、枪道、弓道、风道、火道等皆是同理，但却与圣胎相悖，一旦有任何1道有进度，则圣胎就会被直接废掉，所有神通消失。然而白色品质技能的威力太低了，修成神通前在技能方面极其吃亏，甚至修成圣胎后，圣胎等级提升上来之前，神通效果也很差。这就导致几个尝试走圣胎之路的人，最终都放弃了这条路，去学习强大的技能，修习自己的道。第5章豪华的初始面板，但圣胎却是唯一能补救的方法。吴清快速思索其中利弊。在前期大家都没有强大技能的时候，直接的面板属性就决定了强与弱，而天宇宙赋换来的属性绝对是所有人最高的，这就能让他在前期不那么吃亏。接下来就要想办法快速提升白色技能的等级，尽快让圣胎达到更高级。凭借着前期面板属性的优势以及自己对游戏的了解，可以得到更好的装备，用装备优势来弥补中期不足。选择精神属性双倍转换肉身属性，不再犹豫，吴清当即做出选择。选择已生效，请选择 ID 及形象变更。前世自己的 ID 是司童，而今世凌家、凌月，今世必全灭凌家全族。所谓双目成灵。ID 伐木工。至于形象，轮回的游戏形象以玩家本人为模板，可以进行一些调整，但最少也会与自己有70%相似。他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形象，没有原先那么帅气，更普通了一些。ID 无人使用，已生效，玩家个人面板已生成，玩家个人数据已收录，出生地分配中。分配完成，玩家伐木工将被传送至黑石村，传送开始。眼前一黑，吴清便已离开那一片虚无之地，来到一处生机盎然的小山村中。黑石村不是自己前世进入的五柳村吗？难道是因为进入时间不同的缘故？打开属性面板 ，ID 伐木工，先天天赋
天宇宙父魂转身，因天赋效果，精神抗性永久固定为1，等级0，基础属性体质13，力量12，心力0，神念0，敏捷2，耐力3，战斗属性血量149，法力0，攻击10.9，法强0，防御8.5，精神抗性1，生命恢复28.3H， 法力恢复0，移速7.8米每秒，攻速10米每秒。装备劣质布衣，没什么卵用，遮羞而已；劣质草鞋，没什么卵用，防个脚的人性化设计。技能5，看到天赋后的说明，他知道自己之前的猜测是对的。若选择身转魂，那么自己的血量上限就会永久固定为1。如今魂转身，精神抗性就被固定为1了。这世上只有无灵魂之物，精神抗性才是0，同时也不会受到精神攻击的伤害。这个初始面板堪称豪华。吴清记得自己前世初始面板是体质3，力量2，心力5，神念5，敏捷2，耐力3。如今看来，心力双倍转化为体质，神念双倍转化为力量，法力恢复速度双倍转化为生命恢复速度，其他属性则没有变化。体质主要加成血量、防御、异常抗性，并能稍微加成攻击力与生命恢复速度。力量则加成攻击力，稍微加成血量和防御。心力加成法力值和精神抗性，稍微加成法强与法力恢复速度，并影响技能冷却速度。神念加成法术强度，稍微加成法力值与精神抗性，并影响技能施法速度。敏捷则与移动速度、攻击速度、神经反应速度、施法速度和技能冷却速度有关。耐力加成血量、生命恢复速度与法力恢复速度。和其他游戏不同的是，这款游戏中速度不是每秒能攻击几次，而是攻击时的速度。他现在的攻速是10米每秒，就代表他出拳时，拳头1秒钟能划出10米的距离。当然，拳头没有这么长，而挥拳的速度越快，攻击力也就越强。攻击力同时与体质、力量以及攻速相关。此刻他的周围已经有不少或一脸懵逼或满是兴奋的玩家，想要询问梧桐获得的天赋，不过现在不知道他的 ID， 就无法加他好友。若是退出游戏，这时候梧桐估计还在兴奋的摸索中，所以等下线之后再问吧。估计梧桐的天赋应该是精神类或者治疗类，且品级不低。其实整个孤儿院所有人天赋品级都不低，曾经的努力化作如今的天赋，正是因为这些天赋极高的孤儿成为林氏集团的一份子，才使得林氏集团在日后成长为一棵参天巨树。这就是轮回，好神奇，就像我亲自到这里一样。周围玩家们在兴奋地攀谈着，这种能置身其中的虚拟现实技术让他们感到无比新奇。可是这初始的衣服好丑啊，而且为什么没有职业选择，也不给初始武器？难道要让我用拳头打怪吗？一名玩家发出吐槽。他们现在全部是身穿劣质布衣，脚下一双劣质草鞋，而这2件装备还没有任何属性加成。轮回没有职业，所有人都可以学习任何类别的技能，也能使用任何类别的武器。但一般为了的修行进度，大多数人通常只会选择3种类别以内的技能学习。吴清没有理会这些玩家，大踏步朝村外走去。黑石村，也幸好是黑石村。轮回里每个新手村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新手村，大多数任务也是不重复的。这就让一些后来人想靠攻略升级变得不太可能。倘若吴清被分配到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新手村，那么他重生的优势就将被大大降低。而黑石村恰巧是他比较了解的一个，因为前世黑石村是被探索出隐藏任务最多的一个，许多势力都研究过黑石村隐藏任务的规律，想要从黑石村任务中去摸索其他新手村的隐藏任务。作为拥有神话级天赋最强大脑的吴清，他彼时就在林氏集团组建的游戏公会内。最强大脑当然要承担起研究的任务，因此他当时将黑石村被爆料出的所有细节都仔细研究过一遍。当游戏中的能力成为现实后，最强大脑提供的可不仅是属性加成，还有着强大的记忆力和分析能力。凭借着强大的记忆力，吴清对黑石村比对孤儿院还要了解。但他现在等级为0，又没有任何装备和技能，现在去接取任务，完成的效率就太低了。所以当务之急是升级，并且前期的几个新手福利他也要争取到，比如第一个击杀怪物，第一个达到1级，第一个完成升阶任务等。虽然难度不高，可奖励却还算丰厚，因为这是全球80亿人共同争夺的一次机会。来到村口，他立刻就看到一条野狗，用游戏赋予的探查权限看了一下，野狗等级0，血量62，攻击3.7，防御3.1。别看这野狗属性垃圾，那是因为吴清拥有2倍精神属性转化肉身属性的能力。
而他初始精神属性又是最优秀的，这才导致自身面板属性远比这野狗强很多。很多人的初始属性还不如这条野狗呢。汪！野狗见吴清盯着他，立刻被惹怒，主动发起攻击。第6章怪物首杀奖励陈凡级后天天赋。野狗体型不小，属于獒犬这种烈性犬，体重估计比普通成年男性还要高。普通人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很难对付它，但吴清现在的属性比他高出太多。当野狗冲来的那一刻，他猛地一个侧身，而后迅速勒住野狗脖子，将它压倒在地上。这是游戏，却很真实，自然不可能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互相掉血。凭借着远超野狗的力量，他压着野狗的脑袋，让他抬不起头来。而后沙包大的拳头便狠狠地砸在野狗后颈。27，一拳就将野狗打到将近半血。野狗凄厉惨叫，拼命挣扎，却又如何能挣脱得了吴清的钳制？咚咚，又是2拳，野狗毙命，身子再也挣扎不动。吴清甩了甩胳膊，站起身来，击杀比自己想象中还要轻松。这得益于轮回所独有的伤害机制，伤害等于攻击防御，防御乘攻击，最低为0。也就是说，如果防御大于攻击，那么就会出现完全不破防的情况，而不是其他游戏那样会有强制扣一点血。当然，不破防的结果是伤害为0，不可能到给敌人加血。而自身攻击比敌人防御高出越多，那么伤害就会越爆炸。这才导致他明明只有 10.9 的攻击，却能打出27的伤害。这个游戏里没有暴击，只要攻击力超过敌方防御力的2倍，所造成的超出攻击力的额外伤害就可以当成一种另类暴击。只要你攻击力足够高，甚至可以造成相当于10000倍暴击的爆炸伤害。另外还有弱点攻击，攻击敌人弱点会造成额外伤害。只是大多数敌人都会保护好自己的弱点，想要攻击倒很难。他刚刚并没有攻击野狗的弱点，只是正常的普攻而已。而且他因为天赋的关系，现在0级的肉身属性就相当于别人7级。哪怕是军队里最强大的战士或者最优秀的职业运动员，他们拥有最好的初始肉身属性，也要到5级左右才能达到自己现在的程度。7级打0级，3招秒杀，很正常。被杀掉的野狗化作一道流光，流光分成2份，一份钻进他的体内，为他带来1点经验值，一份则化作1枚铜币，那是游戏中的交易货币。将铜币收入游戏赐予的随身背包中，他脑海中同时响起一道毫无感情的声音：你是轮回开服第一个击杀野怪的玩家，奖励陈凡级后天天赋活得久，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匿名？不匿名。吴清早已知道这几个初期奖励，他现在不仅不能匿名，还要尽快将名声打响，这才是在林氏集团手中保下梧桐的唯一希望。现在的逃跑只不过权宜之计而已。下一刻，所有已经进入游戏的玩家都听到这一次全服公告：玩家伐木工第一个击杀怪物，奖励陈凡级后天天赋活得久。玩家伐木工第一个击杀。玩家全服公告响了3次，全服哗然。游戏的聊天频道中顿时炸开锅一般沸腾起来。游戏不是刚开始吗？怎么就有人获得奖励了？第一个击杀怪物而已，有什么难的？卧槽！早知道老子不在村子里瞎逛了，要不然这个奖励就是我的了。走走走，快去杀怪，说不定还有奖励。然而几分钟后，便有人在聊天频道里骂了起来：妈的，老子打了足足3分钟，然后就被杀回来了。那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怕不是直接把怪物秒杀了吧？那0级怪打起来都费劲，那个叫伐木工的凭什么？难道他有装备？吴清自然不会去理会其他人的评论，他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找到刚刚获得的后天天赋：活得久，陈凡级后天天赋，体质转化为血量的系数永久提升1，生命只有1次，活得久才有输出来自某位大佬的评价。轮回中，血量等于体质乘10加力量乘3，承耐力乘 0.3，10和3便是系数。现在他的血量计算变成了体质乘11加力量乘3，承耐力乘 0.3， 血量直接就从149提升为161。大多数人的初始血量通常在50左右，而他如果没有天与咒缚的魂转身效果，初始血量只有32而已。这个提升不算小，但这个天赋毕竟只是凡级而已，系数仅仅加1。他记得有一个人拥有神话级天赋生命之树，效果提升体质转化血量的系数，但比他高了好多倍。这就是神话和陈凡的差距。怪物首杀的奖励已经拿到，接下来便是要抢第一个升级的奖励。升到1级需要击杀10只0级怪物，对他来说很容易，而他目前的实力足以对战10级之内的普通怪。想要快速升级，自然就要越级战斗。
轮回经验获取规则是怪物比自身每高一级，那么击杀经验就会在该等级怪物经验的基础上提升 30%， 若是高一阶，则在已经提升过的经验上再翻1倍。所谓一阶便是0-10级为一阶，而后需要进行升阶任务，升阶后战力会获得质变，11级的战斗力将比10级高出一大截，所以10级内击杀11到20级怪物便是高一阶，后面以此类推。精英怪和 BOSS 级怪物还会有额外经验奖励，若是攻击比自己等级低的怪物，那么怪物每比自己低一级，则经验就会降低 30%， 若是低一阶，就将无法获得经验值。团队作战则以贡献平均分配，贡献不仅是造成伤害，还有拖住怪物，为队友制造攻击机会，各种控制，对队友进行各类增益和治疗等。轮回快计算每一个变量，绝对公平，所以除了抢手杀奖励外，其他时候抢人头是没用的，但也需要防备爆出来的战利品被敌人抢走。有些学习了隐身技能的老六就喜欢干这种缺德事。吴清继续向外走，他熟知黑石村周围每一处环境，自然知道哪里有什么样的怪物。路上，一只长有獠牙的野兔向他发动攻击，被他轻易击杀。一条小蛇从树上突然窜出，被他一把抓住蛇头下方的位置。虽然他敏捷不高，但前世经验让他足以躲开这条小蛇的攻击。0级小蛇力量不强，被他抓在手中，根本挣脱不开。第7章，跑得快。小蛇嘶嘶吐着蛇信子，2颗尖牙上有一滴毒液。别看这蛇不大，可一旦被它咬上一口，持续的中毒效果足以将大部分0级玩家击杀。强大的毒属性是以薄弱的生命力为代价换到。吴清双手抓着小蛇的身体，用力一扯，便将其扯断。45，一击秒杀。小蛇同样化作2道流光，一道飞入他的体内，为他带来1点经验值，一道则化作1枚铜币。依旧爆不出来装备和技能书。5分钟后，他的等级便达到1级。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赶路和寻找怪物上，击杀一头怪物最多只需要3次攻击。那道毫无感情的系统音再次在他脑海中响起：你是轮回开服第一个完成1次升级的玩家，奖励凡尘级后天天赋跑得快，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匿名？不匿名。下一刻，全服公告在每一个玩家脑海中响起：玩家伐木工第一个完成1次升级，奖励凡尘级后天天赋跑得快。玩家伐木工第一个完成1次升级。玩家依旧是3次公告。这个时候，大多数玩家还在讨论第1次公告的事情。又来，第一个完成1次升级，那不就是升到1级吗？怎么升到1级也能得到奖励？楼上的蠢货是第一个升到1级。你现在杀掉一个怪物了吗？老子被一条0级野狗给杀回来了，你敢信？那玩意儿堪比大高加索，人类真能徒手杀掉这种级别的野兽吗？这个人比较倒霉，他遇到的野狗甚至比吴清面对的那条还要强大。那个叫伐木工的到底是何方神圣？游戏开服也才5分钟吧，他就接连获得2次全服公告。不过这名字是真 low， 有这么强的实力，不起个地啊神啊之类的吊炸天名字，竟然叫什么伐木工？他现实工作不会真是砍树的吧？话说这后天天赋是什么啊？和先天天赋一样吗？凡尘级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厉害的样子。吴清查看这个新获得的后天天赋，跑得快，凡尘级后天天赋，影响移动速度的最终系数提升永久 0.2， 输出总有上限，能跑才是真谛，来自某位大佬的点评。又是永久提升属性的能力。轮回之中，移动速度等于体质乘 0.2 加力量乘 0.1 加敏捷乘 0.7 乘 1.5 ms。 现在这个系数 1.5 在他这里变成 1.7 了。很多时候跑得快的确有用，因为移速也是生存能力的一种。现在所有玩家还不以为然，反正死了能复活。可是当游戏融入现实后，死了就真的死了。升到1级后，他全属性各增加了1点，并得到1点自由属性。思虑再三，他将这1点自由属性加到神念上。1阶内每升1级都能获得全属性各加1，以及1点自由属性。天宇宙父的天赋生效，1点心力转化为2点体质，2点神念转化为4点力量。如今他的属性为体质16，力量17，敏捷3，耐力4，血量272，攻击22，防御14，攻速14.5，移速11.9。他的天赋让他每一次升级都能引起质变。轮回的爆率还是一如既往的低啊。吴清杀掉8只0级怪，1只1级怪，也不过是得到几枚铜币加1瓶0级回血药而已。无论装备还是技能书，屁都没有看到。此时此刻，许多玩家发现单打独斗很难取胜，于是就开始组队杀怪。那些早就有所准备的游戏公会，相对来说进度就更快一些。虽然每个人的传送是随机的，但是公会资源多，就算暂时没有自己人，那些公会老板也能在原地迅速招募到人手，
毕竟这些工会老板很多都是富二代，有钱什么办不到。江谷村，一名少女率领手下一群玩家正在围攻新手村前的一头野怪。哼，幸好这游戏直接连接每个人的脑电波，不然我妈肯定不让我玩。她已经是上个时代的老古董了，哪里知道这个游戏的含金量？我可是堂堂神话级天赋，到时候凭借这个游戏，我的资产将超过老爸。灵异村，一名少女身上满是伤痕，她的血量已经见底，却难掩兴奋的神色。这么强的怪物，我杀掉了！这游戏简直和真的一样，只是联系不到亲哥，也不知道他获得什么样的天赋。吴青目标明确的一直向一个方向前进，他如今移速是 5.1 米每秒，这是他目前最大移速，平时也可以慢行。好在游戏里少有不真实的地方是没有体力与疲劳限制，这就让玩家可以用最大移速前进，也不会砍2刀就累得不行。一个巢穴洞口出现在眼前，他扒开洞口藤蔓，钻进其中。这里面有一群活死人，等级在5到8级之间，最适合作为他现阶段的对手。巢穴很大，山洞内蜿蜒曲折，想要完全探索一遍就需要很长时间。当他进来的那一刻，立刻惊动洞穴入口附近的3只活死人，他们身躯腐烂，发出一股恶臭味，一瘸一拐地向他杀来。活死人，等级5，血量348，攻击 19.6， 防御 19.7， 攻速18，移速6，技能铜皮 LV1， 尸毒 LV1， 瘸腿萌妹 LV1。活死人的技能全是被动，铜皮能额外降低1点伤害，尸毒则让他每次攻击额外附带1点真实伤害。萌妹可以减免大量受到的灵魂伤害，不过吴青没有灵魂攻击能力，这个可以忽略。瘸腿很特殊，这是一个负面被动技能，降低其 50% 移动速度。他选择活死人巢穴作为刷经验的地点，正是看中了活死人移动速度慢的缺点。他的天赋给予自身极强的体质和力量，但速度却相对差一些。这活死人敏捷本就很低，可即便如此，若没有瘸腿这个负面被动，他的移速也有12，其他怪物就更高了。然而活死人速度虽慢，但攻击和防御都很高，动辄还有几只一起来围攻，其他玩家就算也达到5级，也很难将其击杀。但对吴青来说却不是问题，因为活死人不仅速度慢，吴青还知道他的弱点。第8章活死人。活死人没有智慧，他们不懂得包围合击，全都从正面一起扑来。吴青向旁边一闪，就来到左侧一头活死人的侧面，挥舞拳头重重地砸在这头活死人的肋骨上。 1.5， 伤害低得吓人。好在初期野怪回血可以忽略不计，就连人类玩家回血也要按小时计算，想要依靠自己回血，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所以只能依靠丹药，这也是大多数玩家货币支出的一个大头。活死人防御太高了，吴青面色沉重，还是得尽快弄把武器，武器都有破甲属性，能够有效无视敌人的部分防御力。正常情况下，玩家到5级肯定都有武器了，他们组队来刷活死人巢穴，也不至于破不了防。但吴青现在比较尴尬，他只能赤手空拳。一拳之后，3头活死人同时回头，喉咙里发出意味不明的吼声，继续向他扑来。凭借着比活死人略快一丝的速度，以及前世积攒的战斗经验，他游走于3头活死人之间，并且他总能让自己同一时间面前最多面对一个敌人。3头活死人没头没脑的扑来，他瞬间下蹲，一拳击打在之前那头活死人的腹部。砰 4.5， 腹部是活死人的弱点所在，攻击这里可以造成3倍伤害。一拳之后，他顺势一个翻滚，躲开活死人的扑击，来到身侧，再次攻击那头活死人的肋骨。 1.3， 人类攻击未必每次都能用出极限力量，因此实际造成的攻击力会有一定的上下浮动。伤害不高，但他很冷静，越级击杀能为他带来巨量经验值，并且爆率也会大幅提升。只要杀掉一头，自己就能升级，并且大概率能爆出铜币之外的东西。如果是武器的话，他接下来攻击其他2头活死人就快多了。 8.8， 哪怕吴青走位很好，可双方移速差距不大，他又是以拳头近战，终究还是被攻击到一次。活死人高攻高防，对他造成的伤害比他高多了，但是没关系，他有272点血量以及1瓶回血药。回血药能够立刻回复10点血量，并提升每秒1点血量回复，持续10秒，也就是一共能回复20点血量。他还能再失误几十次，不过杀掉一头活死人自然不会失误这么多次。咚 4.5， 和3头活死人缠斗了5分钟，他终于将其中一头击杀。1级的经验值瞬间涨满，甚至2级经验槽都满了一半。他再次获得全属性各1点，以及自由属性1点。地上则留下了一柄1米长的骨刀，以及1瓶4级回血药。
一个翻滚将古刀拿在手中，将回血药塞进随身包裹时，顺便将一点自由属性再次加到神念上。他需要更多攻击来加快杀戮效率。升级之后，他如今属性为体质19，力量22，敏捷4，耐力5，血量412，攻击37，防御21.5，攻速19，移速15。查看刚刚得到的古刀，劣质古刀，品质白色，耐9 30，攻击加3，锋锐加2，2点锋锐就能无视敌人2点防御属性。虽然他现在和之前相比只是升了1级，但战况已经截然不同。凭借着更快的速度躲开活死人的攻击，一刀斩在其中一头活死人的背部。46，同样非弱点攻击，升级前一拳伤害 1.5， 升级后直接就是46。因此轮回中越级击杀经验奖励虽然丰富，但能越级的人却是极少。拔刀而回，再次一刀斩在活死人肩头。42，活死人嘶吼着再次攻来，他眼神一眯，这次没有再躲闪，硬扛着2头活死人的攻击，将古刀刺进其中一头的腹部。133，还不够，抽出古刀再次捅进活死人的腹部。138，两次弱点攻击，这头活死人当即被秒杀，而他却只是承受了2点真实伤害而已。若非尸毒附带的这一点真实伤害，活死人连他的防御都破不开。2级的经验值即将长满，杀掉这最后一头活死人后，他就能升到3级。他打算尽量在今天下线之前完成升阶任务，明天上线的时间可能就没这么多了。这头活死人爆出了一本技能书，他没有立刻去捡，而是2刀将最后一头活死人击杀。地上共留下一本技能书、1瓶5级回血药以及一些铜币。将回血药和铜币收入随身包裹，他打开技能书查看。崩拳，白色品质技能 LV1， 对敌人造成 120% 攻击伤害，并额外附带 3% 攻击力真实伤害，冷却30秒。立刻学习，虽然技能伤害不高，但却是日后修习圣胎的基础。然而崩拳必须用拳头来释放，拳头攻击时是无法享受武器的属性加成的。将升到3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再次加到神念上后，吴清继续向活死人巢穴的深处探索，很快又遇到2头5级活死人。他右手持刀斩在活死人肩膀上时，左手同时用崩拳轰击在另一头活死人的胸口。137 161， 2头活死人瞬间残血，同时崩拳的熟练度也提升一点。5级的活死人已经对他构不成威胁，升到3级后，不仅获得的经验直线下降，连爆率也降低了许多。接连几刀又杀掉几头5级活死人后，却是连一件装备或技能书都没有爆出来。崩拳的冷却时间是半分钟，熟练度提升得很慢。继续向巢穴内部走去，越往里面走，活死人的密度就越高。古刀挥舞，他前世虽然是靠智商玩法术的，却也并不代表一点近战能力都没有。他的近战技巧相比于其他近战达人来说很垃圾，但对于现在的新人阶段来说已经够用。速度提升上来之后，这些活死人想要碰到他就更加困难。就算偶尔被攻击到，也不过是被那一点真实伤害扣一滴血罢了。活死人不懂得闪避和格挡，哪怕刀锋临身，也依旧想要去撕咬对方。吴清全神贯注战斗，哪怕敌人无法对他破防，他依旧尽力躲闪，磨练闪避能力，以应对日后更强的敌人。一头头活死人倒下，化作流光消失，但更多活死人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吴清在活死人的围攻下尽力闪躲，偶尔躲不开，也不过是掉一滴血罢了。当6级活死人和7级活死人相继出现时，吴清方才感受到一丝压力。第9章，疯狂练级。道道流光飞入他的体内，地上散落一大片战利品，其中大多数都是铜币，只有1件装备。一刀斩杀一头活死人，围攻他的活死人已经尽数死亡。他3级经验槽已满，升到4级，全属性再次加1，他依旧将1点自由属性加在神念上，将地上铜币和几瓶回血药装进随身包裹。这些丹药中，除了回血药，还有1瓶战斗型药剂。大力丸，白色品质，食用后临时提升自身3点力量，持续3分钟，食用要求力量大于12，体质大于7。轮回中几乎所有装备丹药都有使用的前置条件，不存在一名萌新直接穿戴神装或者嗑神药后暴打强者的情况。大力丸3点力量的加成，对于1阶来说已经不少，其他人没有吴清这么变态的属性，3点力量的加成很可观。捡起地上那个装备查看，尸毒戒指，白色品质，每次攻击额外附带3点真实伤害，耐久30， 3点真伤，聊胜于无。若是遇到防御太高的怪物，可以依靠真伤想办法将其磨死，但是能让吴清无法破防的怪物，血量必然也是极高，想靠3点真伤磨死也不太现实。将其佩戴在手上，继续向巢穴深处行进。古刀不断斩出，每半分钟
他就会穿插一次崩拳。现在他身处的位置已经看不到5级活死人，至少都是6级，甚至还有一头8级活死人出现。活死人8级，血量684，攻击38，防御38.8，移速8.6，各方面属性远高于5级活死人，却还是比他低。古刀斩下99，崩拳130，全家神念并双倍转化为力量的好处，让他每一击伤害都很高。活死人除了移速慢外，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懂得保护弱点。若是其他怪物都会尽力保护自己的弱点部位，想要击中极其困难。但活死人不同，这群憨憨只会傻傻的向前冲。若吴清不想着闪避，完全可以招招击其弱点。又是一刀刺进这头活死人的腹部，297，而他身上则飘出一串伤害数字：2、2、3、4。他如今防御高达40点，哪怕是8级活死人也无法将他破防。可活死人携带的尸毒却是真实伤害，1级尸毒伤害为1点真伤，2级便是2点，3级便是3点。这头8级活死人拥有4级尸毒技能，仅这一刹他就掉了11点血。幸好这游戏真实，不像其他网游没有碰撞体积，这就让同时能攻击到他的野怪不会太多。侧身闪开这头8级活死人的反扑，吴清挥刀格挡另一头活死人的攻击。格挡不会受伤，但是对武器耐久度有影响。这柄白色品质的劣质古刀估计跟他走不出这个活死人巢穴就得报废。装备耐久清零后会失去其属性加成，比如这柄古刀赋予的3点攻击以及2点锋锐，可以找铁匠维修，能重新恢复武器属性及耐久。只不过根据铁匠维修水平的不同，恢复的属性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耐久上限也会降低，且损坏几次之后就会彻底报废，无法继续维修。这个时候就可以将彻底报废的装备以废铁价出售，再捞回一点资源。若是学习锻造技术后，也可以自己去提取彻底报废的装备中的材料，到时候就算不自己打造，哪怕是将提取出来的材料卖给铁匠，价格也比直接卖废品高不少。轮回中生存不易，大多数勤俭持家的玩家们只能精打细算每一笔钱。吴清周旋于活死人中，虽然自己偶有掉血，但还是能快速斩杀那一头8级活死人。杀掉8级活死人后，4级的经验槽又暴涨一大截，加上之前击杀的6级、7级活死人，他距离5级只差一丢丢经验值。8级活死人死后，地上留下一本技能书以及一件装备。太极架 LV1 白色品质技能进入特殊招架状态，持续 0.5 秒，将持续期间受到的所有伤害全部反弹给攻击者，冷却30秒，反弹距离3米。活死人腰带白色品质装备，体质+1，每次受到物理攻击时降低5点最终伤害，耐久30。这次的运气还不错，直接爆出来一本技能书和一件装备，立刻将技能学习。太极架相当于一个 0.5 秒的无敌效果，并且还附带反伤。虽然使用这个技能时无法做其他动作，但若用得好的话，能反弹敌人的大招。但这就很考验使用者的反应能力了。只有 0.5 秒持续时间，需要等敌人关键性技能即将命中自己时使用。因为3米的反弹距离，所以若想将反伤效果发挥出来，那么就要面对近战敌人使用。反弹伤害只为敌方攻击和使用技能时的加成攻击，相当于敌人自己打自己。如果是远程伤害，就只能发挥出无敌效果，伤害无法反弹到敌人身上。活死人腰带则是最普通的白色品质装备，对于其他4、5级的玩家效果还比较明显，但对于他来说聊胜于无罢了。佩戴上装备，继续向巢穴深处走去。8级活死人是这个活死人巢穴的上限，若再往前一段距离，就会看到一头活死人 BOSS 以及2头精英怪。BOSS 的属性远比同级怪物要高得多，他暂时不打算去杀 BOSS， 先把自己的等级提升上来再说。最好能在今天下线之前达到10级，并完成进阶任务以及 BOSS 首杀。喝下一瓶5级回血药，立即回复30点血量，每秒额外回复1点血量，持续30秒。他在活死人巢穴中战斗这么久，偶尔便会被其真伤攻击到，生命值下降了70多点。一瓶5级回血药基本能将损失的血量回个80%。一头8级活死人挥舞利爪攻击他的胸膛，吴清看准时机，在攻击马上临身的那一刻，进入到一种特殊的架势里。太极架，2头活死人同时攻击到太极架状态的吴清身上，吴清一点血都没有掉，2道无形能量从吴清身上反射而出，正中这2头活死人。3、4，太极架反弹相当于敌人自己打自己，但活死人的防御略高于攻击，所以只有攻击中附带的尸毒真伤反弹回去，才能对其造成些微伤害。不过无所谓，他使用太极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杀敌，而是要增加技能熟练度。紧接着他一拳轰出，崩拳正中一头活死人的腹部，一道流光进入身体，他的等级达到5级，
再次获得全属性各1点，并将1点自由属性加在神念上。升级之后，经验获取降低，爆率也减少了许多。第10章网络特战部。活死人巢穴中，吴清计算着 BOSS 和自己的距离，当即将达到惊醒 BOSS 的地方时，立刻返回。巢穴内有新的活死人被刷新出来，那头 BOSS 拥有精神攻击技能，而吴清因为天赋的原因，精神抗性为1，贸然挑战 BOSS， 搞不好会被精神攻击秒杀。不过没有关系，黑石村的一个隐藏任务刚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轮回的开启彻底惊动各国高层。华夏京城随着一名官方派遣的玩家从轮回中退出，华夏高层立刻召开一场紧急会议。会议室中，一名面相威严的中年男人沉声道：“首长，轮回的运行模式已经彻底超出我们的预料，可以预见的是，这款游戏未来必定会影响整个世界。”没错。此人话音刚落，就有一名神态颇为慈祥的女人开口道：“且不说轮回中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虚拟现实技术，单是人类无法操纵的货币系统，未来极有可能成为世界通用货币。不仅如此，又一人说道，这还将是一棵摇钱树。我刚刚查了一下，以前的网游装备曾经卖出过数千万的天价，而这款游戏的影响力必将波及整个世界，其中的真实性也必然让无数人沉迷其中。那么，游戏中的资产对现实影响也将无限放大。我们应该立刻以国家身份插手，或许未来我们的军费就可以靠这款游戏来出了。多数人都深以为然，只有寥寥几人觉得其他人小题大做。不过是一款游戏罢了，你们太危言耸听了。难道我们国家还要组建一个网游部门专门打游戏？不然，立刻有人反驳他们，这款游戏能不经个人意志允许直接连接每个人的脑电波，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没有等人回答，他大声说道，这代表着若是这种技术想要通过脑电波直接操控一个人的行动，未必做不到。轮回的出现太可怕了，我们要立刻进行技术分析，倘若这项技术被其他国家掌控，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游戏在云端运行，连主机都没有，我们最好的网络技术人员想要黑进系统中，却发现那些技术太过高深，他们完全理解不了，所以进入游戏中是唯一能找到分析方向的可能。诸如此类的会议在各个国家高层间举行，不仅国家能够想到，各大资本也都想到了这一点。若能分析出来并掌控这项技术，岂非就是蓝星的神？于是原本还只是风靡世界的超现实网游的轮回，其意义在各国立刻提升到战略层面。人们很快就发现，初始属性与现实身体的各项数据相关，而天赋更是曾经努力的具象化。国家中现实身体数据优秀，一直努力的最大一批人群是谁？自然便是军人们。虽然军人们最优秀的是身体属性，可是他们也发现，至少在游戏的初始阶段，身体属性才是最有用的属性。一些从研究室中被抽调出来的科研工作者，虽然心力和念力的初始属性很好，更是拥有不错的精神类天赋，但是羸弱的身体让他们连最普通的零级野怪都打不过。因此华夏整个军部除了边防战士外，大多数人都接到了一个奇怪的命令，进入轮回游戏。奉旨玩游戏还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而后游戏初始属性高且天赋好的战士立刻被调走，一个新的部门连夜成立，华夏网络特战部，简称网战部。魔都林氏集团总部会议室中，林氏集团老总淡淡道，拨款1000亿给3小姐的游戏公会，并成立新的部门，重金聘请网络专家对游戏进行技术解析。林总，轮回连主机都没有，甚至其运行是否使用人类搭建的云端都不一定，这无从下手啊。一名林氏高层提出自己的意见，却见老总淡淡瞥了他一眼，他当即改口，是，我这就去安排。活死人巢穴洞口，吴清回头望了一眼，便快步离开。5小时不间断的战斗，他如今已经达到9级，继续猎杀活死人的话，就会有经验惩罚，得不偿失。他打算返回黑石村，将那些隐藏任务完成，而后就能回来击杀这头活死人 BOSS。BOSS 提供的经验足以让他升到10级，且把10级经验槽填满。回到黑石村，此时村口已经有不少玩家开始组队猎杀野怪，村子里也有人试图与那些 NPC 交流，想要接取任务。这些村民每一个都如同活人一般，耕种劳作吃饭生活，他们也会闲聊，熊孩子们到处乱跑。玩家的出现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很新奇，甚至有 NPC 开始套话，想要知道这些玩家是怎么突然出现的。吴清瞥了眼一名仗着自己漂亮与某位村民交谈甚欢的妹子，现在的玩家还不知道人心险恶，在这里除了没有痛感外，其他的感觉和现实中一模一样，所以漂亮的妹子被 NPC 强奸的事时常发生。当然后来人们发现此事后，立刻就想到一条生财之路，反正游戏里的感受和现实里一样，
那么直接在游戏里卖身，既不违法，还能赚钱，岂非一件美事？况且游戏里破处不影响现实中那层膜，色素沉积暂时也不会带到现实里。至于 NPC 为何会如此真实，重生回来的吴青知道，这是因为这里的每一个 NPC 都是诸天强者的一缕意念，包括那些野怪也拥有他那个等级该有的智慧。只有活死人等少数野怪低等级的时候才会傻不拉几的嗷嗷叫往前冲。这些强者意念封闭源自于本体的记忆后投身轮回，便相当于一次红尘历练。某些选择成为野怪的意念，也将得到伊斯和他一生经历完全不同的战斗经验。这些红尘阅历以及战斗经验，便能让诸天强者们更进一步。第11章，穿寿衣的靓仔。作为代价，当野怪死亡后，强者意念将轮回记忆带走，却要将投身轮回所用的力量留下。这一丝力量就化作轮回中的装备、技能、丹药以及玩家的经验值。因此，杀 NPC 其实也是可以得到经验值并爆装备的。只不过，他们在轮回中拥有一段完整的人生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随便杀 NPC 会引起他的亲朋好友的围攻与复仇。同样的 ，NPC 看你不爽，也有可能去杀玩家。在轮回中，就要将这里当做一个真实事件。吴青的出现立刻引起大群玩家的注意，因为他此刻身上已经不是初始的布衣，而是有好几件装备。活死人巢穴中鏖战5个小时，除了劣质骨刀、活死人腰带和尸毒戒指外，他又获得了好几件装备：廉价寿衣，白色品质，体质+1，免疫10点毒系伤害；陪葬项链，白色品质，力量+2；包皮刀，白色品质，攻击+3，锋锐+4；死人鞋，白色品质，体质+1，移动速度降低10%。寿衣拥有10点毒免，活死人的尸毒正属于毒系伤害。他自从穿上寿衣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受过一点伤害。活死人巢穴的装备似乎都是加力量和体质的，就连鞋子也是加体质，不仅不加速度，反而还降速度。这还是他离开活死人巢穴后方才穿戴上，目的便是炫耀。如今他身穿寿衣，脚踏死人鞋，腰间是活死人腰带，手指上戴着尸毒戒指，脖子上有陪葬项链，背上一柄劣质骨刀，腰间还挂着稍微短小一点的包皮刀。这一身打扮，回头率可谓是极高。这什么非主流装扮，也太晦气了。那名正与村民闲聊的漂亮妹子，小嘴张成 O 型，看的是目瞪口呆。你懂个屁！大家进来都是布衣草鞋，这个人身上的肯定是装备。有人立刻就想明白，别管装备多怪异，那也是装备，哪怕提供一点属性，也比他们现在身上的布衣草鞋强。5个小时的时间，一些天赋不错的玩家已经猎杀掉一些野怪，但是他们得到的也都是铜币，能打出装备的玩家极少，就算有，也不过是1件罢了。哪里像吴青这样满身都是？这肯定是连续2次被通报的那个叫伐木工的大佬。村口打怪的玩家们议论纷纷，那名正与村民聊天的妹子眼前一亮，立刻露出甜甜的笑脸，走到吴青身边。小哥哥是伐木工吗？吴青缓缓点头，他既然选择穿着装备回来，身份自然就瞒不住，但他的眼光却不在妹子身上，哪怕这妹子身材婀娜，相貌甜美，放在现实世界至少也是校花级别。但吴青随手就将他扒拉到一边，自顾自地向前走去。村口除了这些玩家外，还有不少村民坐在这里看热闹。在他们的生活里，玩家的出现挺有趣，甚至还有一个包子铺老板将包子摊摆在了村口。他们对这些玩家指指点点，当看到穿着一身丧气衣服返回的吴青时，一个个也是瞪大了双眼。吴青眼角余光看到那卖包子的老头双眼死死地盯着自己，便知道目的已经达成。大爷，来3个包子。吴青随手翻出一个铜币，面带微笑地站在卖包子的老大爷面前。包子很便宜，1个铜币3个，吃下包子能瞬间恢复2点血量。当然，回血不是包子的主要功能，其主要能力是消除饥饿。轮回里是需要吃饭的，不然身体虚弱，所有属性都会降低。吃饭、买药，这些消耗品让许多玩家都入不敷出。许多玩家为了能在轮回里活下来，去给村民种地。有女玩家甚至与村民进行性交易来获取几个铜币。卖包子的大爷接过铜币，递给他3个包子，而后踌躇了一下，对吴青说道：小哥，没看错的话，你身上这些东西都是从村外活死人巢穴中获得的。吴青一边吃包子一边点头，他大张旗鼓的炫耀装备，就是给这个大爷看的。连续5个小时的战斗，让他此刻也已十分饥饿。3个包子将他未曾补满的血量恢复到满值，也让他摆脱饥饿的感觉。包子算不上美味，他前世也吃过不少，这时候没心情去慢慢品尝。迅速吃完后，他抹了抹嘴，对大爷笑道：包子很好吃，谢谢大爷。大爷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他也迎着大爷的目光，
二人对视。片刻后，大爷说道：“小哥，我有点事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意听听吗？”终于等到了。吴清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礼貌地说道：“您请说。”老头收拾好包子摊，对他说道：“请跟我来。”他已经很老了，老的似乎一阵风都能将他带走，而且他的腿脚也不好，走路一瘸一拐。吴清一手搭在包子摊上：“大爷，我来帮您吧。”不远处，那些玩家看到这一幕，纷纷跟上。他们明白，这个神秘的名为伐木工的大佬肯定是触发什么任务了。不说跟着分一杯羹，哪怕是分一口汤喝，也比现在强啊。那漂亮妹子也跟了上去，之前被吴清随手拨开，让她面子上很挂不住，但吴清完全没有要理会她的意思，让她也没有办法发作。喂，妹子正走着，之前和她闲聊的那个村民挡住她的去路。妹子面色一喜，以为自己也触发了什么任务，心道：没白费老娘陪你聊那么久，连忙换上一副笑脸，娇滴滴的说道：“哥哥找我有什么事吗？”这副娇媚的姿态，看得那村民咽了口唾沫。你还没吃饭吧？我请你吃夜宵。NPC 还会请玩家吃饭？他不由得喜上加喜，立刻同意，心想着 NPC 肯定不可能只是请吃顿饭而已，后面定然还有任务。与其跟着这些人尾随那位大佬找机会喝汤，不如独享任务。在这妹子身后不远处，又一名妹子看到这一幕，她心想：那个骚货发骚就能接到任务，我一定也可以。于是她拿出现实里勾引男人的本事，来到另一名村民面前：“小哥哥。”第12章考核令牌。跟随卖包子大爷进入一间很普通的民房，大爷关上门，掩好窗，一瘸一拐地走到床边，对他说：“小哥，坐吧。”他的房子里很简陋，只有一张床、一张木头桌子、一张木头凳子。隔壁的房间看起来是他做包子的地方，除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多年后也会孤独的死去。吴清坐在那唯一的一张凳子上，而大爷则坐在床边。小哥，你能获得这么多装备，应该杀掉不少活死人了吧？大爷得到吴清肯定的答复后，沉默了片刻，他似乎是在斟酌词句。活死人巢穴中有一头活死人之王，我需要他的心脏，不知道你能帮我弄来吗？活死人之王便是巢穴尽头的活死人 BOSS， 他身边还有2头精英活死人，被称为活死人将军。大爷也知道想杀掉这头 BOSS 难度极高，所以他也给出了自己的报酬。如果你能为我带来活死人之王的心脏，我会给予你一个羚羊宗的考核令牌。你们这些艺人可能还不知道羚羊宗吧？玩家被轮回中的 NPC 当作艺人，不过鉴于轮回里同样拥有能爆装备技能的野怪，他们对突然出现的玩家也不那么排斥。没错，这里的 NPC 同样可以击杀野怪来获得装备技能，只不过他们不能从中获得经验值，他们想要升级就要自己修炼，并且他们的爆率比运气最差的玩家还要低。玩家也可以通过修炼来升级，所谓修炼便是获得功法，通过运行功法所教授的周天来获取天地灵气，这些灵气便能转化为经验值。其中功法等级、修行环境等都对经验值的获取效率有很大影响。在这里，想要获得装备技能丹药等，除了杀怪还有2条路，那便是向 NPC 购买，或者加入一些势力也能通过贡献来获得奖励，而功法就只有购买或者加入某些势力才能获得。羚羊宗便是轮回世界比较强大的势力之一，而且这个势力专精灵魂能力，可惜吴清的精神属性全部转化为肉身属性了，无法施展灵魂能力，羚羊宗就注定与他无缘。可是哪怕他不加入羚羊宗，羚羊宗考核令牌的价值也同样极高。不出意外的话，吴桐的天赋就是精神类或者治疗类，就特别适合加入羚羊宗。若他不愿意加入羚羊宗，也可以将此令牌卖出去。大多数玩家想要加入某个势力，要靠腿来跑，可轮回世界那么大，靠跑就太慢了，且各大村落之外、山脉之中都有着极其强大的怪物，就算真有毅力惊人想要靠腿跑的，也走不出去。至于传送阵，当然也有，但使用传送阵的价格对于新手玩家来说太过昂贵。但有考核令牌就不同了，宗门考核令牌只有无宗门印记的年轻人才能触发，触发后令牌会将持有者直接传送到宗门所在地，一旦通过考核，就是该宗门的一份子，就有更多机会学习更加强大的技能。若是被师门前辈赏识，还有可能会获赠强大的装备。这个看起来垂垂老矣的瘸腿大爷，曾经是羚羊宗3长老，因为一次外出战斗，一身修为被废，肉身更是受到重创，寿元所剩无几，流落到黑石村中已经40多年。原本已经绝望等待寿元耗尽老死的他，偶然间得知活死人巢穴中有一头活死人之王。见多识广的他知道，活死人之王的心脏正是让他恢复创伤的重要材料。可惜40年间，村民中最精才绝艳者也不过能够与8级活死人斗个旗鼓相当，这种实力
别说是猎杀活死人之王，在无数活死人的围攻下，活下来都难。可是今天，他在吴青身上看到了希望。他将这一切都告诉吴青，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内容吴青早已熟知，而且吴青还知道，他根本就没有说实话。若当真如他所言，那么最简单的办法，根本不是去弄什么活死人之王的心脏，而是当场收下一个徒弟，让徒弟使用考核令牌被传送到羚羊宗，无论徒弟能否被录取，都能将他被困的消息告诉宗门，而后由宗门来人救他。而真相便是，他杀掉了羚羊宗3长老，并获得这一枚考核令牌。只是杀掉3长老也让他身受重创，一身修为尽废，就连寿元也所剩无几。小哥不用担心，只要你帮我拿到活死人之王的心脏，等我恢复后回到宗门，到时候你就算没有被录取，我能破例将你收为亲传弟子。正常不知情的玩家听到他的话，基本上都不会多想，反而会畅想未来成为羚羊宗3长老亲传弟子，凭借着救命之恩，各种好处拿到手软，成为最强玩家。但吴青不正常，他没有表现出欣喜，反而冷静地说道：那活死人之王有很强的灵魂攻击技能，我扛不住。这句话反而让老头大喜，知道活死人之王有灵魂技能，就说明这个青年艺人曾经走到活死人巢穴的尽头，并且还与活死人之王交手并成功退走，这就代表他是真有杀掉活死人之王的机会的。另外，他还从这句话中提取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面前的青年艺人畏惧活死人之王的灵魂攻击，可却丝毫没有提及对方那强大的体质，说明这名青年肉身极强，可灵魂不行。这样的天赋，羚羊宗大概率是进不去了。但他曾经就是主修肉身的强者，这个青年艺人或许能收来当自己的徒弟。想到这里，他仿佛树皮的枯萎面容露出一分诡异的笑容。如果是担心灵魂攻击的话，不要紧，我这里有点东西能够帮你对抗活死人之王的灵魂攻击。你如果愿意帮我，老夫就将其送给你。祝你斩杀活死人之王。吴青依旧没有露出太过兴奋的神色，假装反复思量之后才答应下来。好吧，我可以去试试。老头见他表现还算沉稳，暗中点头，这少年或许真能当个衣钵传人。而后便见他闭上双眼，很快一张虚幻的卷轴呈现在两人面前，上面写着临时编号4393839向伐木工发布任务，伐木工需要在7天内带来活死人之王的心脏。任务奖励：提前支付1枚2阶护心丹，事后支付1枚羚羊宗考核令牌。注：委托方提前给予的护心丹只能用在猎杀活死人之王时，护心丹为额外支付，若任务失败不需退还。是否接受？第13章工会招揽，年薪1000万。这是天道契约，你们一人可能还不懂这个世界的规则吧？老头指着面前虚幻的卷轴，对吴青说道：集中精神于天道契约中，就可以选择将自己的灵魂烙印刻印在其中，有天道约束，无人可以撕毁契约。由于轮回世界的 NPC 极其真实，自然不可能是以前网游触发任务的那种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任务后，对方就有不认账的可能。所以轮回世界就诞生出天道契约，不仅 NPC 和玩家之间的交易或任务使用， NPC 自己之间也会使用。因为有时候交易方不希望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天道契约就会为其提供一个临时编号。不管临时编号是什么，都有灵魂烙印在，天道便能直接锁定灵魂烙印的双方。吴青集中精神于天道契约上，选择确定。确定之后，虚幻卷轴缓缓消失，而它的属性面板的最下方就有一个任务进行中的提示。同时，契约中提及的提前支付的护心丹也出现在他的随身包裹中。天道契约规则会由天道确认任务发起方的确拥有所承诺的奖励，并将任务发起方所允诺的奖励封印进契约卷轴中，以防止接受任务者在完成任务前该奖励出现变故。当接受方完成任务后，若是如活死人之王心脏交换羚羊宗考核令牌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接受方可以直接远程提交任务，将任务物品通过天道契约直接交易给委托方，由天道契约确认任务物品没问题时，就会将被封印的委托方奖励直接下发给接收方。看到吴青接受任务后，老头的笑容越发慈祥。小哥，老夫额外承诺，这几天你来吃包子免费。虽然包子不值几个钱，但吴青还是本着验过拔毛的精神向老头要了一些。前辈，我现在就去活死人巢穴尝试击杀那头活死人之王，尽早让你恢复修为，先给我几个包子吧，我路上吃。老头在包子这方面的确很大方，将自己没有卖完的20多个包子一股脑全给他打包了。好说好说，以后去了羚羊宗，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哈，好在有随身包裹，不然这20多个包子吴青还不太好携带。多谢前辈，我这就去。收好包子，吴青立刻出门。门一打开，就看到许多玩家挤在这里，想要偷听里面的对答。看到吴青出来之后，立刻有人笑着迎上来：大佬，
你是接到任务了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接任务的吗？但吴清并没有理会他，随手将他拨开，自顾自地往前走去。身后也有人犹豫了一下，走进老头的屋子，也想接取任务，结果一阵大脑晕眩后吐血退出。老头肉身几乎腐朽，但灵魂还有一丝残留力量，这一丝灵魂力量所释放的灵魂攻击，就足以让这群最多不过2级的玩家承受不住。凭借着所残留的这点力量，老头自己已经找到不少材料，所剩的就只有活死人之王的心脏而已。可活死人巢穴中的活死人太多，还有极高的精神抗性，他的灵魂攻击效果对活死人大打折扣，自己羸弱的身躯又扛不住无数活死人围杀，就只能一直等待别人帮助。这老头虽然看着快要入土，但是一定还有不少好东西，若能将他击杀，那些东西也许就能爆出来。不过吴清精神抗性只有1点，极有可能被一击秒杀。若想杀这老头，只能使用他给自己的护心丹，但老头也不傻，提前在天道契约中注明，护心丹只能用在猎杀活死人之王时。吴清继续离开，身后是企图骚扰老头接取任务的玩家的惨叫。等一下，一名身材颇为壮硕的玩家拦住他的去路。兄弟，我是叛逆皇朝工会副会长凌云，想要邀请你加入我们工会。让！吴清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向前走去。凌云没有放弃，再次说道，我们工会愿意为你提供1000万年薪，如果你是其他工会的成员，你的跳槽违约金将由我们工会全额承担。开口就是1000万，这个叛逆皇朝体量不小，但吴清对其没有一点兴趣。不了，谢谢。他赶时间要在下线前完成 BOSS 首杀以及首位玩家进阶。凌云见他没有兴趣，心中对他的身份也有了一些猜测。若是普通人，听到1000万年薪，定然不会这么淡定。轮回虽然神奇，可现在毕竟是第1天开服，很多人还在观望中，其中的价值究竟如何，在游戏内容真正转化为实际财富前都是未知的。此人能够内心毫无波澜地拒绝自己，想必并不缺钱，或者说他原本的工会开出了更加高昂的薪资。兄弟稍等，不同意也没关系，你可以慢慢考虑，我们可以先加个好友，等你想要加入我们了，可以随时联系我。吴清这才停下脚步，某些资源需要销售，这个叛逆皇朝可以当做一条销路。好，加上好友后，凌云感觉似乎拉近了一些双方之间的距离，便问道，你怎么接到的任务，可以传授一下吗？我愿意花钱购买攻略。我的任务是唯一的，告诉你也没用。说完这些，吴清头也不回地离开村子。他倒是知道一些普通任务如何接取，但是自己无法解释如何得知的这些。而且对方给钱肯定是打到他的卡里，但他现在无法去取钱。以林氏集团的能力，查出他的银行卡号以及使用记录并非难事，到时候他们就能根据他取钱的银行查到他的位置。虽然自己不可能带着梧桐一直逃，但能多拖一些时间，也能让自己有机会解决此事。离开黑石村后，他再次前往活死人巢穴，身后有玩家跟踪他，想要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也想知道他是如何升级这么快。但他如今已经9级，移速高达 37.4 米每秒，又岂是那些1、2级的玩家可以追得上的？第14章区 BOSS。 1阶之内，每一级都能获得全属性各1点，以及1点自由属性。他将这些自由属性全部加到神念上，双倍转化为力量后，他现在攻击力爆表。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 ID 伐木工，先天天赋天宇宙父魂转身，后天天赋活得久跑得快，等级9。基础属性体质40+2，力量57+2，敏捷11，耐力12，心力0，神念0。战斗属性血量2300，攻击264.7，防御119，攻速51.5，移速37.4，法力0，法强0，精神抗性1。技能崩拳白色 LV1，太极架白色 LV1。装备尸毒戒指白，活死人腰带白，廉价寿衣白，陪葬项链白，包皮刀白，草鞋。武器的属性并不直接加成到面板上，只有使用的那一刻才会生效。如今劣质古刀已经被他扔进随身包裹，这柄刀的属性被包皮刀全面压制，而且耐久已经不多，自然没有继续使用的道理。死人鞋虽然能加1点体质，但是会降低速度，相比于他的其他属性来说，速度也似乎弱项，所以他将死人鞋同样扔进随身包裹，换上最初的草鞋。他如今的属性可谓是极不均衡，单一方面的发展也让他肉身变得极致强大。自己现实中的身体虽然有先天性心脏病，但只要等游戏属性与自身融合，所有的疾病都将消失。没想到我前是一个玩脑子的，这一辈子竟然要当莽夫。不过莽夫也好，算计来算计去的也太累了，还是直接莽过去比较舒服。快速奔回活死人巢穴，路上遇到的普通野怪连他一刀都扛不住。巢穴内再次遇到5级活死人，他拔出包皮刀随手一击，
4299.8，伤害爆炸。5级活死人当然没有这么多血，这是他这一刀的伤害严重溢出，这就是攻击够高后造成的炸裂输出。崩拳4814，伤害更加爆炸，只是击杀经验大大降低。挥舞包皮刀，他一路横冲直撞，哪怕是后面遇到8级活死人，他也能一刀砍出1791的高额伤害，径直冲进巢穴尽头。这一次激烈的战斗声惊动巢穴尽头的活死人之王。这头 BOSS 身高5米，那些普通活死人在他面前就如同小孩子一般，就连2头精英级别的活死人将军也有3米多的身高。活死人将军精英等级9，血量3855，攻击70，防御73，移速11.5。技能铜皮白色 LV8， 尸毒白色 LV7， 蒙昧白色 LV9， 瘸腿不死身灰色 LV3。活死人之王 BOSS 等级10，血量10368，攻击111，防御117，移速14.5，法力1125，法强74，精神抗性70。技能铜皮白色 LV10， 尸毒白色 LV10， 蒙昧白色 LV10， 瘸腿不死身灰色 LV5， 刺魂尖啸灰色 LV3， 暴怒灰色 LV2。仅从面板属性上来看，精英怪和 BOSS 都不足为虑，因为他们的物理攻击甚至破不开自己的防御，但他们的技能比普通活死人多了一些。其中的不死身是额外加成生命值的被动，虽然让他们更肉，但对吴清没有威胁。关键是刺魂尖啸，这是个主动技能，能够造成150%法强的灵魂伤害。他现在精神抗性只有区1点，一旦中招将要承受12210的超高额伤害，一旦正面挨上，他顷刻间就会暴毙。看到 BOSS 的瞬间，他掏出卖包子老头给的护心丹，一口吞下。护心丹食用后临时增加50点精神抗性，持续5分钟。老头能与擅长灵魂攻击的羚羊宗3长老战斗，并将其击杀，定然有防御灵魂的手段。只是一场大战后，他的所有丹药几乎都已耗尽。这护心丹对于新手来说虽然很好，但对于他那种大佬简直就是垃圾。不过老头不知道吴清的天赋，在他想来，这青年艺人灵魂再弱也得有20点精神抗性吧，加上护心丹的50点临时增幅，应该有机会将 BOSS 击杀。但他没想到的是，吴清的灵魂抗性只有1点，51点也够了。吴清大脑中迅速计算，有了护心丹后，正面扛一发刺魂尖啸，自己只会承受130点伤害，自己的血量足有2300，再加上一些回血药，应该可以将 BOSS 击杀。提起包皮刀，他一跃而起，一头撞进面前活死人将军的怀抱中，将包皮刀狠狠地刺进他的腹部。2316。与此同时，左手使出崩拳，3225，连续2发弱点攻击，直接将这头活死人将军秒杀。但他也接连承受这3头活死人的攻击，他们的物理攻击虽然无法将自己破防，但其附带的尸毒却是真实伤害。0、10，他有兽医能免疫10点毒系伤害，2头精英怪的尸毒对他完全不起作用。只有 BOSS 的尸毒达到10级，每级真伤加1，满级翻倍，能达到20点，所以才对他造成了10点真实伤害。不痛不痒，他来不及去捡第1头活死人将军留下的战利品，立刻挥刀去攻击第2头活死人将军，硬扛着他们的伤害，硬是连续攻击2次活死人将军的弱点。这种敌人不保护弱点的战斗是真爽。等离开这里后，就遇不到这么憨憨的敌人了。2头精英怪被秒杀，活死人之王也意识到敌人不简单，这才几秒，部下就没了。他张开腐烂生蛆的嘴，一股恶臭袭来，紧接着便是能震动灵魂的尖啸。130，灵魂攻击速度极快，他根本来不及开启太极架防御，受到冲击，感觉灵魂震颤，但这个技能主要是伤害，而没有控制。他定了定神，便朝着 BOSS 杀来。包皮刀斩在 BOSS 身上。349。第15章，击杀活死人之王。吴清一刀接着一刀斩下，护心丹的效果只能持续5分钟，5分钟内若无法击杀活死人之王，他就得逃。349。他的速度比 BOSS 快，攻击 BOSS 的同时也能躲开他的攻击，但他依旧嫌慢。又一次持刀斩下后，他猛地撞进 BOSS 怀里，用力刺激 BOSS 腹部。1032，一手钳制住 BOSS 的肩膀，他的力量比 BOSS 还高。正要继续攻击其腹部时，眼角余光忽然瞥见 BOSS 张口，不好！一念及此，正要使用太极架，那能穿透灵魂的尖啸便再次传来。130，精神恍惚了一瞬，顷刻间恢复正常。BOSS 在使用完刺魂尖啸后，连续攻击他的胸口，想要将他的心脏抓出来。可惜他的防御比 BOSS 攻击要高，根本无法破防，只留下10点真伤罢了。
于是，活死人巢穴中便上演下面这一幕：活死人之王与一名人类互相搂抱着，人类一手持刀不断刺进 BOSS 腹部，而 BOSS 也用另一只手去攻击人类的胸膛。双方大战，没有技巧，全是蛮力。忽然，活死人之王的眼珠变得通红，一股极致恶臭从他本就很臭的身体中传出。吴清被这股恶臭熏得头昏眼花，虽然臭气没有伤害，但战斗时对敌人造成的骚扰效果堪比控制技能。可吴清知道，臭气的作用并非扰敌，那是活死人之王的最后一个技能——暴怒。暴怒最大生命值低于 30% 时自动触发，每秒恢复100点血量，持续30秒，持续期间可在技能冷却期强行释放主动技能，每次强行释放主动技能都会对自己造成一次反噬，降低50点血量，冷却24小时。暴怒这技能可谓是 BOSS 的神技，持续回血，一共能恢复3000点血量，且能够无 CD 释放主动技能，每次释放自己都要掉50点血。这3000点恢复上来的血量就足够他释放60次刺魂尖啸。正常情况下，想要击杀活死人之王，需要一支全部达到10级的顶尖团队，且团队中有灰色品质的控制技能。当然，就算有控制技能，也不可能一直将 BOSS 控住。控制技能的主要作用是在 BOSS 触发暴怒时给队友逃跑的时间，等30秒后再回来慢慢猎杀 BOSS， 这才是正常步骤。但吴清不正常，他依旧一手抱着 BOSS 的肩膀，一手持刀狠狠地刺激 BOSS 的腹部。1029、130，活死人之王不断施展刺魂尖啸，是要将面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斩杀。130、130，吴清有2300血量，能够抗17次，但 BOSS 暴怒，技能无 CD， 每秒一次刺魂尖啸，他只能抗17秒。心中发狠，他完全不躲避，继续用包皮刀狠刺 BOSS 腹部。1047、1023，接连5刀之后，这头活死人之王终于不再咆哮，震慑灵魂的尖啸停止， BOSS 化作2道流光消失，其中一道流光进入他的体内，直接将他的经验槽冲到10级满格，另外一道则化作一些物品掉落在地上。吴清长舒口气，他现在还剩1270点血量，整场战斗只用了不到半分钟而已。天宇咒符提供的肉身属性在前期绝对是无敌的，但精神抗性是自己的短板，他得想办法弥补这个短板才行。虽然有护心丹这类药剂，可是药剂也有使用限制，无限制的药剂中，护心丹提供的属性几乎便是极品。可是在后期50点精神抗性完全不够用，一旦有人偷袭想要杀他，那么一道精神攻击就足以将他秒杀。最好的办法就是弄一些增加精神抗性的装备，然而装备也是有穿戴要求的。增加精神抗性的装备绝大多数都要求心力或神念达到某个数值，而他这2项都是0。虽然他前期越级杀怪看起来很爽，但缺点也极其致命，所以才只是稀有级天赋而已。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若有一个精神类天赋的睾丸持续为他添加精神抗性增益的 buff， 也能避免因精神攻击偷袭而被秒杀。精神类天赋的睾丸吴清沉吟，彤彤大概率是精神类或治疗类，到时候给他弄个高级的精神抗性增益技能，我带他练级。思虑已定，他开始查看这次杀 BOSS 爆出的装备。活死人的诅咒，黑色品质项链，体质加13，当佩戴者遭到攻击时，会对攻击者施加诅咒，佩戴该装备者攻击受到诅咒者将会使最终伤害额外提高 20%， 诅咒持续10秒，使用限制，基础体质大于20。人骨战锤，黑色品质武器，攻击加90，碎甲加150，使用限制，基础力量大于30。骷髅盔，灰色品质头盔，硬度530，精神抗性加30，使用限制，基础心力大于10，基础体质大于8。刺魂尖啸 LV1， 灰色品质灵魂技能，造成 120% 法强灵魂攻击，消耗50法力，冷却30秒。冥想 LV1， 白色品质技能，进入冥想状态，持续恢复生命值与法力值，每秒各恢复 0.1， 当其中一项回满时，另一项恢复量提升1倍，无冷却，冥想时无法移动和攻击。活死人之王的心脏，食用后永久提升10点体质，并有 1% 概率觉醒后天天赋铜皮铁骨。银币乘1，轮回中的货币。一共3件装备，2个技能，以及1样任务物品。技能和装备的品级都是白、灰、黑、青、蓝、紫、橙、红、金，以此提高。正常情况下，大多数玩家都需要等到20级之后才有机会使用黑色品质的装备，而他现在就已经获得。虽然有使用限制，但他升到10级后，体质达到43，力量达到62，使用这些装备绰绰有余。项链虽然需要自己挨打后才能提升伤害，但是在他当前的巨额攻击力下，提升极为可观。战锤的柄如同一根人类大腿骨，而锤头则是一个骷髅。钝器的碎甲相当于利器的锋锐，都是用来削减敌方防御的。
但碎甲值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破坏防具以及隔着防具对敌人肉体造成伤害。比如骷髅盔防御530，若是敌方攻击超过530，将会加速骷髅盔耐久的消耗，若是攻击力足够高，甚至可以将其一击破碎。论破坏力，钝器要高于锐器，但钝器对的力量要求很高。有了这柄战锤，他的攻击力也将获得质的提升。刺魂尖啸是 BOSS 的技能，如今被爆出，这技能虽然是灰色品质，但伤害中规中矩，况且他没有法力值和法强，这技能对他来说毫无用处。第16章第3次公告。真正令吴清欣喜的是那个白色品质的技能。一方面，他需要白色品质的技能来修炼圣胎；另一方面，有了冥想后，他就可以节约大量丹药花费。回复量虽然不高，可纵然到了游戏后期，只要有人爆出这个技能想要出售，都能被一群人哄抢。可惜这个技能的爆率却是低得离谱，他能在现在爆出，运气的确不错。因为冥想没有冷却，所以其熟练度获取也与其他技能不同，需要持续释放30秒才能获得一点熟练度的提升。好在冥想很特殊，可以在下线时让游戏中的角色自动运行来提高等级。一般情况下，玩家下线，角色就会进入休息状态。若是获得功法，也能进入周天运行状态来获取经验值。绝大多数玩家都会选择在下线时运行周天，但修行获得的经验值远不如杀怪，至少对吴清来说，越级杀怪不难。那么下线这段时间自然要用来提升冥想的熟练度。最后那样任务物品活死人之王的心脏并非一定要提交，他与卖包子老头签订的天道契约是以活死人之王的心脏换取羚羊宗考核令牌，至于护心丹则是老头额外赠送。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玩家来说，猎杀活死人之王的胜率并不高，任务自然也会失败，哪怕得到护心丹也是如此。所以玩家就可以选择任务失败，拒绝交易，自己昧下这颗心脏。这颗不仅仅是普通的任务物品，服用后能够立刻获得10点体质的永久提升，还能有1%的概率获得一个名为铜皮铁骨的后天天赋，其好处未必比羚羊宗考核令牌差。一阶内每升1级都能获得全属性各提升1点，以及1点自由属性，而初始属性最高也不过5点而已。所以哪怕是一名专修体质的玩家，10级时最多也不过是25点体质罢了。但这种加点方式太极端，所以大多数玩家的体质都不会超过20，低的可能只有13、14。这10点体质在这个时候便是质变，何况还可以赌一把能否获得后天天赋铜皮铁骨，听名字就是防御型的天赋。不过吴清不缺这10点体质，1%的天赋获取概率也太低，他的运气从来都是中规中矩，并不打算去赌一波，但他也不打算将其带回去完成任务。这颗心脏他还有其他用途。银币则是正常的货币，在这个世界中，货币有铜币、银币、金币3种，兑换比例都是1万，1银币等于1万铜币，1金币等于1万银币，这1枚银币便相当于1万枚铜币。活死人之王还挺值钱。就在他击杀活死人之王的时候，耳边再次响起奖励到来的声音：恭喜你是轮回开服第一个击杀 BOSS 的玩家，奖励凡尘级后天天赋顿悟，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匿名？不匿名。吴清照例选择不匿名。下一刻，全服公告便在所有玩家耳中响起：玩家伐木工第一个完成 BOSS 击杀，奖励凡尘级后天天赋顿悟。玩家伐木工第一个完成 BOSS 击杀，玩家伐木工。3声公告再次在所有玩家中引起轩然大波。又是这个伐木工，他到底是何方神圣？游戏聊天频道中，无数人议论纷纷。这才第1天就有人完成 BOSS 首杀了，老子连 BOSS 在哪儿都不知道，别说 BOSS 在哪儿了，我现在连最普通的野怪都打不过，需要好几个人配合才行。这人开挂了吧？半天都不到，现在才6个小时吧，而且接连3次公告都是同一人。妈的，这货是不是带着攻略重生回来了？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快？这人不知道自己的一句口嗨，却恰好就是事实。这游戏和我们以前打的游戏不一样，不是靠意识和操作，而是真的靠身体在战斗。除了没有疼痛以及不会疲劳之外，跟传统意义的网络游戏1毛钱关系都没有。他该不会是什么古武传人武林高手吧？开什么玩笑呢，还古武传人？你咋不说修仙世家呢？小说看多了吧？不过他肯定是个练家子，格斗高手，说不定还是特种兵呢。兵王归来之我在网游称霸。普通的玩家在吐槽，甚至脑洞越来越大，但那些各大工会的高层立刻就认识到这样一位高玩的意义。于是无数工会会长亲自向这位神秘的伐木工发起邀请。因为他们并没有无亲好友的缘故，就只能在聊天频道里发布招募信息。但是聊天频道中无数人在闲聊，他们的招募信息很快就淹没在茫茫聊天记录中。直到一个带着花边的放大字体
一直置顶于聊天频道中，才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末日神话，工会诚邀伐木工加盟，年薪1亿。若您对薪资不满意，还可详谈您的需求。联系电话 xxxxxx。这一下，聊天频道再次被引爆。年薪1亿，我勒个豆！果然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大佬还收人不？我不要1亿，年薪10万就行。这游戏才开服6个小时，那些工会现在就下这么大的本钱，是不是太冲动了？所以活该你穷。只要不傻，都能看出来这游戏必定火爆，而且是超越以往所有游戏的火爆程度。你以为人家付出1亿就亏了？无论这个大佬靠的是发现的升级捷径，还是说他真有硬实力，未来能为工会提供的价值绝对不低于万亿。聊天频道信息置顶需要一个特殊道具——信息置顶券。信息置顶券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将自己在聊天频道的发言置顶一段时间不消失。最低级的信息置顶券能将自己的信息置顶10分钟。虽然许多人连1级都没有升到，但全球人数那么多，总有能打到信息置顶券的人。10分钟后，末日神话的置顶消失，代之以新的置顶消息：诸神黄昏，工会邀请伐木工加盟，我们愿支付您10亿年薪。联系电话 xxxxxx。直接从1亿提升到10亿，这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数字。此时，在黑石村村口刷怪的凌云愣了片刻，而后立刻联系自家会长：会长，那个名为伐木工的大佬就在黑石村，我见过他。第17章灵骨草。与此同时，伐木工这个名字迅速流传在蓝星所有工会、资本甚至国家高层之中。林氏集团林氏老总林志豪刚刚处理完一些事情，便接到手下汇报上来的关于一个在轮回中接连引发3次公告的玩家的事情。若只是寻常游戏，不管多赚钱，他都不会亲自过问太多。但轮回展现出来的种种不凡，让他敏锐地感知到整个世界的未来可能都会因为这款游戏而改变。因此，他格外关注游戏中发生了一切事情，告诉三小姐，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此人。丰乳肥臀的黑丝女秘书轻轻应和，并说道：林总，他叫伐木工，咱们集团姓林，他的名字好像和咱们林氏犯冲。女秘书提出自己的意见，林志豪只是思索了片刻，便说道：先将他拿下，无论他和咱们是否反冲，都要握在咱们自己手里，先弄过来监视起来，若他真的和咱们反冲，再处理掉。林总，三小姐的病情尚未得到控制，又年轻未经世事，而轮回事关重大，只交给他是否不太妥当？这女秘书竟敢在林志豪面前议论其亲生女儿，显然和林志豪的关系很不一般。林志豪皱眉道：此事不用你操心，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是。女秘书不敢再多说，低头走出董事长办公室。华夏京城一座政府办公楼中，此时一名中年男人正在听手下汇报。那个 ID 叫伐木工的是咱们华夏人吗？其手下答道： ID 是中文名字，大概率是咱们华夏人。中年男人点了点头道：联系一下，看能不能把他拉进咱们部门。轮回的出现非同小可，上面极其重视，这样的人才一定不能错过。是。活死人巢穴中，吴清收起战利品，将冥想技能当场学习，而后他便开始查看新获得的奖励。顿悟，凡尘级后天天赋，每次使用技能时都有 10% 的概率顿悟，使得本次熟练度额外提升1点。顿悟是天才的象征，神赐予你天才的凭证来自某至高者的点评。看到这个天赋，吴清心中一喜，这正是他需要的天赋类型。选择圣胎之道，对他来说最艰难的就是技能熟练度的提升速度，而今这个天赋的出现，相当于让他的熟练度提升速度快了 10%。可惜只是凡尘级，若是神话级，技能修炼速度定然更快。新手期的几个成就都会奖励凡尘级后天天赋，这一点他是知道的。虽然都是凡尘级，但却能为他带来永久的提升，比直接奖励高级装备性价比更高。况且高级装备的使用要求也高，他现在大概率用不了，所以他才会用最快速度拿下这些成就。还剩最后一个，第一个升阶，记得前世第一个完成这个任务的人用了3天时间，现在时间还充足，我可以再做些别的事情。离开活死人巢穴之前，吴清特意走入尽头，在巢穴角落中发现一株散发着惨白色光晕的灵草。这株灵草的叶子如同手骨，而其顶端还开有一朵仿佛骷髅的惨白色花朵。果然有，他伸手将其摘下。正常情况下，采摘药草需要采药术，但是新手村几乎没有拥有采药术的药师，根本无法学习，所以轮回开服3天内的采摘灵药都不需要采药术，这也算是一种新手福利。灵骨草7品灵草，服用后可在5分钟内免疫1次2阶内灵魂攻击。所谓2阶内，便是20级之内的敌人发动的灵魂攻击都将被强制免疫1次。可这是7品灵草，
是能用来制作7品丹药的重要材料。因为想要灵药尽可能的发挥出更多功效，就需要药师用其炼药，不然的话就只能发挥出这点功效。将其收起，他现在不是药师，没有心力和神念，未来也不可能成为药师。但7品灵草很珍贵，若是出售，至少也价值一件灰色品质的装备，并且这颗灵骨草也许还能为他带来极大的好处。吴清走出活死人巢穴，没有返回黑石村，反而继续想着更远的地方走去。黑石山下，吴清一锤砸死一头长有4只獠牙的大野猪，并未爆出装备，只有一些铜币和一些经验值罢了。仰头望去，山峰险峻，山上到处都是参天巨树。这座黑石山极其危险，里面的怪物至少也是8级，高者甚至能达到13级。越过黑石山就能达到山阳县，达到10级并经历过升阶考核，就能前往山阳县中。到了那里，就有加入一些 NPC 势力的机会。只不过想要前往山阳县，只能依靠自己双腿翻越这座大山。区区村落之中是没有传送阵存在的。以吴清现在的实力，哪怕还没有进行进阶考核，依旧有能力独自翻越黑石山。但他此行的目的并非前往山阳县，而是这黑石山中的一处山谷。上山前，以防万一，他将自己穿戴在身上的装备全部绑定。获得装备后，可以自主选择是否绑定自己，无论是否绑定都不影响装备的使用。但是若不绑定，一旦死亡，这些未绑定的装备都会掉落。若是绑定，那么这些装备就无法再出售给别人。不过一些自己暂时不需要使用，放在随身包裹中的装备，就算不绑定，死完也不会掉落。他此次进山，虽然自己肉身实力很强，可一旦有怪物拥有强大的灵魂攻击，他就有被杀的风险，所以还是提前绑定为好。好，一头吊睛白额猛虎拦路。这头猛虎等级高达12。吴清单手用人骨战锤架住猛虎利爪。这头猛虎虽然体型很大，但力气却不如吴清。崩拳522，一拳轰掉猛虎近半血量，举起人骨战锤猛地砸在猛虎额头。155236，伤害严重溢出，猛虎一命呜呼，化作流光消散。不愧是黑色品质的战锤，足足有150点碎价值。这一锤下，几乎能够无视这头猛虎的防御。第18章被挖心的男孩。猛虎死亡，除了经验值和少量铜币外，还留下一件装备。吴清将其捡起，愤怒之虎，白色品质武器，攻击加15，耐久30。很普通的一件装备，但在白色品质装备中也算是不错的，并且佩戴这件纸虎，在施展拳法时，攻击力能够加成到拳法上，比如崩拳。将其绑定后，佩戴在左手上，吴清继续向黑石山深处前进。忽然见10几头丛林野狼从山中窜出，将他包围在中央。吴清一手提人骨战锤砸击，一手施展崩拳，瞬息间一头野狼毙命，一头野狼残血。他在即将被攻击到时施展太极架。野狼和活死人不同，并非防御型野怪，反弹的伤害能够击破他们自己的防御。战锤再次抡起，根本就不需要特意攻击野狼的弱点，就能将其头颅砸碎。不到1分钟时间，这10几头野狼便被他尽数击杀。野狼尸体化作流光消失，可惜并未爆出任何技能书或装备。继续向前，以他现在的速度，依旧花费了1个多小时，方才根据记忆中的路线来到黑石山深处的一个山谷。山谷看起来普普通通，到处是各种花草树木，但这些花草都是普通植物，并非灵草。直到他看到山谷正中央那一个插着人类头骨的十字架，方才确信自己没有找错地方。伸手触摸那插着头骨的十字架，立刻有股力量窜进自己体内，似乎想要引爆自己的身体。可是这股力量寻觅了一圈，最终却石沉大海一般没了动静。吴清随手将其拔起，用十字架当作铲子开始挖土。他的力量很大，虽然泥土有些坚硬，还是很快被他挖出一个大坑。咚！又一次十字架铲下去，这一次却发觉铲到了某样坚硬的物体。他心中一喜，找到了，连忙围着这个坚硬物体挖了起来。当那坚硬物体周围泥土都被挖出后，便露出其本来面貌，是一具长约1.2米的黑色棺材。黑棺上有一些奇异的符号，棺材钉的位置还有发黑的血迹。他举起手中人骨战锤，奋力砸下。当的一声巨响，黑棺闪烁幽光，他被反震的力道震退，甚至他还因为反震而掉血。果然和资料中显示的一样，他对这种情况早有预料，再次踏步上前，举锤砸下。咚！再一次被震退，他毫不气馁，再一次上前砸击。咚！这一次黑棺上面出现裂痕，反震的力道也小了不少。咚！咚！咚！继续敲击，黑棺表面裂痕越来越大。终于棺材盖裂开，他将棺材盖破出一个大洞，向里面张望。里面是一个小男孩的尸体。
男孩双眼紧闭，面容扭曲，似乎哪怕死后也在承受巨大的痛苦。他的胸前有一个大洞，胸骨断裂，里面是黑色的液体。大洞在其左胸位置，里面本该有心脏，可是却空空如也。男孩不知被埋在这里多久，连衣服都已腐烂，但尸身却丝毫未腐，只是心脏没了。从前世中得到的资料中，吴清知道男孩名为萧天成，是华阳国萧家庶子，因天生七窍玲珑心，被其父亲的郑氏夫人挖出，移植给郑氏夫人的儿子，也就是萧天成的弟弟萧天武。萧天成被挖心而死，其母气绝身亡，更无人会为一个死人撑腰。反正七窍玲珑心还属于自己的儿子，其父也未曾过多追究，令人将其掩埋于荒原之地的黑石山中。但他的夫人觉得不妥，又找魔宗强者布置镇魂邪法，使其残魂永世不得超生。那十字骷髅便是布置邪法的工具，一旦有人触摸到十字骷髅，体内法力便会顷刻燃烧爆炸，造成10倍法力值的真实伤害。此地在边缘山村，最强者也不过出入2阶罢了，根本不会被人发现。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此地曾是远古大佬黑石老人的养尸地，养尸地至阴无比，那萧天成的尸身被掩埋于其中，数十年不曾腐烂，反而被阴气改造，有变成僵尸的趋势。体内阴煞更是一直将镇魂黑棺上的邪法消融，令镇魂十字的威能不断下降。正因如此，吴清前世某位幸运的玩家误打误撞进入此地后，才能拔出灭魂十字。但是虽然灭魂十字威能大不如前，却依旧将那人爆死。不过玩家能够复活，当他再次来到此地后，便开始仔细研究。灭魂十字被拔掉后便会失效，他在地表什么都没有找到，便尝试挖掘，最终找到黑棺。用了很长时间，他也没能将黑棺破开，无奈之下只好离开此地，前往山阳县。后来他实力强大后想到此事，又返回寻觅，破开黑棺后，用一样极其珍贵的道具探知不死亡灵类的心脏，可以复活这个小男孩的尸体。他又费尽周折寻找不死亡灵类的心脏，将小男孩复活。可这时候的男孩已是僵尸，但那个玩家那时候也不弱，将僵尸降服后，萧天成神志清醒，赠送他一件宝物来答谢。后来华阳国发生一件大事，不少玩家也被牵扯其中。大事自萧家而起，当玩家还在猜测事件起因时，那名玩家看到回归的萧天成，也明白了大致缘由。因为曾救过萧天成，使得他免于一次死亡。后来他就将这些事情公之于众，玩家们方才知晓自己受了无妄之灾。吴清明明知道很多黑石村的任务，但却选择活死人巢穴，并引来卖包子老头的关注，得到护心丹击杀活死人之王，就是为了这一刻。活死人就是不死亡灵，活死人之王的心脏正是复活萧天成的关键物品。前世帮助卖包子老头猎杀活死人之王并获得心脏的那个团队，可不知道萧天成的事情。那颗心脏也被他们用来完成任务，去获得灵阳宗的考核令牌。然而灵阳宗考核令牌又如何能与萧天成赠送的宝物媲美？况且只要杀掉那老头，也有可能得到灵阳宗考核令牌。那镇魂十字引爆法力值，造成伤害。但吴清没有法力值，这灭魂十字也就完全无法对他造成伤害。从随身包裹中取出活死人之王的心脏，吴清将其放置于萧天成胸前破洞之中。第19章同病相怜。前世彤彤被挖心而死，你也有着相似的遭遇，也算是同病相怜吧。当活死人之王的心脏被放入他胸腔的那一刻开始，无尽阴煞在山谷中凝聚，萧天成体内那黑色液体被阴煞引动，如同血流般翻涌起来。阴风骤起，天地间忽然就昏暗了下来，呼哨的风声如婴儿啼哭，阴风吹落树叶，花草也随风旋转。活死人之王的心脏被那黑色液体包裹，在阴煞的作用下，竟然缓缓跳动了起来。黑色的液体化作黑色的血肉，血管经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萧天成尸体表面生成。忽然，幼童紧闭的双眼睁开，其瞳孔并非漆黑，而是一片猩红。吴清与其双目对视，感觉似乎有幻象向自己倾斜而来。他急忙后退，便听砰的一声巨响，萧天成小小的身子从黑棺那破洞中跃出，将整个棺材盖撞得稀碎。用系统自带的探查功能去查看这头小僵尸的数据，结果萧天成 BOSS 等级15，体质、力量、敏捷、心力、神念、耐力、技能阴煞蔽体，好多问号，完全无法确定这头小僵尸的实力。但吴清有前世情报在，大致知道一些萧天成的能力。以他的估计，萧天成还不至于让自己无法破防。萧天成胸口肌肉尚未完全长出，隐约可见肌肉条中那跳动着的心脏。活死人之王的心脏似乎在他体内发生别样的变化，隐隐有七彩光芒透出。腥风扑面而来，萧天成双腿僵硬，无法弯曲，向他跳跃而来。太极架！他双手抱球，
以一种特殊的架势应对萧天成的攻击。身体周围有气流流动，当萧天成攻到他身上时，被这气流反震，自己噔噔噔的后退了好几步。然而吴清却发现太极架的反伤并未让萧天成掉血，这就说明，又是防御型的怪物，说明萧天成的防御高于攻击。这小男孩在养尸地中用阴煞练成一副铜皮铁骨，寻常玩家根本无法击破他的防御。当萧天成的攻击落在他身上后，吴清脖子上的项链亮起一抹黑红色的光泽，活死人的诅咒烙印在萧天成身上之后，吴清对他造成的伤害额外提升 20%。 但是吴清不是寻常玩家，他举起人骨战锤猛地砸下，阴煞凝聚在萧天成的胳膊上，他手臂泛起幽光格挡战锤攻击。153，嚯！吴清震惊，萧天成的防御之高远超自己预料。以他如今的攻击力，加上拥有高额碎甲的黑色品质武器人骨战锤，依旧只能打出2位数的伤害。若是其他玩家，就算组团来，也不可能伤害到这头小僵尸。崩拳，套着纸虎的左拳轰出，不出意外的，只是打出了 14.4 点伤害。崩拳的物理伤害部分是0，但崩拳还能造成攻击力 3% 的真实伤害。真实伤害本来是9点，但这9点也能被活死人的诅咒增幅 20%。此外，尸毒戒指的3点真实伤害也被增幅。当他的战锤砸在萧天成胳膊上时，萧天成另一只手已经握拳朝自己的胸口锤来。547，萧天成的力量很大，一拳锤在吴清胸口，直接就将他击退。他低头看了眼身上的寿衣，这一拳让这件普通的白色品质装备耐久度直接下降1点。这种等级的装备想要抵挡萧天成这种 BOSS 级别怪物的攻击，还是差了许多。萧天成再次跃起，覆盖着黑光的利爪向他抓来。和笨重的活死人不同，萧天成哪怕肢体僵硬，只能跳跃，速度依旧很快。虽然前世的吴清走法师路线，对于近战并不太精通，但多年的战斗经验依旧让他能勉强躲开萧天成的攻击。举锤去砸，又敲掉萧天成100多点血量。连续受到攻击，小僵尸不断怒吼，浓郁的阴煞之气在他身边散开。身处阴煞之气之中，吴清发觉自己的血量正在迅速流失。每秒钟掉2点血，这些阴煞显然是小僵尸的技能，还好不是灵魂攻击技能。吴清确认这些阴煞只能针对肉体，那么自己的防御就有效。每秒钟掉2点血，以自己的血量能够坚持25分钟。这些阴煞不算太麻烦，只要能够躲开萧天成的攻击，自己就能将其击败。他凭借着自己前世的战斗经验和萧天成游斗了起来。动543，一时不慎，他被萧天成的利爪伤到，刚要回击，便见其另一只爪子上凝聚着强横的阴煞之气向他抓来。1774，这是技能，这一爪差点将他秒杀。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技能，但之后战斗要更加谨慎才行。挥起锤子砸在萧天成的肋部，这次没有那种奇特的能量阻挡，他这一锤也打出了400多的高额伤害。得寻找这头小僵尸的弱点才行。吴清面色平静，在一次侧身翻滚时，立刻从随身包裹中取出3颗10级的回血药，立刻回复100点血量，并且每秒回复2点，持续60秒。若没有回血药，他再挨一次普攻就得暴毙。3颗回血药的瞬间恢复效果能够同时生效，但是持续恢复效果只能延长时间，而不能叠加药效。也就是说，他瞬间恢复了300点血量，并且每秒回复2点，持续3分钟。以他的防御尚且抗不了萧天成几次攻击，若是其他玩家来，都是一招被秒的货色。二人缠斗，忽然又见萧天成利爪上缠绕着浓郁的阴煞之气，这一招速度极快，吴清根本躲不开。太极架，在利爪即将临身的那一刻，吴清启动太极架，奇异的气流将这一招反弹到萧天成自己身上。252，好歹是技能，哪怕萧天成自己也无法防御下这一招，但是也仅仅只有252点伤害罢了。即使挡下利爪，吴清松了一口气，他一直不使用太极架，便是专门用来防御萧天成的这个技能。太极架挡下攻击后，他立刻挥舞人骨战锤，击打在萧天成那尚未完全愈合的胸口上。1377，第20章七彩大茧唤醒萧天成。找到了！吴清大喜，胸口就是萧天成的弱点。他想乘胜追击，继续锤击其胸口，但萧天成不是活死人那种傻子，他也懂得保护自己的弱点。漆黑的胳膊横在胸前挡下人骨战锤，这一击又是只打出100多点伤害而已。胸口弱点被攻击，萧天成越发愤怒，双眸中猩红也变得更加炽盛。吴清身体向后翻滚，从随身包裹中取出大力丸，一口吞下，力量临时提升3点，持续3分钟。看似不多，但如今每一点力量都能加快战斗进程。一锤砸在萧天成肩膀上。528，
伤害增加不少。他要趁着大力丸药效的时间内多攻击到萧天成的胸口几次。阴煞之气中，自己还在持续受到伤害。双方再次交手几次后，萧天成利爪再次闪亮起来。太极架，成功防御，战锤挥起，正中其胸口。在萧天成使用技能攻击被太极架反弹后的这个瞬间，其中门大开，是最好的机会。1584，他不知道萧天成的血量具体是多少，但是应该不会超过5万，不然就太夸张了。一锤成功，他也不贪，立刻抽身后退，正好躲过萧天成的反击。他不慌不忙，但再次被攻击到心脏位置的萧天成变得更加暴躁，其瞳中猩红要将整个眼球全部浸染，阴煞之气更加浓郁，如今每秒钟已经可以对他造成3点伤害了。萧天成跃起，他的速度也变快了，一爪刺入吴清体内。672，伤害提升，说明他的攻击力也提升了。若非之前连吃3颗回血药，这一击就能将他秒杀。再次吞下6颗9级回血药以及11颗8级回血药，不同等级的回血药的瞬间恢复效果能够同时生效，但持续时间则会分别生效。比如他先吞下的是6颗9级回血药，那么等这9颗药的持续恢复效果结束后，那11颗8级回血药的持续恢复效果才会逐一生效。举起人骨战锤砸在萧天成的身上，这一次却只造成121点伤害，说明萧天成的防御也提升了。目前来看，萧天成胳膊上的黑光是防御性技能，阴煞之气则是持续伤害型技能，凝聚阴煞之气的爪子是瞬间爆发型技能。现在实力的提升又是一个全属性提升的技能，不知萧天成还有没有其他技能，但是现在展现出来的这些就已经让他感到棘手。太极架，这一次太极架触发顿悟，技能熟练度额外提升1点，再次用太极架抵挡利爪袭击，顺势用人骨战锤敲在其胸口位置，那里被黑色肌肉包裹，隐约能看到里面心脏的跳动。那颗心脏此刻竟隐隐展露出七彩之光。七窍玲珑心难道还能重生吗？吴清感到疑惑，却丝毫不影响他出手的力道。萧天成实力全方位提升后，吴清战斗起来更加艰难。啪！随着他再一次被萧天成利爪攻击到，身上这件廉价寿衣也彻底报废，并且不只是耐久清零，寿衣被萧天成利爪撕碎，连修复的可能都没有了。好在他血量只剩10几点时，萧天成的血量也终于见底。浓郁的七彩之光从他胸口冒出，将他的身体整个包裹住，形成一个七彩光芒的大茧。吴清皱眉，这一幕和前世情报中提到的并不一样。前世那个帮助萧天成复活的玩家并未提及这个大茧，只是说当萧天成血量见底后，就会有一股力量将他推开，然后萧天成意识回归，并对他表示感谢。而现在这一幕显然已经超出他的预料。尝试着用人骨战锤攻击七彩大茧，但这个大茧却有着极强的韧性，一锤子下去就如同打在棉花中一般，锤子上的力道被顷刻间卸掉，让他有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不得已，他只能停止攻击，默默地站在旁边等待七彩大茧的后续变化，但愿结果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但他也并未干等，而是盘膝坐下使用冥想。生命值与法力值每秒各恢复 0.1， 但他没有法力值，所以双倍恢复生命值，每秒 0.2， 每分钟便是12。等了大概1个小时，这个大茧上的七彩光芒向内收缩，一名肌肤白嫩虎头虎脑的可爱小男孩从光茧中走出。他身上衣衫早已破碎，裸露出精壮又白皙的上半身，下身裤子也是破破烂烂，但是破碎的衣衫丝毫不影响他那如同仙童般的气质。男孩走出光茧，上下打量着吴清。谢谢你帮我复活。男孩脆生生的奶音很是可爱，他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似乎对吴清充满了好奇。我叫萧天成，请问恩人名讳？他虽然之前意识被蒙蔽，却知道身上发生的一切。他明白是这个陌生人用一颗奇怪的心脏将自己复活。吴清也在观察萧天成，前世由萧天成引发的华阳国暴乱事件中，他虽然并未在现场，但是看过其他玩家发出去的视频，那里的萧天成一身阴气，如同厉鬼，和现在自己看到的可爱小正太完全不同。难道是复活所用不死亡灵的不朽物质不同的缘故？吴清不太清楚，但现在的萧天成看起来更好沟通一些。我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你们称呼我们为异人，你可以叫我伐木工，这是我在这个世界的代号。萧天成眨了眨眼睛，他没有听懂什么是异人。关于这件事情，吴清没有隐瞒的必要。轮回世界忽然出现的大量玩家，并且玩家死亡后会复活，轮回世界的土著都能注意到。他们知道这些人类与自己不同。伐木工，萧天成呢喃，好奇怪的名字。但是不管对方的名字有多怪异，也都是将自己复活并唤醒自己神智的恩人。娘亲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萧天成说到娘亲，
眼眶中有泪水凝聚，眼底深处则是深深的仇恨。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见一见自己的娘。他虽然意识迷蒙，但一点残魂不灭，直到日月升降，时间流逝，不知这么多年过去，娘亲是否安好。吴清见他眼中泪珠，便知他心中所想。可惜萧天成的母亲在他被挖心而死，正义又得不到伸张的情况下，气绝而亡。第21章，阴煞流离。您救了我，我就要报答您。哪怕眼眶中泪水流转，萧天成依旧努力在吴清面前露出一张笑脸，这副又哭又笑的表情看着令人心痛。他伸手一招，无尽阴煞将整个山谷蒙蔽，山谷裂开，里面是无数尸骨。此地在远古时名为冥魂谷，乃黑石老人的大本营。黑石老人以诸位强者尸身炼制至宝，可惜尚未成功，自己便陨落于幽冥。3样物品从那森森白骨中浮现，停在萧天成面前。一面黑色的旗幡，一件绣着骷髅的大氅，以及一枚如黑琉璃般的护身符。萧天成两手平身，那骷髅大氅便自动罩在他赤裸的上身。这大氅似有灵性，还能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自动调整大小。那黑色旗幡也被他握在手中，只有最后看起来像护身符的东西被萧天成送到吴清面前。穆哥哥，这是黑石老人所锻造的至宝，名为阴煞琉璃。虽然现在品级不高，但是却拥有着无限成长特性。您救了我，这件东西就送给您吧。穆哥哥。吴清最初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还愣了一下，转而便明白这是萧天成对自己的称呼。伐木工这3个字取木字算是最合适的了。他也没有客气，本就是为此而来，便伸手接过这个护身符。萧天成见他接下，再次露出笑容，但吴清依旧能从他眼底深处看到浓浓的悲伤。穆哥哥，谢谢你，我要回去找娘亲，就此别过。若日后还能再见，我请你吃饭呀。他再次道谢，还对吴清深深的鞠了一躬，而后身体化作一阵阴风，便消失在吴清面前。萧天成离开，定然要去华阳国都找萧家报仇。他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亡，更不知道得到了他7窍玲珑心的那个弟弟如今成长到何等地步。但吴清并未出言提醒，那会引起怀疑。况且前世萧天成真正引发动乱是多年后的事情了。他虽然看起来只有6岁，但心智却并非看起来那么幼稚。而且他在关中这些年接受黑石老人传承，实力进比玩家还快。萧天成的事情无需多管，他抬手查看这件宝物，阴煞琉璃，白色品质护身符，特殊宝物类，佩戴者受到致命攻击时将免疫此次伤害，免疫上限为2阶攻击，并立刻将你传送到50米外随机位置，3秒内可自主选择重新传送回原来的位置，冷却24小时。击杀生物可吸收死气，使阴煞琉璃成长，所击杀生物越强，死气就越浓郁。当前死气进度为白色品质0100，果然是这个。吴清大喜，前世那个玩家虽然曾透露萧天成的事情，但并未说自己的宝物是什么，其他人只能根据他展现出来的能力猜测。免疫致死伤害、瞬移，这些能力很有可能就是宝物的效果。如今一看，果然如此，这是保命类的宝物，极其珍贵。将其与自己绑定，并佩戴在腰间，吴清走出冥魂谷。现在的他已经可以接受进阶考核，或者他再去接几个任务。黑石村的任务他很熟悉，不用像别人一样抹撒，但那些任务的奖励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所以他不打算浪费时间去完成。在开始进阶考核前，他要先将这阴煞琉璃的品级提升上来，而后想办法干掉那个卖包子老头。那老头身上的好东西应该还有不少，他有灵骨草，还有阴煞琉璃，足以挡下2次老头的灵魂攻击，并迅速将其斩杀。山谷外，他开始与各种怪物作战，因为还没有进行升阶任务，所以获得的经验值作废，但他的目的是提升阴煞琉璃的等级，也不在乎这点经验值。一边战斗，一边向山下走去。因为黑石山中怪物大多在10级左右，因此阴煞琉璃的死气进度前期提升还挺快，当达到灰色品质后，提升就慢了下来。但是这已经暂时够用，灰色品质的阴煞琉璃可以抵挡1次3阶的致命伤害，冷却时间降低为21小时，传送距离也变成100米。快步返回黑石村中，他村口又看到那个卖包子的老头。此刻这老头正死眯眯地与一名容颜秀丽的女玩家攀谈。那女玩家以为这个 NPC 被自己的魅力所迷惑，想要从他那里获取任务，便使尽浑身解数陪他聊天，声音也越发的甜腻了起来。当老头看到吴清走来时，神色出现了些微变化，那女玩家很敏锐地察觉到这点变化，声音嗲嗲地在他面前卖萌。结果老头却无视了他的卖萌，反而一瘸一拐地离开包子摊，走向吴清。小哥如何？那女玩家错愕不已，难道自己的魅力有问题？还是说这老头其实喜欢男人？不对，他忽然发现，这不就是那个屡次被全服公告的大佬伐木工吗？这大佬当时和老头进屋密谈，
如今肯定是回来交任务的。他再次换上一张笑脸，扭着屁股走到吴青身边，并试图用胸前的肉球袭击吴青的手臂。但吴青只是余光瞥了他一眼，便不动声色地躲过了这可恶的偷袭。这女人不怀好意，竟然妄想带球撞他。但这女人的敏捷哪里比得上吴青？身体稍微一动，便让他扑了个空。女人再次错愕，什么情况？自己在现实本就是校花级别的美人，经过轮回捏脸，她的美貌再次提升3成。这个男人竟然能拒绝自己的主动，她有些气恼，不就是游戏玩的好吗？装什么装？但她并未直接表现出来，反而甜甜的喊道：“伐木工小哥哥，能加一个好友吗？”结果吴青完全没有理会他的意思，其目光中似乎只有那个一瘸一拐的糟老头子。回去说。吴青神色严肃，目光示意回到老头家中再详谈。老头虽然城府极深，此时眸子里也藏不住激动的神色。自己被困这变幻村落数十年之久，如今终于有脱困的机会了。好，他一连说了好几个好字，连包子摊都顾不得，急忙拉着吴青朝他屋子走去。那猴急的样子看得那女玩家一阵疑惑，这糟老头子不会真有龙阳之好吧？那大佬……咦？第22章背刺老头。村口，当叛逆皇朝副会长凌云得知吴青返回村中时，立刻放弃眼前的怪物，向村中赶去。但是当他回到村里时，吴青已经跟老头一起进入屋中，并将房门上锁。一大群人再次趴在老头窗户外偷听。原本他们对老头还不是很在意，但是当那些试图进入老头家里去索要任务的玩家被老头的灵魂攻击给轰出去后，立刻便认识到这是一个大佬，一个隐藏的 NPC 大佬。但是这老家伙对其他人都不感兴趣，只有美女玩家找他时，他才不会直接赶人。所以不少自认容貌不错的女玩家便纷纷找老头攀谈。屋子里，老头对吴青说道：“你直接通过天道契约提交任务，便能得到灵阳宗的考核令牌，我也能直接得到活死人之王的心脏。”考虑到吴青这些人是突然出现的艺人，对轮回世界的规则不是很了解，所以老头只是以为吴青不知道能够直接通过天道契约来交易。稍等，吴青装作去随身包裹中取任务物品的模样，顺口将提前藏在口中的灵骨草吞入腹中。药效发作，5分钟内他可以免疫1次2阶内灵魂攻击。出现在他手中的并非活死人之王的心脏，那玩意儿早就用在萧天成身上了，而是一柄由人骨制造而成的战锤。锤子出现在他手中是瞬间便砸了下去，同时另一只手使出崩拳。老头曾是强者，哪怕修为尽失，却也没有失去对他人的戒备之心。当他发动攻击的同时，老头已经反应过来，好小子，竟然有诈！他双目中射出2道无形钉刺，那是灵魂攻击。与此同时，他那干瘪的身体肌肉忽然膨胀起来，硬扛吴青的拳头和战锤。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头纵然已经虎落平阳，也不是普通人可以欺负的。但吴青不是普通人，当2道灵魂尖刺冲到他身上时，一层淡淡的光膜出现在他体表，将那灵魂尖刺挡下。光膜破裂，灵魂尖刺也消失无踪。这是7阶灵骨草的药效，无效！老头惊愕，自己虽然几乎沦为废人，但消耗寿命依旧可以发出秒杀任何1阶敌人的攻击。他的眼眶更加凹陷，这一发攻击让他本就所剩不多的寿元更加枯竭。吴青的拳头砸在他的胳膊上，竟然是零伤害。崩拳可是带有一点点真实伤害的，这说明老头此刻的防御极强，不仅有着抵御物理伤害的能力，还能抵抗真实伤害。但是人骨战锤也即将落在老头身上，他在战锤落在自己身上之前，再次发动1次灵魂尖刺。轰！他被人骨战锤击飞。吴青听到骨骼碎裂的声音，老头的临时爆发终究有限。1792，老头撞到墙壁上，撞破了挨着墙壁放的一个木柜，油灯摔到地上碎掉，哗啦啦的声响让外面听墙根的玩家感到惊愕。里面什么声音？怎么感觉这大佬和那老头打起来了？那老头可不简单，一手灵魂攻击强得很，这大佬怎么敢的？话说你们不奇怪吗？那老头是 NPC， 难道我们玩家也可以攻击 NPC？ 如果杀掉 NPC， 是不是也能爆出装备？说到这里，有人便将目光瞥向远方的村民们。那些淳朴的村民们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这些毫无底线的艺人盯上。当然，玩家们也不清楚，这些看似淳朴的村民也不是他们现在可以欺辱的。老头屋子外，吴青忽然出现在一名站在远处看热闹的村民身边。这里距离老头的屋子大概100米左右，正是阴煞琉璃的效果发动。灵骨草在抵挡1次灵魂尖刺后已经失效，老头被砸到之前发出的那一发灵魂攻击，足以将精神抗性只有1的吴青秒杀。那人疑惑吴青为何会忽然出现，但是吴青只是出现了一瞬间便再次消失。阴煞琉璃在触发后的3秒内
都可以主动使用回归传送前的初始位置。重新回到屋子里，老头并未直接死亡，他胸前骨骼尽碎，已经无法维持肌肉隆起的样子，再次变成干瘪的小老头，并且因为连续使用透支寿命的灵魂攻击，让他更加虚弱。你，老头看到吴青重新回来，万分不解他为何连续抗了自己2次灵魂攻击都不死。他知道自己阴沟里翻船，便想着与敌人同归于尽，就算是死，也不能让这个异人好受。强打精神，透支最后一点寿命，他最后发出一次强大的灵魂尖刺。吴青在进入屋子里确认老头的方向后，立刻就将手中人骨战锤掷了出去。太极架，太极架挡下老头的灵魂尖刺，因为双方距离超过3米，太极架的反弹攻击并未生效。砰！人骨战锤砸在老头头颅上，他皮肤干瘪的脑袋立刻如西瓜一般爆开，老头的尸体化作流光消散，只在地上留下3样物品。其实轮回中的 NPC 并非死亡就化作流光消失，而是只有被玩家击杀才会化作流光消失，并将凝聚身体的力量化作装备和经验。若是他们自己人之间互相搏杀，尸体就会留下，力量继续投入轮回，直到被玩家所击杀，其记忆才会回归。这也是轮回需要玩家参与的重要原因。但野怪不同， NPC 杀野怪是有概率爆装备的。吴青上前查看地上的3样物品：护心丹乘3、万寿长命锁、羚羊宗考核令牌。原来这老头还有3颗护心丹，不过想想也对，老头肯定不会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在吴青之前，老头也许还找村里的年轻人尝试过，但都以失败而告终。那羚羊宗考核令牌便是老头最初承诺给自己的任务物品，一个主修灵魂的宗门，回头可以问下梧桐要不要。那个长命锁则是一样装备，万寿长命锁，紫色品质项链，最大生命值提升 30%， 最高100万，额外提升生命恢复 100S。 当生命值低于 30% 时，受到伤害的 50% 由等量法力值承担。使用限制：体质大于500，心力大于500。第23章屠村。得，装备很好，可惜用不了。吴青将3样物品都收入随身包裹中，暗道一声可惜。最大生命值提升 30%， 他拥有天宇宙赋的天赋，生命值很高，很早就能享有最大加成效果。但是他心力为0，这件装备已经注定与自己无缘，只能考虑将其卖出。打开房门走出去，门口是一群看热闹的玩家。他一走出去，立刻就有人挤进房间中看刚刚发生了什么，结果便看到老头脑袋爆开的尸体。啊！有女玩家发出惊呼，这游戏太过真实，尸体也和真的一毛一样。你把那个 NPC 杀了？吴青无视他们的呼喊和质问，自顾自地向村外走去。兄弟等等！凌云也看到老头那被爆头的尸体，心头震撼。之前击杀怪物都是化作流光消失，原来杀掉 NPC 会留下尸体吗？而且这个叫做伐木工的青年也太镇定了些，就仿佛他早已习惯杀人一般。他是什么人？凌云心头泛起嘀咕，但是想起会长的嘱托，还是上前喊住吴青，就算此人是杀人犯，也与自己无关，先完成自己的任务再说。但吴青没有理会他。周围看热闹的村民发现老头被杀，在经过初始的懵逼后，一个个也愤怒了起来。那老头虽然是外来者，却也在村中居住数十年，对于村里的年轻人来说，是看着他们长大的长辈。站住！一名青年拿起锄头拦住吴青的去路。你为什么要杀害李大爷？他极为愤怒，很快身边就聚集了10几名青年，他们各自扛着锄头、耙子或柴刀、斧头之类的工具，将吴青围在中间。李老头修为几乎尽失，无奈之下隐居于黑石村80多年，平日里和蔼慈祥，村里的小孩经常在他那里混包子吃。莫说是这些青年，便是这些青年的爷爷，也都是李老头看着长大的。随着这些青年一嚷，很快全村都知道李老头被一人杀害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村民赶来，要拿下凶手，为李老头报仇。吴青扫视了一眼这些村民，冷冷说道：“让开！”默默取出人骨战锤扛在肩头。这些村民实力不弱，最强者有8级，比现阶段的其他玩家强，但是比起他来还是差了许多。你们这些异人竟敢乱杀人，那就给李大爷陪葬吧！一名青年恨恨地举起手中锄头，向吴青凿下。找死！对方已经出手，吴青也不会惯着对方。战锤砸中对方的锄头，巨大的力量令锄头瞬间脱手，而后战锤砸下，落在对方天灵盖上。啪！青年的头颅又似西瓜般爆开，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这一下瞬间点燃所有村民的怒火。大壮被杀了！杀了他！杀掉这些异人！村中立刻引起暴乱，村民们的怒火不仅针对吴青，还针对所有玩家。这一下，其他玩家就惨了。一名看热闹的玩家被一名村民一耙子住在胸口，他的血量瞬间掉了大半。再一下，
他血条便被清空。惊愕间，玩家们也乱作一团。不过玩家被杀不会死亡，他们的出生地是黑石村，那么复活后也会重新出现在黑石村。这一点，他们在村口打怪时，那些村民也已经发现。如今见自己也无法彻底将这些异人杀掉，一名村民大喊道：“这些异人杀不死！”留口气将他们囚禁起来。于是乎，有人带来绳索铁链，把被击倒的玩家捆绑起来。我没杀你们人啊，是他杀的，你们找他去啊！玩家们欲哭无泪。如今天赋高者也不过4级而已，哪里是这些村民的对手？大部分人很快就被镇压，少部分人见势不妙，立刻向村外逃窜。但村外多有野怪，他们跑出去后又被野怪追杀，死亡后再次重生到黑石村中。吴清毫不留情，人骨战锤不断砸下，每一次都将一名村民秒杀。这些 NPC 是强者意念投入轮回，只有被玩家击杀时才能收回轮回中的感悟。因此，他的肆意屠戮其实也是在帮助不知位于何处的诸天强者。但是轮回中的人并不懂，他们觉得吴清就是恶魔。大佬，救救我们！玩家们看到吴清大杀四方，急忙向他求救，不然自己被囚禁起来，岂不是要废了？瞥了他们一眼，吴清又杀向其他村民。这些玩家因自己才遭受了无妄之灾，他虽然不算好人，但也没必要连累别人。一柄战锤纵横无敌，当真是碰着的就死，擦着的就伤，偶尔施展崩拳，也能将这些普通村民的胸膛打爆。一番屠戮，村民终于怕了，有人跪地求饶，哪里还有一丝为亲人报仇的心思？但吴清视若无睹，轮回世界几乎和真实世界一样，这些 NPC 也是可以修炼升级的。结仇之后若不杀光，未来就有被报复的可能。前世就有一名玩家与 NPC 争执，因为觉得这些 NPC 太真实，便对那人的孩子心怀怜悯，将其放过。结果数年之后，那个小孩得到奇遇，找到这名玩家报仇。彼时玩家在游戏里死亡，真身也会同时死去，他就这么死在了自己一时心软放过的小孩手中。黑石村尸横遍野，村民们再也不敢向他进攻，纷纷四散逃跑。但是外面有野怪，青壮逐渐死光，这些老弱又能逃到哪里？玩家们一脸震惊地看着满地尸体，村民的死亡与击杀野怪的感受完全不同。之前那位想要带球撞人的女玩家被满地尸体吓得结巴，哇的一声就吐了一地。其他人也被这如同修罗地狱般的景象吓得双腿发软。他们原本以为这位3次被全服公告的人是一名睾丸，但是现在看来，分明就是杀人狂魔。凌云看着吴清肆意杀戮的模样，艰难地咽下一口口水。他感到自己口唇发干，想起会长的嘱托，打算开口再次招募。但是在看到吴清投来的冷漠目光，他便被吓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这家伙在现实中肯定是个杀人犯吧？那些村民和野怪不同啊，死了之后脑浆、肠子、断骨、血液流了一地，他怎么能这么淡定的下手的啊？第24章称号人屠，建议严查他在现实中的身份。这样的人就算不是杀人犯，也绝对是危险分子。对，而且你们注意到没有，他的眼神极其冷漠，现实里肯定杀过人。嘘，他看过来了，小心把你也杀了。怕什么？这是游戏里，又不是现实里。他杀了我，我也能复活。这些玩家刚刚还在向吴清求救，但是现在又开始对他言语讨伐。被吴清瞪了一眼，其中几人被吓了一跳，转瞬间又恼羞成怒，跳脚大骂道：瞪什么瞪？怎么还想杀我？现实里你找得到我吗？恶心的杀人犯！我们现在就下线举报你，还敢威胁我？吴清皱了下眉头，没有过多理会。就算在游戏里杀掉他们，这些人很快也能复活。至于调级，这才第1天，大部分人根本就没升几级，也浪费不了太多时间。他现在注意力集中在轮回的提示音中。开服首日屠村，奖励称号人屠，屠村也能得到奖励，而且和之前的3次不同，这次是传称号，这倒是意外之喜。人屠 LV1， 近战攻击敌人使其受伤，可吸收其1%逸散生命力。杀戮可提升称号等级，击杀野怪、玩家、NPC 皆可提升，但击杀 NPC 提升最多。副作用：佩戴此称号，你天生凶相，会使正派人士对你产生无端厌恶。看完称号属性，吴清很满意，吸收1%逸散生命力，其实就是游戏里常见的吸血。1%的吸血率虽然不高，并且只有近战才能触发，但这个称号才1级而已，以后升到满级，不知吸血能达到多少。只是副作用有些难受，会降低正派 NPC 对自己的好感度，很多任务他可能就接不到了。不过问题也不大，他无法学习任何白色品质以上的技能，也就没有加入大势力的需求。至于装备，自己打怪去爆就好了，不再多想，直接佩戴。当他佩戴上人屠的称号之后，虽然外貌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那么帅气，但是那些玩家再次与他对视后，竟感到一股来自灵魂的震慑，就仿佛他们面前不是一名玩家，而是绝世大凶一般。玩家们心悸，尽皆闭嘴，不敢继续辱骂。直到吴青离开黑石村，那些望着他逐渐远去的玩家方才怔怔回神。怎么回事？刚刚我感觉他的眼神好可怕。我也是，明知道这里是游戏中，他不可能拿我们怎么样，但我那一会儿还是感到好害怕。此人肯定有问题，我现在就去举报他。我刚才将他杀人的场景录下来了，等会儿我发到网上去。凌云目送吴青离去，再三思索，还是没有跟上去。他要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向会长汇报一下。也有一些玩家开始去搜索村民的屋子。黑石村被灭，这里再没有一个 NPC， 玩家们认为这些村民这么强，屋子里肯定有不少宝贝。就算没有，能免费获取那些食物也是好的。他们这几个小时刷怪获得的铜币少得可怜，哪里舍得用这些铜币买食物？吴青看不上村民的那些东西，他此刻再次来到黑石山，通过攻击野怪将自己缺失的生命值补满，而后点击属性面板上的升阶按钮。下一刻，一道虚幻的光屏便出现在他面前，上面写着几行大字：一阶升阶任务即将开启，请选择难度：普通、困难、地狱。不同的难度也将获得不同的升阶奖励。吴青毫不犹豫地选择地狱难度。虚幻光屏化作一个黑洞，将它吸入其中。升阶副本随机中，升阶副本已选定。升阶副本为哭泣的新娘，难度地狱级，任务目标解救被献祭的新娘。脑海中响起这些声音，等吴青再睁开双眼时，已经身处于海岸边。海浪拍打沙滩，附近有渔民的渔船渔网，但是四周却不见一个人。哭泣的新娘。吴青在脑海中搜索前世记忆，升阶任务要进入一个副本之中，完成轮回要求的任务。但是前世他曾经统计过，各级升阶副本何止1万，重复的少之又少，这就让研究副本并为后人做攻略显得没有意义。然而这个副本他记得，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副本有这么多，他就奉命研究一些被爆料出来的副本细节。这个副本就是其中之一。离大海不远处的那个渔村供奉着一尊邪神，每一年他们都要为这邪神献上一名美貌少女做新娘，那邪神会保他们之后1年风调雨顺。他一边回忆这些资料，一边向渔村的方向走去。这邪神并非虚无缥缈，乃是海中一头大妖。这头大妖也的确有几分本事，收下新娘便真的能保全村风调雨顺，并且他下的雨和正常雨水不太一样。这里说是渔村，其实也有庄稼，村民们只会在农闲时节出海捕鱼，被这种雨水浇灌过的庄稼格外香甜。不仅香甜，这些稻米还有着美容养颜的作用，很受城里贵妇们的喜欢。村民靠着这些庄稼发家致富，虽然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但每家每户的日子过得都很殷实。他们感谢邪神，并自发的组织向外人保密邪神的存在。虽然邪神要求新娘必须是本村人家所生女儿，但是村民们不怕，有钱了就多从外地买来几房媳妇，生下的女儿就为邪神准备着。他们以此为荣，只可怜了那些女孩从出生就注定要被献给妖怪。还没走进村庄，吴青便见到渔村门口张灯结彩，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到处贴满了喜字。那些忙碌的男人们一个个都将笑容挂在脸上，期盼着婚礼举行。但是当他们看到从海的那一边走进渔村的吴青时，几名青年的脸色顿时变了。一名青年对其他几人使了个眼色，立刻便有3人走出，来到吴青面前，并挡住他的去路。站住！稻香村今日有喜事，外人禁止进入。吴青停下脚步，果然和情报中一样，这个神秘的小渔村禁止外人进入。第25章，哭泣的新娘。他没有硬闯，大致查看了一下这几个青年的属性。王海 LV11， 血量1423，法力1015，攻击80，防御80，移速24，法强55。王强 LV10， 血量1139，攻击73，防御69。赵浪 LV10， 血量1221，攻击71，防御70。这3人实力勉勉强强，连自己的防御都破不了，但吴青也并未直接对其发动进攻，而是说道：我的船发生海难，独自漂流至此，不知能否赏碗饭吃。听到他的解释，王海等人方才露出恍然的表情，怪不得他是从海边来的呢。但是此刻正是为海神娶亲的日子，不能放这个外人进入其中，他们便挥手赶人。去，沿着海岸向东走，能绕过我们村，你去其他地方找吃的去。说罢，几人便返回到村口。在和村口的几名青年大致交流了几句后，他们看到吴青依旧站在村口没有动。王海顿时不耐烦了起来，正要起身赶人，另一名青年拦住他，说道：拿条咸鱼给他。王海返回村子，
很快就跑回来，将一条咸鱼送到吴清手上。诺，拿着这条咸鱼快走，再不走，挡了我们的喜气，别怪老子不留情面。他拨开上衣，露出插在腰间的一柄包皮刀，想要吓唬吴清。吴清也装作被他吓到的模样，结果咸鱼急忙说道：“多谢这位兄弟，我这就走。”说罢，他再瞟了一眼渔村，便提着咸鱼沿着海岸向东面走去。身后王海等人见他的确已经走远，这才继续自己手中的工作，将大红灯笼挂在村口。吴清提着咸鱼，顺便还查看了一下咸鱼的属性。普通咸鱼，白色品质食物，使用后可消除大量饥饿感，并恢复20点血量。这咸鱼比李老头的包子好多了，将其收入随身包裹，当做之后的口粮。他继续思索有关这个副本的情报。虽然前世有人能击杀海妖完成任务，但那人仅仅选择了困难级的难度而已。地狱级的海妖实力定然还要再上一个阶梯，但是也要考虑到正常玩家的实力。地狱级只是极难，并非完全完成不了。有少部分人依靠自己的神话级天赋以及头脑布局和算计，是可以完成地狱级副本的。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就算自己与海妖硬拼，大概率也能取胜。然而，如果这头海妖拥有灵魂攻击技能，自己恐怕会被瞬秒。虽然普通难度下的海妖并未展现出灵魂技能，但却不意味着地狱级难度的海妖没有这种能力。任务虽然只是解救新娘，看起来只需要击杀海妖就可以，但情报里海妖有将除新娘外所有渔民都变成水怪的能力。前世进行这个副本任务的那人，在和海妖交战时，新娘就差点被变成水怪的渔民所杀，因此他还要防备着这一点。最后，若在完成升阶任务的同时，能有更高的副本完成度，也有概率触发额外奖励。有些奖励堪称至宝。据他前世推测，这个副本若想完美通关，那么就要在击杀海妖的同时，令渔村不受到伤害。想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海妖一击必杀，既能防止他可能拥有的灵魂攻击技能，也能够防止他将渔民变成水怪。吴清沿着海岸一直行走，观察着渔村的地形。稻香村位于山崖之下，两面环山，一面临海，还有一面有路可以通往外界。他一路走到山崖之上，并从上向下俯瞰整个稻香村。从高处可以看到，庞大的村落中有一个地方聚集了大量的人，他们从那间屋子中进进出出，还将许多大红之物抬进屋子里面。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里就是新娘所在的位置。他蹲在悬崖上静静等待。大概过了1个多小时，村里的人开始陆陆续续向村外走去。他们将一个大红地毯从新娘门口一直铺到海岸边上。村里所有人都穿戴着大红的衣服，将祭品摆在岸边。距离太远，吴清看不清楚那边的人具体在做些什么，但是这个疑似坐着新娘的房间，只剩下2个中年女人守在门口。吴清取出包皮刀，插在悬崖上，一点点下降到村子中。如今他的力量高达62点，攀岩不过是小菜一碟。悄悄落在地上，一条狗看到他出现，正要开口大叫，被他快速扑上，一刀抹了喉，将狗的尸体轻轻放在地上。他从后面向新娘所在的房屋摸去。稻香村说起来是一个边荒之地的小渔村，但村子里却别有一番气派。走进去看，这哪里是什么破落的小渔村，分明就是一座富裕的山庄。吴清按照从山崖上观察好的路线，一路摸到新娘所在房屋的后面。前门有2个中年女人守着，他直接从后院翻墙跳进院子中。院子内满是大红的喜庆之色，根据门口贴着的喜字，他很顺利的就找到新娘所在的屋子。轻轻推门进入，一名戴着大红盖头的女孩正局促的坐在那里。仔细去听，还能听到她嘤嘤垂泪的声音。少女不傻，在村子里生活16年，知道村子里所有女孩都是村民所谓真神的祭品。男人们说真神有大神通，是上界的仙人，嫁给他是女孩莫大的福分。但是村中神龛所供奉的分明是一只妖怪，他的身体在颤抖，知道自己无法逃脱这般命运，有心寻死却又不敢。正在他彷徨之际，忽然听到房门被打开的声音。吉时到了吗？少女慌忙抽了下鼻子，端正坐好。她的姐姐在出嫁前曾经告诉她，所谓嫁给真神，不过是被妖怪吃掉罢了，不然为何每年都有女孩嫁过去，却从此再也杳无音信？她已然接受这种命运，只希望被吃掉时不要那么痛苦。闭上眼睛，她不敢去看外边情景。然而一只手却掀开她的大红盖头，挑起她的下巴。女孩疑惑，不对啊，正常情况下应该是4个大小伙子将她连床一起抬到外面的花轿上。她是要献祭给真神的新娘，谁吃了雄心豹子敢调戏她？第26章，把衣服脱了。嗨！新娘睁眼看到一名俊秀青年的笑脸，她下意识想叫，却被吴清及时捂住嘴巴。嘘！吴清将食指竖在嘴前，对他说道：别叫，我是来救你的。为了自己的计划能顺利进行，
他在翻进来之前特意将人徒的称号取消，不然顶着一副凶相就很难交流了。不得不说，哪怕他将自己的颜值下调30%，依旧帅气的让人为之心动。稻香村能生产香甜可口并美容养颜的稻米，他们自己当然也会食用。海妖要的是美少女，这也是为了他自己。这就导致这么多年下来，这个村庄里男的帅女的靓，可这股靓丽却总有一种邪魅在其中。因此哪怕平日里见惯了帅哥的女孩，在看到吴清那纯天然的帅后，依旧有种心动的感觉。吴清见他情绪稳定下来，便说道：别乱喊，我就把手松开，同意的话你就眨2下眼睛。女孩这双明亮而美丽的大眼睛眨了2下，吴清也轻轻松开捂着她嘴巴的手。你想嫁给那个邪神吗？他开门见山的询问。不用想也知道女孩不肯，不然这个副本就不会被称为哭泣的新娘了。女孩闻言沉默了片刻，神色黯然。这是我们稻香村每一个女孩的宿命。稻香村的进出都很严格，本村的女人不允许外出，被稻香村男人们买进来当生育工具的漂亮女人，在进来之后也不允许外出。整个村子所有女孩从出生起就被教育，父母告诉他们，她们生来就是真神的新娘。不过稻香村富裕，为了给邪神呈上最美丽的新娘，这些女孩在出嫁前也会被当作公主一样对待。可是好吃好喝16年之后被献祭给邪神，这哪里是新娘，分明就是养猪嘛！吴清无情地揭穿了女孩心底不愿承认的事实。什么真神，不过是一头海妖罢了。今日我来，便是要为你们铲除这头海妖。他义正言辞，可女孩却不太相信。邪神给稻香村的威慑实在太强，他们不敢有一丝反抗的念头。真神很强，人类怎么可能是神的对手？见他面露犹豫之色，吴清又说道：你怕死？女孩依旧沉默，从她娇躯的颤抖可以看出，这世上谁不怕死？但你此去便要被那海妖吃掉，若我失败，你无非也是一死，横竖是死，为何不信我的，拼一把？不知是被他的言语所打动，还是被他的颜值所打动。女孩在沉默了半晌之后，终于轻轻点头：好，我信你一次，但是我该怎么做？吴清这才微笑道：把衣服脱了。女孩猛然间睁大双眼，片刻后，女孩只穿着亵衣钻进旁边衣柜之中，她羞红了双颊，口中小声嘟囔着：我还以为，但是这算不算被她看光了啊？拉上衣柜的门，只留下一条小小缝隙，观察着外面。此刻铺着大红被褥的新床上，依旧坐着一名身穿嫁衣、头戴大红盖头的身影。好在这古代的嫁衣并不修身，吴清微微驼背屈腿，能够隐藏一部分自己的身高，不至于太容易被他人察觉到异样。原来这就是穿女装的感觉。他想起刚刚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女装的模样，别说，还蛮不错的。不对，脑子里刚刚冒出这个想法，他立刻惊醒，连忙将这个想法从脑海中驱散。老子纯爷们，穿女装只是为了完成任务罢了。是这样的。如此暗示自己一番，他便闭上眼睛，静静等待接亲的人将他抬出去。趁着这段无聊的时间，他还练习起冥想来。选择圣胎之道，技能升级不易，每时每刻都要格外珍惜。又过了一会儿，便听到外面有敲锣打鼓之声。因为村里的秘密不能被外人察觉，所以吹拉弹唱这些事情都要由村里自己人来完成。一首喜庆的迎亲之曲结束，门外便响起2个女人的大嗓门：接新娘喽！爆竹燃起，噼里啪啦，很是热闹。负责奏乐的人再次奏响一支乐曲，曲罢，又听到女人大喊一声：接新娘喽！这一声已在卧室门外。房门被敲响，献祭给邪神，自然不可能让邪神亲自来村里接，需要村里人把新娘子送到海边。房门被敲了好几下，这似乎也是稻香村为邪神娶妻的仪式之一。而后房门被推开，阳光照射进来，首先走进来的是那2个守在大门口的妇女。这2个妇女是村里男人从外面买回来生孩子用的，村里不缺钱，买回来的女人自然也极漂亮。虽然她们年已近40，却是风韵犹存，完全不像是贫苦的渔家女。她们手上托着大红色的缎带，缎带中心是一片如同鱼鳞般闪闪发光的硬片。2个女人将缎带轻轻搭在新娘子身上，那2片硕大的鱼鳞便闪烁起金灿灿的光芒。看到这光芒，2个女人也明白吉时已到，便大喊道：真神应允，吉时已到，接亲！一声喊罢，门外4名穿着喜庆衣服的青年走了进来。他们大红色的衣服的胸膛处也各镶有一片稍小一些的鱼鳞，但4人的眼睛却被红色的绸带蒙住。他们在2个女人的指引下来到床边，一人抬起床的一角，将吴清连人带床一起抬了出去。女孩出嫁便是真神娘子，其他男人不得观看，哪怕新娘全身笼罩在嫁衣中，就连脑袋也被藏在盖头下，他们也不能去看，只能由2个女人指路，直到将新娘连人带床一起抬到院子外那巨大的轿子中。他们蒙眼的缎带
才能被取下。这个规矩反倒让吴清更容易隐藏自己。藏身在衣柜中的少女目送吴清被抬出去，她心里为这个忽然出现的神秘人捏了一把汗，忽然脑海中又出现一个脑洞：会不会真神大人并不会吃我们啊？也许这个人是想要自己嫁给真神大人，所以才要代替我。第27章，击杀海妖。吴清一路默不作声，听着外面敲锣打鼓的热闹声音，直到海风吹进花轿，颠簸才停了下来。透过帘子，他隐约看到外面整齐跪在海岸上的村民，所有人都跪在这里，无论男女老幼。忽然，一股海浪冲天起，一个浑身被光芒笼罩的身影踏浪而来。那身影前方还有2个拿着叉子的鱼头怪引路，他身后还有数百披坚执锐的水族士兵，场面蔚为壮观。他们即将临近海岸时，鱼头怪大喝道：“海神迎亲，新娘何在？”海岸上跪在最前方的老头直起身子，高喊道：“新娘已备好，今年是李洪之家13女，特送来侍奉真神。”他话音落下，吴清便感到自己所在的花轿忽然升高，一股海浪托举着花轿飞向海面。扇！一道模糊的声音落下，一只长着蹼的蓝色大手掀开轿帘，透过红盖头，吴清隐约看到一个身高至少3米的怪物走进轿子。他伸手要掀红盖头，但是迎接他的却是一只人骨战锤。海妖猝不及防，被一锤砸中心口，负10086，好高的伤害！吴清自己也震惊了，就算是被自己偷袭，这海妖自身的实力是不是也太弱了些？海妖被击飞出去，轿子也轰然破碎。吴清一脚踏在碎裂的轿子上，急速向到飞出去的海妖追去。趁着时间看了眼海妖的属性：噬魂海妖 BOSS LV15， 血量12735，法力57980，攻击250，防御164，法强530，精神抗性391。技能：淋雨赐福，幻血于人变，水龙炮，水毒箭雨，水遁，水运铠，噬魂。原来如此，吴清了然，怪不得这头海妖被自己一锤子打出1万多伤害，差点就将他秒杀了。原来这海妖走的是法师路线。从其技能名字上看，淋雨赐福便是让稻香村庄稼产生变异的能力，那换血于人便大概率就是将村民变成水怪的能力，只是不知道使用这个能力需不需要什么前置条件。水龙炮和水毒箭雨看名字就是攻击型的水系技能，最后一个是魂，估摸着可能是灵魂攻击技能。果然有灵魂攻击技能，吴清不敢怠慢，一边将早已准备好的护心丹吞下。这颗丹药可以浪费，但自己的进阶任务绝对不能失败。急速冲出，他身在半空，对被差点秒杀的海妖再次锤下。海妖怒吼，他现在已经反应过来，这次送来不是新娘，而是猎魔人。海岸边这些人也惊了，他们原本跪在地上低着头，不敢去看海妖，但是空中突然有炸响传来，惊愕的他们抬头便看到这样令他们吃惊的一幕：一名从未见过的青年手持一根人骨打造的战锤，在攻击他们眼中的真神。那人是谁？老村长还没搞明白李家的女儿为何会变成强大的猎魔人。在他身后很远地方跪着的王海几人大致认出了吴清的身材。王海，这是不是之前咱们在村口遇到的那个遇到海难的人？王海听到赵浪的问话，越看越觉得就是那人。该死，他骗咱们说是遇到海难的人，还骗了咱们一条咸鱼呢。啪！赵浪一巴掌拍在王海头上。现在是咸鱼的问题吗？如果真神被这个猎魔人杀了，咱们没有神雨，就种不出养颜米了。没有养颜米，咱们去哪里搞钱？别说搞钱了，供应不上养颜米，那些大人物就能把我们弄死。王海听到他的话，顿时也慌了。那该怎么办？新娘不是蓝妹子吗？怎么变成这个猎魔人了？他们身边其他渔民听到他们的谈论，也大致明白了事情起因。此刻，本该躲在衣柜里的少女李兰穿上一件居家衣服，也悄悄跑到村口去看吴清要如何救自己。结果，哇！少女小嘴张成 O 型，自己眼中恍若神明一般的存在，竟然被那个男人一招大吐血。她正看得入迷，忽然被其他村民发现。咦，这不是小兰吗？那个人是怎么回事？一名身材壮硕的男人拉住她，神情很是激动。这人一喊，其他人也注意到李兰过来。老村长面色阴沉地走到李兰面前，手中拐棍重重杵在地上。兰妞，你竟敢勾结猎魔人，谋害真神，你可知罪？我刚刚还抱着看戏心态的李兰被一群人围着，他们个个凶神恶煞一般，仿佛自己杀了他们爹妈一样。少女哪里见过这种阵仗，顿时被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混账！村长见他被吓得不说话，大声质问道：李洪志，看看你生的好女儿，竟敢背叛我们稻香村！一名中年男人从后面挤进来，他一巴掌就扇在李兰脸上，少女娇嫩的面颊立刻肿起一大块。
刚要训斥，忽然听到村民们惊呼：“真神死了！”他们急忙抬头去看，果然看到那个穿着大红嫁衣的青年一锤子将海妖的脸砸烂，双方同时跌落在海中。吴清惊讶地发现，海妖并未化作流光消失，他的尸身竟然还在，鲜血将海面染红。他看了眼自己被一招秒掉一半的血量，暗暗震惊于海妖的攻击力强大。这还仅仅是一招水龙炮而已，真不敢想象其他玩家该如何通过这地狱级难度的副本。不过海妖强在法术攻击，那个噬魂是否是灵魂攻击，他不确定，因为海妖还没来得及使用就被他两锤子秒杀了。海妖肉身并不强，血量也不算太厚，这是海妖的弱点。其他玩家抓住这两点，仔细谋算，未必不能将其击杀。他一把将海妖爆出的2个物品收入随身包裹中，顺手将海妖的尸体也收入其中。此刻海妖带来的水族大军正向自己杀来，他跌落海水中，可自己不善水战，在这里和他们战斗太吃亏了。好在这里距离海岸不远，他快速游回岸边，那2头金鱼头怪已经手握钢叉杀来。鲶鱼精精英 LV13， 血量19760，法力8970，攻击298，防御236，法强153，精神抗性186。第28章咄咄逼人的渔民。看到这2头精英怪，吴清明白了为何海妖要带着他们。感情这2头怪物才是近战类型，海妖拿他们当肉盾呢。可惜海妖被自己偷袭，准备的2个肉盾压根没用上，一锤子砸在鲶鱼精身上，负1416，崩拳，负122。与此同时，另一头鲶鱼精的钢叉也攻击到吴清身上，负363。后方水族大军正在上岸，吴清与这2头鲶鱼精缠斗，他每一锤子只要能打中对方，就能打掉对方1400多的血量，佩戴上人屠的称号，还能吸回来14点血量。这个吸血量虽然不高，但是当那数百水族大军冲上岸将他包围时，立马就不一样了。这些水族大军在那些村民眼中不弱，但是对于吴清来说，也仅仅是堪堪能击破他的防御罢了。每次都掉1-2滴血而已，但是他一锤子砸下来，伤害严重溢出，一锤子就能将一头水族锤死，他吸到的血自然也更多。数百水族将自己包围，看起来是自己吃亏，其实吃亏的是这些怪物，因为很多时候这2头鲶鱼精根本就挤不进来，他却能时不时的击杀几头普通水怪后，趁机攻击鲶鱼精一下，再退回到水怪的包围圈中，气得这2头鲶鱼精直跳脚。不过他们智慧不低，当发现部下反倒成为敌人的工具时，立刻就下令让这些普通水族士兵散开，由他们2个上来围攻吴清。但是已经晚了，这段时间吴清已经磨掉他们大半血量。那些村民目瞪口呆地看着吴清一人独占群妖，却还能将这些怪物杀得血流成河。原本气势汹汹想找吴清要说法的村民们，气势瞬间就弱了下去。但老村长却对众人说道：“大家不要怕，猎魔人要遵守尘世法律，他们不能对我们如何，但他杀掉我们的摇钱树，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他这一说，一众村民才想起来稻香村发家致富的产业没有了，今后该如何维持现在的生活。一瞬间而已，他们对吴清就充满了无尽的怒火。可那个真神明明是妖怪啊！就在此刻，少女怯生生的小声说了一句，再次引来他父亲的怒火。啪！又是一巴掌。从小被当成公主宠爱的少女，另一边脸颊也肿了起来。她何时受过这种委屈？豆大的泪珠就从眼眶中滚落。还敢哭？李洪志瞪了她一眼，抬手就要继续去打。少女急忙止住哭泣，可眼眶红肿，鼻子一抽一抽的，喉咙里发出哽咽之声，却无论如何也忍不住。她已经看到被吴清斩杀的怪物丑陋非常，哪里是什么真神？曾经姐姐的猜测再次涌上心头，姐姐说她们这些女孩都将被妖怪吃掉。现在她已经无比确信姐姐说的没错，低下头颅，不敢去看父亲的眼光，但心底却在为那个神秘的猎魔人加油。吴清不需要他加油，很快就将2头鲶鱼精杀掉，其他水怪自是不足为虑。收拢战利品，一共爆出3本技能书、8件装备以及1枚银币和大量铜币。8件装备中竟然有6件都有星力或神念的要求，只有2件他可以使用。鱼骨叉，灰色品质武器，攻击加60，锋锐加25，使用限制，力量大于12，体质大于8。踏浪，黑色品质鞋子，能使你在海上行走如履平地，在海上行走时移动速度加 50%， 使用限制，敏捷大于15。2件装备其实都不错，但武器方面它有更好的人骨战锤，鱼骨叉倒是不需要。这个鞋子则是针对特殊场合使用，能够在海上行走，适用性太差了。3本技能书中有2本是白色品质的，分别是龙之力和潜能激发。龙之力 LV1， 白色品质技能，龙之力加持身体，持续期间攻击提升 10%， 持续10秒，
冷却30秒。潜能激发 LV1 白色品质技能，瞬间恢复10点生命值，并提升10%力量和体质，持续10秒。技能释放时，最大生命值每降低10%，则生命恢复与属性提升，提高10%，持续5分钟。虽然白色品质技能的效果很垃圾，但却是修炼圣胎必不可少的步骤，不用多想，直接学习就好。除此外，还有一本灰色品质技能书《水剑》。水剑 LV1 灰色品质技能，凝聚水剑，造成20+120百分号法强的攻击，消耗80法力值，冷却30秒。这个技能显然自己也用不了。他正要去看海妖爆出来的装备，忽然发现稻香村里的人呼啦一声围拢了过来。为首的老头趾高气昂地对他喊道：“猎魔人，你杀掉真神，要赔偿我们的损失。”在他的带领下，其他村民也都一脸气愤填膺的模样，不断地责怪吴清未经他们允许杀掉海妖。你凭什么杀掉真神？我们生活的好好的，嫁给他新娘也是我们愿意的。你这外人凭什么插手？就算你要除掉海妖，也没必要杀掉他，应该把他击败，然后交给我们囚禁。渔民们吵嚷不断。吴清疑惑为何还没有显示任务结束，忽然就看到人群中那个原本要作为新娘的少女，此刻脸颊肿起，低着头站在一个中年男人身边。虽然这一世他的天赋是天宇宙父，但前世拥有最强大脑的他立刻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拯救新娘可不仅仅杀掉海妖就行，或者说未必要杀海妖，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拯救新娘。眼下这少女虽然不再需要去嫁给妖怪，面临被吃掉的命运，但是在这些愚昧而又私自的渔民控制下，她真的有被拯救吗？抬起头，他漠然的眸子与村长对视。已经重新装备上人徒称号的他，仅仅是目光就能让这些村民感到来自心底的恐惧。老村长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那些不断声讨他的村民在被他目光扫视过一圈后，也下意识地闭嘴。呵呵，吴清不屑冷笑，一群弱鸡只会吸弱者的血，也敢在他面前叫嚣。你们愿意嫁女儿给那海妖，可曾问过你们女儿的意见？第29章杀鸡儆猴。他们当然同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里轮得到他们自己去挑挑拣拣？嫁给真神是无上的荣耀，也是他们的骄傲。渔民们理所当然地喊着这些无耻之言，在他们眼中，自己的女儿无异于献祭用的猪狗，甚至许多人还不无恶意地想着，我的女儿都献给真神了，你的女儿凭什么留着？所以每年一到为海神娶亲的日子，全村人都很兴奋。他们不仅兴奋于能够继续收获拥有神奇力量的稻米，还对其他人家的女儿要被献祭而幸灾乐祸。不信你去问他们。那老村长一把拽过来本该作为新娘的少女，厉声质问道：“你不愿意嫁给真神吗？”少女如嗫不敢开口。呵，吴清冷笑一声，对那少女说道：“不要怕他，大胆说。”听到他的话，少女心中有所依靠，但是抬头便看到四面八方是所有村民凶神恶煞般的眼神，似乎他若敢说不愿，这些村民立刻就会将他撕碎。呆立半天，他终究还是小声道：“我愿意。”得到李兰肯定的回答，这些村民更加气势凌人。听到了吗？他愿意。你一个猎魔人，凭什么插手我们村的私事？你杀掉真神，知道我们要损失多少吗？这个损失你必须赔偿。吴清冷眼旁观，他呵呵一笑：“你们怕那海妖，却不怕杀掉海妖的我，以为我不敢杀人吗？”冰冷的双眸直视少女：“你再说一遍，当真愿意嫁给那个海妖？”少女被他眸子里的杀意震慑，可又畏惧于四周村民要吃人的目光，无边恐惧将她包围，豆大的泪珠从眼眶中滚落。哼！吴清懒得和他们废话，这些人欺软怕硬，以为能够拿捏自己。扛在肩膀上的人骨战锤当的一声砸下，将老村长的脑袋砸得粉碎，脑浆散开，溅落到周围看一众村民身上。杀人了！有人惊呼，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青年竟真敢杀人。此时再对上无双那冰冷的眸子，人徒称号赋予他的恶相，让这些人不敢继续吵嚷。果然，恶人自有恶人磨。吴清大喝一声：“回来！今天谁敢跑，我就杀谁！”一声令下，几个想要逃回村子的渔民不得不低垂着头回来。他们心中恐惧，又不敢抬头去看吴清，之前斥责他的勇气也已不见。吴清一把抓过那哭泣的少女：“你真的愿意嫁给那头海妖？”少女抬头便看到沾着老村长脑浆的人骨战锤，她嘴唇哆嗦，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怕什么？吴清无语：“我是来救你的，又不是来杀你的。”是哦。少女忽然反应过来，这个陌生的青年第一次与她见面，就说要将她从海妖手中解救出来。如今他依旧在做这件事情。如此想着，再去看他那张帅气的面庞，忽然有种心动的感觉。我不愿意嫁给他，是爹逼我这么做的。他终于敢说出实情，把他身后那个中年男人气得脸都绿了。李洪志想要教训自己的女儿，
但是看到吴清冰冷的目光和地上老村长的尸体后，他又沉默了。到这一刻，他才算是将所有人全都镇住。叮，任务完成，是否现在提交？脑海中响起轮回系统的声音，提示他任务已经完成，但他并未直接选择提交。就目前的局势来看，他只算是完成最基础的部分，完成度不高的话，就只能得到最基础的奖励。每一次升阶任务都算是一次机会，一次一飞冲天的机会。很多天赋普通的人就是靠着升阶副本极高的完成度来逐渐反超那些神话天赋者。但是杀掉村长之后呢？自己又该怎么做才能完美完成？你们不是喜欢供奉吗？海妖被我杀了，以后稻香村归我管，你们向我供奉。鉴于老村长的前车之鉴，村民们也不敢忤逆他。当年他们的前辈们之所以那么听着海妖的话，还不是被海妖杀怕了，然后再降下淋雨给点甜头，因此才乖乖送上自家女儿为新娘。有人还在迟疑，一名中年男人却在其中看到机会，他连忙挤到前面，对吴清笑道：“请大人入村，我们已经准备好喜宴。大人击杀邪神，想必也费了许多精神，请让我们为大人接风。”或许是吴清杀的还不够狠的缘故，这些村民虽然怕他，但也不愿意像供奉海妖那样供奉他，但是又无人敢于忤逆，便只好恭敬地将他请进村中。喜宴是庆祝新娘子出嫁准备的，当然他们庆祝的其实是养盐米能够再产出1年。吴清被请到本该由村长坐的尊位上，稻香村很富裕，他们喜宴的饭菜也很丰盛，多的是山珍海味。几个地位稍高一些的村民略一商量，将李兰和几名年龄接近16的女孩安排在吴清身边。他们以为吴清想要代替海妖，也是想要这些女孩。这些女孩坐在吴清身边，他们对这个英俊又强大，还号称来解救他们的青年感到很好奇。陪他吃饭，至少比嫁给海妖要强得多。吴清自顾自地享用美食，这些食物除了消除饥饿外，还都有着各类功效。至少他吃了一会儿后，之前与海妖和鲶鱼精战斗时所损失的血量都补充了回来。甚至其中几道菜肴用到的食材极其珍贵，有着为人永久提供属性的能力。虽然只有初次食用才能提升属性，但也极为难得。一顿饭的功夫，他获得体质+2、力量+1、敏捷+3、耐力+1、心力+2、神念+1，其中2点心力转化为4点体质，1点神念转化为2点力量。这顿饭收获巨大，但是这顿饭收获的属性就已经比得上地狱级进阶任务的基础奖励了。其他玩家就算杀掉海妖，没有他这种对村民碾压式的实力，也不可能被村民奉为座上宾。他们想要完成任务，就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带新娘逃跑。如此一来，也算完成任务，却无法获得享用美食的机会。第30章特殊副本道具。趁着吃饭的功夫，吴清查看了一下从海妖身上爆出的东西：一件装备、一本技能书以及一个奇特的珠子。淋雨赐福 LV1， 黑色品质技能，制造一片带有特殊灵力的雨水，被该雨水浇灌过的植物将获得特殊效果。雨水大小与消耗法力值以及法强有关，技能每升1级都能多一个特殊效果选项，当前效果为养颜。这技能，吴清差点从桌子前跳起来，这不就是那海妖给这些渔民们的福利吗？他忽然想到，如果自己学会这个技能，是不是就能彻底控制住这个村子，也算是完美将新娘拯救了。不然的话，一旦自己离开，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女本就不被其父母当人看，当他们失去养颜米这一特殊作物后，也许会拿这些女孩去卖。不过自己没有法力值，也无法长期待在这里，该怎么办？思考间，他眼角余光看到身边这几个正小口吃东西的少女，或许可以让他们学习。如此一来，村里的生计未断，他们的地位也会提升，这才算真正拯救吧。看到他目光看来，少女们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他们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知道父母让他们作陪的意思。这名神秘的比邪神还要强大的猎魔人大人，好帅啊！若是能成为他的夫人，似乎也不错呢。至少猎魔人不会吃人吧？吴清不知道他们小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他依旧在思索这件事情的可行性。不过仅仅如此还不够，还得让他们拥有实力，不然也只是被当作下雨的工具人罢了。而且也只有实力足够，才能降下足够的淋雨。想到这里，他又看向另外2样物品，希望其中有能帮助到自己的东西。水云瑶，黑色品质戒指，法强加130，法力恢复额外提升 2S， 水系法术效果提升 30%。使用限制：基础心力大于15，基础神念大于22。黑色品质的装备，可惜自己用不了。吴清继续看向最后一个珠子，碧水珠，特殊副本道具，只能在副本中发挥效果，携带此珠可在水下自由行动。竟然是特殊副本道具，这个东西可是极其少见。吴清前世作为神话级天赋拥有者，世界最强者之一，也只在副本中见过一次这种道具。爆出这种道具的概率极低，
其中一种提升爆率的方式，便是用最快速度击杀副本 BOSS。他通过偷袭的方式2招秒杀噬魂海妖，大概率是这个原因才将这件物品爆了出来。能爆出特殊副本道具，那么这个道具就必然有用。这个临海的特殊渔村附近，也就只有大海能发挥避水珠的作用。所以说，吴清心中了然，任务完美完成的方法必然就在大海中。想到这里，他也顾不得继续吃饭，站起身来就朝外面走去。猎魔人大人，您这是？村民见他忽然起身离开，也都感到不解。大人，洞房在那里。趁着吴清吃饭的这段时间，那些试图通过巴结他来获得好处的渔民已经为他收拾出来一个豪华宅院。在他们看来，这位强者吃饭完后还能做什么？俗话说饱暖思淫欲嘛。何况他们认为吴清所谓的拯救新娘，也只是想要代替海妖拥有这些少女罢了。我出去一趟。他推开阻挡自己去路的人，在即将离开宴会厅时，忽然想到了什么。他回头对几人说道：我很快就会回来，若是你们敢惩罚他们，哼！他指了指李兰，便头也不回地离去。这村民们面面相觑，搞不懂这个神秘猎魔人的想法。但是吴清说很快就会回来，他们也只能等待。走出村庄，吴清快速来到海边，从随身包裹中取出那个带蹼的鞋子穿在脚上。穿着这个鞋子能让他在海上行走，且能增加他在海上行走的速度。一路踏浪而行，下面的海水越来越深。而后他又将避水珠佩戴在身上，便一头扎进海中。佩戴避水珠后，他竟然可以在水下呼吸。只是海水中视野受阻，他看得不是很远。而且他试着挥出一拳，拳头被海水阻碍，出拳速度也变慢了不少。这说明自己的攻击力也会降低。将人骨战锤提在手中，以防忽然出现怪物突袭。一路向下，一路搜寻，并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途中他还遇到一头如同海蛇的怪物，竟然让他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将其击杀。这一路游了很久，他才到达海底。走在海床上，隐约看到前方有点亮光。等他来到那个有亮光的地方时，赫然发现那是一座水府。水府门前挂着一块牌匾：海神府邸。海神？吴清不屑，估计是那头海妖的栖息地。想想也对，那海妖拥有灵智，也会说人类的语言。他要人类少女，总要有一个住的地方。这个看起来有点寒酸的水府，应该就是他的住宅了。水府被一个巨大的气泡包裹，气泡内海水无法进来，和陆地无二。一锤子砸开府门，顿时有2头水族士兵冲了出来。他们手中挥舞着鱼叉，滋哇乱叫，显然并不懂得人类语言。但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支人骨战锤。负25699，负21357，一锤子秒杀。区区水兵不是他的对手。破门声很快就引来一大群水族士兵冲出，他们有的还能释放简单的技能，但却只能对他造成微弱的伤害。这点伤害，他随便攻击几下就能将这点掉的血量回满。一路杀进府中，路上遇到的所有阻碍被他尽数击杀。当他来到府邸大厅时，竟然看到一尊青铜鼎内躺着一个人影。那人头露露在外面，散落一片青丝，鼎内冒出水汽，仿佛在其中洗澡。但是当他走近看了一眼，这鼎中水流沸腾，表面还漂浮着葱姜蒜花椒之类的调味品。那个疑似洗澡的人赫然是被烹煮，他的头颅因为被故意枕着鼎便仰在外面，而没有被破坏。从其容颜可知，这正是一名豆蔻年华的少女。她面容扭曲而痛苦，身体被牢牢捆绑，皮肉已经煮烂，看起来是被活活煮死的。第31章万魂珠女鬼。这一幕看得吴清直皱眉头。如果没有猜错，这名少女就是去年嫁给海妖的新娘。此妖竟然如此残忍，每年的新婚之日就会将去年娶来的少女活活烹死，回来后享用这人肉大餐，将新娶回来的少女蹂躏玩弄1年后再重复这一操作。可怜曾经的那些女孩，竟因为他们父母的一己私欲，将他们当作猪狗一样献祭。不对，他们的母亲也都是被买回来的女人，所有村里的女孩都是为海妖准备的贡品，他们不能也不敢与本村女人结婚。一锤子砸碎这口大鼎，滚烫的汤汁流满一地，那可怜女孩至死都睁着眼睛，死不瞑目。人之愚昧与自私尽至于此。他上前想要将女孩尸骨收敛，想了想又没有这么做，反而去找了个大盒子，将她的尸骨收入其中。府中水族已经被他尽数诛杀，他在这里翻箱倒柜的寻找一切有用的东西。这是在海妖卧室中，他找到一个散发着血色的蚌，打开蚌壳，里面有一粒珍珠，珍珠足有拳头大，蚌壳上的血色就是从珍珠之中透射出去。万魂珠，海妖以自身精血注入厨子体内，持续1年后，以烹调之法折磨其肉身，便能得到蕴含海妖气息的冤魂。将冤魂收入此珠炼制，带到大城，将其吞下，可获得大量修为。吞噬此珠效果，
加23561经验值，但会被冤魂诅咒，随机获得108种负面状态，持续至永远。我勒个去！吴清惊叹，真造孽啊！只要将这颗珠子吞下，就能得到20万经验值，这些经验足以让他提升到20级。这一下节省多少时间啊！但是108种负面状态，我勒个乖乖，还持续到永久。使用的这玩意儿跟暴毙有啥区别啊？但是为啥海妖敢炼制这东西？他不怕诅咒？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开头的那句话，以自身精血注入厨子体内1年之久，使之沾染有海妖气息。怪不得海妖1年娶一个媳妇。但这108个诅咒，岂不是意味着在这前面已经有108个少女遇害？这海妖控制稻香村也已经108年之久。但这珠子对他有什么用？就算拿去卖，估计都没人敢买吧。伸手将珠子拿起来，有没有用先收起来再说。就在他拿起珠子的那一刻，一阵阴风刮起，整个水府都变得昏暗。哪怕他身边不远就有好几颗夜明珠，光亮也完全无法透进来。我死得好惨啊！还我命来！恶鬼、邪神，还有我那狠心的父母，死！我要你们死！阴风之中，冤魂隐现。吴清淡定地看着面前这些冤魂，这些定然都是那些惨死的少女。若他们真的能冤魂索命，早就将那海妖生吞活剥了，又如何卖惨到现在？所以就只有一个解释，眼前看到的都是幻想。我已击杀海妖，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帮你们复仇的恩人呢？他此话一出，阴风中鬼哭之音倏然停止。此言当真？吴清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甚至他还偷偷将人屠的称号取消。此地乃是海妖水府，若非将其击杀，我又如何进来？这是他的尸体。他从随身包裹中取出海妖头颅，就知道当时带上海妖尸体是有用的。看到海妖被锤烂的尸体，这些冤魂顿时激动了起来。哈哈哈！死了！这邪神终于死了！我们爷爷受到折磨，就算下体被撕裂，也不曾被放过，他却这么轻易的死了，不解气啊，不解恨啊！只恨不能拘他之魂，只恨不能让他也受这般折磨。这些冤魂疯疯癫癫，但却不再恐吓吴清。终于，一名冤魂对他说道：“多谢恩人，您可知道稻香村的存在？”吴清答道：“自然，你们应当知晓，今日便是那海妖1年1度的娶亲之日，我便是替代今年的新娘李兰，坐在轿子里悄然伏杀这头海妖。”兰兰听到这个名字，一名冤魂惊呼：“恩人，兰兰如今安好否？”吴清道：“被我救下，海妖也死了，他自然已经无碍。”这冤魂虽然已死，却依旧发出垂泣之音：“多谢恩人，多谢恩人！”兰兰没死，兰兰躲过去了。吴清见他这副模样，一个念头在心中滋生，他叹了口气，又说道：“海妖虽死，但稻香村的情况你们也知道，你们自幼虽然锦衣玉食，却只是被饲养的猪狗罢了。没了海妖，稻香村失去养盐米，那些村民想要维持现在的生活，定然还会继续剥削那些女孩。”啊！这些冤魂呆住，一想也对。阴风里，他们对视一眼，忽然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对吴清道：“恩人，求您救救他们，我们一定会报答您的。”可是吴清露出为难的神色：“我只是外人，终究要离开的，庇护他们一时，难道还能庇护他们一世？就算我将那些男人全部杀掉，他们又拿什么去自力更生？”这少女冤魂们沉默了，他们聚集在一起，半晌后，一名冤魂说道：“此珠名为万魂珠，若吞噬此珠，便能得到极多修为。那海妖以自身精血改造我等身体，使我们的冤魂无法对他造成伤害，但只要我们不主动诅咒，其他人吞噬也不会有事。请您将此珠赐给李兰，她如果拥有海妖的实力，也算能自力更生了吧？”说完这些，生怕吴清不同意，他们又急忙提出好处：“您别担心，我们会付给您报酬的。”终于听到自己想要的了，一张虚幻卷轴出现在他面前，是天道契约。怨鬼李梅向伐木工发布任务，将万魂珠送给李兰。任务奖励：女鬼的祝福。是否接受？女鬼的祝福是什么鬼？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便点击查看了一下。女鬼的祝福：永久性 buff， 亡灵类生物不会主动攻击你，且你更容易获得亡灵类生物的友谊。第32章冤魂索命， T2 等报酬。接受。这个 buff 在某些时候会有奇效，而且举手之劳罢了。多谢恩公。众女鬼盈盈拜谢，阴风消散，所有异象消失，吴清依旧站在水府卧室之中，握着万魂珠。有这万魂珠，李兰就能直接达到20级，再让她学会灵与赐福，这次任务应该就算是完美完成了。不再继续逗留，他出去将大厅中被烹熟的少女尸骨带上，凭借着避水珠的庇护返回岸上。稻香村中虽然吴清暂时离开，但这些村民依旧聚集于宴会厅中。吴清和他们认知中的猎魔人不同，
竟然敢肆意杀人，这一点令他们感到恐惧。也有几名村中高层在小声商讨如何应对。难道要像供奉海妖一样供奉吴清？在他们心中，海妖不过是每年要一个少女而已，让他们获得的好处却是更多。但若吴清常驻村中，又岂会仅仅满足于一个女人？他们太懂人性了，恐怕所有村民都得成为这名神秘猎魔人的奴仆。老张，找机会去村外向猎魔者协会举报此人，他又不能像真神一样带给我们好处，凭什么让我们供奉他？对，我们……嗨嗨！他们正讨论着，忽然有人咳嗽一声，几人立刻闭嘴，回身看去，果然看到吴清已经从外面返回。他抱着一个大盒子干什么？关键是他哪来的这么大个盒子？里面不会是他的衣物吧？他真要当咱们村长？这些人还在小声议论时，吴清已经来到大厅中央，将盒子放在一张桌子上。他打开盒子，立刻引得无数人前来围观。啊！被煮熟的少女尸骨暴露在众人眼前，引得无数人恐惧惊呼：“认得他吗？”吴清冷漠开口：“都过来看看，认识他吗？”村民们围拢过来，他们何曾见过如此残忍的景象，纷纷皱眉，也有人呕吐出来。菲菲姐，是菲菲姐！有一名少女大着胆子观察少女头颅，悲呼声让其他女孩们都露出不可思议之声。菲菲姐，去年嫁给真神的菲菲姐，她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她是被活活煮死的吗？女孩们在恐惧和悲伤中哭泣出声。吴清环视众人道：“这就是你们将女儿嫁给邪神后的下场。他们被折磨1年，最终又被丢在鼎中烹死，却是为你们现在富足生活而付出代价。但是，凭什么付出代价的是他们，而享受生活的却是你们？一群道貌岸然的家伙，却是吸着自己女儿的血来享福。你们也配做人？”他对那些面露惊恐的女孩大声说道：“今日我若不来，未来的你们都是这个下场。你们不过是等待着被宰杀的猪狗罢了。这群畜生把你们生下来，就是为了用你们的血肉来换取自己的富足生活。”他话音未落，一名村民便大声呵斥道：“你胡说！明明是你杀掉真神，又将在真神府邸中享福的菲菲活活烹杀，却要栽赃陷害于真神与我们头上。你哪里是猎魔人？你才是真正的邪魔！”此人此话一出，其他村民立刻也反应了过来，岂能让吴清将这个罪名按在他们身上？纷纷出言道：“凶暴邪魔，我等已派人前往猎魔人协会向高层举报。你敢杀害真神，又残忍杀害我们村中女儿，你罪该万死！”他们颠倒黑白，已顾不得吴清带来的恐惧。但是吴清却只是冷笑一声，取出万魂珠，刹那间阴风笼罩整个大厅，那108名少女的冤魂游荡在他们面前。我死得好惨啊！我那狠心的父母，你们竟然把我送给妖魔！你们知道我们受了多少折磨吗？妖魔已死，你们也都是帮凶！阴风遮蔽所有光线，有人认出那些鬼魂。青青，青青，你别害我啊！我是你爹。小雅，你要弑父？反了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真神是邪魔。小蕊，饶了爸爸。双儿，我也不想的呀，可是村里人都把女儿嫁出去了，我想留你，可他们不让，不怪我，是他们逼的。双儿，你要复仇去找他们，爹一直都没有忘了你。瑶瑶，是你吗？娘终于再见到你了，对不起，娘也是被你爹买来的，娘求了你爹好长时间，但是……大厅中众人乱作一团，有人恐惧，有人疯癫。百鬼索命虽然只是幻想，但阴风侵袭，却让这些本就心中有鬼的村民神志大乱。那些尚未出阁的女孩也恐惧地蜷缩到墙角，但是这些女鬼却没有去找他们的麻烦。李兰和另一个女孩抱在一起，瑟瑟发抖。忽然一名女鬼飘来：“兰妹，你还好吗？”李兰初时惊恐，但很快就反应过来，这声音好熟悉。她小心翼翼抬头去看，果然看到那张熟悉的脸。她哇的一声就哭出声来：“梅姐，我好想你！”她想拥抱李梅，却扑了个空。大厅内乱糟糟一团，有人随手拿起身边桌椅乱挥，企图让这些被他们卖去丧命的女儿远离自己。也有人想要逃离这间大厅，可是大门紧闭，任凭他们如何用力，都无法打开大门。砰！忽然一声骨骼碎裂的声音传来，众人在阴风中隐约看到吴清手持一柄人骨制成的战锤，将一李洪志的脑袋砸得稀碎。这个仇我替你们报了！战锤舞动，这些村民在他面前不过蝼蚁。当阴风散去，大厅中的男人已变成满地尸骨。李兰，你过来！他将愣在原地的李兰喊来。少女满眼都是恐惧，以为宠爱她的父母竟只是将她当作献祭的猪狗。过去的姐姐们冤魂再现，还看到那被煮死的菲菲姐，那个帮助自己的猎魔人却又杀人不眨眼。此刻喊她，让她觉得自己也随时会被杀，但她终究不敢违抗吴清的命令，一步一颤地走到吴清面前：“
大人，我……他不知该说些什么，就见吴清拉起他那纤纤玉手，而后将一颗奇怪的珠子放在他的手中。第33章完美通关。张嘴，吞下它！吴清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李兰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他也不敢拒绝吴清的命令。不过，当他捧着万魂珠时，耳边却又响起李梅的声音：“小兰不要怕，吞下它，以后姐姐们会保护你们，保护我们稻香村。”有姐姐的嘱咐，他才将悬着的心放下，并将万魂珠吞入腹中。散发着血色光滑的珠子入口后，便若一道黏腻的血流直流向四肢百骸。顷刻之间，他便感到一股巨大的能量在体内游走，力量节节攀升，他的身体也被万魂珠的能量所改变，变得越发坚韧强大。大厅内众女看着他的变化，良久之后，他睁开双眼，眸子里闪过一抹金芒。可是周围女孩却仿佛从他眸子里看到了108道青春少女的身影。吴清也在将万魂珠交给李兰时得到了女鬼的祝福，并且刚刚那一番杀戮让他的人屠称号也获得不少能量，距离升到2级已经不远。获得力量的李兰相貌虽然没有变化，但气质却已与之前不同。他也在接受万魂珠能量的同时，知道这颗珠子的来历和作用。谢谢姐姐们，他喃喃自语，又向吴清盈盈一拜，多谢恩人。吴清满意的点了点头，又将灵雨赐福的技能书取出，这里面记载着让稻米获得神奇力量的能力。海妖已死，以后你就用这个能力带领稻香村生活吧。想了想，又取出一枚戒指和一本灰色的技能书。这枚戒指名为水云瑶，能够增幅水下技能威力。这本书中记载着一道名为水剑的法术，你将其学习，才能更好的保护稻香村。一下子送出去一件装备和2本技能书，但只要能让任务完成度提高，哪怕1%也是值得的。这些东西对他没用，就算去卖也没有渠道，但地狱级升阶副本的高完成度所奖励的东西却能让人一生受用。李兰接过这3件东西，可一双美丽的眸子却总是在那只戒指上。小丫头心里想到，她送我戒指，是不是我要不要答应呢？孩子该叫什么名字？我好像连他的名字都还不知道呢。吴清一脸疑惑地看着李兰，从接过这3件东西后，脸上一朵红云从脸颊一路染红双耳。她脸红的泡泡茶壶，搞不懂少女的脑回路。她确定自己已经将能做的都已做完，自己在升阶副本中花费的时间也已不短，便决定提交任务离开。好了，这里的事情已经解决，我也该走了。吴清的忽然告别让少女大脑瞬间短路。她脑子里都在思考晚上要不要配合的问题了，谁知她却要离开。你要走？她急忙开口询问。见吴清点头，她一把抓住吴清的双手，不要走好不好？我们……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只是心底想要留下吴清。但吴清却轻轻抽出自己的手，还顺手摸了摸他的头发，笑道：海妖已死，罪孽者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你如今获得强大的力量，足以保护稻香村，还有灵雨赐福，能够保证村里的生活，我还留下来干什么？他说完便向门外走去，身后传来少女的呼声：恩人，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伐木工。当大厅内的女孩追出去时，吴清已经不见了踪影。升阶任务确认提交。此刻吴清已经身处在一处奇特的空间，就像他第一次连接轮回创建账号时一般。ID 伐木工确认提交一阶升阶任务。特殊副本道具碧水珠已收回。升级副本哭泣的新娘，任务目标解救被献祭的新娘，任务已完成。任务完成度计算中，解救新娘李兰，使其不必嫁给海妖，基础完成度 30%。 击杀海妖，永绝后患，追加完成度 30%。 击杀罪孽者，使被压迫的少女不再受到迫害，追加完成度 15%。 追查真相，得知稻香村悲剧缘由，追加完成度 5%。 为稻香村少女们提供自保和自力更生的能力，使其未来无忧，追加完成度 20%。 玩家伐木工地狱级一阶升阶副本任务，完成度总计 100%。 评价完美。一阶地狱级升阶任务基础奖励自由属性点10，一阶阶位限制解锁，你已升至2阶，当前等级11，百分百完美完成度。你可从以下3项奖励中任选其一。选项1更多属性，你将额外获得自由属性点10。选项2神话轮盘抽奖券，你将获得一次在神话轮盘中抽奖的机会。选项3天赋晋级，你可将自己的一个后天天赋品级提升2级。请选择。奖励3选1，选项1能直接提升战力，而且基础属性是最实在的提升，无论谁拿到额外10点自由属性点，都将拉开与他人的差距。选项2的神话轮盘，说实话里面好东西很多，他前世就曾得到过2次抽奖的机会，虽然并不是通过100%完美完成升阶副本得到的机会，
他在那2次的轮盘中看到了神话级后天天赋，看到了能将先天天赋直接提升到神话级的丹药。前世听其他巅峰强者说，甚至还有诛仙剑阵、永恒之枪这类杀伐至宝。但是神话轮盘的中奖概率太低了，反正他曾经那2次抽奖机会只是获得了2个垃圾装备。至于选项3的天赋晋级，他现在有3个后天天赋，分别是活得久、跑得快、顿悟，很快就会得到第4个。第1个完成升阶任务的人会得到全服通告的奖励，奖励也是后天天赋。虽然这些天赋都是凡尘级，就算升2级也只是提升到稀有级而已，看起来也不算太强。但是若以后的升阶任务还有这种奖励，若能将其提升到神话级，后期好处不亚于得到1件神器。第34章1日内5次公告。短暂思索后，吴清决定选择选项3。他不打算做赌狗，10点属性也只在前期有用，还是提升天赋比较好。你选择天赋晋级，你可以随时将你的一个后天天赋的品级提升2级。当他完成结算和奖励，从那莫名空间中出来时，再次回到他进入副本前的位置。就在他出来的这一刻，轮回的声音再次在他脑海中响起：恭喜你是轮回开服第1个完成升阶任务的玩家，奖励凡尘级后天天赋，好运来。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匿名？依旧选择不匿名。全服公告再一次响彻于所有玩家耳中。玩家伐木工第1个完成升阶任务，奖励凡尘级后天天赋，好运来。玩家伐木工第1个完成升阶任务。玩家3声全服公告再次将他的名字打响，但是这一次他忆起的不再是羡慕和嫉妒，还有恶言重伤。网络上吴清面无表情屠村的视频在世界各地疯传，那种真实的画面，那种凶残的姿态，让许多人感到不适，对他的非议也越来越多。这个叫伐木工的人也太残暴了吧！竟然屠村，他是心理变态吗？玩游戏屠个村怎么了？要是玩游戏杀人也算变态，那世界上有几个人不是变态？可是轮回这款游戏明显和以往的游戏都不一样啊，它太真实了。这里面的 NPC 和活生生的人没有任何差别，一般人谁能这么面不改色的下杀手？对啊，以往的游戏人物都只是一堆数据罢了，现在我们能真实的感受到这里的一切，除了没什么痛觉以及不会死以外，这里就像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人肯定是某个隐藏的杀人魔王，建议严查。现实里有这种人也太可怕了，他能在轮回里面不改色的杀人，就敢在现实里也这样做。因为游戏和现实几乎已经无法分清了，若是哪天现实里有人惹到他，他还像游戏里一样把人杀了怎么办？就这样的变态竟然能接二连三的获得全服公告，还有那些后天天赋，凭什么啊？这段视频传播很广，影响也很大，就连国家也开始调查他的身份。不过国家最初调查他的身份只是因为被他屡次被全服通告而吸引，想要查清他的身份，看能不能招纳进网站部。但是现在一些高层也觉得网友说的有道理，他还真可能是什么杀人法，可惜想要调查却毫无头绪。轮回直接链接所有人的脑电波，不需要身份证验证，每个人的信息都是保密的，想要查一个游戏里的人太难了。这些吴清并不在意，因为当他查看好运来效果时，轮回的声音依旧没有停止。恭喜你是开服24小时内接连获得怪物首杀、首个升级、BOSS 首杀、首个进阶的人，奖励后天神话及天赋甘地。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匿名？不匿名。玩家伐木工又是3声公告，其他玩家已经有些麻木。这家伙什么人嘛？1天之内接连5次全服公告，这还让其他玩家怎么玩？开挂了吧？吴清当然不在乎其他玩家的吐槽，此刻他已经开始美滋滋的查看这个神话级后天天赋，这样的收获是他意想不到的。毕竟前世也没人能一人独揽4项新手福利，更没人能1天之内达到10级并完成升级副本任务。这次的奖励纯属意外一。先查看好运来。好运来，凡尘级后天天赋，你获得了些许好运。幸运是游戏里的隐藏属性，能够提高爆率，提高神话轮盘中奖的概率。甚至如果运气够高，走在路上就能捡到宝物。但他这个只是凡尘级，些许好运罢了，不知道能提升多少爆率。再去看甘地，甘地，你可从甘地星、甘地中任选一种。甘地星，选择一个技能，每次普攻命中敌方单位都能提升其 0.1 熟练度。甘地 E， 每次攻击命中怪物都将获得 0.1 经验值。哦豁，吴清本就开心的心情越发兴奋，这是重生一次转运了，缺什么来什么，一个能加快技能熟练度的提升，一个能加快等级提升，不用考虑，果断选择新。圣胎之道最难的就是把大量又废又难练的白色品质技能提升到满级，有了这个，方才让他看到未来的希望。既然如此，天赋晋级的选择也不用犹豫了，直接选择顿悟。顿悟从凡尘级一跃成为稀有级，
顿悟，稀有级后天天赋，每次使用技能时都有 60% 的概率顿悟，使本次技能熟练度额外提升1点。将10点自由属性点平均分在心力和神念上，各加5。晋升2阶后，每升1级都能获得全属性各加2，以及2点自由属性，将这2点自由属性也平均分配在心力和神念上。而后，这6点心力转化为12点体质，6点神念转化为12点力量。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ID 伐木工。先天天赋天宇宙父魂转身。后天天赋活得久，跑得快，顿悟，好运来，甘地心。称号人图 LV1。永久 buff 女鬼的祝福。基础属性体质63+14，力量79，心力0，神念0，敏捷17，耐力16。战斗属性血量5203，蓝量0，攻击521，防御272，攻速73.5米每秒，移速59.8米每秒。法强0，精神抗性1。技能崩拳 LV1，太极架 LV1，冥想 LV1，龙之力 LV1，潜能激发 LV1。装备劣质骨刀、尸毒戒指、包皮刀、活死人腰带、死人鞋、活死人的诅咒、人骨战锤、愤怒之虎、阴煞琉璃、踏浪。个人面板里的装备是被他绑定的装备，那些未绑定的在随身包裹中，并不会出现在个人面板中。自己的首日计划算是完美结束，接下来就是找个安全的地方下线。好在他对黑石村的地理很熟悉，附近有一个很隐秘的地点，那里不仅没有野怪，玩家也是很长时间之后才有人发现。他找到那里，盘膝坐下，现在没有功法，就只能来练习冥想。第35章神话级天赋鸿蒙药体。玩家下线后，游戏里的身体依旧能够遭受攻击，所以下线前先找到安全的位置很重要。基于这个需求，加入某个宗门或势力就显得很有必要。在那些宗门或势力之中，一般来说不会遇到危险。当游戏中的身体遇到危险时，轮回会将危险信号发送给身处于现实中身体的脑电波。另外，在现实世界，也可以在不登录进游戏的情况下，直接连接脑电波，查看自己游戏中的身体目前状况，让玩家决定此刻是否要上线。睁开双眼，此刻依旧在县城小旅馆中，他坐在大床上，梧桐显然早已退出游戏，并躲进被子里进入梦乡。进入游戏并非睡眠，依旧会消耗精力，虽然消耗量减少，但也不能一直沉迷于游戏之中，需要退出游戏来睡眠和吃饭。昨晚18点轮回开服，他在里面待了将近12个小时，如今已是次日清晨6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了眼尚未明亮的清晨，他来到床边将梧桐喊醒。怎么了？少女迷迷糊糊睁眼，她大概是半夜2点左右退出游戏开始睡觉，现在才睡了4个小时左右，精神尚未完全恢复。先别睡了，我们要继续逃跑。游戏里的顺利并未让他忘记自己目前所处险境。梧桐莫名失踪，林氏集团必然不会善罢甘休，并且林氏集团很容易就能查到是自己带走了梧桐。自己的这番行为极其可疑，他们定然会怀疑自己已经知道林氏集团开办并资助孤儿院的目的，那么他们就必定要用尽一切办法将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抹除。虽然哪怕他一直躲避，也会有被发现的一天，但这一天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啊，还要跑吗？少女睡眼朦胧，被吴清带着私奔的刺激，轮回中仿若现实般真实的刺激战斗，让她感觉这一切都像梦境一样。尤其吴清说自己要被人带走挖去心脏，让她感觉自己就像活在小说里一样。不过因为对吴清的信任，她还是起床穿好衣服，和吴清一起离开这个小旅馆。戴上帽子和口罩，两人在前台退房后便离开这里。现在去哪儿？出了旅馆，梧桐看着依旧昏沉的天空，向吴清询问。先找家便利店。两人走在黑暗中，尽量避开监控。好在小县城的监控设施不算多，哪怕他对这里不熟悉，也能避开大部分的监控摄像头。路上遇到一辆出租车，他让出租车将两人拉到了一家24小时便利店门前。这家便利店卖的东西很杂，基本上他需要的东西都有：2个大背包、水、双面胶、一些面包和自热米饭之类的东西，以及2把水果刀。结账离开，再次在路上拦截下一辆出租车。你在逗我？出租车司机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只因他要去南面的小镇，那里距离县城还是比较远的，正常人也很少会坐出租车前往。500，但有钱就没问题了。司机师傅态度立刻转变，笑眯眯地让他们坐好。他抱着背包坐在副驾驶，一手伸进背包中摸着里面的刀子。人心叵测，面对2个携带现金、天还没亮就出门的青年男女，很难说出租车司机会不会起什么歹意。当然，他就算摸着刀也不是绝对保险，只是赌命的时刻，能做的也就这些罢了。好在司机没问题，当天光逐渐明亮，看着周围越来越多的车辆，他也算松了口气。
到小镇上随便一个地方下车，二人又随便坐上一辆公交车，注意沿途有没有旅馆。当看到一家旅馆后，二人便在下一站下车，再返回那一家旅馆。开一间房，依旧只开了一间房，因为他们现在能用的身份证只有一个，也就只能开一间。但是这次他直接交了3天的房钱。他前世就是林氏集团的重要人员，对林氏集团的办事方法和办事效率很了解。这个地方至少有3天的安全期，若能在3天内找到解决方案自然最好，若是不能就要再换下一个地方。不过据他估计，自己最多只有7天的逃跑时间，7天后若林氏集团还找不到自己，他们就会动用一切资源和人脉。仅凭一个集团的力量，想要找人自然不容易，但有钱能使鬼推磨。到那时，两人进入房间，锁好门后，吴清排查了一遍房间中是否存在微型摄像头，还真让他找到了3个，其中2个在浴室，一个正对着床，用双面胶将其遮挡。吴清这才开始询问吴桐关于轮回中天赋的事情。说起这个，吴桐立刻就不困了，他极其兴奋地说道：“我的是神话级先天天赋，鸿蒙药体。”他自从获得天赋后，一直想找吴清炫耀，但游戏里不知道吴清的 ID， 也就无法加他好友。然后他退出游戏后，等了很久都没有见吴清下线，便再次登录上去，准备探索一番这个游戏。结果发现打怪意外的难，好不容易杀掉几头怪物，他的血量也已经空了。不过他运气还不错，打到了一瓶血药，吃下血药后也恢复上来一些。然后和陌生的玩家们加入一个临时队伍，一起打怪。直到他们的状态都很差时，他们便提议在村子里找个角落，众人围作一团一起下线。可是这时候他发现吴清还是没有下线，又等了一会儿，他实在太困，便洗漱一下自己先睡了。直到此刻，他才有机会和吴清交流自己游戏里的所见所闻。果然是神话级。吴桐的聪明不亚于自己，其努力程度也不亚于自己。前世的自己能获得神话级天赋最强大脑，如今吴桐获得神话级天赋也不令人意外。鸿蒙药体，吴清翻找记忆，却不记得前世谁获得过这个天赋，便询问天赋效果。从字面意思上看，应该和药有关，也就是与治疗有关。他猜测要么是增加治疗能力的天赋，要么是增加炼丹天赋的能力，和自己最初的预测差不多，精神类或治疗类。吴桐解释道：“我食用灵草可以永久增加体质上限和增益类技能强度，提升程度依据灵草级别而定，使用灵草的品级低于自身阶级时无效。”第36章，坦白，能共享秘密的人。这天赋吴清木了，能无限成长的天赋都是顶级天赋，增加体质也能让他变得很肉。唯一的问题是灵草的获得很困难，除非花钱购买。但游戏前期玩家哪里有足够的钱去购买灵药？这个天赋是一个销金窟，但只要灵药供应得上，上限极高，而且还能提升增益类技能的强度，这个范围就很大了。治疗属于增益，为自己或他人增加各种有益状态属于增益。吴清现在精神抗性为1，若是吴桐能为自己施加大量增幅精神抗性的技能，那么自己最大的短板也将消失。灵草的事情你不用担心，这个交给我，你游戏 ID 叫什么？等再回游戏时我们加一下好友。吴清身上现在还有好几件对自己无用的装备，可以把吴桐用得上的给他。双方现在在2个新手村，想要碰面不太容易。吴桐前期的战斗还是只能依靠他自己。自己还从李老头那里爆出一个紫色品质的项链万寿长命锁，这个项链挺适合吴桐使用，但是等吴桐能够装备这件装备时，也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不如将其卖掉来换取大量灵药，将吴桐的天赋发挥到极致。吴桐答道： ID 叫凤巢，出生地是灵一村，你能来找我吗？他现在还不清楚轮回世界有多大，以为和以前的网游一样，做传送阵就能轻易到达另一个地方。莫说新手村没有传送阵，就算有，吴清现在也花费不起。凤巢，吴清口中呢喃这个名字。传说中凤凰高洁，非梧桐不栖，非甘露不饮。梧桐树可不就是凤凰巢穴吗？你叫什么？梧桐坐在床边单手托腮，一双明眸顾盼生辉，是不是护童、司童，或者中二点无情剑客什么的？他一脸自信的模样，却得到了否定的答案。不啊！少女惊愕，她觉得自己对吴清很了解，怎么会猜错呢？伐木工。吴清说到这个名字，眼神中便潜藏着一抹怒火，虽然被他藏得很深，依旧被吴桐察觉。他先是不解，很快就明白了吴清的意思。那个一直被全服公告的大佬是你？灵者、牧野、伐木工，岂不是要毁掉树林？此刻的他收起俏皮的神情，语气也变得严肃了起来。秦哥，你能告诉我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吗？这种事情应该是极其保密，但是你似乎深信不疑，而且你对林氏集团的恨，就仿佛我真的已经被挖去心脏了一般。
他没有怀疑吴清故意说谎，过去10几年的感情让他能够无条件相信吴清。但是吴清是不是被人骗了？专门建立孤儿院来取器官，这听起来太可怕了。吴清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又怎么会知道这么隐秘的事情？他虽然年龄不大，但考虑也很周全。如果吴清时被人利用，后果会很严重。吴清与他对视，少女那明亮的双眸依旧如幼年时一样纯真。他确认自己从少女眸子里看到的是关心而不是怀疑，复又闭上双眼，沉默了下来。该怎么解释？脑子里闪过两人曾经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终于，他再度睁开双眼，眸子里已经带上某种决然，再次直视少女双眼。他一字一句地说道：“彤彤，我重生了。”他曾多次反复思索自己是不是要将这个秘密告诉吴桐。他也曾看过不少网文，见多了被背叛的主角。可是，若他日吴桐当真要背叛自己，知不知道这个秘密又有什么影响呢？若他真的遭遇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那么自己重生回来的意义何在？若人生连一个能分享秘密的人都没有，就算走上巅峰，横断万古，也不过是空虚而孤独的长生客罢了。所以他选择如实相告，并且他也相信自己的眼光，没有看错人。吴桐听到这个答案，并未显露出太过震惊的表情。他早就想过这点，10几年间的朝夕相处，他对吴清太过熟悉。孤儿院人体器官库这种事太过匪夷所思，但吴清那极为笃定的语气和做法又不像是开玩笑。如今又知道他就是轮回中神秘的大佬，那么重生似乎就成了唯一的解释。所以，你重生前我被挖心而死了吗？吴桐的话得到肯定的答复。没错。吴清每次回忆起此事，心头怒火便难以压抑。既然已经将这个秘密告知吴桐，他也就不再隐瞒，将前世的事情和盘托出。就在轮回开服的当日，我得知你被一对富豪夫妇收养，但你从此便杳无音信。我后来加入林氏集团，一直在寻找你的踪迹，追查了好多年后，终于发现了真相。林氏集团3小姐林月需要进行换心手术，而你的身体指标是最适合作为提供心脏的人，所以他们就用收养为名义将你带走。我杀掉了林家一半人，可你终究无法复活，我最终也被伏杀而死。他此刻讲述这件事情时，身体还在忍不住的颤抖，那是努力压抑怒火的表现。万幸，我重生了，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他直视着少女的双眸，认真说道：“彤彤，你相信我吗？”吴桐也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回应：“我信。”少女柔嫩香软的身体忽然扑了上来，双臂环绕住他的脖子，二人相拥在一起。良久，待二人再次分开时，吴桐问道：“可是，我们这样逃，能逃到什么时候？”吴清伸手抚摸她的娇嫩白皙的脸颊，柔声道：“不会太久，我也有解决方案。另外，未来游戏里的一切都将成为现实，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在游戏中提升实力。想要报仇，现实里永远也干不过林氏集团，但是轮回却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说出自己重生者的秘密后，吴清也能够直接告诉他轮回的重要性，让他能够将所有心思都用在轮回上。第37章给予装备。游戏变成现实，吴桐这次惊讶了，怪不得吴清反复强调轮回的重要性，原来如此。想到这里，他忽然又兴奋了起来。所以说，以后在现实里，我们也可以操纵风雷火，一剑断山河。吴清点头，将重生的秘密说出来后，他感觉自己仿佛轻松了一些，那无形的担子被少女主动分担过去了一部分，并且他也感觉两人之间的联系与羁绊也更多了几分。而后，他便开始对吴桐细致地讲解轮回中的注意事项以及攻略。当他听到吴桐所在新手村是灵异村时，差点就笑出声。他前世所在的新手村正是灵异村，当真天助我也！吴清觉得重生一世，某些时候的运气也变好了。有了自己的这些攻略，哪怕没有自己帮助，且吴桐本身没有战斗经验，他也能够在新手村中得到足够多的好处。二人说说笑笑，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期间，他们将自己购买的自热米饭和自热火锅拿出来加水加热后，一边吃饭一边讲述攻略。吴桐很聪明，将吴清告诉他的这些点一一牢记。没事，记不住也没关系，等进入游戏后加个好友，我还有一些好东西给你，到时候你哪里忘了再问我就行。饭后，两人相继洗漱后，便互相拥抱着沉沉睡去。此刻，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轮回中，感受虚拟世界的神奇。吴清引发的轰动也在持续发酵。叛逆皇朝的副会长凌云没能成功拉到吴清，正与其会长交谈。叛逆，凌云会长，那个伐木工很邪性，那些 NPC 跟真人一样，他说杀就杀了，这人不会是什么杀人犯吧？我们还要继续招揽他吗？叛逆王子招，他是什么人关咱们什么事？只要能帮咱们挣钱，就算他以后被抓进去了，咱们也可以发个公告说被蒙骗了，毫不知情。叛逆凌云，
那咱们家的上限是多少？而且自从他将黑石村屠掉之后，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在这里看到过他了。我怀疑他已经离开新手村了。叛逆王子，你没他好友？如果他已经离开新手村，你问问他是怎么离开的。我们现在还完全不知道离开的方法。另外，如果他有什么有用的快速升级方法，也可以开高价来买。这个游戏不一般，就算快人一步，未来也定然能获得天大的好处。林氏集团，林氏老总也在接受手下的汇报。老总，您看这个叫伐木工的，咱们要不要招揽一下？林志豪依旧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表情。他看完关于吴青屠村的那个视频，淡淡说道：当然招揽，如果他真是杀人犯，就更好控制了，不用在意这些，什么杀人犯能和我林氏抗衡？京城网站部大楼中，部长张卫国对身前一名身姿站得笔直的青年说道：拉过来调查一下身份，如果没问题，就争取过来让他为国效力，如果有问题，就控制起来让他为国效力。是。此刻各方财阀工会都在讨论吴青，不仅是他屠村的壮举，还有他一日连续触发5次全服公告的惊人实力。但是他们根本就联系不上吴青。虽然叛逆皇朝的副会长凌云有吴青的好友，奈何吴青此刻已经下线睡觉，无人能找得到他。这一觉直睡到下午4点多，吴青和吴桐方才清醒。醒来后解决完各自的生理需求，两人再次登陆到轮回之中。吴青依旧在昨日下线的那个隐蔽角落睁开双眼，一夜过去，冥想的熟练度提升不少，虽然还不到2级，但也已经不远。他第一时间就去添加吴桐的好友。叮，凤朝已通过你的好友申请。而后吴青对吴桐发起交易，他的随身包裹中有几件是适合新手使用的装备和技能：骷髅盔、灰色品质头盔，硬度530，精神抗性加30，使用限制：基础心力大于10，基础体力大于8。鱼骨叉，灰色品质武器，攻击加60，锋锐加25，使用限制：力量大于12，体质大于8。柴刀，白色品质武器，攻击加5，锋锐加4。绯红手链，白色品质手链，心力加2，主动使用可回复50点法力值，冷却30分钟。翠玉扳指，白色品质扳指，神念加1，灵魂技能威力提升10%。刺魂尖啸 LV1，灰色品质灵魂技能，发出一声尖啸，对正前方敌人造成120%法强灵魂伤害，消耗50法力值，最远射程5米，冷却30秒。正常交易需要双方面对面，但若双方距离较远，依旧可以进行交易，但是需要开启物品传送权限。开启传送权限需要花费高额钱币，但是他传送这些东西过去的铜币就足够再全部各买一件了。也就是他一直越级战斗，还击杀了几个 BOSS， 升阶任务完美完成，不然的话他还真拿不出这么多钱去开启物品传送。将这些物品一股脑传送给梧桐。你的天赋不缺体质，前期把所有属性点都点力量上，你前期蓝少技能只能辅助战斗，而且有绯红手链和翠玉般的加持，足够释放刺魂尖啸了。等你力量上来了，再将柴刀换掉，使用鱼骨叉，我会帮你寻找灵草。体质方面不用发愁，有这些东西应该足够你在新手村过渡了。他打出的这些装备都不算极品，但是现在许多玩家连一件装备都没有，给梧桐的这些的确能让他与别人拉开差距。那个羚羊宗考核令牌，他思索之后还是没有给予梧桐。梧桐不是精神类的天赋，通过考核的概率不大。这个令牌还是用来去其他地方卖个好价钱吧。我给你的那些攻略能让你快速升级，早点走出新手村，我们就能一起练级了。交代完这些后，他起身辨认了下方向，便朝着黑石山走去。黑石村已被他屠掉，升阶任务也已经完成，现在需要翻越黑石山，前往大山另一边的山阳县。第38章伏羲祸兮。黑石山中各种怪物拦路，吴青挥舞人骨战锤纵横披靡，哪怕遇到以防御著称的铁甲树妖，也抗不了1分钟就会化作流光消散。前世的他虽然不是从黑石村里走出来，但是对于黑石村向山阳县的路还是了解的。但那些依旧留在黑石村里的玩家就惨了，没有村民指路，他们连去山阳县的方向都不知道。但这就不是他要关心的事情了，没有村民，他们还能得到整个村子的资源，虽然不算多高级，至少也比他们初始的布衣草鞋强得多。那些村民不弱，手里的柴刀锄头之类都是白色品质，还有大量粮食，不用再花费前期宝贵的钱币去购买饮食。这些东西吴青可是一个都没拿。可以说黑石村的这些玩家前期升级肯定比其他村的玩家快得多。这么一看，吴青坑他们了吗？伏羲祸兮也很难说得清楚。黑石山很大，想要横穿过去，1天之内是不可能了。整整3天时间，吴青方才从黑石山中走出来。但这3天时间，他的等级却并未升级太多，仅仅升了3级，到达14级罢了。好在他之前在副本的稻香村吃饭时，偷偷带走了一些食物，不然他在大山里连吃饭都成问题。
游戏里的3天也是现实里的3天，他在山下找到一个隐秘的洞穴，里面盘踞着一头剑齿熊。吼！剑齿熊看到有其他生物入侵自己的洞穴，当即咆哮着向吴清冲来。人骨战锤扬起，咚！负2827。这头剑齿熊将近20级，身上覆盖着土黄色的光晕，显然已经使用上某种防御型的技能，不然的话，这一锤能直接将他秒杀。崩拳！负1257。与此同时，他开启龙之力，身上出现龙纹，人骨战锤再次砸下，负3392。直到此刻，剑齿熊的攻击方才落在吴清身上，但他没有躲避，而是使用太极架，负131。伤害反弹到剑齿熊身上，这伤害看得吴清直摇头。但是受到剑齿熊的攻击后，他脖子上的项链也发出幽光，活死人的诅咒已经降临到剑齿熊身上。人骨战锤继续砸落，负4070。这头剑齿熊并非 BOSS， 但是有加血量的被动，血量过万。但是被吴清这么几次攻击下来，他的血量也已经见底。而且吴清每次攻击，龙之力的熟练度都会提升 0.1， 这是他神话级后天天赋干地的效果。他现在5个白色品质的技能，其中冥想可以在下线时自动修炼，其他的几个他选择了龙之力为干地的作用目标。再一锤下来，这头剑齿熊便已一命呜呼。真穷，连个银币都不报。吴清满脸嫌弃地捡起剑齿熊死后留下的200多铜币，他之前积攒的钱币为了将装备传送给吴桐几乎耗尽，之后进入山阳县肯定还要花钱，而且要找药店给吴桐购买灵草，无论打出多少铜币都嫌不够。杀掉剑齿熊后，他还爆出了一个灰色品质的熊爪拳套。熊爪拳套灰色品质武器，攻击加75，力量加5，使用限制，基础力量大于13，基础体质大于10。将左手上佩戴的愤怒纸虎卸掉，戴上熊爪拳套并绑定后，他在附近找来几块大石头，将这个并不大的洞穴堵上，而后盘膝坐下练习冥想，自己则下线。睁开眼睛，正好看到吴桐从浴室出来，他提前下线洗漱后，将背包收拾好，在这个旅馆已经待了3天，他们需要继续换地方。吃过早饭后，两人穿戴上口罩帽子去前台退房，依旧是老套路，尽量躲避监控，去24小时便利店买了些食物后，搭上出租车前往下一个小镇。小镇的好处是监控少，更便于他们躲避。他也考虑过乡村，但村里人互相都认识，他们2人进去太明显了。而且乡里大多数人虽然淳朴，却也有村霸刁民，若是这些人对他们起了歹意，他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办法来应对，所以小镇和县城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了。照例找了家旅馆入住，用的还是苏明的身份证，也不知道那家伙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份证丢失。进入自己的房间后，2人直接开始休息。这3天时间，因为他一直在黑石山中，倒是没有继续引起轰动，网上关于他的话题也少了许多。这3天，全球几乎所有人都曾登录过轮回，因为登录实在太方便了，连接脑电波，直接意念登录，就连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大爷大妈们也被轮回的世界所迷住。他们的身体已经半截入土，可是轮回世界却让他们有种重焕新生的感觉。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不再步履蹒跚，身体也不再脆弱，甚至通过升级又感受到年轻的力量，这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再加上他们早已退休，有的是时间。于是乎，如今轮回里占比最多的玩家竟然是这些老年人。林氏豪宅中，林志豪站在3女儿林月床前，他的身边是一名风姿绰约的美妇人。手术怎么还没有进行？林志豪看似面无表情，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此刻的他已经在生气了。志豪，孤儿院里那个叫吴桐的女孩不见了，根据调查，她在我们派去接她的人到来之前，被同为孤儿院的吴清突然接走，之后2人便不知去向。林志豪听着解释，但他这不是他想听到的答案。这些我都知道，难道这么多天了都找不到2个小崽子？美妇人不敢继续说话。林志豪看向床上闭着眼睛似乎在睡觉的女儿。林月此刻正在游戏之中，若非轮回出现转移他的注意力，他要时刻活在痛苦之中。但是这种情况不能继续拖了。林志豪再次开口，告诉王磊，3天内找到那个女孩并带过来，奖金1亿，若完不成就让他以死谢罪吧。美妇人默默点头。王磊能参与这等机密，是林志豪的心腹人物，林志豪能让他以死谢罪，证明林志豪已经动了真怒。第39章，山下的火并。阴暗的洞穴中，吴清睁开双眼，冥想终于也2级了。冥想就算回满法力和血量，也可以继续使用。虽然满状态没有回复效果，但能不停地提升熟练度。他这几天每天都至少有8个小时在游戏里练习冥想，再加上提升到稀有级的后天天赋顿悟，终于将这个技能练到了2级。前期技能提升还算容易，越往后越难，升到2级后，
冥想的回复效果变成每秒各恢复 0.2， 若某一项回满，则另一项双倍回复，效果翻了1倍。但是1个小时也就是恢复720，吴清没拦，那么血量双倍回复就是1440。但他如今血量高达9055，想要回满，需要的时间太久。不仅是冥想升到2级，在甘地和顿悟的共同帮助下，龙之力也升到2级，效果提升为龙之力加持身体，效果持续期间，每次普攻都将对敌人造成 130% 攻击，持续15秒，冷却40秒。加成提升了 10%， 持续时间提升了5秒，但冷却时间也变长了。另外，阴煞琉璃在持续杀戮中升级为黑色品质装备，其效果为阴煞琉璃黑色品质护身符，特殊宝物类，受到致命攻击时将免疫此次伤害，免疫上限为4阶攻击，并将你传送到200米外随机位置，3秒内可主动传送回原位置，冷却时间 18H。 击杀单位可吸收死气，使阴煞琉璃成长。起身搬开堵住洞穴的石头，吼！刚将石头搬开，便有腥风扑面而来，一头口中长着一对巨大獠牙的黑熊扑了过来，是重新刷新出来的剑齿熊。太极架负129，项链上幽光闪动，龙之力和潜能激发同时开启，战锤悍然砸下，负4971。这剑齿熊力量不如他，被他一锤砸得噔噔噔后退好几步。这熊被他一招砸懵逼了，他不是活死人那种只知道向前冲的怪物，明知不敌便撒丫子向远处跑去。吴清快步追上，超强的肉身属性让他的速度也很快，杀掉这头大熊后却并没有爆出什么好东西。信步向外走去，山下遇到的怪物倒是比较少，可是走了一段距离后，他隐约听到远处传来打斗的声音，悄悄凑过去，他躲在一株大树后向战斗发生的地方看去，是一伙强盗与一支走镖队伍的战斗，不知双方是有仇还是怎地。此刻地上已经躺了一大片尸体，但他们兀自死斗，不肯撤退。强盗一方大概有30多人，镖师一方则有10几人，但是现在双方竟已经拼死了80%人手，强盗只剩下6人，而镖师只剩下3人。强盗无非求财，镖师亦是如此。按理说他们不会拼到这个程度，无论镖师护送的东西有多么宝贵，也很少有宁愿全军覆没也去保护货物的。强盗就更是如此了，损失如此之大，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这场战斗必有自己所不知道的内幕。躲在树后的吴清正在思索其中蹊跷之处，便见一名镖师忽然斩出一道强横的刀气，刀气将一名强盗斩成2半，可这刀气于事不减，径直将他藏身的这棵大树也给砍断。好强！吴清心惊，刀气劈来太快，他完全没有躲避的时间。太极架抱球于胸前，气流流转周身，这道刀气将他藏身的大树砍断后，被他身上这层气流带着旋转一圈后，又反击向原先的方向，但却只是击出3米距离，劲气便已消散。浑身是血的镖师和伤痕累累的强盗忽然看到树后有人，双方十分默契的一起停手。吴清有些尴尬，观战被人发现，结果人家不打了。你们继续，不要在意我。他摊了摊手，表示自己只是路过，但火并的双方却不会这么想。黑风寨办事，小子滚远点！那手持大刀的蒙面强盗虽然伤痕累累，但说话语气依旧中气十足。他朝吴清大喝一声，让他们滚蛋。吴清尝试查看此人信息，黑风寨3当家周翔 BOSS， 等级 LV29， 血量3413， 59824，攻击1980，防御1792，法强257，精神抗性259，移速112。技能横练无极，劈山斩。卧槽！吴清眼睛都眯了起来，竟然是个 BOSS。虽然这货已经残血，但其防御远比自己的攻击要高，完全无法破防。山脚下遇到这种等级的 BOSS， 还让不让人活？但是能和这样 BOSS 打成这个局面的镖师众人，岂不是也很强？下意识去查看那个为首的镖师张远山 BOSS， 等级血量8279， 121573，攻击2850，防御2273。技能好家伙，看不到等级，看不到技能，属性也只能看到血量、攻击和防御。刚入2阶的新人张远山一眼就看出吴清的实力，但是吴清给他的感觉很奇怪，他能从吴清肉体上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对于他来说自然微不足道，但是对于吴清这个等级来说却极为惊人。可是同时他又感觉吴清的精神力弱到微不可察，就仿佛他完全没有精神力一样。世界上怎会有如此奇人？但是他忽然想到，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机会。少侠，能否拜托你将我家小姐送进山阳县内，并交给山阳县令杨默？一份虚幻卷轴忽然出现在吴清眼前，那是天道契约。张远山向伐木工发布任务，任务目标
把江妙龄安全送到山阳县内，并交给山阳县县令杨默。任务奖励：蓝色品质功法日影自在经。江妙龄，原来他们护送的是人吗？吴清看到蓝色品质功法，便知道面前这场战斗的内幕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更大。这时候他忽然想到，自己观战时，这个张远山以一敌二，虽然周翔是那个二里的一个，但他却是辅助攻击，真正负责攻击的是另一名身材相对瘦小的黑衣蒙面人。他去查看那人信息：胡轩 ，Boss， 等级。血量4792-78453，攻击3356，防御1653。技能又是一大串问号。如此说来，那个所谓的黑风寨三当家周翔，反而不是这些强盗的领导者，这个蒙面人才是。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但他没有太多思索的时间。这些强盗既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都没有退走，就说明他们对张远山护送的东西有必杀或必得之心。或许必杀的是那个叫做江妙龄的人，或许是轿子里的某样物品。无论哪样，他们都不会轻易放自己离去。小子找死！周翔见吴清犹豫，也懒得管他是否真的会接下任务，还是直接杀掉比较好。第40章套装部件。张远山见周翔要杀吴清，急忙阻挡。他实力更高，周翔一人不是他的对手，被一击击退。少侠觉得报酬不够，还是怕这群盗贼。放心，我们能挡住他们，你尽管带着江小姐走。张远山见吴清迟疑，以为他贪心或是惧怕，但现在场上形势危急，他也不能拖得太久。没办法，一咬牙便又多付出了一些。少侠如此可好？一语未落，吴清便见任务奖励变了。任务奖励：蓝色品质功法日影自在经，青色品质战靴流云履。流云履。吴清赶忙再次查看一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流云履是青色品质套装中的一件，集齐之后能激活套装效果。石流盾。石流盾错乱自身所在时间，进入3秒不可选取状态。开启石流盾后，自己的时间将与整个时间不同步，哪怕明明看到自己的身形和位置，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攻击到。只有自己攻击到敌人的瞬间，时间才会重新归位，但是一击之后，时间会再次错乱。这个状态能够持续3秒。3秒看似很短，但很多时候无论进攻还是保命都很有用。可惜流云套装太过难得，没想到今天刚出新手村就遇到了其中一件。怎么还不够吗？张远山见他依旧踌躇，有些不悦。这些东西已经足够珍贵，少年你要知足。他这一声大喝，令吴清从震惊中清醒过来，连忙接下任务。张远山见天道契约生效，也松了口气。他将手中缰绳丢给吴清，与身边其余2人奋力向胡轩等人攻去。少侠快走！吴清接过缰绳，一跃跳上被张远山护在身后的马车上，缰绳抽下，这匹拉车的司风兽4蹄踏动，奋力奔跑起来。司风兽形状如马，身上有青色的风纹样条纹，口中虽有利齿，但攻击力并不算强。唯二的优势便是速度和耐力，而这匹司风兽只有12级而已。这里已经距离山阳县不远，野怪最弱也有10级，若遇到野怪，司风兽不是对手。吴清坐在马背上，单手提起人骨战锤，若有野怪窜出，借着司风兽的冲击力，他挥舞战锤威力更强。咚！人骨战锤砸在一头凶牙兔的脑袋上，一锤子秒杀。身后的战斗声越来越小，但他不敢大意，那些人太强，他要尽快进入山阳县中，只要进入县城，将这个马车里的人交给山阳县县令，就算那些强盗追来也无所谓了。驾！马鞭抽下，让司风兽跑得更快一些。又一锤子解决一头野怪，他忽然想到什么，转身将车帘掀开，向里面看去。他不关心车子里是什么人，也不关心是男是女，但是他的任务是将人送到山阳县。可是如果马车里没人呢？也许那个什么张远山用了疑兵之计，车子里根本不是江妙龄。为了骗过胡轩，他见到自己后更是设计出一副托付的模样。胡轩是否被骗，他不关心，他关心的是自己。如果车里没人，他不仅拿不到奖励，甚至还要平白多了几个强大的仇家。胡轩的身份不详，可单是黑风寨就不好惹。天道契约虽然能约束双方，但是这份契约中可没有说江妙龄就在马车里。掀开车帘，看到里面有一名少女拘谨地坐在那里，看到吴清掀开帘子看进来，眼神还有些躲闪。你是江妙龄？吴清直接询问。少女轻轻点头，但是一面之词，吴清可不会相信。他直接丢过去一个天道契约，在少女面前签订契约。啊！少女明显有些不知所措，查看天道契约的内容。伐木工向江妙龄发布任务，任务目标：江妙龄承诺自己就是张远山口中所说需要护送到山阳县县令面前的江妙龄。任务奖励：被伐木工安全护送到山阳县县令面前。任务惩罚：
被遗弃。天道契约并非仅局限于 NPC 与玩家之间 ，NPC 与 NPC 之间，玩家与玩家之间也可以使用，这是最好的保证信誉的方法。少女看着眼前的天道契约，迟迟没有接受。吴清察觉不对，厉声喝问道：“你不是江妙玲？”少女眼圈发红，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她被吴清这副姿态吓住，又担心被抛弃在这荒郊野岭。我……她半天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吴清怒道：“你到底是谁？”恐怖的人骨战锤指着他，吓得他向后蜷缩身体。但马车就这么大，他又能逃到哪里？对不起，我不是江妙玲。狗日的，敢骗老子！吴清暗骂一声，自己前世可是最强大脑，竟然这么容易就被人骗了。是因为天宇咒符的关系，逐渐莽习惯了吗？还是当时听到流云套装时，脑子不太清醒？但他来不及检讨自己，一柄利刃忽然在自己眼前出现，并抹在了他的脖子上。咻！吴清身影消失，出现在200米外，是阴煞流离的效果发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阴煞流离，那个男人一招就能秒了自己。他看到马车碎裂，那个叫做胡轩的蒙面男人看到因马车碎裂而滚到路上受伤的少女，惊愕了片刻。但吴清没死，却更令他感到惊愕。好小子竟然没死！他冷笑一声，身体急速向吴清冲来。喂，这个女人不是江妙玲，你追杀我干嘛？吴清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想要呼喊让他停手。虽然自己是玩家死了可以复活，但他还没有走到山阳县，一旦这时候死亡，再次复活还会在黑石村里，还需要再翻越一遍黑石山。但他不能再浪费3天时间，现实里的他和吴桐也面临着生死危机。从胡轩看到少女而没有杀她可知，这个强盗不，他大概率是杀手。他已经知道自己追错了人，但为何还非要追着吴清不放？没时间思考这些，脖子上幽光闪过，因为遭到攻击的关系，活死人的诅咒已经降临到胡轩身上，这也让吴清能够补胡轩的位置。第41章极限反杀。胡轩身影倏然消失，这是使用了某种加速技能。从胡轩的打斗方式就能看出他是敏捷型选手，敏捷至少100以上，移动速度至少每秒150米，再加上加速技能，吴清只感觉胡轩嗖的一下就消失了。瞳孔中一柄利刃猛然放大，同时吴清也看到了胡轩的血量132978453，有机会！吴清双眼睁大，精神前所未有的集中。太极架，那柄利刃在击中他的前0.01秒，吴清终于使出太极架，砰！负43434，周身气流化解胡轩的攻击，并反击到胡轩身上。此人是敏捷型，自身攻击远高于自身防御，何况他这一刀还使用了某种技能，被太极架反弹伤害，胡轩的血量瞬间清空，他的尸体倒在地上。吴清松了口气，还好有活死人的诅咒以及太极架。太极架算是白色品质技能里难得的上品，相当于半分钟一次的绝对防御。若敌人是刺客，只要时机拿捏得到位，还有机会将敌人直接反死。但刺客类型通常会主加敏捷，移动速度、攻击速度和神经反应速度都是极强。强大的刺客甚至能在即将攻击到对手的刹那间收手，让这一次太极架失效，而后再继续攻击。因此，初期的玩家们以为太极架是坦克类玩家的神技，可是随着他们对游戏理解加深，发现刺客类的玩家更适合这个技能。当大家实力都比较强了之后，想要让这个技能生效并出现反击的效果，就要拼反应。太极架虽然有 0.5 秒持续时间，升级起来之后持续时间会更长，但是想要发挥其反伤能力，就得在最后那 0.00001 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使用出来。两个刺客对拼，谁能成功用出太极架并成功反伤到对方，就有可能直接将对方反死。对于坦克玩家而言，这个技能反而有些鸡肋。所以说，虽然白色品质技能升级难度堪比金色品质，但太极架升级并不加伤害，加的是持续时间。但对于高敏捷玩家而言，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但也不是说这个技能等级提升上来完全没用，毕竟这也算是另类的绝对防御了，只是在使用太极架时无法有其他动作罢了。在危急关头使用此招，可以拖延到队友支援，或者拖延到自己关键性技能冷却完成。走上前查看胡轩爆出的物品 ，BOSS 级 NPC， 而且至少30级，属于4阶强者。自己越2阶击杀，爆出的东西应该不差。不过经验值就没有太多了，毕竟他只是完成最后一击，大部分伤害不是自己打的。胡轩尸体旁留下一柄短刀和一本技能书，短刀便是他自己的战斗武器，这是一柄青色品质的武器。湖光，青色品质武器，攻击加1314，锋锐加520，使用限制力量大于75，体质大于50，敏捷大于100。卧槽，极品啊！吴清感叹，怪不得这货爆发那么高，
自己打自己还能爆出4万多的伤害，打其他同级别刺客估计也是这个伤害，也怪不得一刀就能把阴煞琉璃的保命被动砍出来。吴清的防御挨这一刀，估计至少得爆好几10万伤害吧。这把刀没有任何其他属性加成，只有攻击和锋锐，但这基础的属性却加的极多。这个数值在青色品质武器里已经算得上极品，只可惜自己用不了。如今他体质和力量都符合要求，但敏捷远远不够，他的敏捷现在只有23把了。不过这件装备自己就算不用，卖掉也能获得大量金钱。另一件技能书也是刺客类的，暗影风行咒 LV1， 青色品质技能，以暗影之力和风之力加持身体，提升100%移动速度，下一次攻击造成200%攻击伤害，持续5秒，冷却30秒，消耗920法力。除此之外，这货就仅仅爆出了2枚银币，让吴清大呼穷逼。将装备技能收起来，他起身走到那名女孩面前。女孩姿容秀丽，满脸泪痕，看着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但吴清丝毫不为所动，将人骨战锤轻轻地放在他脑门上，正要开口，却听这女孩大喊道：“不要杀我！我知道真正的江妙玲在什么地方。”咦？吴清笑了，他喜欢怕死的人。虽然张远山骗了自己，虽然胡轩追过来大概率代表着张远山已死，但天道契约依旧存在。也就是说，只要他找到真正的江妙玲，将其送入山阳县并交给县令，这份契约的内容依旧还可以完成。反正契约内容和张远山的生死也没什么关系，任务奖励也在契约形成时被天道收走。对于流云套装，他还是很眼馋的。当然，蓝色品质的功法其实也不错，挂机修炼效率还是挺好的。这个品质的功法是其他玩家在前期几乎得不到的品质。好，吴清笑道：“你很聪明，我喜欢聪明人。说吧，你们是谁？有什么目的？那些强盗为什么要劫杀你们？还有江妙玲是谁？”他一连问出许多问题，却并未将人骨战锤从这女孩头顶移开，毕竟害怕才会说实话嘛。少女恐惧地向上瞟了眼挨着自己头皮的骷髅状战锤，她小脸一垮，带着哭腔道：“大哥，能先把这东西放下来吗？”吴清依旧笑嘻嘻地说道：“你头发乱了，我给你梳头。”说着还真拿人骨战锤在这少女头上摩擦了2下，吓得这女孩一动也不敢动。无奈之下，她只能开始解答吴清的问题。你知道九华郡江家吗？他并未直接解答，反而是先问了吴清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若是询问其他玩家，他们定然不懂，但吴清有前世经验，知道华阳国内的许多大势力。这江家是九华郡大家族，九华郡在华阳国最南端，与南方苍兰国毗邻。九华郡江家便世代担任镇南大将军，镇守南方国门。但是当玩家们接触到华阳国的大势力时，江家却已在多年前被抄家灭族。若非吴清是为林氏集团分析情报的人，他也不会知道这件游戏中的往事。第42章江家往事。如今再联想到任务目标中的江妙玲，难道他们就是江家人？怪不得他们遭到劫杀，那些强盗恐怕除了黑风寨的3当家之外，其他都是从国都追杀出来的杀手吧。九华郡江家世代镇守南疆，华阳国内谁人不知？他对江家强者娓娓道来，既然这少女疑似江家人，那就顺手夸一下九华江氏。少女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又继续说道：前不久的南疆战事中，镇南军情报泄露遭到伏击，几乎全军覆没。但九华郡那几个大家族却勾结苍兰，趁着江家家主重伤之际，带人围困江府。江家家主拼死抵抗，悄悄让其亲卫护送其女江妙玲逃走。那几大家族一路追杀，双方死伤都很大。后来为了让江妙玲能够安全逃走，他们便让我伪装成她在路上显露踪迹，而他则由另一队护卫悄悄前往山阳县。吴清大致明白了事发经过，无非是为利益而争斗的戏码，他不怎么感兴趣。但是既然你不是江妙玲，那你又是谁？少女沉吟片刻，感到头顶战锤的分量忽然加重了几分，慌忙答道：我叫江妙薇。江妙薇，吴清在心中默念这个名字，听起来和江妙玲是姐妹。果然，江妙薇继续说道：我是她的姐姐。所以你现在打算出卖妹妹？吴清觉得有趣，大南陵头各自飞，倒也很符合这些大家族的特点。但江妙薇眸子里却闪过一抹仇恨的目光。我才是江家嫡女，那个杂种是私生女。不，她连私生女也都不是，只是一个霸占了我身份的贱人。看她咬牙切齿的模样，吴清更好奇他们之间的关系了，用人骨战锤在江妙薇脑门上轻轻摩擦2下，继续说。感受着头顶骷髅的动静，满眼都是仇恨的少女再次怯生生地望向吴清。哥哥，能把你的棒子放下来吗？我怕。他声音婉转动听，故意表现出娇滴滴的模样，惹人怜爱，甚至还将香肩半露，那白皙而娇嫩的肌肤能牵动每一个男人的心神。
但吴清却不为所动。放心，我只蹭蹭。江妙薇一直被人骨战锤压着脑门，让他有些崩溃，但他不敢违背吴清的命令，只好继续述说自己的遭遇。我幼年时，有一天忽然有一个极漂亮的女人送来一个小女孩，我爹把她养在家里，并让我喊她妹妹。那时候我还不在意，多了个玩伴也挺好。可是没过多久，那个女人忽然说这个女孩是我爹的私生子，还说可以验血。验血的结果，她真的是我爹的血肉。本来到这里也还好，我多了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而已。但是我爹不知从哪儿听到，说我娘不贞，说我是野种，他拉着我也验血。验血的结果，我真的不是我爹的骨肉。我和我娘惶恐不已，我娘百口莫辩，被生生逼死，我也被他们囚禁虐待，直至今日。我爹本想杀我，是那个贱人母女向我爹求情，方才让我活了下来。他说话间声泪俱下，但吴清却冷冷说道：你娘出轨，你被他拖累罢了，何况人家还为你求情，已经仁至义尽。但这一直哭泣的女孩却忽然情绪激动地大喊道：不，我娘没有出轨，是他，是那个贱人，他偷走了我的人生。行了，吴清放在他头顶的人骨战锤又轻轻摩擦了两下，告诉我他在哪儿，你们的恩怨你们自己解决。他一直在移动，我带你去。他没有直接说江妙薇的下落，吴清以为他是怕说出来之后自己杀了他，所以才会如此，便说道：放心，你直接说，我不杀你，或者我们可以签订天道契约。你告诉我位置，我将你也安全送到山阳县。但江妙薇却摇了摇头，他真的在移动，我没有骗你。见吴清不信，他只好说出理由：你刚刚肯定不信我说的话，觉得是我娘出轨，所以我活该被他们欺负，是不是？不用吴清说话，他就能从吴清眼神中看到答案，苦笑一声：的确，我爹也不信，所以他认为没将我一起杀了已经是一件仁慈的事情。但他不知道，那个贱人在刚刚来到我们家时，曾经偷偷对我施展邪术。那段回忆让他眸子里闪过疯狂之色。当年那个他觉得可爱又粘人的小妹妹趴在他身边撒娇：姐姐，好羡慕你，如果我是你就好了。那时的他还天真的回答道：我也拿你当妹妹啊，爹爹也很喜欢你，你就和我一样呀。但那女孩却说道：姐姐，如果我想感受一下你的人生，你愿意吗？彼时的江妙薇压根没有多想，便笑道：愿意啊，你现在就在感受我的人生吗？结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便是某种邪术的生效仪式，而江妙玲脖子上挂着的一个奇特形状吊坠，便是催促邪术生成的关键道具。从那一刻开始，他的血脉与江妙玲互换。第二天，那个女人便对江子晨说江妙玲是她的女儿，并且还通过了血脉验证。没过多久，就有谣言称江妙薇的母亲出轨，江妙薇其实不是江子晨的女儿。江子晨不信，可血脉验证却证明江妙薇真的不是江子晨的女儿。这令江子晨勃然大怒，其原配夫人不信，但血脉验证从未出错，任他如何争辩都没有用处，最后一怒之下自尽而死。江子晨原本想将江妙薇这个野种也杀掉，但却被江妙玲和其母亲劝住。江子晨以为他们仁慈，殊不知邪术并非毫无破绽，两人血脉互换后，一旦有一人死亡，另一人的血脉就会重新变回去。以防露馅，所以江妙玲母女才保住江妙薇的性命。初时江妙薇也以为是自己母亲出轨，还曾感谢江妙玲母女大度。直到某天，她无意中发现邪术的秘密，她将邪术的事情告诉父亲江子晨，但这种邪术太过罕见，江子晨也怒斥他恩将仇报，还想编故事来离间他们夫妻父女。第43章江妙薇的任务。也就在我发现邪术秘密后不久，我发现自己竟然能随时感知到那个贱人的位置。江妙薇的故事讲完了，吴清却有种过剧情的感觉。从江妙薇的讲述中，这女孩很可怜，但是她早已放下助人情节，选择尊重他人命运，除非有好处。何况这只是江妙薇一面之词，也有可能是编的故事。她现在只关心自己的流云套装部件以及蓝色品质功法是否能够得到。附近便有藤蔓，他扯下来几根，把江妙薇五花大绑。只是这捆绑的方式让少女感到有些羞耻。但迎上吴清那冰冷的目光，他又将剩下的话咽了下去，一把拽起藤蔓，把少女背在背上，指路。他还考虑过是否要先回去看看张远山等人是否死绝，或许他们身上还爆出了些好东西，那胡轩未曾拿走。但是盗贼里有一人是黑风寨的三当家，黑风寨离这里并不算太远，一旦回去遇上黑风寨的人就糟糕了。在江妙薇的指引下，他快速奔跑。如今他的力量高达109，背着一名身材娇弱的少女完全不费力。78的移动速度也不算慢，哪怕路上遇到野怪，他也能在战斗的时候保护江妙薇不受伤。5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看到一支伪装成行商的车队，但吴清并未直接冲过去，反而停下脚步。你怎么停下来了？那个车子里就是江妙玲，
你想要完成张远山的任务，就得接近他。背上被藤蔓五花大绑的江妙玲疑惑，已经到眼前了。吴清为何会突然停下脚步？那支车队的实力如何？吴清问出最重要的问题。连江妙玲都有张远山那种实力的强者护卫，江妙威身边的强者也许更多。万一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将自己砍死，那就糟了。江妙威也想明白他问出这话的意思，想了想便说道：实力不如张远山，最强的也只是27级而已。27级那也很强。吴清依旧不能大意，他现在不过14级罢了。你这样很难接近江妙玲。江妙威将脑袋搭在他肩膀上，在他耳边吹了口气，让他耳朵有种酥酥麻麻的感觉。我有办法让你完成张远山的任务，想不想听？吴清偏了偏头，有话就说，别离我这么近。感觉到吴清嫌弃的模样，江妙威有些幽怨。我虽然不被江家人待见，但在我们九华郡也算美女好吗？你怎么这么不耐烦？但吴清充耳不闻，打断他的委屈，说你的方法。叹了口气，他说道：但我有个条件。这话一出，虽然看不到吴清的脸，他也能想象到这个青年又皱眉了，忙说道：别忙着拒绝，听我说完。我能让你接近江妙玲，完成张远山的任务，但我要你在完成任务后杀掉江妙玲。还有，你不是想要流云套装吗？我有流云剑。说罢，一张虚幻的卷轴出现在吴清面前，又是天道契约，也就是江妙威向他发布任务了。江妙威向伐木工发布任务，任务目标：保护江妙威的安全1个月，并在完成张远山任务后的1个月内杀掉江妙玲。任务奖励：流云剑。是否接取？他真的有。吴清还来不及疑惑，便见契约已经生成。你不怕我直接抢？他可不觉得自己给江妙威留下了什么好印象，再加上人徒称号赋予的凶相，江妙威不可能信任自己。江妙威神情有些落寞。流云戒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封存于一处特殊空间内，那空间与我心脉相连，只要我不给，就算你杀掉我，你也拿不到。这个女人还真是拿捏住自己的需求了。既然天道契约生成，那就代表任务奖励是真的，江妙威真的有流云戒。他不打算去赌江妙威所谓特殊空间的说法是否正确，他的确想要得到流云戒。接取任务。将任务接取，背后的少女脸上也露出笑容。你先把我放开，这个样子他们是不会信的。吴清将他放下，解开捆绑他的藤蔓，然后呢？少女在他耳边轻声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吴清诧异地看着他，你对自己真狠。而后他举起战锤，一锤子砸在江妙威的背上，少女口吐鲜血，立刻晕厥过去。将他背在背上，吴清朝着前方车队快步跑去。前面的商队等等。他装作气喘吁吁的模样，大声呼喊江妙玲的车队。这些人一直在躲避追杀，听到吴清的呼喊，立刻紧张起来。护卫的首领正要上前驱逐吴清，忽然看到吴清背上的人有些眼熟。你好，我的同伴身受重伤，有疗伤药吗？我可以买。他将背上晕厥的江妙威转移到前面。那护卫看到江妙威的脸后，面色一变，连忙回去告诉队长。那个杂种。队长眉头皱起，轻轻敲了几下车厢。车帘放下，一名少女从车窗中露头。李哥怎么了？他虽然穿着布衣，天生丽质依旧难以掩盖，语音温柔，听得这名护卫心头火热。但他还是将见到江妙威的事情告诉江妙玲。姐姐。江妙玲表面上一直对江妙威很好，甚至还屡次对其他护卫与奴仆说江妙威就是他的姐姐。他沉思道，若江妙威死亡，自己就无法得到皇室的那个名额，而且他一个人重伤来到这里，说明张远山已死，不知那些人有没有继续追来。想到这里，他脸上立刻露出焦急的模样。快把姐姐带过来。可是那护卫欲言又止。江妙玲道：怎么了？护卫道：一个陌生的青年背着他，不知道和他是什么关系。那个青年是什么实力？江妙玲询问道。护卫答道：一阶，但感觉肉身比寻常一阶强，应该是走的炼体流。车队已经停下，江妙玲从车厢中走出，随护卫来到吴清面前。他只是大致瞥了眼吴清，感觉威胁不大，便去看被吴清抱在怀里的江妙威。第44章，任务完成。姐姐，你怎么伤得这么重？江妙玲惊呼一声，那种关怀而心痛的模样，在外人看来，定然以为她与江妙威姊妹情深。快，送我姐姐上车里，我要给姐姐疗伤。说着，便要从吴清手中接过江妙威，但吴清却没有撒手。江妙玲怒道：放手！吴清道：你是江妙玲什么人？这一句问话让江妙玲大脑宕机了一瞬，她正要说自己才是江妙玲，但转念一想，便大致明白了事情缘由。我是她妹妹江妙威，你是谁？她没有说自己便是江妙玲，而是默认了吴清的说法。吴清大喜道：你们是姐妹？太好了！他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我路上遇到一群人被盗贼劫杀，
一个叫张远山的人把他托付给我，让我带他去山阳县，并将他交给山阳县令。既然你是他的妹妹，那就太好了，快救救他吧，他受了重伤，快不行了。话是这么说，但他依旧不肯放手。江妙玲疑惑道：你不放手，我怎么救他？吴清望向江妙薇的眸子里满是柔情，并将怀中少女抱得更紧。不，那只是你一面之词，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他的姐妹？何况你们长得也不像，我要看着你治疗。那侍卫踏前一步，怒斥道：放肆！我九华江氏大小姐岂会骗你？把人放下，你可以走了。他也想明白吴清为何把怀里的江妙薇称为江妙玲了，想必是张远山用这种方法让追杀他们的人更加确信江妙玲被张远山保护着，以给他们逃跑的时间。但他不明白自家大小姐江妙玲为何如此维护这个被江家上下唾弃的杂种女人。他伸手就要从吴清怀里抢走江妙薇，但吴清却死死护住江妙薇，不让她被人抢走，脸上那憨憨的表情像极了为爱情而死的舔狗。江妙玲眸中光晕闪动，似乎发现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连忙阻止护卫的驱赶，对吴清道：谢谢你如此护着我姐姐，既然如此，你和我一起到车上吧。大小姐，护卫不解，想要阻拦，但被江妙玲一个眼神便闭上了嘴巴。吴清毫不关心他们眉来眼去，眼中似乎只有怀里重伤的少女，但心中却在暗笑。江妙薇算计得挺准啊，江妙玲真的让我带她上车了。车厢内虽装饰普通，却有少女幽香萦绕鼻尖。因为要载着江妙玲长途跋涉的关系，车子很大，里面还有一张小床。吴清把江妙薇轻轻放在床上，昏迷中的女孩似乎随时有丧命的风险。常年被江氏上下虐待，江妙玲没有任何修炼资源，至今也只是普通人而已。吴清不过轻轻一锤，依旧令她性命垂危。江妙玲手上凝聚出一枚水球，洒在江妙薇身上，水球并未将女孩衣服浸透，反而渗透进她肌肤之中。这团水球中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是很不错的治疗类技能。但是吴清却发现其中不同之处，散发着浓郁生命气息的水球中却暗藏着一点紫色光晕。这点紫色光晕极为浅薄，几乎完全被生命气息所掩盖。若非吴清前世便是主修法术的大佬，他也察觉不到这点异常。心中暗道：江妙薇猜得没错，江妙玲会救他，但不会让他醒来。而且这江妙玲的法术控制能力好强，将一种技能融合进另一种技能中，却几乎完全不露出端倪，至少他在水系法术上有着极高的天赋。江妙玲融入生命水球中的那点紫色，拥有将人麻痹的作用。虽然它凝聚的量很少，但江妙薇只是普通人，足以让其醒不来。在江妙玲法术加持下，江妙薇身上的伤势在快速痊愈，呼吸也越发平稳了下来，但是却始终没有清醒。太好了，伤势愈合了。吴清依旧一副憨憨的模样，但是短暂喜悦过后又疑惑道：但是他为什么没有醒过来啊？他满眼的真诚和关怀完全没有引起江妙玲的怀疑。女孩也露出忧虑之色，可能之前伤势太重，现在需要睡眠吧。放心，我的治疗法术很强，姐姐过2天就能醒过来。是这样吗？吴清松了一口气，注意力却依旧在江妙薇的身上，看着那一张因为伤势恢复而重新出现红润之色的俏脸，他的眼神吃了。江妙玲眼角余光一直注意着吴清的反应，看到这里，他更加确信自己心中的计划。这位小哥，不知你叫什么名字？治疗完江妙薇后，江妙玲与吴清攀谈了起来。吴清道：我只是一个伐木工，他们都叫我伐木工，你也叫我伐木工就好。伐木工？江妙玲觉得这肯定不是真名，这个人不想告诉我真名，他有其他目的。他有了这个想法，再看吴清时的目光又不一样了，但吴清的目光却只在昏睡中的江妙薇身上，这又让江妙玲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应该不会说谎。他心中念头反复闪过，又询问起吴清与张远山等人相遇的细节。关于这点，吴清把自己遇到张远山等人的经历稍加修改，没有提任务的事情，而是让江妙玲以为他在看到江妙薇的容貌时便为其容颜倾慕，自愿带她逃跑。都怪我没有保护好江小姐，有一个土匪追了过来，我和他战斗，让江小姐受到波及，这才重伤，都是我不好。车外逐渐热闹了起来，说明他们已经距离山阳县很近。江妙玲没有驱赶吴清离开车子，当他们进入山阳县时，山阳县县令竟然亲自在这里迎接他们，看来是有人提前进城通知杨默。随着江妙玲下车与杨默相见，张远山向吴清托付的任务也同时完成。叮，你已完成张远山的委托，任务奖励已下发至你随身包裹之中，请查收。任务完成，吴清去看随身包裹，果然看到一本散发着淡淡蓝光的功法书，以及一件有着青色光晕的战靴。果然这样也能完成任务。第45章购买灵草。日影自在经，蓝色品质功法。效果1，运行此功法每分钟获得16点经验值。效果2，装配此功法
火系技能威力提升 50%。流云履青色品质战靴，效果1，敏捷加30%，移动速度提升 20%。效果2，每累计移动100米距离恢复1点生命值。使用限制：基础敏捷大于等于70。流云履的属性很好，可惜敏捷必须大于70才能使用，他如今敏捷23罢了。他在思考要不要将属性点加一些在敏捷上。只要敏捷合格，70点敏捷加上流云履提供的30便是100，那么他的移动速度便是170米每秒。流云履还能使移速额外提升 20%， 那就是204米每秒。只要跑起来，就相当于每秒额外恢复 2.04 生命值。这个回复量对于高敏捷的玩家来说极其可观。此刻江妙玲在杨默的带领下前往县衙，车子停在县衙门前，江妙玲让吴清下来，并介绍给杨默，这位是救下我姐姐的英雄，麻烦杨大人也能为他安排一个房间。杨默不知与江家是什么关系，竟然对江妙玲如此尊重，就连面对江妙玲介绍的吴清也都给予一副笑脸。少年英雄果然仪表非凡。他伸手到吴清面前，其手上有2枚银币，些许薄礼，请少侠笑纳。吴清也不客气，白捡的钱不要白不要。他将银币收起，也对杨默拱手道谢。而后杨默对身边一人说道：“带这位少侠去春香别院。”但吴清摇了摇头，回身看了眼车子，表情坚决地说道：“不，江小姐还没醒，我要守着她。”江妙玲笑道：“我和姐姐也会住在春香别院，你先过去，随时可以见到我姐姐。”听他如此说，吴清方才不情不愿地哦了一声，并跟随那名管家模样的人前往杨默口中的春香别院。待他们走后，江妙玲收起笑容，向杨默问道：“如何？”杨默赞叹：“小姐眼力非凡，此子资质非凡，尤其这肉身有成就圣胎的潜质。当真？”江妙玲听到这话也惊呆了，她通过秘术能看出吴清的不凡，却没想到杨默对吴清的评价却这么高。杨默继续说道：“强大的肉身，但灵魂却极弱，小姐若用那秘法吸气元阳，不仅实力能够突飞猛进，甚至天赋也有可能得到提升。”江妙玲轻轻点头，并嗯了一声。杨默看了眼车厢，又小声问道：“小姐，为何一直留着这个野种？”江妙玲听到这里，眼神冷了下来：“那是我姐姐，你们都不许动她。”杨默低头：“是。”春香别院之中，管家将吴清带到一间颇为豪华的房间之内，又给他一个令牌：“这位公子，用这令牌便能自由出入于春香别院，早晚自有人送来膳食，公子不必担心。”吴清接过令牌，说了声知道了，那管家便离开此地。环顾四周环境，在山阳县中的确是上等房间。这山阳县不算特别富庶，县令杨默不知贪墨了多少民脂民膏，但他不是来当救世主的，还是提升自己的实力最重要。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杀掉江妙玲，拿到流云剑。但是从杨默对江妙玲毕恭毕敬的态度来看，这件事并不容易完成。江家几乎被灭门，家主江子辰生死未卜，在这种情况下，杨默依旧对江妙玲如此恭敬，他们之间恐怕有不为人知的关系。江妙玲不过18级而已，一个主修法术的18级女人，她想要杀掉不难，但是若把江妙玲杀掉，自己恐怕也在山阳县混不下去了，而且也很难把江妙薇救出去。在江妙薇提出这个计划时，双方契约也有所修改，在吴清杀掉江妙玲后，要将她带到安全的地方。走出自己的房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他便走出春香别院，到县城里闲逛。大娘，请问药店在哪里？吴清随便拉住一个大娘问路，随着指引来到一个名为永兴药庄的店铺。哟，客官您要点什么？药铺的小伙计很殷勤地为他讲解自家各类丹药。客官，这是8品回血丹，我们有各种星级，出门在外，这是必不可少的药物。这是补气丹，能够为您回复法力值，我们药铺从9品到7品的都有。这是嗜血丹，能为您提供持续5分钟的 5% 吸血效果。这是解毒丹，这是金枪不倒丸。他将自家药品介绍了一个遍，但吴清大致浏览了一遍后，却并未有购买的意思。客人，这里没有您需要的类型吗？这小伙计也不生气，进了药店，那就是有需求，正常人谁会闲着没事来药店逛？客人，我们家掌柜的有些门道，您尽管说自己的需求，我们都能为您弄来。他说得很自信，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不是县城药铺，而是皇城药铺呢。吴清淡淡开口道：“我要灵草。”听到这话，小伙计有些惊讶：“您是炼丹师？”他上下打量吴清，感觉这个肌肉发达的家伙怎么看也不像是炼丹师，但开门做生意，只要有钱赚就行。他陪笑道：“客人，您需要哪种灵草？需要多少？我们这儿都有。”小伙计口气很大，吴清也不在意他是不是在吹牛，反正自己也不是用来炼丹，最便宜的9品灵草，越多越好。对于这个要求，小伙计从来没有听说过，
如果是炼丹师，定然会指明几种灵草来自己炼制，其有只要最便宜的，还越多越好。这又不是柴火。客人，您这是何意？小伙计这时才有些生气。您若是炼丹师，只要炼制的丹药品质够高，我们家掌柜还能高价聘请你或收购你的丹药。但你这要求，莫不是在戏耍我？但吴清却摸出一枚银币，放在他的面前。先来1银币的。伙计看到银币，这才再次露出笑脸。好嘞，您稍等。说罢，便跑到掌柜的身边禀告此事。第46章，隔壁打架声。很快，小伙计便带来300多株灵草。黑石村里1枚铜币可以买3个包子，而1银币等于1万铜币，可知这1枚银币的购买力有多么夸张。当然，这些灵草也是最次的那种，多是炼制5级以下回血丹的材料。山阳县虽然强者上限比黑石村强，但也有低级别的 NPC 需要低级别的药物。又付出1枚银币，再次购买300多株灵草，搞得小伙计都差点以为他是其他药铺来进货的了。但是他们卖灵草也是要利润的，价格比直接从药农或一些外出冒险的采药人手中购买要昂贵一些，所以其他药铺是不可能花费高额代价从他们这里进货的。收起整整2大麻袋灵草，吴清再次返回春香别院。此刻江妙玲也正坐马车来到这里，看到吴清，还笑着对他打了个招呼。只是吴清从江妙玲的笑容中总感觉到某些不怀好意的意味。做戏做全套，他亲手把江妙薇从车子里抱出来，并放到一间卧室中，痴痴地看了半晌江妙薇沉睡中的脸颊，方才离开。回到自己的屋子中，他立即联系梧桐。梧桐在自己的攻略指引下，等级提升得很快，有自己给予的装备技能，他的战力也不低。但是他的天赋效果至今还没有发挥出来。联系上梧桐后，他立即对其发起交易，将刚刚购买到的所有灵草和蓝色品质功法日影自在经以及青色技能暗影清风咒都一股脑的给梧桐送去。他要提升冥想的等级，所以暂时不需要功法，何况他也没有法力值，功法提升的火系技能威力他也用不上。杨默送给他2枚银币，胡轩爆出过2枚银币，购买灵草花费了他2枚银币，而他传送这些灵草竟然也花费了2枚银币，将近700株低级灵草。也不知道梧桐的天赋能转化出多少体质来。灵一村一名姿容俏丽的少女看着随身包裹中突然出现的700多株灵药，惊呆了。她知道吴清在为自己寻找灵草，但没想到能弄来这么多。和以往的游戏不同，以往的游戏直接点个鼠标就将灵草使用了，但是在轮回中，她是需要一株株亲口嚼碎咽下去的。找了个没人的安全地方，取出一株灵草，她张口将其吞入腹中。哦，好苦！少女险些将这株灵草吐出去。轮回里几乎没有痛觉，但是其他感觉都是有的。可是想到这是吴清辛辛苦苦为他弄来的好东西，他就算咬着牙也得将其全部咽下去。一株株灵草吞入腹中，刚开始他还被苦得小脸皱起，但是逐渐的他也已经习惯这种灵草的苦味。唯一难受的是，这灵草也有饱腹感，让他平坦而光滑的小腹微微隆起。将近700株，他一口气也吃不下。这还是他游戏里还没吃饭饥饿状态下的情况。他任务也不做了，怪物也不打了，就躲在这个安全的角落里吞灵草，一直吃了半天时间，直到下线也只是吃下1/3罢了。青哥说学习功法后可以挂机提升经验值，这个蓝色品质的功法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梧桐轻轻抚摸自己缓缓隆起的小腹，自言自语地拿出日影自在经并选择学习。学习过后，他按照功法的要求盘膝坐好，身体自动开始运行日影自在经，而他本人则下线准备休息。此刻吴清也从游戏中退了出来，看到梧桐睁眼，他询问天赋转化灵草的情况。梧桐道：我吞下了200多株灵草，大概提升22点体质以及22%增益类技能强度。22吗？吴清大致计算了一下，也就是说一株最普通的9品灵草能提升 0.1 左右的体质和增益类技能强度。果然能够无限提升属性的天赋，提升起来都很困难。这是有他这个能1日内引发5次全服公告的竹马养着，才能得到如此多灵草。若是其他普通玩家，哪里有这种财力？但是他忽然想到，梧桐的天赋无法吞噬比自己等级低的灵草，若是让他长时间待在一阶，自己会越来越强，到时候一阶灵草对他来说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如此一来，是否代表着能够让仅仅一阶的梧桐体质提升到万亿？他倒吸一口凉气，轮回不会发生这种 bug 吧？但也值得尝试一下。他以为自己的天赋很好，没想到是为了给梧桐打工。你先不要急着进行升阶任务，我多给你弄点灵草，看看你使用一阶灵草是不是真的没有上限。交代梧桐一声，两人吃完晚饭后洗漱一番，便准备睡觉。就在此时，隔壁房间有嗯嗯啊呀的呻吟传来，伴随着爽到极致的狼叫，让少女小脸疼的就红了。
二人虽然同床共枕，但每日从游戏里退出后都很疲惫。吴清还要计算林氏集团的反应以及规划逃跑路线，因此二人这些天只是相拥而眠，并未更进一步。此刻隔壁传来人类繁衍的战曲，吴清怀抱少女娇躯，嗅着她身上淡淡幽香，鞘中长剑也不自觉挺立起来。吴桐感受到吴清身体的变化，脸颊滚烫，发出嘤嘤轻吟。这声呻吟撩拨得他心里痒痒。二弟战意勃发，急不可耐地想要出征。他急忙用心安抚二弟，纵然二弟天下无敌，也要徐徐图之。忽然，少女如幽兰般吐息吹在他的耳畔：“清哥，如果你憋得难受，我愿意。”他说出这些话已是鼓足莫大的勇气，之后便将琴手深深埋进被子里，在吴清胸膛上像条大蛆一样拱来拱去。这几句话撩拨的吴清二弟更加躁动，浑身血液加速，心跳倏然加快，竟让他大脑缺氧，两眼一黑，昏迷了过去。窝在被子紧靠在他胸膛上的女孩听到他的心跳越来越快，心中羞涩，忽然就感到那根顶着自己小腹的棍子缓缓软了下去。他先是一愣，忙抬头去看，却见吴清已经昏睡了过去。清哥，他这才恍然，吴清有心脏病，在这种强刺激下，心脏跳得太快，直接让大脑宕机了。想到这里，吓得他疼的一下就坐起来了，连忙拉起吴清的手把脉。如果突然心肌梗死就完了。第47章马头山。好在吴桐从小就有为吴清治疗心脏病的想法，因此自学中医并背诵药典，平日里没少拿吴清来把脉，因此对他往日的身体情况了如指掌。此刻再次将小手搭在吴清的脉搏上，细心探听起来。把脉把了好一阵，吴桐方才松了口气，还好只是昏迷了。他跪坐在床上，看着黑暗中昏睡中的吴清，心中为他的病担忧起来。这么一直逃跑，到一个城市就把自己锁在旅馆，游戏时躺在床上，从游戏里出来还要睡觉，继续躺在床上，这样只会让身体越来越差。但是青哥说，以后游戏中的一切都能成为现实，到那时候游戏里的属性也将带到现实里来，病就能自己好了，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还有青哥说的那个能对抗林氏集团的方法，那么一尊庞然大物，凭我们两个普通人能对付的了吗？想了一会儿，自己也没有任何解决方案，看了一会儿昏睡中吴清的脸颊，他缓缓俯下身子，在其唇上轻轻吻了一下，而后嘿嘿一笑，便又躺了回去，把脑袋蒙在被子里，钻进吴清的怀里，这样从隔壁传来的声音会小一些。次日清晨，吴清从睡梦中清醒，感受到怀里娇躯，他又记起昨晚的事情。干，怎么就昏迷过去了？我记得他好像说他愿意，有点记不清了，也有可能是做梦梦到的，他也不敢直接去问。吃过早饭，他们再度上线进入游戏中。吴桐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吞噬灵草，而吴清则要想办法弄到更多钱去购买灵草。山阳县有药铺，自然也有医馆，在这里有机会拜师学习采药术和治疗类技能，自己采药才是花费最低的方式。吴清用身上最后的钱去学习了采药术，但他并不打算自己去寻找灵草，那是最低效的方式，还是赚钱然后直接购买比较方便。学习采药术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日后若遇到珍贵灵草，自己有能力采摘，而不至于错过。回到春香别院，他照例去看望了一下不可能清醒的江妙薇，在江妙玲面前表达了一番自己对江妙薇深切的关怀和爱慕后方才离开这里。在他离开后，一名仆人模样少年走了进来。江妙玲问道：“他这2天出去都做了些什么？”那仆人答道：“回江小姐，这位公子昨日去永兴药铺买了价值2银币的最低级灵草，今日清晨又去医馆学习了采药术。”江妙玲闻言点了点头：“还有吗？”“没有了。”那仆人全程低着头，不敢去看江妙玲，直到江妙玲说了声去吧，他方才低头走出去。房中江妙玲沉思，此人买那么多最低级的灵草做什么？轮回世界属于超凡世界，他们的灵草其实就是拥有药用价值的药草，但凡是能制造个最次的1级回血药的材料，也算是灵草。这种灵草很便宜，就比如蓝星，1斤干草20多块钱，若按株来，这1斤中不知有多少株，因此吴清2个银币才能购买将近700株灵草。但是正常人谁会买这么多低级灵草？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此人是连门都没有入的炼丹师学徒，他要拿这些灵草来练习炼制丹药。可是从仆人的话中可知，吴清只要最便宜的灵草，这就奇了怪了。哪怕是要练习炼丹，也要讲究个配比，怎么可能只要最便宜的？他作为将近3阶的强者，还精通水系法术，家中更是九华郡最大家族江氏，对于炼丹也有所了解。据他所知，市面上最便宜的那几种灵草是好几种不同的低阶丹药的主要材料之一，但这几种材料合在一起，却无法炼制出任何有用的丹药，这就让他更加疑惑了。如果吴清仅仅是购买灵草，他还不觉得奇怪，
也许吴清还是个炼丹师，想要自己炼制丹药就请江妙薇，但这种可能性很低。无论是他的洞察力，还是杨默的看法，吴清的灵魂力量都很弱，这样的人是无法支撑炼丹的。那么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他今日去医馆学习采药术，显然是打算自己去采药。在江妙玲看来，这时候学习采药术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给江妙薇采到珍贵的灵草，帮助她清醒。想不明白，他也就没有继续去想。走出门外，他从一名侍女手中接过一碗滋补汤，端着来到吴清门前，伸手敲了敲门：“伐木工大哥，在吗？”连续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人应答，他便伸手将门推开，确认里面无人后，他悄悄将房门关闭，在床上撒上一些特殊粉末，又用法力在这间屋子里画出一道道肉眼看不见的线。忙完这一切后，他才出去。此刻杨默也刚好回来，他看到江妙玲后连忙行礼：“江小姐。”江妙玲态度很亲和：“杨大人不用多礼，传送阵准备好了吗？”杨默道：“已经向上面申请，只要上面审批通过，且那边放行，这边就能开启。材料也已经从府库中取出。江家世代镇守南疆，江家又几乎全族为国被灭，朝中大震，已经火速从临郡调兵进入九华郡。您申请的事情，应该1周内就能得到批复。”“这就好。对了，那个跟你们一起来的男人，他到县衙接了个剿灭山贼的任务，出城去了。”杨默又说起吴清，不过这个人名字真奇怪，竟然叫伐木工，难道还有姓伐的？剿灭山贼？江妙玲这才恍然，怪不得吴清不在房间中，也许他是想多赚点钱给姐姐买补品吧。不用管他，他既然出城去了，正好我也有时间再布置得更周全一些。可是，杨默疑惑道，他如今不过2阶，肉身天赋虽然令人惊讶，但码头山的山贼非同小可，他若是死了，岂不是浪费？江妙玲却无所谓地说道，死了就代表他没有价值，只要他能活着回来并完成任务，那才证明他真的是我需要的。我这个能力一生使用次数有限，不能浪费。吴清此刻已经离开山阳县，在山阳县中这几日已经打听清楚，山阳县东部码头山是山贼聚集地，那里盘踞着大大小小上百个山贼营寨，就连县衙也很难将其尽数清理掉，因此县衙常年都有对山贼人头的悬赏，以及鼓励武者们剿灭山贼的任务。第48章长弓。目前吴清有2个任务，一个是杀掉江妙玲并将江妙薇安全带走，另一个就是帮吴桐尽量多的收购灵草，以测试其天赋的上限。关于第一个，他目前还没有什么头绪。杀掉江妙玲不难，但江妙玲身边时刻有侍卫保护，自己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杀她。就算将其杀掉，也无法把江妙薇安全带出来。其实送江妙薇到安全的地方并不难，他有灵阳宗的考核令牌，只要让江妙薇使用此令牌，他就能瞬间被传送到灵阳宗。但是，难道要为了他浪费灵阳宗的考核令牌？灵阳宗不弱，其考核令牌的价值也不低，若是杀江妙玲加考核令牌才能换到流云界，就太亏了。而第2个任务，他目前能想到的办法也就是接任务来赚钱。码头山上的山贼虽多，但真正的大山贼在码头山深处，离城较近的这些土匪窝都不算特别强，他有机会将其剿灭。按照官府给的地图一路疾行来到码头山下，这里不仅有土匪，还有各种怪物。一群豹纹猎狗将他包围，在不加点在敏捷上的情况下，他面对这些等级比自己高的野怪时，已经很难全部躲闪。人骨战锤敲在一头豹纹猎狗头上，爆出了3632的伤害。而他在躲开2条豹纹猎狗的攻击后，也被其余猎狗咬在身上各个部位，伤害不高，少的掉血2-3点，多的也不过是掉血10几点罢了。龙之力和潜能激发同时开启，在恢复了10点生命值的同时，身体属性也得到极大提升。人骨战锤再次落在那头豹纹猎狗身上，这一次的伤害达到了4765。崩拳负2722。一头豹纹猎狗已死，在称号人屠的加持下，他被攻击而损失的血量也都被吸血全部吸了回来。一头豹纹猎狗的死亡没有令这群猎狗畏惧，反而嗷呜乱叫着继续向他扑来。太极架。以这群豹纹猎狗的攻击力而言，他不需要使用太极架防御，但是他需要提升太极架的等级。此刻使用这个技能只是为了熟练度罢了。运气不错，触发顿悟，太极架的熟练度额外提升一点。人骨战锤不断地砸过去，现在的他很喜欢这种感觉，不用躲避，不用计算弹道，不用考虑各种变量，一股脑的莽过去就行。只可惜耐力和敏捷不够高，还是影响了他的发挥，得想办法把这2项也都提升上来。那个时候的他才真的能称得上是肉身无敌。这10几头豹纹猎狗在3分钟内被他砸死了10头，野怪也并非无所畏惧，当同伴死亡过多，他们也会害怕，便夹着尾巴向远处逃窜。野狗四散奔逃，他也很难全部追上，只能原地整理自己的战利品。共爆出了2件装备，
一本技能书以及1000多铜币。豹纹长弓，灰色品质长弓，攻击500，使用限制，力量大于15，全威力要求，力量大于20。狗牙剑，灰色品质剑矢，乘15，攻击加30，锋锐加90。疾走，白色品质技能，基础移动速度提升 30%， 持续5秒，冷却30秒。说是2件装备，其实是1件，弓和剑是配套的。但是他对这张弓并不是很满意。远程武器的攻击力是独立计算的，自己的攻击力并不会加成到远程武器上。也就是说，豹纹长弓的500攻击力，指的是将弓弦拉到极致后释放的动能有500。哪怕是神来了，这把弓的最大攻击力也是500。能加强攻击力的只有箭矢。好的箭矢能让射出的攻击力变强，用这张弓将狗牙剑射出，那么最大攻击力便是530，再加上狗牙剑的90锋锐。另外，使用弓箭对力量和体质有着极大的要求，甚至比对普通战士的要求还要大。因为力量不够，根本就拉不开弓弦，或者无法将弓弦拉到最大。因此，弓的使用限制会有2个，第一个是能让弓拉开，使其发挥威力的最低力量要求，第二个则是将弓弦拉到最大的最低力量要求。若是使用枪炮，甚至还有体质要求，因为体质太低的话，根本无法承受枪炮射击时产生的后坐力。但他的力量符合要求，且远远超过，但这张弓对于他来说有些鸡肋。500点攻击力的长弓对于其他人来说很优秀，因为大部分人哪怕到20级，攻击力也不会超过500。但他不同，他的力量如今已经高达109，攻击力最高能达到971，若是使用龙之力和潜能激发后，攻击力更是能上千。这500的攻击力对于他来说实在太低了。而且射箭是需要技巧的，不是拿到弓就能百发百中，没有经历过弓术训练的人根本就射不准。但吴清前世也使用过弓箭，虽然和专业的弓箭手无法相比，但是也不差。这张弓某些时候也许能发挥出一些作用。最后那个白色品质技能才是他最需要的，提升移动速度，让他能够更快地接近敌人，以及与敌人周旋的能力。可惜持续时间太短，不过白色品质技能效果垃圾，他也是早就知道的。将豹纹长弓和狗牙剑都收入随身包裹中，他并未将其绑定，这些东西不算好，回头将它们卖了买灵草。疾走技能直接学习，只要冷却好了就用一用，也能加快技能升级。继续向官府在地图上标注的一个普通的土匪寨子走去，一边与路上的怪物们战斗。偶尔能爆出来一些没用的白色品质或灰色品质装备，每次攻击龙之力的熟练度都会提升 0.1， 这是神话级后天天赋甘地心在发挥作用。当他走到第一个土匪寨前时，门口竟然只有一名又黑又矮的土匪坐在门口发呆。显然他是放哨的人，但是却很不敬业。普通山贼，等级 LV12， 血量1350，攻击86，防御76。这小喽啰很垃圾。吴清掏出豹纹长弓，搭上狗牙剑，一箭射出，负280900，瞬间爆头。虽然吴清吐槽豹纹长弓垃圾，但是用这垃圾射杀一名山贼小喽啰还是没问题的。第49章剿灭山贼，一箭爆头，小喽啰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就已倒下。这名小喽啰很穷，爆出的铜币竟然只有10几个。吴清将其收起，并将这只狗牙剑回收，手握人骨战锤走进这个看起来很简陋的山贼营寨。除了门口那个放哨的人以外，营寨内竟然连一个守营的都没有。这样的山贼显然还是新人，只能欺负普通人，遇到个稍微强点的人就打不过了。而官府之所以明明知道他们的位置却不出兵剿灭，那是因为这些山贼虽弱，但码头山有码头山的规矩。码头山最深处的3家大山贼对所有码头山的山贼定下规矩，平日里各占一块地盘劫道，哪怕互相攻伐也都是各自的事情。可是，一旦官兵大规模出动，所有码头山的山贼都要集合联手对抗官兵，谁敢不动，或者谁敢趁着这个时间搞事，就要被整个码头山群起而攻之。因此，杨默在刚到任时也曾派兵围剿过几次，虽然能剿灭几个普通的山贼营寨，可是当整个码头山的山贼联合起来之后，官兵伤亡极大，也就放弃了围剿，只能用发布任务的方式让个人去剿灭那些山贼营寨。至于说官兵伪装成个人去接任务行不行？码头山深处的那3家大山贼是有些本事的，他们会调查，若发现是官兵伪装，当即就会展开报复，去屠灭山阳县下辖的村庄。所以现在杨默也已经放弃围剿这些山贼，当他得知吴清要接任务时，很痛快的就将任务给出去了。事实上，无论谁想来接剿灭山贼的任务，他都会给出去。这所山贼营寨内，吴清听到吆五喝六的声音，显然这群山贼正聚在一起喝酒玩乐，中间还夹杂着女人的呻吟声。哪怕是普通山贼，劫几个农家女也不是难事。吴清踮着脚悄然来到这间房屋前，一脚将房子踹开，他同时开启龙之力、潜能激发以及疾走。谁？
正在兴头上的山贼们听到房门被踹开的声音，纷纷朝门口望去。但他们的素质的确不咋地，这突发变故明显是遇敌了。他们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在第一时间拔出武器起身迎敌，而是先好奇地看了眼是谁这么大胆，也活该他们今日命绝。吴清扫视屋内，果然一群乌合之众放荡之徒，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拉着几个女人冲刺。不过以这群山贼的穷逼程度，自然不可能人手一个婆娘，女人也都是共享的。吴清扫视房内环境的刹那，身子已经冲到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名山贼身边，人骨战锤轰然落下。屋内狭小，这名山贼连躲避的空间都没有。这山贼的实力还不如那些豹纹猎狗，被人骨战锤直接将脑袋开了个瓢。-17005，瞬间秒杀。他的移速高达 72.8， 在开启疾走后更是能达到 101.66。这间房子才多大，不过顷刻之间他就接连击杀7-8名山贼，来不及收拾战利品，他要速战速决。轰！又将一名山贼的脑袋砸碎。他眼角余光看到一名身材相对瘦弱的山贼张嘴，他们生死关头不会做无谓举动。吴清心头警铃大作，急忙双手抱球。太极架，特殊的招架姿势刚刚摆好，便听一声魔音贯耳，与他临近的2名土匪当即口吐白沫，鲜血从七窍之中流出。是灵魂攻击。吴清庆幸自己有前世的战斗经验，反应够快。人骨战锤抡了一圈，身边这2名七窍流血的山贼瞬间毙命。他也在敌人灵魂攻击结束的刹那冲到那山贼身前。当！一名满脸横肉的山贼举起一柄鬼头大刀，企图格挡战锤，结果被吴清的巨力打得接连后退了好几步，将桌椅之类都撞得稀碎。大刀的片刻阻拦时间，也让那发出灵魂笑声的山贼从腰间摸出2把短刀，径直刺向吴清胸口。吴清见状毫不躲闪，与他以伤换伤。短刀刺入他的胸口，不过是让他掉了100多血量罢了，而吴清这一锤砸在他脑门上，便让他头骨碎裂，脑浆崩出。-15721，咚！又一锤，一名连裤子都来不及穿的山贼被他砸成肉酱，血液和脑浆溅射到那浑身赤裸的农妇身上，令其惊声尖叫。啊！不要杀我，我是被他们掳来的。吴清懒得理会他们，不管身边是谁，都要挨上战锤的一击。这些女人很可怜，但是被山贼掳走，他们回去后又该如何生活？又有谁愿意娶被山贼玷污的女人？何况吴清是从前世知晓轮回秘密的人，杀掉这些人也是帮那些将一缕意念投入轮回的大佬把这缕红尘感悟收回。真要论起来，他还是做了好事。你是谁？那使用鬼头刀的山贼似乎是这群山贼的首领，他被吴清大杀四方的身手所震撼到，竟有些不敢上前拼命。我有钱，我把所有钱都给你，放过我。他看到屋子里最后一名山贼被吴清砸死，急忙说出自己愿意花钱买命。骷髅状的锤头停在他的额头之前，吓得他双腿发软，一股骚臭从其胯下传来，有昏黄色的液体顺着他的裤腿流下。吴清皱了皱眉头，冷声道：你的财宝在哪儿？那山贼见大锤停下，心中稍定，连忙说道：您放过我，我就将财宝给您。说着，他还给吴清发了一个天道契约。山贼刘四向伐木工发布任务，任务目标：放过刘四，在刘四没有伤害您的前提下，永远不能伤害刘四。任务奖励：刘四告知您他的所有财宝所在位置。吴清瞥了眼这任务卷轴，从任务奖励中可知，这所谓的财宝竟然不在刘四身上。这山贼还挺有心机。不过这么穷的山贼能有什么财宝？要知道刘四脑袋的悬赏他可是也接了，那些所谓的财宝还未必能抵得上刘四的脑袋。懒得再和他废话，战锤落下，刘四也倒在血泊之中。战斗结束，这些普通的山贼没有能给他带来麻烦的存在，将地上爆出的战利品一一捡起，只爆出了2件白色品质的装备而已，铜币倒是有1000多。第50章，连灭5个山寨。吴清找到以前的包皮刀，将刘四的脑袋剁下来，并选择提交悬赏任务。这是完成任务兑换赏金的重要凭证。每个山寨被悬赏的人头数量不等，那些大山寨里也许有10几个人被悬赏，而刘四这小山寨只有他一个人的脑袋被悬赏。其他玩家就算接了悬赏任务，就算他们能杀掉这些山贼，大部分人也不敢去剁人头。文明社会出生并生活的人需要很长时间来适应轮回的残酷。不过官府发布的任务同样是由天道契约生成，只要彻底剿灭山贼营寨，就能立刻得到奖励。同时官府那边也会得到某山寨被剿灭的消息。但悬赏不同，官府需要这些山贼的脑袋示众，一方面是立威震慑其他山贼以及想要当山贼的人，另一方面则是安抚民众，显示官府保护民众的能力。所以悬赏是需要用人头来换赏金。提交任务后，
他立刻获得了1枚银币。一个最普通的山贼营寨，加上刘四的脑袋悬赏，就能价值1枚银币，已经不算少了。在寨子里翻找了一番，试图寻找刘四所说的财宝，但是并没有找到。没有就算了，这群穷逼山贼估计也没什么宝物。看了眼官府发的山贼分布图，他继续向下一个山贼营寨走去。咻！一箭射杀在山寨门口放哨的山贼，但这处山寨防御更加森严一些。当这名山贼死亡的刹那，就引发了山寨内部的警觉。看来除了门口，里面也有放哨的人。既然无法突袭，吴清也只能强攻。掏出人骨战锤、龙之力、潜能激发以及疾走同时开启，迅速跃起，扑向从寨子里冲出来的山贼们。一名手持大斧的山贼从正面冲来，一看就是力量型。一名山贼握着一柄匕首从左面冲来，速度很快，是敏捷型。还有一人握着单刀从右侧杀来，看起来是那种游斗型选手。这3名山贼的穿着看起来更好一些，应该是这个山寨里的首领级人物。吴清全速与他们对冲，人骨战锤扬起，却忽然间那手持单刀的大汉张口就喷出一发火球。好家伙，看起来是刀客的山贼竟然是法师。吴清要躲闪也来不及，他迎着火焰就冲了进去。3、2、4、2，被火焰灼烧，他不停掉血，但是掉的血却都是个位数。法术攻击分为2种，一种是元素操纵类，一种是灵魂攻击类。其中元素操纵类，不管是风火雷冰还是光暗土木，都属于肉体伤害，可以由防御抵挡。灵魂伤害才是直击灵魂，需要精神抗性来抵挡。吴清的肉身防御何等强悍，这区区火海不足挂齿。眼见他顶着火球冲了出来，身上却不见什么伤势，那单刀男心头大骇。自己虽然是近战为主，但这一发喷火术却也苦修多年，在战斗中往往能出其不意，令敌人受到重创。但是今日这个来攻击他们山寨的陌生青年却完全无视他的火球术，这是何等强大的肉体！来不及细想，吴清战锤已然落下。呵！战斧大汉一身肌肉虬结，战斧与战锤相撞，一股沛然莫能御的巨力轰然袭来。他感觉面前的青年仿佛洪荒猛兽，手中战斧脱手飞出，那战锤已经落在他的胸膛。-10885，这一击并未命中他的要害，却依旧将他血条瞬间清空。崩拳！吴清战锤砸下的同时，左侧使用匕首的男人已经将匕首刺进他的肋部。-153，他的攻击力还不算低，看来是有攻击性的技能。吴清一拳轰出，哪怕攻击此人使用的不是人骨战锤，受到的伤害反而比那战斧男更高。2招秒杀2名山贼，其中那个战斧男更是这个山贼寨的大当家。单刀喷火男心头更加恐惧，今天来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自己的火球无法让其重伤，3D 的刺杀也不能让其受到太多伤害。就算是初入3阶的强者，也不能让他们感到如此无力吧。这一刹那，他想的很多，但是没用，战锤又一次落下，砸碎了此人胸骨。吴清为了人头悬赏，特意不去砸这些人的脑袋，感觉还有些束手束脚。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其他山贼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的3个首领就已经战死。恐惧在心底蔓延，迎上吴清目光的山贼感觉此人就是没得感情的杀神。称号人图并非只有吸血的功能，天生凶相也会令人恐惧，尤其是在这种大肆杀戮的情况下，那些小喽啰们双腿已经开始发抖。他单手持锤，一手以拳头轰击，这些山贼很快就被杀掉大半。有3个山贼逃掉，但是影响不大，只要能杀掉首领并毁灭山寨，就算剿灭成功。他在山贼寨中搜刮一番，用战锤将房屋砸坏，从灶台处弄了把火，将整个山寨点燃。至于会不会放火烧山，杨默说是不会，因为官兵围剿山贼之后也会放火烧寨。3颗悬赏头颅提交，加上剿灭山寨的任务，这一次他获得了1枚银币，加上8000枚铜币，比第一个山寨值钱多了。装备也爆出了3件，却都不好，加上在山寨中搜出来的3000多钱币，这一次的收获还算不错。继续，下一个。赚钱不易，时间紧，任务重，他要尽量多完成几个任务。若是梧桐的天赋当真没有上限，那么他就算一直拖在新手村都没事。但若有天赋，就不能在新手村浪费太长时间了，得尽快出来提升实力。码头山外围的山贼没有特别强的，前期的灵魂攻击技能更是极少，这些普通山贼更不可能拥有灵魂控制的技能，因此吴清倒是不用太过担心。偶尔遇到的几个灵魂技能，他也能通过太极架来防御，在对方技能冷却完成之前将其迅速击杀。当天色渐晚，他已经一连灭掉了5个山贼营寨。任务奖励和人头悬赏，再加上在山贼营寨中搜刮到的钱财，一共获得了价值11枚银币的钱财。山阳县县衙中，每当一个任务被完成，
杨默都会收到报告。他看着县衙里堆放的10个山贼的人头，惊讶不已。他急忙前往春香别院，将此事告诉江妙玲。第51章迷路女鬼。一日间灭了5个山贼营寨。江妙玲闻言也是讶然，不过这样也好，说明他的肉身天赋真的很强。等我将他元阳吸尽，我将一举成为华阳国第1天才。杨默点头道。他刚刚才提交完一个剿灭山贼的任务，现在天色已晚，估计正在返回。小姐您准备的怎么样了？江妙玲笑道。差不多了。对了，朝廷那边审批通过了吗？关于这点，杨默也不清楚，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而已。杨默出去后，江妙玲来到江妙薇床前，对他展露微笑。姐姐，你运气还真不错呀，竟然能遇到这么一个肉身天才做护花使者。不过他的天赋很快就是我的了，你再睡几天，等我获得那个名额，你就可以去和你那老娘团聚了。又用那种能放出紫色水滴的技能渗透进江妙薇身体中后，他方才怀着愉悦的心情前去沐浴。沐浴更衣后，他悄悄听着院中动静，等待吴清回归。但是令他诧异的是，直到半夜也没有听到吴清归来的动静。什么情况？死在码头山了？还是说进来了，但我没听到？他起身招来守在院子里的侍卫，结果侍卫也没有见到吴清归来。想了想，让女仆做了一碗羹，并让他送入吴清房中，发现房中果然没人。不会真死了吧？江妙薇倍感疑惑，又等待了片刻，方才脱衣睡去。此刻码头山中，吴清看着四周一片漆黑的环境，已是有些分不清东南西北。干，敏捷不够，还真是吃亏啊。他本想着趁下线之前再剿灭一个山寨，结果山寨里一个重要的头领级人物逃跑。若是小喽啰跑掉了关系不大，但首领级人物一旦跑掉，那么剿灭山寨的任务就不算完成。他不得不去追击，可自己等级不如对方，升级到现在也从来没有点过敏捷，全靠升级的自然成长。追了好一段距离，终于还是将对方追丢了，而自己也在黑夜中的码头山迷路。现在他有点进退两难，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连回山阳县的方向都找不到。若是现在下线，他不知道这里是否安全；若是在下线时被杀，就糟糕了。没办法，他只能继续向前方探索。夜晚的码头山不算特别黑，有月光照下，并且等级提升后视力也有所提升，他还是能看清路面的。路上偶尔有夜行的怪物，可是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自己身边的雾气越来越重。什么时候起的雾？他已经没有印象了，好像最初的雾气极其淡薄，但随着他越向前走，雾气也逐渐加深，直到现在，雾气已经将他的视野几乎全部蒙蔽，可见度甚至不到5米。他蓦然回头，想沿原路返回，可是走了很长时间，雾气都没有消散的意思，甚至他感觉路上的景色都已经和来时不同。这里是什么情况？他站在原地，不敢再随意走动。虽然他曾经研究过黑石村，但并未研究过黑石村后面的山阳县，对于这里是一点也不熟悉。忽然地面簌簌作响，他向声响发出的地方看去，却见一只骷髅架子从地下钻出。骷髅兵，等级 LV13， 血量2270，攻击250，防御199，技能撕咬、骷髅冲撞、瞬劈。骷髅兵。吴清看到这头拿着一只古刀的骷髅架子晃晃悠悠地爬起来，仿佛没有看到吴清一般，从他身边走过。不攻击我。吴清刚刚愣了一下，马上想到自己从升阶副本中还获得了一个永久 buff 女鬼的祝福，有这个 buff 在，亡灵类生物就不会主动攻击自己，并且还能很容易获得亡灵生物的友谊。这只骷髅架子显然就属于亡灵生物，但他一副憨憨的模样，估计是不知道什么是友谊了。不过骷髅架子不会攻击自己，这倒是挺好。他现在不想继续战斗了，只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下线休息。若一直待在游戏里，就算没有饿死，也会导致精神崩溃而猝死。随着他在迷雾中行走，发现不知从何时开始，已经看不到普通的怪物，周围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亡灵生物，骷髅兵、吊死鬼、僵尸、幽灵、阴暗爬行者，各种亡灵生物充斥于这片大地上，并且他猛然发现周围不知何时出现许多墓碑、引魂幡，地上有白色的纸钱，周围树干上也多了些带有斑斑血迹的铁链，地上多的是碎骨、腐烂发臭的腐烂尸体。那阴暗爬行者从一具尸体的肚子里掏出肠子吞入口中。这吴清已经搞不清楚自己现在是不是还在码头山，之前接任务的时候也没听说码头山上还有这种诡异的地方啊。这些亡灵生物要么是直接无视他从他身边走过，要么是给他露出一张诡异的笑脸，似乎是在对他打招呼。他也表情僵硬地回了一个笑脸，环顾四周，现在更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行走。哟，好帅气的人类小哥哥！正在他踌躇之际，一道阴柔的声音从身后飘来，这声音空灵而有虚无缥缈之感，
却又伴有能直勾心神的魅惑，让人想要沉迷其中。吴清正要回头，忽然感到一只冰凉又柔软的手搭在自己肩头，阴风中有暗香传来，有一道阴凉的吐息吹在自己耳畔。他感觉浑身冰冷，身体似乎都已逐渐僵直。一名身穿红衣极其妖媚的身影从身后转到自己面前，这是一名绝世美人。吴清觉得曾经祸国的妲己大抵也是这般模样吧。这美人就那么仿佛幻物般飘在空中，当吴清视线与其对视时，心神竟不自觉地沉入进去。世上竟有如此薄弱的灵魂。美人惊讶，她没有使用任何技能，这种魅惑只是自带的被动能力。正常情况下，虽然也能直接魅惑到等级低的人类，但不至于让人心神完全沉迷。他嗅了嗅吴清的味道，只有15级，好强大的肉身，还有女鬼的祝福，这也是个奇人。第52章幽冥剑。红衣女鬼围着吴清转了一圈，双眼与吴清对视，忽然眨了下眼睛，吴清便忽然从混沌中惊醒。我这是怎么了？他的视线从模糊迅速变得清晰，眼前红衣女鬼几乎贴在他的脸上，心中一惊，迅速后退。我刚才是被魅惑了。他想到刚刚在看到红衣女鬼双眼刹那间，心神陷入迷惑状态，更有种种香艳幻象环绕周围，浑浑噩噩中甚至已经忘了自己是谁。这就是魅惑的可怕之处。被魅惑的人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魅惑了，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而魅惑也是精神控制的一种，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抗性，根本就无法抵抗这种能力。这也是吴清在获得无敌肉身同时所无法避免的缺陷。好在有女鬼的祝福，这只红衣女鬼并没有主动去伤害他，甚至还帮他从自己被动的魅惑中解脱出来。您是？吴清立刻戒备起来，顺便查看了一眼这个女鬼的属性。红衣女鬼 BOSS 等级、属性、技能。吴清的除了名字全是问号。疑似30多级的张远山和胡轩都能被探查出部分属性，可这个红衣女鬼却是什么都探查不到。她的实力究竟强到了何等地步？深吸口气，让心情恢复平静。他知道面对这样等级的敌人，纵然自己如何戒备都没有任何用处，何况这还是一个拥有灵魂控制技能的怪物。面对这种鬼物，莫说他等级远低于对方，就算双方同等实力，他这一身强大肉体在发挥出威力前就会被敌人控制或秒杀。天宇宙父的优点与弱点随着他等级提升越来越极端，但他目前依旧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不要紧张，我对你没有恶意。红衣女鬼见他神情戒备，便对他嫣然一笑，粉红色的雾气在他身后凝聚成一片片花瓣，花瓣连接在他身下形成一个座椅。女鬼悠然坐在上面，一条白皙修长的美腿从红裙中翘起，她将几根秀发轻拂至耳后，这一举一动看似自然，却又魅惑天成。吴清看的又差点陷进去，这倒不是他定力不行，而是这女鬼拥有某种魅惑效果的被动能力。以吴清那只有1的精神抗性，根本就抵抗不住这种被动。你似乎救过我鬼族的姑娘。他朱唇轻启，明明是虚无缥缈的鬼身，却总让人有种忍不住揽来亵玩的冲动。吴清知道他说的是哭泣的新娘副本中的李梅他们，便嗯了一声。能跟我讲讲吗？红衣女鬼似乎对他很感兴趣，既不让他走，又不伤害他，只是拦着他聊天。吴清无奈，只能将副本中的故事对他复述了一遍。好在他在副本中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那些女孩们着想，倒是不必说谎与隐瞒。在他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注意到女鬼眸子里有淡淡光华闪过，他知道这是一种奇特的探查术，能够辨别他人话语真伪。红衣女鬼听他讲述，全程没有任何表情，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感慨。听那些女孩的悲惨遭遇，当真只是如同听故事一般。怪不得你能获得女鬼的祝福这个能力。万魂珠中凝聚的冤魂，就算是我也扛不住他们的诅咒。同样，他们给出的祝福也是极其强大。红衣女鬼听完后露出了然的神色，复又向他问道：你可知道这是哪里？吴清摇头，他知道个屁啊，莫名其妙就进来了。也幸好这里只有亡灵生物，若是其他怪物，还有红衣女鬼这种实力的强者，他分分钟嗝屁。红衣女鬼见他迷茫的样子，也知道他什么都不清楚，但还是很疑惑。马头山有幽冥入口，天黑之后，幽冥雾气便会随机飘荡，凡是走入幽冥雾气的人都会被带进幽冥界。你应该是从山阳县来的，难道不知道这些吗？还有这种事？吴清表示自己的确什么都不知道，该死的官府竟然也不提醒自己一声。其实他这就错怪官府了，马头山拥有幽冥入口的事情并非秘密，那些负责发放任务的衙役哪里想得到有人竟然不知道。何况吴清还是跟着江妙玲一起进来，而看杨默对江妙玲客气的态度，就知道吴清也不简单。他们以为这些事情杨默早已告知江妙玲等人，并且
正常人接下剿灭山贼的任务后，不管成功失败，都会在天黑前回城。谁料吴清追击那名逃跑的山贼，竟然追了这么远。但江妙玲来到这里，也不是来游山玩水的，更不会去剿匪前往码头山。杨默自然没有必要专程告知他这件事。而吴清与江妙玲的身份他也清楚，就更不可能去特意提醒吴清了。这才导致吴清什么都不清楚。可码头山的山贼却很清楚幽冥雾气的事情。那名逃跑的山贼见吴清紧追不舍，他虽然有信心借助码头山复杂的地形逃掉，但也有报仇的心思。眼见天色已黑，便引诱吴清到幽冥雾气之前。这雾气散布极广，最初只是几乎无法被察觉的淡薄雾气，若非知道这雾气诡异，常人根本不会在意。等到发现不对时，已经无法走出。再加上吴清灵魂力量太过薄弱，更容易迷失。所以这里是幽冥界。吴清震惊，既然入了冥界，难道自己已经死了？红衣女鬼见他惊愕，以为他怕了，便轻笑一声道：不用怕，你还没死。但是进入幽冥迷雾深处后，普通人的确是无法再走出去。吴清知道幽冥界，也知道出去的办法，但是自己现在的实力却是做不到的。更令人感到绝望的是，一旦进入幽冥界，玩家就算自杀复活后，也会出现在幽冥界。轮回中复活的地点会被默认为进入过的等级最高的城镇或宗门，所以当他走进山阳县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复活点便会被重置在山阳县中。一旦进入幽冥界，那么重生点就会重置在进入过的幽冥界中等级最高的城镇或地点。所以我出不去了。第53章玄阴玉体。幽冥界不适合他现在探索，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阴阳两界不相通，一旦被困幽冥界，他就无法向梧桐传递物品。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红衣女鬼悠悠道出了吴清的希望，他连忙询问方法。女鬼笑道：小弟弟还挺急，是担心你阳间的小美人吗？吴清直接承认，在这种人形测谎仪面前，最好还是实话实说的好。还真有啊。女鬼忽然又嗅了嗅鼻子，身形刹那间消失。吴清只闻香风扑面，这女鬼竟然又贴了上来。他想要后退，可身体却无法动弹，显然是中了女鬼的某种技能。女鬼贴在他身上仔细闻了闻，惊讶道：神隐夺阳秘法，世间竟然还有人懂得这种法门。惊讶过后，他又上下打量吴清，也难怪，这么好的肉身被盯上也不奇怪。吴清却听得云里雾里，什么神隐夺阳秘法？他重生而来可不是小白，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还有被盯上是什么意思啊？谁盯上自己了？灵视？但那是现世的事情，轮回中的一名女鬼又因何得知？他满眼都是问号，但不知这女鬼有何目的，也不好出声询问。正疑惑间，又听这女鬼自言自语道：神隐夺阳需配合玄阴玉体使用，也就是说世间不仅重现神隐夺阳，还有玄阴玉体现世。好好，姥姥说我今日到此地有大机缘，果然鸿运当头。唰的一声，他几乎贴在吴清身上的魂体消失，只在吴清面前留下缓缓飘落的花瓣，而他本尊则又坐回到那粉红色花瓣组成的座椅上。小弟弟，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一名绝美的女孩？女鬼的问话让吴清不知该如何回答。绝美吗？江妙玲和江妙薇都可以称得上绝美，但若细看的话，江妙玲还要更胜一筹。但是在他心目中，世上只有一人才能担得起这个称谓，那就是梧桐。但女鬼问的显然不可能是梧桐。犹豫了片刻，他说道：有，但不止一个。女鬼摇了摇头，又说道：最美的那个，而且她身上还有一股很好闻的香味，能让人沉迷的香味。香味？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就只有江妙玲一个。那个女孩身上的香味让他记忆深刻，味道虽然淡薄，但很清晰，但他只以为是化妆品腌入味了。倒是有一个，但我也没觉得那香味让人沉迷。吴清挠了挠头，不知道这女鬼到底在问些什么。把你和她相遇至今的经历讲一遍。女鬼说罢，又补充了一句：这关系到你是否能够走出幽冥界。听到这里，吴清连忙将自己与江妙玲之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那女鬼听完又陷入沉默之中，她修长的手指轻轻敲击坐下花瓣组成的座椅扶手，另一只手轻轻揉着太阳穴的位置，思虑良久，她方才开口：应该没错，就是她了。而后她对吴清道：你想不想走出去？吴清自然想，连忙上前请教。女鬼笑道：倒也好办，若是其他人来或许不行，但此地恰恰是你我。你有纯阳之身，灵魂微不可察，而我是幽冥鬼体，却又存一丝阳气。待到拂晓时分，太阳出生的那一刻，有一刹那的时间可让活人走出幽冥界，届时以我之魂附你躯体，献祭我一身修为，便可出去。但是我也有要求。女鬼说着，
一道天道契约便出现在吴清面前。厉小柔向伐木工发布任务，任务目标：助厉小柔夺舍玄阴玉体。任务奖励：离开幽冥界。任务惩罚：被厉小柔附体，仅仅是灵魂附体跟随，无法夺舍伐木工，亦无法操纵或伤害伐木工的身体，伐木工亦无法伤害或操纵厉小柔的魂体。任务发布者已将任务奖励更改为因果倒置类型，一旦接取任务，需要发布者先支付奖励，接取者再去完成任务。注：因果倒置类任务的惩罚同样被倒置，完成前生效，完成后失效。这事情的发展让吴清有点看不懂。夺舍？吴清从女鬼厉小柔的话语中能够听得出来，江妙玲便是那什么玄阴玉体，也就是说，这女鬼厉小柔想要夺舍江妙玲。江妙薇想要杀掉江妙玲，而这女鬼又想要夺舍江妙玲。江妙玲可真惨。但是离开幽冥界似乎需要献祭厉小柔一身修为，虽然自己探查不到这个女鬼的实力，却也必定是一方强者，就这么舍弃一身修为，他真的舍得？喂！就在吴清愣神的功夫，厉小柔出声打断他的思绪：小弟弟，同意吗？我带你出去，可是需要散尽全部修为的。你知道姐姐修炼到如今有多么不容易吗？反正你不是答应那个江妙薇杀掉江妙玲吗？让我夺舍，她也算死了，你依旧可以完成江妙薇的任务，一举两得，还能离开幽冥界，何乐而不为？他说的没错，吴清的确没有拒绝的理由。可是想到才被张远山坑过，他可不愿意再在契约上吃亏。你将任务目标改一下，改成助你夺舍江妙玲，谁知道那江妙玲是不是那什么玄阴玉体？如果不是，我怎么完成这任务？但女鬼却笑道：那不行，我还不能完全确认你说的江妙玲就是玄阴玉体拥有者，如果她不是，我散尽全部修为不就血亏？所以你得对我负责，直到帮我找到玄阴玉体并帮我夺舍才行，不然我就一直附在你身上。说话间，他还向吴清俏皮地挑了下眉，颇有些小女儿姿态。但吴清却不愿意，万一江妙玲不是你附我身上，被我女朋友误会了怎么办？厉小柔闻言却扑哧一笑，没想到小弟弟还是个纯爱战士，放心吧，只要你没说谎，那个江妙玲90%可能是玄阴玉体，我不会一直缠着你的。而且现在除了我这个办法，你也出不去，要么你就一直留在幽冥界，和你的小女友阴阳两隔。第54章黑夜中的推拿。吴清无言以对，的确如厉小柔所言，耗尽所有修为，如果目标不是自己需要的，那就亏大了。没办法，只能接取任务。见吴清接下任务，厉小柔这才笑道：这才对嘛，等姐姐夺舍那个玄阴玉体后，还能在阳间罩着你。既然需要曙光大亮的前一刻才能出去，现在需要做什么准备吗？吴清还是更关心是否能顺利走出幽冥界的问题。厉小柔道：不用，这段时间你可以睡一觉，或者爱干嘛干嘛，就等这句话了。吴清当即盘膝坐下，开始使用冥想，自己则下线去睡觉。睁开眼，却见吴桐刚刚洗完澡，裹着浴巾从浴室走出来，桌子上有一盒拆开的自热米饭，显然吴桐已经吃过了。你今天使用灵草的效果如何？吴桐也打开一份自热米饭，接水加热的同时与吴桐聊天。今天又吃了300多株灵草，增加体质32点，以及 32% 增益类技能强度，差不多还是一株灵草加 0.1 的比例，并且还没有遇到上限。算上昨天的22点，吴桐的天赋已经为他增加了54点体质，以及 54% 增益类技能强度。这个属性在一阶内极其变态。正常情况下，一阶每一级全属性各加1，并获得1点自由属性。普通玩家的初始体质哪怕是最高的5点，哪怕将所有自由属性都加在体质上，在10级的时候也不过是25点罢了。而吴桐从天赋获得的额外体质加成就已经有54点之多，甚至这大概率还不是上限。虽然这个属性是靠吴清氪金得来的，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属性。你这个增益类技能强化的效果也不能浪费，明天我去给你买点增益类的技能，就算只有体质高，只要增益类的技能够强，你的战力也不低，等升阶任务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地狱级，且尽量完美完成。自热米饭已经热好，他打开盒子开始吃饭，又和吴桐说起自己在轮回里的遭遇。女鬼？吴桐惊讶，你运气真好，正不知道怎么完成任务呢，就有人来帮忙。吴清没有隐瞒女鬼的事情，万一夺舍不成功，或者江妙玲并非那什么玄阴玉体，他身上天天附个女鬼，搞不好会被吴桐误会。但吴桐并未在意此事，反而说他好运。现在想想的确如此，一旦厉小柔成功夺舍江妙玲，那么杨默就不会发现江妙玲的死。厉小柔以江妙玲的身份生活，甚至还能让杨默多照顾一下吴清，到时候多给点隐藏任务什么的才是大好处。他笑道：我都能重生了，换到网文小说里那就是主角的待遇，主角运气好点怎么了？话说这次运气的确不错，原以为是迷路，
谁料竟然是机会。所谓福兮祸兮，谁都很难说清。他忽然想到自己之前得到的一个凡尘级后天天赋好运来，这天赋能增加好运，也许正是这一份好运才让自己遇到厉小柔。吃完晚饭洗漱一番后睡觉，因为明早还要在曙光降临前走出幽冥界，所以这一觉不能睡得太久。两人早已将手机丢掉，没有闹钟，他便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暗示自己凌晨6点醒。以前上学的时候，他常用这种方法，每次都能提前1分钟醒来，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躺在床上，感受着怀中娇软和鼻尖幽香，他不由得又想起昨晚的事情。呜！少女一声轻吟，却是他的长枪又顶住女孩小腹了。血流加速，呼吸急促，他感到大脑有些发懵。不好！眼前一黑，又晕了过去。黑夜中，杯子里露出女孩的脑袋，他眨了2下眼睛，感受到某个东西快速疲软，以及吴清呼吸声也快速平静下来。他知道吴清又昏迷了。他轻轻拉过吴清的手腕，搭在他的脉搏上，心中有些忧虑。怎么感觉清哥病情加重了呢？脉象上的反应也的确很不好。他知道那是心力与身体都被透支的结果。两人看似每日什么都没做，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吴清既要计算灵师的反应以及规划两人的逃跑路线，又要在游戏里同时为自己的提升和帮梧桐弄到灵草技能装备而操心，这让他每日精神消耗很大。至于身体上，并非每天躺着就是好的，人是需要运动的，每日除了躺床上进游戏就是躺床上睡觉，这会让身体机能退化，让本就有疾病的心脏更加恶化。若长此以往，吴清搞不好还真有暴毙的可能，得想想办法，不然清哥的身体会垮掉的。梧桐放下吴清氏手腕，心中思索该如何才能帮他身体恢复。就算自己没有被灵氏抓走换心而死，却导致吴清心肌梗死而丧命，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对了，他忽然想到之前在网上认识的那个国医大师教过他一些推拿手法。他坐起来披上衣服，将吴清翻过身使其平躺，用自己对医理的理解为他梳理经络按压穴位。对于推拿，他从来没有实践过，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好在曾经靠死记硬背的方式将所有经络走向和穴位分布都牢牢地记在心中。此刻死马当活马医，只能尽力而为。但是随着推拿，吴清的呼吸声越来越平稳，是从来没有过的平稳，这让少女更有动力。凌晨5点59分，吴清忽然从睡眠中苏醒，这一觉睡得好舒服。他感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就连梦都没有做。好奇怪，看了眼外面，天还没亮，说明自己没有睡过头。但是以前就算是睡过头，也没有这么舒服过。难道是我游戏里的属性提前和我现实中的本体融合了？但是感觉力量并没有增长，还是这么瘦弱。伸展一下身体，还是和以前一样无力。奇怪，挠了挠头，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起床上厕所洗漱，而后吃了块面包，喝了袋牛奶，便躺下登录到轮回之中。第55章，忘川离开幽冥界。你醒得挺及时，我正要喊你。轮回中，吴清睁开双眼，便听到厉小柔的声音。他站起身来，走吧。走。此刻的迷雾浓度更高，甚至已经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吴清两眼一抹黑，莫说辨别方向了，他连厉小柔都看不到。不要反抗，我进入你的身体，为你指引。阴凉的吐息吹在吴清耳畔，是厉小柔又贴了过来。那阴凉的魂体投入自己怀抱之中，并缓缓没入他的体内。再次睁眼，一层幽光在他眼中出现，迷雾在他眼中已经如同虚设，可以看清所有地方。一条红色丝带飘在他的面前，脑海中再次响起厉小柔的声音：跟着我的丝带走，就能到达幽冥迷雾的边缘。眼前丝带向前方飘去，他也快速跟上。随着他的行走，雾气越来越薄，周围那些亡灵类的生物也越来越少。当丝带停止移动时，他发现自己来到一座大桥之前，桥下是无尽深渊。厉小柔的声音再次在脑海中响起：此桥名为忘川，是幽冥界忘川桥的投影。普通人若误入幽冥迷雾，只要没有踏过忘川桥，就有机会出去。可是，一旦踏过此桥，就真的入了幽冥界。听到他的解释，可吴清完全不记得自己来时踏上过这座桥。现在回想起来，当他被引到迷雾中时，自己就像魔怔了一样，一直往前追，哪怕明明已经找不到那名山贼的踪迹，却依旧自顾自地向前跑。如今知道幽冥迷雾有迷魂之效，他精神抗性低得离谱，根本就抵抗不了。这也是他不愿意待在幽冥界的另一个原因。幽冥界中如幽灵，还有红衣女鬼这类生物是没有实体的，无论他肉身多强，没有灵魂攻击的能力，都伤不了这些存在。打不着就太难受了，而他自己反而还很容易被灵魂攻击所秒杀。忘川之前，吴清向附在自己体内的红衣女鬼问道：踏过这座桥就可以了吗？但厉小柔却说道：你想屁吃，此桥许进不许出。
若是那么容易就出来，幽冥界岂不是成了想要就来想走就走的去处？原来如此。吴清前世虽然接触过幽冥界，但了解不算太多。何况轮回不过诸天强者一丝意念感悟红尘罢了。在游戏中的属性能与蓝星上本体融合后，他的注意力都在蓝星上，对轮回的关注反倒是少了。那现在该怎么办？等，两人就这样站在桥头静静等待。忽然，厉小柔在吴清脑海中大喝一声：“就是现在，冲过忘川桥！”吴清不明所以，但身体还是动了起来。疾走开启，又感到一股阴风加持在自己身上，将他的速度翻了不知道多少倍。眼前忽然陷入一片漆黑，哪怕双眼被厉小柔能力的幽光覆盖，他也依旧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他本就站在桥头，此刻只管大踏步的往前冲。阴风呼啸，似有万亿恶鬼啼哭，锵啷啷声响不断，脑海里竟然又听到厉小柔的喘息声，但他喘息却如婉转呻吟，听得人面红耳赤。也幸好这声音只有吴清一个能听到，若是公放，别人一定以为他在偷偷看岛国爱情动作片。这一切说来繁琐，其实不过刹那之间。吴清在阴风加持下，一瞬间就来到了忘川桥的对岸。那黑暗也不过刹那而已。此刻吴清眼上已经没有厉小柔用技能加持的幽光，但他已经可以用自己的双眼看清前方的路。身上加持的阴风也已经消失。厉小柔的声音再次响起：“跟着我的丝带一直向前，不要停，也不要回头。”他的声音极其虚弱，仿佛生了一场大病，喘息声宛如娇吟，听得人想入非非。但吴清没空去想入非非，他跟随那红色丝带一直向前冲去。大概过了10分钟，那一缕曙光照射进来，雾气消散，那丝带也跟着一起消散。他抬头看去，虽然是不认识的路，但至少和马头山的景色差不多。他应该是已经离开幽冥界了。你还好吗？向附身在自己体内的厉小柔询问一声。厉小柔悠悠一叹：千年修为一朝散尽，怎么可能好？如果那玄阴玉体是假的，姐姐就亏待了。吴清好奇道：你一直在说玄阴玉体，可玄阴玉体到底是什么？想知道啊，叫声姐姐。厉小柔的伤感似乎转瞬即逝，现在又和吴清开起了玩笑。话说你真叫伐木工啊，连天道都认可的名字，还真是奇怪。不过我刚刚想起来，小时候曾在姥姥的书房里看到一本古籍，里面记载着每隔万年便有一人降世，那些异人实力进境极快，以杀戮为修行手段，并且死了还能复活。那些异人的名字便都很奇怪，都是些不像人名的名字，无人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也无人知道他们最终又去了哪里。他们在世间搅动风云，不知在谋求着什么。话说，你不会就是古籍里记载的异人吧？厉小柔叽叽喳喳个不停，甚至还一语道破吴清的身份，这倒是令吴清感到诧异。异人的存在不算秘密，但是万年才会出现一次，只有大势力的强者才会记载这些事情。新手村的人之所以叫他们异人，只是轮回植入了潜意识罢了，让那些村民潜意识中认为这些异于常人的人就该被叫做异人。又因为新手村与外界的交流很少，所以外界很长时间都不知道玩家们的存在，直到玩家纷纷走出新手村，开始在各个势力搅动风云时，才引起那些大势力的注意，并且只有那些大势力的强者知道，每隔万年便有一人降世。厉小柔既然知道这个信息，那就说明不仅他所在的势力极强，他本身也极强。这么一个强者竟然还要舍弃千年修为来觊觎玄阴玉体，这所谓的玄阴玉体就更显不凡。还有厉小柔之前提到的神隐夺阳秘术，定然也不简单。第56章鬼王的庇佑。自从厉小柔附身吴清并离开幽冥界后，她似乎就从高冷御姐风转变为活泼少女风了。附身在吴清体内，一直说个不停。听到吴清询问玄阴玉体的详情，他反问道：你也挺奇怪，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肉身，灵魂却薄弱的可怜？你先告诉我你的秘密，我就告诉你什么是玄阴玉体。那就算了。吴清立刻就没有兴趣了。他的天赋虽然只是稀有级而已，但弱点太明显，他可不想将这个弱点直接暴露在所有人眼中。可他越是隐瞒，厉小柔好奇心就越重，最后他甚至还用天道契约的模式向他发布了个任务。厉小柔向伐木工发布任务，任务目标：伐木工向厉小柔讲述自己肉体强大却灵魂薄弱的秘密。任务奖励：厉小柔告诉伐木工玄阴玉体的秘密，且对伐木工身体的秘密永久保密，若是泄密，厉小柔甘愿受心魔入侵，修为永远不得存进。竟然还直接发布任务了，但吴清依旧拒绝。但他的拒绝只能加重厉小柔的好奇心，此刻他的心就如同被猫抓了一样难受。虽然他是魂体并没有心。那这样呢？天道契约一闪，契约被修改，任务奖励改变。现在的任务奖励除了原有的部分外，又多出一个奖励，令你的永久 buff 女鬼的祝福提升为永久 buff 鬼王的庇佑。鬼王？厉小柔竟然是鬼王级别大佬！吴清惊讶，却也犹豫了。厉小柔见他犹豫，有些不满地说道：
喂喂喂，我给你这好处还不够？万魂珠里的女鬼强在诅咒，他们的祝福其实不怎么样，虽然能让亡灵生物对你多点亲近感，但是并非所有亡灵生物都不会主动攻击你，幽冥中多的是恶鬼，女鬼的祝福根本就不能阻止这些恶鬼对你的杀念。但是有我这鬼王的庇佑就不一样了，鬼王级别以下的亡灵生物，只要你不主动惹他们，他们就会对你有几分敬畏。而且你灵魂这么弱，我这鬼王庇佑能在灵魂外形成一层灵魂护盾，每24小时都能帮你抵挡一次鬼王级别以下的灵魂攻击或灵魂控制。我这一生就只能对3个人使用这种能力，如今我修为尽失，就剩这一次机会了。你若是错过，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他的话令吴青心动，这个女人知道自己的弱点，给出的东西也的确是自己无法拒绝的。既然如此，那就答应吧。于是他接取任务，并将自己的天赋告诉厉小柔，完全舍弃灵魂换来双倍的肉身强度。哪怕厉小柔活了1000年之久，也第一次听说这种天赋。他的背景很强，见识过诸多秘闻，连每万年一次的一人将士都知道，却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天赋。怪人，你这种人要么早早夭折，只要不死，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可千万别早早死了，姐姐看好你的未来。说罢，他便讲解起玄阴玉体的秘密。玄阴玉体是一种特殊体质，拥有这种体质的人天生丽质，机体纯净宛如白玉，同时又拥有最强的修行天赋，尤其对阴、水、冰3道有着极强的亲和性，并且玄阴玉体拥有性命双修的特性，肉身和灵魂只需要选择其中一项修行，另一项就会同步增长。仅仅这些就已经称得上世间罕有，但还达不到让我舍弃修为也要追求的地步。这种体质万年难见，真正令其超越一众先天体质的，是曾经一名玄阴玉体的天才用这种体质开发出一种秘术，即为神隐夺阳。吴青听到这里已经感到震撼。用玩家的理解来看，这个玄阴玉体同时拥有神话级天赋性命双修以及神话级天赋玄阴之玉2个效果。他前世作为负责情报分析的强者，对于那些顶级天赋都有所了解，其中就有性命双修与玄阴之玉。性命双修用自由属性点提升肉身属性时，灵魂属性会获得等额提升；用自由属性点提升精神属性时，肉身属性会获得等额提升。肉身与灵魂属性对应为体质、心力、力量、神念。玄阴之玉对阴、水、冰3道拥有超强天赋，学习相应之道的技能时，熟练度获取效率提升 100%， 相应之道的修习进度提升 100%。 性命双修简直就是无副作用版的天宇咒赋。虽然单纯的一项不如天宇咒赋提升的这么极端，但却能让人成为无弱点的6边形战士。而玄阴之玉则侧重于道的修习，前期没用，但越到后期优势就越明显。这一个体质拥有双神话天赋效果，还额外赠送一个天生丽质。这个额外效果对于至少90%女性来说都不比神话天赋差。可是纵然如此，厉小柔依旧说仅仅是体质还不足以让她舍弃1000年修为来抢夺。那么那所谓的神隐夺阳秘术又该有多么强大？神隐夺阳是极隐秘的记载，这世上知道这个名字的人都不会太多。但是关于神隐夺阳，厉小柔却并不想过多解释，只说这是一种能利用自身体质来掠夺他人天赋的秘术。至于掠夺方式、掠夺效果、掠夺种类等等，他都没有细说。但是纵然他不细说，吴青也知道凡是吞噬类的都强的哑痞。两人一边闲聊，吴青一边乱走。他对山阳县不熟，虽然确定自己现在大概率还在码头山中，却辨不清方向，不知往哪里走才能返回山阳县。往那个方向去。厉小柔忽然对他说了这么一句，并用意念向他传达了一个方向，复又解释道：东南方那里有人的气息，而且不强，正好去问问路。原来如此，吴青跟随厉小柔的指引向那里走去。码头山是山贼窝，厉小柔说的人的气息大概率也是个山贼的寨子。一路寻来，果然看到一座山寨。此刻是清晨，曙光刚刚照亮大地不久，山贼们应该也都在睡觉。山寨外面只有2名守夜的小喽啰。第57章黑龙寨，来都来了。掏出豹纹长弓，搭上狗牙剑，瞄准，射击，一箭爆头。砰！一名放哨的喽啰脑袋如西瓜般爆开，但是此刻天光方亮，山中依旧昏暗。另一名守了半夜的山贼昏昏欲睡，忽然听到重物倒地声，他猛然惊醒，想要前去查看。然而，咻！又是一箭，这名山贼也被爆头。收起豹纹长弓，前去回收那2支狗牙剑。吴青抬头看了眼山寨的名字，黑龙寨。山寨名字很霸气，其实只是个不入流的小山寨罢了。他拿出官府发给他的山贼分布图，很快就确认了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但是抬头看了眼山寨大门，来都来了，不如把这个山寨也剿了。掏出人骨战锤，
他大踏步向山寨内走去。虽然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山寨，但是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首领的房间，找看起来最豪华的就行。一脚踹开房门，在厉小柔对人的气息的感应下，他径直扑向卧室。谁？余辉从梦中惊醒，他一把推开身边搂着自己脖子的女人，刚刚抓起一柄长刀，吴清的战锤就已经落下。咚！黑龙寨大当家余辉的胸膛被砸得凹陷，却没有被一击秒杀。余辉实力不弱，赤裸的上身覆盖有一层10指铠甲，那是余辉在千钧一发之际使用的防御技能。可惜，吴清暗叹一声，没能秒杀余辉。龙之力、潜能激发和疾走同时开启，再次向余辉攻来。你是谁？哪个寨子的？余辉依旧在询问吴清的身份，看到吴清什么都不说就冲来，他双眼一眯，双腿上有雷光闪烁，雷光加持，他的速度远超过吴清。长刀斩来，后发先至的砍在吴清胸膛之上。对方速度太快，吴清躲闪不及，但他也没打算躲闪，硬扛着这一刀，将自己的战锤也砸在余辉肩上。负1021，负2910。第一个伤害是余辉对吴清造成的，第二个伤害则是吴清对余辉造成的。好强的防御！余辉身体被战锤巨力击退数步，他震撼于吴清肉身之坚硬。他手中大刀上也有电光跳跃，显然刚才那一刀已经用上了某种强大的雷系技能。电流窜进吴清体内，这能麻痹肉体的电流却在吴清强大的体魄下很快就消失。甩了甩胳膊，吴清看向余辉，这名山贼首领修炼的应该是刀道、土道与雷道，而且余辉手中那柄大刀品质应该也不错，不然的话不会对自己造成这么多伤害。冲入体内的电流消散，被击退的余辉也终于站稳。两人对视一眼，再次冲向对方。战锤砸下，吴清依旧要以伤换伤，但余辉却不愿意这么做。山贼可没什么道义，他虽是大当家，可一旦受伤太重，随时会被手下做掉。大刀格挡战锤，余辉只觉手上一沉，再次被吴清巨大的力量击退。你是接了山阳县任务的人？余辉再次开口，但吴清却依旧没有回答他。这时候听到外面战斗的声音，其他山贼也纷纷从房间中冲出，他们各持兵刃，将吴清团团包围。这些山贼最弱的16级，最强的那几个都超过20级。小弟弟，你一个15级的新手，打得过他们吗？厉小柔的声音在吴清脑海中响起。吴清淡淡道：“安静看着就好，区区毛贼罢了。”他环顾这些人，最终还是将目光盯在余辉身上。伤敌10指不如断敌1指，还是要先杀敌手。再次冲上，余辉见山贼同伙到来，心中也安定了许多。虽然对方防御强大，但是他们人多，堆也能将敌人堆死。负81，负132，负76，负564。一连串攻击打在吴清身上，他被包围，避无可避，敏捷落后的情况下更没有操纵空间。但他只盯着余辉一人。余辉有了喘息之机，稍稍落后同伙半步，大刀上缠绕着极其浓郁的雷光，使用出自己最强的技能太极架。携带着雷光的大刀斩在运转着特殊气流的太极球上，气流携带着攻击的力道顷刻间运转一周，并反击在余辉身上。负5326。可见余辉这一招的确很强，他一口鲜血喷出，血量已经几乎见底。吴清战锤砸下，将其最后一点血量耗尽。余辉倒地，再也没了气息。大当家的死了。余辉一死，小喽啰们震惊，在他们心中强大无比的大当家就这么轻易战死，这个青年又该有多强？他们可没有什么忠心要为余辉报仇，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悄悄后退。不许退，为大当家报仇！一名头上裹着赤泽的山贼手持长枪，他大喝一声，指住想要退避的山贼喽啰。不知为何，吴清从他眼中没有看到仇恨的目光，反而满是兴奋。不出意料的话，此人就是黑龙寨2当家了。吴清睨了他一眼，不跑，那就再好不过了。最讨厌逃跑的敌人了。战锤举起，再次冲上，一锤砸下，一拳轰出，崩拳。2当家妄图以长枪格挡，可是只有他格挡过后，方才明白吴清力气有多大。上！都他妈的给老子上啊！他大声呵斥身边畏惧不前的山贼们，但那些山贼见他也被击退，更加不敢上前围攻，气得2当家大骂道：“特娘的谁不上？等战斗结束了，老子弄死他！”这话一出，那些山贼方才再次围拢上来。至于威胁不得人心，但山贼弱肉强食，哪个能得人心？至少也得是黑风寨那种大山寨的当家们才会考虑人心这种事。区区黑龙寨，想来讲究的是以力压人。吴清余光扫视了一圈这些喽啰，一群废物，堪堪击破他的防御罢了，不足为虑。这次盯上2当家，任凭刀枪剑戟砍在自己身上，都不能阻止他对2当家发起的攻击。
二当家一条长枪舞的飞起，却依旧抵挡不住吴清的战锤。所谓一力降十会，任凭这条长枪多么花哨，他都以一锤砸下。他凭借着强大的防御力，可以不管长枪攻击，但二当家却不能让他的战锤打在自己身上。第58章，热情的江妙玲。黑龙寨二当家被压得很憋屈，他知道久守必失，打算放手一搏。寒芒一闪，枪尖已至吴清身前，但是吴清无所谓，不管对方如何进攻，他都用战锤蛮横地砸下去。他敏捷虽然落后，但高额的体质和力量也能让速度不低，再加上力气很大，攻速也会得到提升。枪尖刺中他的胸膛，负2024。二当家专精枪道，没有学习乱七八糟的元素技能，这一枪的威力甚至比余晖的绝技还强。但是战锤也在这一刻落在他的肩上，负9766，一锤秒杀。二当家一死，剩下的喽啰们更加没有斗志，纷纷作鸟兽散。吴清追上杀掉几人，又掏出豹纹长弓，射杀10几人，便再也没有其他喽啰的踪影。不过黑龙寨2个当家的都已被杀，他的剿灭任务也算完成。进入山寨内部搜刮一番，把2颗人头提交，剿灭黑龙寨的任务提交，便再次得到了价值2枚银币的金钱。也许今天运气比较好，余晖和二当家分别给他报出来一柄黑色品质的长枪和一本黑色品质的技能书。盘蛇点钢枪，黑色品质武器，攻击加100，锋锐加130，使用限制，力量大于22。雷鸣斩 LV1，黑色品质技能，以雷霆之力覆盖刀身，发出强大的斩击，对敌人造成攻击力 150% 的伤害，并将雷霆之力灌注进敌人体内，造成攻击力 100%， 持续5秒的雷电伤害，并麻痹敌人5秒，消耗300法力。点钢枪的品质和人骨战锤差不多，如果不是为了锻炼崩拳，他就打算一手持锤，一手持枪了。自己力量足够，这样使用武器完全没有问题。唯一的难点就是左手武器很难用，或者自己也可以在崩拳冷却好的时候，将其中一柄武器插在地上，腾出手来使用崩拳。那雷鸣斩则是刀道与雷道的攻击型技能，技能效果还算不错，有爆发，有持续伤害，还带麻痹效果。可惜自己用不了，回头给梧桐或者直接卖掉。用战锤把山贼的寨子砸个稀巴烂，从灶台找到火种，一把火将寨子点燃。而后他便按照地图指引的位置返回山阳县。山阳县中，春香别院，江妙玲从睡梦中苏醒，穿上衣服，她第一时间问侍候自己的婢女：“那个人回来了吗？”婢女摇头。江妙玲眉头皱起，一夜未归，不会真死了吧？她叫来春香别院的管家，问道：“码头山上除了山贼，有什么特别危险的地方吗？”管家答道：“码头山上一到夜晚，就有幽冥雾气随机飘动，传说那是幽冥界的通道，一旦踏入，就再也无法返回阳间。那些山贼的营寨都建立在幽冥雾气从来没有飘去过的地方，所以到了晚上后，不单没有商旅路过，连山贼都不会出去。这也是我们屡次围剿码头山却都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官兵只能白天进攻，天黑前必须撤退，不然就有可能被卷入幽冥雾气之中。”江妙玲重复这个字眼，幽冥雾气。杨默怎么没跟我说过？如果他误入幽冥界，跟死了也没什么两样，白费了我这2天的布置。就在他与管家交流时，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入院子中。哎，他回来了！惊愕片刻，他急忙换上一副笑脸迎了上去。伐木工哥哥，你昨晚去了哪里？怎么一直没有回来啊？他笑靥如花，在有意逢迎下，那副笑容温婉而动人心神。没错，玄阴玉体，就是他！吴清脑海中响起厉小柔激动的声音，赌对了。而且神隐夺阳秘法的气息也更浓郁了。拿下他，助我夺舍他！厉小柔激动的语无伦次。吴清在脑海中安抚他道：“别急，现在动手会引起杨默怀疑。既然你说他要对我使用那什么神隐夺阳秘术，他就肯定会找机会与我独处，那个时候才是机会。”对，是我太激动了，按你说的来。厉小柔努力平复自己的心绪。虽然他从吴清身上残留的味道以及其讲述中确定江妙玲大概率就是玄阴玉体拥有者，但是在亲眼确定之前，心中总会有些忐忑。如今确信无疑，只要夺舍成功，舍弃的1000年修为算什么？他很快就能重回巅峰，并超越曾经的自己。吴清一边安抚厉小柔，一边露出憨憨的笑容，对江妙玲道：“昨天天黑在码头山迷路了，今天早上才回来。江小姐怎么样了？醒了吗？我剿灭了好几个山寨，获得不少赏金呢。等会儿我就去药铺买点滋补的药物给江小姐补身体。”还是那副倾慕江妙薇的模样，江妙玲露出羡慕的表情：“你对姐姐真好，姐姐能遇上你，运气真好。伐大哥，你还没吃早饭吧？我刚刚早起熬了碗粥，这就热一热端给你喝。”吴清道：“不急，我先去看看江小姐。”
说罢，他便急不可耐地进入江妙玲的卧室，去看望不可能清醒的江妙薇。虽然江妙薇一直在沉睡中，但她气色却逐渐红润了起来，看起来身体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还没醒吗？他露出失望的表情，回到自己屋子里。一进屋子，厉小柔便在他脑海中说道：“没错，他已经将阵法布置好了，你就是他的猎物。啧啧，小弟弟，也幸好你误入幽冥迷雾，并恰好遇上我，若不然，今日的你已是一堆白骨。一堆白骨？这么可怕？他是要将我吸干？”吴清目光在卧室里看了一圈，却是什么都没有看出来，和自己离开时没有任何区别。厉小柔嬉笑一声：“看不出来吧？莫说你这灵魂薄弱的菜鸡，就算你灵魂强大，也很难看出神隐夺阳的阵法。就连那催情的药粉都是高级货，无色无味，你这点修为怎么可能看得出来？等着吧，他给你熬的粥也是手段之一，等你喝下那粥，神隐夺阳便算开始了。”两人正聊着，便听房门被敲响，门外传来厉小柔的声音：“法大哥，我把粥热好了，我能进来吗？”第59章夺舍江妙玲。进来吧。吴清说着来到床边，装作整理被褥的模样，但人骨战锤已经被他取出放在床上。吱呀一声，房门打开，江妙玲端着一碗粥进来，并顺手将房门关闭。与此同时，他体内法力涌动，伸手在墙壁上轻轻一按，一道只有他才能看到的阵法路线须臾间亮起。阵法顺利启动，他的脸上也露出一抹笑意，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自己计划中进行。他看到吴清似乎在整理被褥，便端着粥来到他的身后：“法大哥，来喝粥吧，这粥里还加了不少名贵灵草呢。”他声音柔柔的，便似邻家妹妹那般惹人怜爱。好。吴清应了声好，一手抓住被褥下的人骨战锤、龙之力、潜能理发和疾走3个技能同时开启，猛然转身，战锤照着江妙玲的脑袋就砸了下来，同时一拳轰出，崩拳。喂，你收点力，别把我的身体砸坏了。厉小柔在他脑海中大喊，生怕这具躯体报废掉。但吴清并没有收手的打算，既然玄阴玉体有性命双修的特点，那么眼前这个看似身体柔弱、专修法术的姑娘绝对不是小脆皮。你！江妙玲猝不及防，未曾料到吴清竟突然对她下杀手。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水流护盾挡在她的面前，将战锤轰击的力道卸下大半。负1920，这道水流护盾的防御力的确很强，按照吴清的计算，他这一锤子至少能砸掉江妙玲5000点血量，竟然直接被护盾格挡掉3000多。崩拳也在此刻轰在江妙玲柔软的胸口，将那一对大灯轰得变形。负3004，护盾被大锤破掉，崩拳便毫无阻碍地轰在江妙玲胸口。咚！江妙玲手中热粥摔落，她也被2次重击砸到墙壁上。你刚想说什么，便见吴清手上忽然又多出一柄长枪，他一手持锤，一手持枪，脚下一跃，便再次来到江妙玲面前。江妙玲身体撞碎了墙边柜子，她口吐鲜血，但是依旧能站起来。少女面色阴沉，吴清的突然袭击实在超出她预料之外。屋子里乒乓作响，却又完全不引起外面人的注意。他布置的这个阵法还有隔绝声音的作用，你尽管动手，将他血量压到2成以下就好。吴清点头便是明白。江妙玲血量8000出头，2成也就是留下1600多。他这2击打掉了江妙玲5000点血，再攻击1次就够了。枪锤同时举起，江妙玲呸地吐出一口血沫，他眼神冰冷：“你这点薄弱的灵魂力量，我一招就能秒了你。”但他心中却又出现片刻纠结。他要使用秘法夺取吴清天赋，但是必须在吴清活着的时候才行，一旦使用灵魂攻击将其杀掉，他的这番布置就算废掉了。但是生死关头容不得他细想，肌肤已经感受到被枪尖指着的刺痛。他双眸中一道幽蓝色光芒亮起，便是一道灵魂冲击冲向吴清。叮！他隐约中看到吴清身后有一名红衣女鬼的身影，将这一道灵魂冲击挡下，而吴清却毫发无伤。什么？电光火石之间，已经容不得他继续反应。点钢枪刺穿他的胸膛，并将战锤在最后一刻向旁边转动一下。负2109，轰！战锤砸碎了一张桌子，一道红衣身影从吴清身体中瞬间冲出，并依附于江妙玲体内。下一刻，江妙玲双眼中血丝遍布，从双眼到太阳穴处满是暴起的青筋。她凄厉惨叫：“啊！”原本绝美的少女此刻面容扭曲，仿佛恶鬼。她双手抱头，有鲜血从眼耳鼻口中溢出，形象极为凄惨。但这番异变只持续了片刻，江妙玲神情便缓缓平静下来。她身上法力涌动，激发一道水流，将身上血污洗净，面色有些苍白，但眸子里却有笑意。成功了！玄阴玉体，神隐夺阳。咦，她竟然还有这种机缘。
面容依旧是江妙玲的面容，声音也依旧是江妙玲的声音，但这语气却是出自厉小柔之口。吴清松了口气，厉小柔成功，就代表自己接取的江妙薇的任务完成了一半，还剩下另一半，将其安全的送出去。到那时，他就能获得流云戒。厉小柔，他开口问了一句。江妙玲笑道：“我暂时还是江妙玲，至少等我离开华阳国后，才能恢复我自己的身份。”这个江妙玲母女把江家坑得不轻，江家被灭后，她之所以要来山阳县，一方面是山阳县县令是被他母亲控制的人，另一方面，江子辰曾与华阳国主有八拜之交。如今江家被灭，江子辰让江妙玲拿着华阳国主送他的令牌前往国都，要一个进入玉灵仙宗的名额。江妙玲这几天就是在等华阳国都那边给出回复，只要那边同意放行，他就可以直接通过山阳县的传送阵传送到华阳国都。这个名额如今也归我了。不过想了下，他又说道：“华阳国主曾留有江子辰的血脉验证之物，江妙玲到华阳国后还要先通过血脉验证，证明自己是江子辰的血脉才行，所以他才会留着江妙薇一直不杀，却又不让他清醒。但这个名额本来该是江妙薇的，我要继续占据，总归有些亏欠于他。江妙玲留下的一些东西不错，回头可以给他补偿。走吧，我带你把江妙薇唤醒。”二人走出房门，门口守着江妙玲的侍卫。小姐。侍卫见江妙玲从中走出，当即恭敬行礼。厉小柔摆了摆手，带着吴清回到自己房间中。此刻江妙薇依旧沉睡在床上，她的面色红润，外人看不出任何异常。厉小柔笑道：“这个技能对人没有伤害，只有一个效果，那就是让中招者沉睡，正常也就是让人有昏睡的感觉，持续几秒罢了。但江妙薇只是普通人，身体完全没有任何抗性，因此只要中招就能睡一天。”他手上凝聚出一颗淡绿色的水球，洒在江妙薇的脸上。这水球有净化异常状态的效果，仅仅3秒，江妙薇便从沉睡中醒来。第60章，江妙薇苏醒。少女睁眼便看到自己最痛恨的异父异母的亲妹妹江妙玲正站在床前，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而吴清此刻就站在她的旁边。什么情况？他脑子有些懵。按照他的推测，江妙玲为了华阳国主那个进入玉灵仙宗的名额，定然会救活自己。但是为了不出变数，他又必然不会让自己清醒。他认为，直到江妙玲真正拜入玉灵仙宗后，便会让手下将他杀掉。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他让自己醒了，伐木工也在，是他的缘故吗？这一刻，他想了很多，却唯独没想过真正的江妙玲已死。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女人是来自幽冥界的鬼王。少女眨了眨眼，不知现在是什么情况。见状，厉小柔笑道：“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厉小柔。真正的江妙玲已经死了。”江妙薇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江妙玲说：“江妙玲已经死了，我这是还在梦中吗？”他伸手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丝好痛。看来这就是现实。难道自己中幻术了？他只是个普通人，如果中幻术，完全没有任何应对的办法。直到他听到吴清的声音：“你可以查看任务完成进度，真正的江妙玲的确已死，现在只剩把你安全送出去这一项了。”闻言，江妙薇立刻查看天道契约，果然，上面显示1个月内击杀江妙玲这条已经完成。由天道认证的任务不会出错，哪怕是传说中的大能，也不可能拥有7天之法。所以说，那个夺走自己人生的女人真的死了。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人也真的不是江妙玲。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很惊讶吧？厉小柔款步来到床前，坐在江妙薇的身边，伸手搂住她的肩膀，让江妙薇感到很不适。虽然确定江妙玲已死，但是厉小柔顶着江妙玲的这张脸，还是让她很难受。但江妙薇可不管她难不难受，霸道的将她搂进怀里，还在她身上嗅了嗅。“妹妹，你好香。”说罢又咯咯笑道：“不对，按这具身体来说，你是我姐姐。”咦？江妙薇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总感觉这个叫厉小柔却使用江妙玲身体的女人看向自己的眼神很奇怪。帮你杀掉江妙玲，我也出力了呢，不要抗拒吗？厉小柔嘻嘻笑着为他讲述了前因后果。原来如此，江妙玲恍然，怪不得江妙玲的修行天赋那么好，原来是这玄阴玉体的功劳。厉小柔将自己手指上的戒指摘下，递给江妙薇。虽然我不是江妙玲，但夺舍她的躯体后，也算继承了她的一份因果。那玉灵仙宗的名额本该是你的，但是我很需要，而且我刚刚探查了，你的天赋主要在灵魂方面，玉灵仙宗也不是很适合你。这储物戒中是江妙玲离开前江子辰给她的，算是半个江家的财富，这些给你，算是弥补这份因果吧。江妙薇神色复杂，憎恨了10年的女孩一朝魂丧，而且是被夺舍，连灵魂都已泯灭。自己母亲因她母女而死，自己的人生也被其窃取。但是如今手握半个江家的财富，她
他却没有太多兴奋的神色。但是吴清听到这里时，忽然神色一动，他开口向厉小柔问道：“你确定他有灵魂方面的天赋？”厉小柔点头：“当然，姐可是鬼王，而且是鬼族历史上最年轻的鬼王。虽然我失去了1000年修为，但是对灵魂的感知能力依旧还在。这姑娘的灵魂很强大，这是天生的。若非鬼族功法无法让活人修炼，我给她我之前修习的秘法，她的进境定然很快。”吴清眼神瞄向江妙薇手中的储物戒，这个眼神立刻被厉小柔注意到。他一把将江妙薇护在身后，神情戒备地对吴清道：“你想干嘛？我现在代替江妙玲，这些护卫我都可以调动，还有杨默，我也可以命令他。你敢抢薇薇的戒指，就别想走出山阳县。”吴清，薇薇，这称呼咋这么亲昵？他无语道：“你想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厉小柔狐疑地打量了他一眼，然后重重点头：“是。”吴清，我之前获得过一枚灵阳宗的考核令牌，灵阳宗正是主修灵魂能力的宗门。既然江妙薇有灵魂方面的天赋，用这令牌前往灵阳宗，岂不正合适？他从随身包裹中取出灵阳宗的考核令牌，这枚令牌一直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卖给玩家的话，那些玩家也只能付给他现实中的金钱，但现实中的钱意义不大，并且他在解除林氏对自己和梧桐的威胁前，无法使用银行卡，就没办法收钱，那就只能卖给 NPC。但是买得起的，交易起来会有风险。NPC 可不是什么良善之辈，能抢的为何要买？他能应付风险的，大部分也买不起。但是现在不同了，厉小柔将半个江家的财富都还给江妙薇，这不正是一个有钱又没交易风险，且正需要灵阳宗考核令牌的对象吗？这么珍贵的东西，你愿意给我？江妙薇看向吴清手中考核令牌的眼神中有着强烈的渴望。他的人生被江妙玲窃取，无法获得任何功法和修炼资源，至今仍是普通人。但这是超凡世界，如果他有实力，怎么会被别人窃取人生？若他有实力，又怎么会看着母亲身死而无能为力？若他有实力，报仇更不用假手他人。所以他对修行的渴望无比炽烈。厉小柔还给他的江家财富，便是他修行的资本。而厉小柔所说的灵魂天赋和吴清手中灵阳宗考核令牌，也许就是他变强的可能。他听说过灵阳宗，那是大宗门，丝毫不比玉灵仙宗差。这样大宗门的考核令牌，吴清竟然愿意给自己。他多年封闭的心忽然被触动，此刻看向吴清的眼神中满是柔情。伐木工大哥，你……但他还没说完，便见吴清撇了撇嘴：“你想屁吃？”第61章刘云亏冠日。哎，你想屁吃？江妙薇感觉大脑宕机，他正心中小鹿乱撞呢，对方怎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灵阳宗考核令牌的珍贵，想必你也了解，想要的话就拿钱或者等价的东西交换。吴清可没打算白给，这女人纯属自作多情。哦，肯定不会白要你的，我愿意用等价的东西来交换。江妙薇还以为吴清不打算给他，原来是要他拿东西来换，但他眸子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落的情绪。他将意识探入储物戒，探查里面的财物。过了一会儿后，他从中取出一件装备。伐木工大哥，这个你肯定需要。他并未防备吴清，直接将其递了过去，也不怕吴清拿到就跑。吴清接过此物，查看之下，顿时大喜。刘云盔，青色品质头盔，硬度1万。效果1，削弱相当于精神抗性500的灵魂伤害。效果2，灵魂护盾，吸收天地灵气形成一个灵魂护盾，护盾能抵挡2万点灵魂伤害，在非战斗状态下，护盾会自动充能，2小时充能完毕。使用限制，基础体质大于70。又是流云套装的配件，吴清都开始怀疑江家是不是收藏有完整的流云套装。张远山的任务提供了一个流云履，江妙薇的任务提供了一个流云戒，现在江家财富的储物戒里还有流云盔，这不能不让人由此怀疑。流云盔的效果正好弥补他现在最大的缺陷之一——灵魂的薄弱，而他想要流云套装，流云盔的效果也是被他看中的点之一。流云盔并没有直接加成使用者的精神抗性，而是自带500的精神抗性。如果穿戴者遭遇灵魂攻击，那么这道攻击就要先经过流云盔的防御判定，被500的精神抗性削弱一部分伤害后，才会由穿戴者承担剩余伤害。吴清精神抗性为1，可以忽略不计，有了流云盔保护，他就不那么怕灵魂攻击了。不过灵魂控制技能依旧对他有效，并且流云盔的使用限制不是心力与神念，而是体质。若非如此，他也无法使用。可以，他当即将灵阳宗的考核令牌递了过去。青色品质套装配件绝对值得这一个令牌，而且考核令牌与华阳国主所拥有的加入玉灵仙宗的名额不同，那个是直接加入，算是给华阳国主的一项特权。就算华阳国主送来一头猪，按照约定，
玉灵仙宗也得收为弟子。但考核令牌不同，只是一个考核的机会，虽然同样稀少且珍贵，但有被刷下去的可能，价值上就没有那么高了。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流云套装部件？我可以用等价的装备来交换。吴清一脸期待地看着江妙薇，如果能在他这里把流云套装直接搞齐，就能省下很多寻找的时间。江妙薇又将心神沉入储物界中搜寻了一番，遗憾地摇了摇头，抱歉，伐木工大哥，没有了，只有这一个流云盔。吴清暗道可惜，不过能直接得到其中3件，已经是意外之喜。他又掏出了一柄短刀递给江妙薇，你看有没有同品质的力量型装备，跟我交换一下。这是他从胡轩手上爆出的装备湖光，极品的青色品质武器，可惜对敏捷要求太高，他短时间内无法使用。江妙玲又寻找了片刻，掏出一张长弓递给他，伐木工哥哥，你看这个行不行？他接过来查看，贯日青色品质长弓，攻击6500，效果1，未射出的箭矢附带上一层无视敌方500防御的贯日之光，使用限制力量大于90，体质大于50，全威力限制力量大于150，体质大于90。这是一件不输湖光的武器，属性同样很简单，超高攻击以及破甲属性。当然，作为高攻击的代价，对使用者力量的要求极高，想要达到150点力量，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至少也得达到35级以上。但这对吴清来说并不难，他如今面板力量就已经高达123，这个力量已经可以拉开贯日长弓，只是无法发挥出最大攻击力。以他天赋的特性来说，20级之前他的力量就能达标。有箭矢吗？他又询问江妙薇，只有弓没有合适的箭矢也不行。虽然他可以使用狗牙剑，但狗牙剑大概率无法承受弓弦传来的强大动能，这会让狗牙剑直接碎掉。想要使用这种品质的长弓，至少也得有黑色品质的箭矢才行。江妙薇又取出一个袋子，伐木工大哥，这是空间剑袋，方便携带，一个剑袋里能装载30支箭矢，这里面还有30支青色品质的青纹透甲剑，这些不要钱，是我送给你的。白送？吴清犹豫了一下，并不想白拿江妙玲的赠与，但江妙玲说道，伐木工大哥，原本我只想着你能帮我杀掉江妙玲，然后再把我安全送出去就好了，但是你请来的厉小姐把我江家财富全都还给我，又给我羚羊宗考核令牌，一个流云盔根本不足以报答这份恩情。您拿着吧，这些箭矢最适合你，我拿着也没用。吴清在自己随身包裹中翻找了一番，还真没有可以支付的报酬。他所拥有的装备基本都是黑色品质以下，连青色品质装备的零头都不够。虽然还有紫色品质项链万寿长命锁，但这个东西拿出来交易就太浪费了。这件装备属性不错，他打算给吴桐留着。在他思索的时候，江妙薇已经将剑袋塞在他的手中。吴清迟疑了片刻道，那好，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今后若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江妙薇这才喜笑颜开。吴清查看这个剑袋，空间剑袋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装箭矢。虽然和空间戒指一样是空间储物装备，但使用空间戒指时需要把意识沉入进去取物，战斗时哪里有这个时间分心。但空间剑袋不同，只要绑定后，把手搭在剑袋的口部，立刻就会有一支箭矢出现在手中，根本不用意识去里面取出，极其方便。第62章，我能抱你一下吗？就算是玩家使用的轮回系统赠送的随身包裹，也一样需要意识沉入，所以对于弓箭手来说，空间剑袋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过真正想要以弓道为主修炼方向的人，通常会学习奈良剑技能，用法力凝聚箭矢，既省去购买箭矢的钱，又省去了每次抽剑再搭箭的时间，还不用去费心回收射出去的箭矢。但吴清没有法力值，所以只能用实体的箭矢。好在他不是把弓当主武器，只是某些偷袭暗杀的时候用弓箭更方便罢了。查看青纹透甲剑的属性，青纹透甲剑，青色品质箭矢，攻击加800，锋锐加1000，至少需黑色品质弓弩才可使用。效果1，透甲剑，成功射中目标单位后，会对目标单位施加一层持续5秒的破甲效果，令其防御降低 10%， 最多降低500，该效果可叠加5层。但是这一支箭矢就是不弱于湖光的武器，自带高额锋锐值，且射中敌人后还能附加持续的破甲效果。这次交易他绝对是大赚。谢谢。他郑重对江妙薇道谢，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就使用考核令牌离开吧。江妙薇满眼幽怨之色，你在赶我走吗？吴清尴尬的挠了挠头，不是，你不离开，你的那个任务我就不算完成。他还心心念念着流云剑呢。一直在旁边看着的厉小柔对江妙薇笑道，你现在太弱，早日成为强者，以后你们才有更多机会见面。江妙薇悠悠一叹，厉小柔说的有理，这个世界中普通人如同蝼蚁，只有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他站起身来对吴清道，伐木工大哥，临走前我能抱一下你吗？
吴清断然拒绝，不能，我们任务里没有这一项。江妙薇，他有些沮丧，也无法继续开口，拿起吴清给他的羚羊宗考核令牌，用意念勾动其中尾力。下一刻，从考核令牌中爆发出一道刺眼的光芒，一个传送阵出现在江妙薇脚下，光芒把江妙薇完全包裹其中，须臾之间，光芒散尽，阵法中的少女也已经不见。啧，厉小柔好奇地打量着吴清，江妙薇怎么说也是个世间难见的大美人，她喜欢你，你看不出来吗？吴清疑惑道，不可能吧，一面之缘而已，后来她一直在沉睡，怎么可能喜欢我？厉小柔无语，她也不知道吴清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就算你没看出来，这么一个大美人主动投怀送抱，你就没有心动？吴清直言，我有女朋友。但这话让厉小柔对他更好奇了，你这样的男人还真少见，话说能让你如此惦记的小美人，究竟是何等的天姿国色？他觉得世上男人无不是色中恶鬼，就算男鬼也是如此。像吴清这样将主动送上门的美女拒之门外的，简直比震古烁今的天才还要稀少。但吴清并不打算跟他探讨这个问题，没事的话我就出去了，还有许多事要做呢。当江妙薇被传送走后，江妙薇给他发布的任务也已经完成，流云戒也在此刻进入到他的随身包裹之中。流云戒，青色品质戒指，效果1，近战攻击敌人使其受伤，可吸收其 10% 逸散生命力。效果2，受到灵魂控制时，自动免疫此次控制，并获得持续3秒的灵魂控制免疫效果，可免疫上限为4阶，该效果每10分钟可发动一次。使用限制，基础心力大于70或基础体质大于100。对于效果1的 10% 吸血，吴清倒是不怎么在意，但效果2是自己最需要的类型。虽然每10分钟只能获得3秒的灵魂控制免疫，但这3秒能够让自己有接近并击杀对方的机会。而且使用限制虽然是以心力为主的，按若心力不足，可以用更高额的体质来换取使用权限。他最不缺的就是体质与力量。如今他基础体质达到87，距离使用流云戒的限制已经不远。从春香别院中离开，他径直前往永兴药铺，剿灭6个山贼营寨，他获得价值11个银币的钱财，能够购买更多灵草。哟，客官您又来了，这回还是买最便宜的灵草吗？药铺的伙计对他印象深刻，今日见他走入药铺，连忙拿出一副笑脸迎了上去。吴清点头，掏出2枚银币递给伙计，没错，再来2个银币的9品灵草，种类不限，只要最便宜的。永兴药铺有自己的炼丹师，也有大量炼丹学徒，这些最低品质的灵草自然极多，几枚银币还不至于把永兴药铺的低级灵草买空。像吴清这种先付钱的客户，药铺自然很欢迎。很快伙计就将2麻袋最低品质的灵草给送了过来。客人，这是您要的低级灵草。将灵草交给吴清，伙计又对他笑着说道，客人，您若是想要学习炼丹，最好还是拜个师傅，只靠自己琢磨是很难琢磨透的。他左右看了看周围，一脸神秘地凑到吴清面前。客人，不瞒您说，我们店的魏师傅是咱们山阳县有名的炼丹大师，而且小弟我伺候他老人家伺候的到位，魏师傅偶尔还指点过我2句炼丹的窍门呢。说到这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继续说道，只可惜小弟我资质愚钝，不是炼丹这块材料，但如果客人您若是能拜入魏师傅的门下，必然有所成就。他吹嘘着自己与一名炼丹师的交情，说到最后伸手在吴清面前搓了2下道，只不过想要得到他老人家的青睐，兄弟我也得孝敬点好东西，客人您懂吧？他露出一个猥琐的笑容，吴清哪能不知道他的意思。区山阳县的炼丹师能有多好？好的炼丹师又岂是一个药铺小伙计能够引荐徒弟的？何况他根本就无法学习炼丹。不过这小伙计是个人精，他在山阳县还要待一段日子，这小伙计也许有用。于是他从随身包裹中抓出100枚铜币塞在小伙计手中。小兄弟，我暂时没有拜师的打算，这点钱你去买点点心，以后我如果想要拜师了再来麻烦你。第63章，我觉得他适合当县尉。哎，这哪好意思啊？小伙计一边说着不好意思，一边将铜币往自己口袋里塞。吴清笑了笑，便离开药铺。从药铺离开后，他又前往一家专门售卖各类技能的商店。来到这里，他首先寻找白色品质技能。但是别看白色品质技能垃圾，爆率却不高，只有在越级战斗的情况下才更容易爆出来。NPC 这里就更稀少，况且他们大多宁愿学习一些效果差的灰色品质技能，也不愿意去学习白色品质技能。就算最差的灰色品质技能，也会对相应的道有提升效果，但白色品质技能练到满级也只是浪费时间。转了一圈，他只找到2个白色品质技能书。回春术 LV1， 白色品质技能，透支体力，立刻使自己恢复50点血量，虚弱10秒，虚弱期间降低10%全属性。
冷却90秒。禅定 LV1 白色品质技能进入禅定状态5秒，持续期间精神抗性提升5点，冷却30秒。看着这2个技能的效果，垃圾技能吴清已经不想吐槽，但是没办法，这每一个垃圾都是成就圣胎的基础。而且他前世曾听人说过，圣胎是没有弱点的。虽然不清楚其具体效果，也不知道为何说是没有弱点，但是自己天赋造成的灵魂上这么大的弱点，或许能在圣胎下被消除。为自己选定这2个技能后，他又找了3本技能，一个灵魂攻击技能，一个治疗技能，以及一个属性增益技能，都是灰色品质。这些是给梧桐买的。品质越高的技能，释放时消耗的法力也就越高。如他之前爆出来的青色品质技能暗影风行咒，释放时需要消耗920点法力值。梧桐的天赋提升体质，并不能提升心力，所以他血量超高，法力值是正常的。灰色品质的技能对于一阶玩家来说，蓝耗已经不小，若是再多，他也没有足够的法力值来释放。不过这几个灰色品质技能都是他精挑细选，属于灰色品质技能中的极品。加上他购买的2本白色品质技能书，就花费了9000多枚铜币。离开商店后，他又前往出售装备的商店，花费6枚银币购买了一副灰色品质套装。穿戴这个套装是对体质的要求很高，但对于其他属性的要求不高，正符合梧桐的天赋。而作为高体质要求的套装，这其实是一套适合坦克类玩家使用的装备，有着高额生命加成和防御属性。而其套装效果虽然只有一个，却是高额的反伤效果。联系上梧桐，他将所有灵草和3本技能书给他传送过去。至于套装，他剩下的钱已经不够传送了，得继续去赚钱。之前接的剿灭山贼任务实现到了，他再次去官府接了一次。杨默看到他时还感到十分惊讶，他以为这小子已经被江妙龄的秘法吸干，没想到依旧活蹦乱跳。不会是小姐遇到危险了吧？杨默心里忽然感到突突的，没有立刻把任务给吴清，而是跟他闲聊了一番。但吴清表现正常，甚至还对江妙龄夸赞有加，这就让杨默感到疑惑了。正在此时，他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走入官府。江小姐，他连忙起身给厉小柔行礼。厉小柔作为千年老鬼，在夺舍并接收江妙龄全部记忆后，伪装江妙龄平日姿态是再简单不过。杨默纵然实力不差，也不可能看出厉小柔的破绽。他先是对吴清露出一张略显羞涩的笑脸，又对杨默道：杨大人，伐大哥对我姐姐有恩，我离开后还望您对伐大哥多多照顾一番。照顾？杨默在听到照顾这2个字的第一时间，还以为江妙龄想要让自己整治吴清，但看江妙龄的表情又不像，似乎真的是要报恩。这是什么情况？他搞不懂了。想到这里，他试探性地问道：小姐，我这县衙里还缺一名衙役，虽然不算是朝廷命官，但是每个月也能领取不薄的薪水，不如安排法小哥进入县衙。可谁知他眼中的江妙龄却是有些不悦，衙役只是县衙的仆人罢了，怎么能让我们的恩人当仆人呢？杨大人，您不是有向朝廷推荐县尉的权利吗？我看伐大哥就很合适。县尉？杨默惊了。县尉和衙役不同，衙役不是官，自己可以直接任命，也不归朝廷管，但县尉可是9品，是需要由中央下达任命的。小姐这是怎么了？仅仅一夜过去，事情的发展就让他看不懂了。小姐，山阳县虽然不是大县，但是想要担任县尉，至少也得是3阶强者，可伐小哥不过15级罢了，根本不够申报的资格啊。而且现在的县尉冯耀不仅是35级强者，更是山阳县大族冯家家主的亲弟弟，把他换下去，山阳县是会出乱子的。吴清听到厉小柔帮自己争取县衙官职，连忙说道：多谢江小姐好意，但在下这点微末道行还不足以担此大任，而且在下要接剿匪任务，一旦做了官就无法去马头山剿匪了。他虽然会在山阳县待上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太久。玩家和 NPC 不同，实力提升更快，不会一直待在这些小地方，并且他要去剿匪也是事实。另外，马头山不仅是剿匪赚钱的地方，还能遇到一个重要的人，那人与解决临时威胁有很大关系。算算时间，他也应该到了。吴清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能担任官职而长期在县衙逗留。厉小柔见他也这么说，便耸了耸肩道：那好吧，既然伐大哥不愿做官，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来找杨大人，杨大人都会帮您解决的。杨大人，以后伐大哥都是自己人了，多照顾一下。杨默见吴清主动放弃县尉，又听厉小柔说他是自己人，也急忙应和道：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就好，我比你年长，伐小哥不嫌弃的话就喊一声杨大哥就好。第64章再次转移。吴清当即顺杆往上爬叫了声杨大哥。轮回里
能和 NPC 搞好关系，那可太重要了，而且还是县令这种一个县里一把手的高级 NPC。几人客套了几句后，厉小柔又询问了一番申请是否被朝廷通过的事情。杨默说依旧没有消息，但应该没有问题。聊了几句后，吴清和厉小柔一起离开县衙。离开前，杨默将剿匪的任务再次交给吴清，并且这一次他提高了吴清的任务权限，其实就是将任务期限延长到了1年，让吴清不用每天都回来接一遍任务。离开县衙后，厉小柔对吴清眨了眨眼：“小弟弟，姐姐跟你争取的这个福利怎么样？你要怎么感谢我啊？”吴清这才恍然，原来厉小柔说什么想让他担任县尉，只是为了后面做铺垫罢了。虽然杨默是江妙龄的人，但也有自己的想法。若是直接让他帮忙照顾吴清，他也会答应，但是不如现在提出让吴清担任县尉，一是让杨默明白吴清很受江妙龄重视，二则是吴清主动拒绝后也会提升杨默的好感，并让杨默觉得区区照顾只是小事而已。你早算准了我会拒绝？吴清向厉小柔询问。当然，这个千年老鬼夺舍重新获得人身后，仿佛真的变成了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女孩般，在街上一蹦一跳的走着，很是活泼。你去剿匪吧，我的申请应该不会有问题，最多3天我就要离开山阳县了。厉小柔没有返回春香别院，而是在山阳县内逛了起来，而吴清则再一次离开县城，前往马头山。马头山对他来说还真是个宝库呢。吴清专挑低级山寨，天黑前又缴了3个。其实他去了5个山寨，但是有2个山寨的首领最后逃了，努力功亏一篑。有了上次的教训之后，他这次在天黑前就下山返回山阳县，剿灭3个山寨，搜刮的财富加上山贼首领的人头赏金，他又进账价值6个银币的财产。有这些银币后，就可以将套装给吴桐传送过去，助他通关地狱级升阶副本。但现在下线还太早，天虽然黑了，却只是不能继续待在马头山罢了。他回到县城后，从另一个城门出去，找到一些野怪开始练级，顺便修炼一下自己的技能。他有神话级后天天赋甘地心，选择一个技能，每次普通命中敌方单位后都能提升 0.1 熟练度。他选择的是龙之力。找了一个怪物群，他也不躲避，只求能够尽量多的攻击到怪物身上，甚至怪物残血跑了也无所谓。技能熟练度的提升比等级提升还重要。直到将近凌晨时，他方才返回山阳县，而后下线休息。宾馆内，这次他比吴桐出来的稍微早了一些。刚将自热米饭加热好，吴桐就从游戏中退出来了。怎么样？今天提升了多少属性？吴桐醒来后，他立刻询问关于其天赋提升的情况，但少女却苦着脸揉着自己的小肚子。这几天他在游戏里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吃灵草，一直吃。但这些最便宜的灵草并不好吃，很苦。但他的天赋如此，换成别人还没有吴清这样的男友来源源不断的提供大量灵草呢。但是让他难受的是，明明游戏里撑得肚皮难受，可是下线之后肚子依旧饿得咕咕叫。游戏里吃的东西并不能反馈进现实中，可是撑了1天的他，哪怕肚子很饿也没什么食欲。今天我又吃了将近400株灵草，体质提升了38点，增益类技能强度提升了 38%。 他起床伸了个懒腰，对吴清述说自己这一天的收获。算上之前的54，现在一共已经提升了92点体质和 92% 增益类技能强度。这个数值若是让其他玩家听到，定然会惊掉下巴，而且依旧没有达到极限。吴清打开米饭对他说道：“你先吃吧，我再热一份，明天早上还得早起离开这里。”他打开另一盒自热米饭，并前去加水，回来后对吴桐道：“最多再转1-2次，我们就不用跑了，运气好的话1次就够。”吴桐也不跟他客气，拆开筷子吃了起来。能解决灵氏的威胁了吗？他至今不知道吴清的方法是什么。他们2个不过是平头老百姓，能用什么办法对抗灵氏那种庞然大物？除非……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你有办法将游戏里的能力提前提取到现实中了吗？他觉得目前只有这一个方法，极致的武力让灵氏无从下手，甚至他们还能反杀过去。游戏里最高的初始属性不过5点，这些属性与现实中的身体素质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哪怕是兵王级别的高手，现实里最多也不过是力体敏耐各5点罢了。但是游戏里10级内每升1级就能获得全属性各1点以及自由属性1点，就算是全点心力或神念，到5级时也能实力翻倍。何况吴清现在体质近100，力量过100，若能提取到现实中，那不妥妥的超级战士吗？甚至肉身抗子弹都没有问题。区灵氏又算个屁。但吴清却摇头道：“不，现在还没有办法将游戏中的实力提取到现实中，不过保我们2个平安肯定是没问题的。”次日清晨，他们熟练地去前台退房，并戴上墨镜、帽子、口罩，
尽量避开监控，找了辆出租车前往隔壁的城市。路上，这司机师傅还和他们聊起现在大火的超虚拟现实网游轮回。这游戏可真不得了，听说其他各种游戏的在线人数至少少了80%，有些游戏甚至几天内就直接倒闭了。啧，这种技术可惜是 AI 自主研发，如果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的科技不知得进步多少年。现在的游戏主播几乎都是在直播或者解说这个游戏，听说那些能获得神话级天赋的玩家被各大游戏公会招揽，直接就是千万年薪起步。唉，可惜我只是个卓越级天赋，人家游戏公会不要，要不然谁还开着破车？他在喋喋不休地唠着，可吴青的眼神却忽然变得冰冷了起来，伸进背包中的手也悄悄握紧里面水果刀的刀柄。第65章，心狠手辣。吴桐敏锐地察觉到吴青那细微的情绪变化，他悄然附在吴青耳边道：“青哥，怎么了？”吴青也附耳轻声说道：“上线。”他们就仿佛依靠在一起说悄悄话的小情侣。前面的司机从上方镜子中看到车后的情景，却并没有过多反应，而是依旧自顾自说着关于轮回的话题。殊不知，那想不依靠在一起的两人已经闭眼登录游戏。上线之后，吴青立即用聊天功能联系吴桐。这司机是林氏的人。时间很紧，他没有等吴桐询问，直接解释道：“他袖子上有2棵金色树木组成的图案，这是林氏培养专门做黑活的人的标志。这种人在华夏使用的是假身份，就算死了都查无此人。他以为我不知道这种隐秘的信息，所以没有特意隐藏。我们已经被找到了，比我预料的提前了2天，我们必须下车。等会儿你装作身体不舒服，我要求他停车或者把我们送到医院，至少大庭广众之下，他们还不敢对我们动手。”他一口气将所有话讲完，吴桐听完也知道事态紧迫，没有过多询问，表示自己明白。说完这些，两人同时下线。一离开游戏，吴桐立即哎呦道：“哥，我心头晕恶心，想吐，肚子还有绞痛的感觉。”吴青也赶忙上前查看，但吴桐哎呦声不止，只说心痛难忍。吴青慌忙向司机喊道：“师傅停车，快停车！”一边喊一边握着吴桐的手，急切的声音听得那司机愣了一下，他眸光闪烁，却是说道：“晕车了吧？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很快就到了。”但吴青却依旧急切：“停车呀！”他一副关心则乱的模样，见司机不肯停车，直接破口大骂：“妈的，老子让你停车没听到吗？操他妈快停车！”一边说还一边剧烈摇晃车前座椅。司机眼中闪过愠怒的神色，却又强行忍住，被吴青摇晃干扰，他差点开车撞上旁边绿化带。“哎，你别晃，要出车祸了！”正常司机遇到这种客人肯定直接破口大骂了，但是骂完肯定就把客人丢在路边了。这里小城镇很容易就能找到路边停靠的位置，但他要将这2人带走，不能停车，所以只能强行忍耐，甚至还好言相劝。正当他的注意力被因为摇晃而开的不稳以及思索如何让吴青不闹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吴青的手中已经悄然出现一柄水果刀。这辆车内部并无隔板，他轻易就将刀锋抵在司机的脖子上。“停车！”司机忽然感到刀刃冰凉的触感，知道自己已被识破，但他装作慌张的样子说道：“你这是要干嘛？要多少钱我给，不要杀我！”可吴青根本不跟他废话，一边将锋锐的刀刃轻轻划破他的脖子，令鲜血流出，一边淡淡道：“停车！”他没有嘴上威胁，手上的动作永远比嘴上更有用。这司机是林氏培养的人，余光一直注意着后座上他们2个的动作，以自己现在的弱鸡体质，哪怕拿刀都很难偷袭到他，所以他只能用这种转移对方注意力的方式来偷袭。司机额头冒出冷汗，脖梗刺痛和液体流出的感觉让他知道这个男孩是真的敢下杀手。他虽然是为林氏做脏活的人，但也不想送死，急忙将车子停在路边。“车子停了，可以放了我吧？”但吴青却是说道：“将手背过来，我要先将你的手捆起来。”男人一怔，犹豫了片刻，但就是这片刻的犹豫，抵在他脖子上的刀刃又深入了几分。感到疼痛，他连忙照做，心中也觉得这男孩虽然狠，但只要不逼他太紧，应该也不会随便杀人。吴青对吴桐说道：“用背包里的大塑料袋将他的手捆起来。”吴桐从背包中掏出一个买自热米饭用的大塑料袋，将其卷曲一下，当成短绳，把司机的背在座椅后的双手捆绑，甚至他还打了个死结：“我已经无法威胁到你们了，你们可以走了。”男人余光看了眼脖子上的刀子，他感觉这柄水果刀随时能刺进自己颈动脉之中。吴青点点头，他的确不会杀掉此人，现在还是文明社会，自然不能随意杀人。但他将刀从此人脖子上移开之后，蹭蹭2刀挑断了此人手筋。“你！”这人大怒，他完没想到这个被林氏老总指明要带回来的青年男女竟然敢挑断自己的手筋。可他刚刚张嘴，便感到硬物进入口中，然后舌头一痛，
血液便流满口腔。他的舌头竟然被吴清割断。但这还没完，吴清用随手从背包中掏出一块面包，将包装袋撕开后，把面包使劲攥紧，攥得很瓷实，然后将面包塞进此人流血的口中。男人看着吴清，眼神中露出恐惧的目光。这个男孩的心狠手辣，当真不像是这个年纪的人。正当他以为这吴清会就此离去时，谁料双眼一疼，从此便失去光明。他被刺瞎了双眼，剧痛袭来，但他发不出叫声。然后吴清用力击打他的颈部，连续击打了3次，才让他昏迷。做完这一切之后，吴清下车来到驾驶室，并解开捆绑此人双手的塑料袋，将他挪到副驾驶的位置，伸手在男人身上衣服口袋里掏了一会儿。他掏出一个林氏内部研制出来的通讯设备，打开之后，上面是一串特殊的符号。吴清思索片刻，输入一串数字，便将其解锁。这通讯设备为了避免被人解锁，所以每次的解锁密码都不一样，线索便在打开时随机出现的符号上。想要破解，就需要林氏集团内部特殊的解密公式。前世的吴清也是林氏集团高层，自然知道这些内容。解锁后，这里面没有存储任何信息与号码，所有信息在读取后都会被自动删除，不会留档。但是无妨，任何电子设备都不是完美的。这个研发设备的人与自己前世关系很好，他曾告诉自己一个秘密，那人曾在这设备上留了一个暗门，可以用特殊方法读取到被删除的信息。第66章，谨慎上线。吴清拿着这个设备摆弄了一会儿，一行行被删除的消息便重新出现在他眼前。X 是未见目标踪迹 ，X 现未见目标踪迹，上面已通过官方调取监控，目标曾出现在 X 地，已发现目标行踪，目标路线与行为逻辑已确定。黑狗，你距离最近，伪装成出租车司机于某时 X 刻经过 X 路线，8成概率能自然的接到目标。黑狗接到目标后，按一发送给我，将其带到 X 地无人处，有黑猫接应你。若不能接应到目标，就跟踪目标所乘坐车辆，随时汇报目标位置。已截到1辆车，发现目标。很好，到 X 地与黑猫会合，控制住目标2人，不要令其受到伤害。那是重要材料，1小时内总部会派遣直升机接走材料。他浏览着这上面一条条信息往来，怪不得林氏找到自己的时间比自己预料中还要提前2天，他们动用官方关系比自己计算中的要早。但这也说明另一个问题，林志豪对轮回的重视程度超越前世的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变数？因为自己1日内5次公告的原因，他觉得大概率与此有关。林氏做的事情不能见光，所以他们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动用官方的关系。而林月天赋出众，是林志豪内定的管理林氏游戏公会的人。但林月身患重病，需要换心手术，虽然除了梧桐之外还有备选的心脏，但是据林氏集团的评测，梧桐的心脏对林月是最完美最契合的。本来他搜查吴清2人会按照一贯的作风，先利用自己的力量，最后再动用上面的关系。但是吴清1日内5次公告，让所有工会都紧张了起来。林志豪更是在亲身体验过轮回后，断言这将是未来一棵巨大的摇钱树，因此才会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要完成林月的手术，令其能全身心管理林氏的游戏工会。因此他在搜寻梧桐时直接进入全力阶段。想通这些后，吴清编辑了一条信息发送过去，目标似乎在车上登录游戏，未曾察觉我改变路线，正在前往 X 地。然后他开车向前，来到一处广场前，将车子停在这里，和梧桐一起离开，只留昏迷的司机还在车中。之所以让他昏迷，是因为他可以通过登录游戏来告知林氏的人目标逃脱，让他昏迷，自己就有了逃跑的机会。和梧桐下车后，他顺手将那个通讯设备拿走。此时是清晨，路上行人不多，但车辆还有几辆。伸手招来一辆车，2人坐上后前往一个商场，下车时将那个通讯设备藏在了车门储物格里。在商场补充了一下食物和水后，他们又打了一辆车去 X 市。司机师傅惊了，你要是去隔壁镇上还行，去 X 市你知道有多远吗？光油钱和过路费都得大几百。吴清道，我们赶时间，这里也不通火车，坐大巴还得等2个小时，而且也太慢了。我出3000，拉不？有钱什么都好说，只要给钱，别说是拉到 X 市了，就是拉到西藏，司机师傅都照做。拉，但是要先付1半定金。吴清也不二话，当即将提前准备好的1500现金交给他。看到钱之后，司机师傅方才喜笑颜开，坐上来吧，咱们这一路可不短啊。2人坐上后座，车子发动。而后吴清从背包中取出一个长方形扁的黑盒子状的物品，拿在手中，并放在耳边。喂，爸，大巴太慢了，我打了辆出租，虽然贵点，但能更早回去。哎，您放心，司机师傅人挺好的。车号是 XXXXXX。
我看一眼啊，司机师傅叫刘军。哎，您多虑了，现在肯定是好人多啊，哪有那么多坏人？而且您能看到我手机的定位，我会随时给您发消息的。他故意说的很大声，就是要让司机听到。刚才漏财了，虽然只有几千，却都是现金。他不敢赌人品，如果司机真有歹意，这个方法也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除非是真的亡命徒，那就只能怪自己倒霉了。悄悄在梧桐耳边说道：“这把刀你拿着以防万一，你先登录游戏，吃灵草吃到饱后下线，然后我登录，咱们等有一个人醒着，过几个小时我再下线，你再上去吃灵草。”车上并不十分安全，所以两人不能都沉浸在游戏里。好在梧桐这几天不需要练级，他唯一的任务就是一直吃灵草，吃到吃不下。梧桐点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闭眼登录到轮回之中。半晌后，梧桐从游戏中退出，却是一脸惊喜：“青哥，我的天赋到上线了。”天赋有上线，这本该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梧桐却很高兴，因为这代表着他暂时是不需要继续吃那苦嗦嗦的灵草了。到上线了，多少？吴青暗叹一声，果然是有上线的吗？梧桐下线这么快，估计上线就在100左右。不过这个数值已经很令他惊喜，不到10级就能额外获得100体质和100增一类技能增幅，已经属于 bug 技能力。果然，梧桐达到100的体质以及100%增一类技能强度，和自己计算的差不多。他说道：“剩下的灵药你先留着吧，等你离开新手村去县里时，找个药铺把它卖了。不过今天你还是得醒着，我得去见一个人，我们能否脱离林氏追杀，还得靠这个人呢。”“你去吧，我会保护好你的。”梧桐笑着拉过吴青，让他靠在自己肩膀上，一只手放在抱在怀里的背包里，摸着背包里的刀柄。吴青靠在他的肩膀上，闭上双眼，再次于春香别院中苏醒。打开房门，立刻引起侍女的注意。那女孩忙上前道：“公子，早饭已经做好，我这就给您端过来。”他也没有拒绝。游戏中人物的饥饿与现实并不相通，用厉小柔提供的早饭也能节约很多时间。第67章抢男人的女山贼。吃饭时，他还顺便询问了下厉小柔去哪里了。侍女告诉他，小姐一早起床吃过早饭后就出去了。饭后，他离开山阳县，再次前往马头山，打开官府提供的地图，继续剿灭山贼。但是这次他在剿灭山贼时，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前进。随着向马头山深处走去，山贼也越来越强，不过他的实力也有所提升。这几天剿匪，他的等级提升到16级，人图称号提升到2级，吸血效果达到 3%。一路上他剿灭了2个山寨，第3个山寨的首领是敏捷型，在不敌自己时逃跑，剿灭失败。差不多是这附近吧。他在山林中左右看了看，对比地图，现在他距离一座大山寨马眼寨不远。马头山形似马头，山上有一处凹陷的山谷，远远看去如同马眼。这座大山寨正是建立在此处，因此名为马眼寨。这座大山寨是仅次于黑风寨那3个顶级山寨的第2流山寨，在马头山上地位不低。跳上一棵超高的大树上，他静静蹲守着。过了大概1小时左右，有一伙山贼从远处走来，若是仔细看去，会发现其中一名身材肥胖的女山贼将一个人类五花大绑的扛在肩上，她一手提着一根狼牙棒，一手提着这个男人，悠然地唱着山歌，向自己的山寨走去。终于来了！吴青从树梢上站起身来，查看那女山贼的属性：赵霞，马眼寨大当家 ，BOSS， 等级。血量39000，攻击2250，防御2200，技能爆炎棒、烈焰铠甲、火之沸腾。看不到等级，但从属性上看，应该在30级之上。吴青虽然只有16级，面对这30级以上的 BOSS， 却是丝毫不慌。掏出青色品质长弓贯日，伸手从空间剑袋中摸出一根青纹透甲剑。他张弓搭箭，瞄准远处的马眼寨山贼首领赵霞。贯日的使用限制是力量90。最大威力限制是力量150，他现在力量高达129，虽然无法发挥出全威力，却也能发挥出将近80%的威力，也就是贯日6500的攻击力能发挥出将近5200，这一数值在他这个等级已经堪称变态。再加上青纹透甲剑和贯日的双重破防效果，这女山贼的2200点防御根本就不够看。屏住呼吸，瞄准，射击！青纹透甲剑带着呼啸风生射向女山贼的脑袋。这山贼正悠闲地唱着山歌，可见他心情极其愉悦，时不时还和被他扛在肩上的男人调笑几句。你模样长得这般俊俏，以后就是我第72个压寨夫人了。我赵霞在这马头山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跟了老娘，以后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哈哈！他正笑着，忽然感到额头刺痛，心中暗道不好，一把将肩上扛着的男人丢掉，抓住狼牙棒就要还击。眸光中青纹透甲剑迅速放大。他知道躲闪和格挡都已经来不及，
便大喝一声，那肥胖的身体便被一副火焰组成的铠甲包裹。轰！负18310，青纹透甲剑正中这女山贼的头颅，火焰消散，她的脑袋上被炸出一个坑，但她依旧未死。那火焰铠甲将她的防御力临时提升了1倍，但头颅是身体要害，因此造成了3倍伤害。是谁？女山贼被一击重创，大怒不已。但是她刚刚抬头，便又听风声呼啸，又一支青纹透甲剑照着她的脑袋再次射来。轰！负18529，仅仅2箭，女山贼便被射成残血。她暴怒而起，就在第3支箭即将射中她时，她手中的狼牙棒也终于挥出。当！狼牙棒上携带着仿佛岩浆般的热浪，重重地砸在青纹透甲剑上。然而，纵然他将剑矢挡下，却也被其中携带的力量震得武器差点脱手，站立不稳，踉跄后退了几步。就在此时，有一支箭矢射来，这一次箭矢贯穿他的胸膛。负6238，女山贼强壮的胸膛被箭矢炸出一个大洞，倒在地上，却是再也动不了了。大当家的老大，赵杰死了。其手下仓皇间还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他们也顾不上赵霞的尸体，纷纷向山寨的方向逃去。树梢上，吴清悠悠收起长弓，还行，但到计算能力还在。根据前2箭，他已经计算出赵霞那防御技能的加成数值，也料到第3箭必然会被挡下。但是他的力量拉开的贯日长弓，必然能震得赵霞手臂发麻且被震退。因此，最后一箭他是预判了赵霞后退的位置。只不过最后一箭他原本也是奔着赵霞的脑袋射的，却还是偏了一点，射在赵霞胸膛上。好在结果和自己预料的一样，这些细枝末节也就不重要了。他瞥了眼四散奔逃的喽啰们，并未前往追击。马眼寨实力不弱，除了赵霞外，还有2名实力不俗的当家，其麾下喽啰也不是之前剿灭的山寨里那种弱鸡。他没时间与其周旋，在无法偷袭伏击的情况下，他是打不过马眼寨另外2个当家的。跳下大树，他快速朝着赵霞的尸体奔去。来到赵霞身前，这女山贼爆出了一件不错的装备，也就是他手中那柄狼牙棒。烽烟破，轻品质武器，攻击加500，碎甲加800。效果1：烽烟缭绕，用其释放火系技能时，威力提升 50%。使用限制：力量大于100，体质大于70。属于破甲型的钝器，基础属性不如短刀弧光，但是又多了个特殊效果。可惜自己用不了道之技能，这个效果对自己无用，但至少比自己一直使用的黑色品质武器人骨战锤要好得多。如今自己基础攻击力就已破1000，人骨战锤加的那90点攻击力，只能算聊胜于无。之前找江妙薇用弧光交换武器时，他本来是想要近战武器的，没想到得了把长弓。不过也好，没有这把长弓，今天也杀不掉这名女山贼。想要见到自己要见的人，还需要升级并等待几天。将狼牙棒收起，他看向地上被五花大绑的男人。他伏击射杀赵霞，目的也正是为了见他。你好，我也是玩家，我叫伐木工。第68章，网站不招揽，龙的传人。伐木工，是你？被五花大绑的青年惊讶。你？他正要说什么，却见吴清忽然上前抓住捆绑他的绳索。正当他以为吴清要帮他解开束缚时，吴清却一把将他扛在肩上，飞快地向山下跑去。哎！青年在颠簸中满脸问号。不是，你干嘛？这一刻，他心中想到了很多。你要么把我放了，要么把我杀了，这么扛着我走是怎么个情况？死！不会遇到童了吧？无形中感觉菊花一紧，这个能一天内引发5次全服公告，甚至还被不少人怀疑在现实中就是杀人犯的睾丸，竟然是童。不是，大哥，我身上还有几件装备，都给你，我对男人不感兴趣。正在疯狂奔跑的吴清，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被噎得差点将这个扛着的男人一把甩出去。那个女山贼是马眼寨大当家，这里距离马眼寨不远，不赶紧跑的话，很快就会遇到报复的。马眼寨可不止赵霞一名山贼首领，虽然山贼不讲道义，但是万一寨内其他山贼首领杀出来，他可不是对手。但是这青年不能理解，你能杀掉这个女山贼，还怕其他山贼吗？大当家不应该是最强的吗？吴清一边快速奔跑一边说道。我靠的是伏击偷袭，用弓箭射死的他，我只是力量大，能拉开强攻，但其他属性一般，正面肯定是打不过的。他这样一说，这人反倒更加好奇了。力量大，就算你自由属性点全点力量，也不至于和其他属性拉开太大差距啊。傅佑觉得自己明白了什么，他恍然道：你的先天天赋是加力量的。吴清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算是吧。这人不知道吴清的力量究竟强到什么程度，但是这女山贼一招就制服自己，却被吴清3箭秒杀。
说明吴清的实力也是碾压他的存在。明明大家是同时进入游戏，且都是第一次进入游戏，他为什么这么强？果然不愧是能1日内引发5次全服公告的高玩。他想起部长交代给自己的任务，之前通过聊天频道发的置顶消息没有得到回应，现在见到本人，正好问一问。对了，自我介绍一下。虽然他感觉自己现在的姿势很不雅，但依旧不妨碍他要说的话。我叫龙峰，既是真名，也是网名。我的身份是华夏网战部龙组第1战队青龙战队队长。你有兴趣加入网战部吗？虽然按照部长的要求对吴清进行招揽，但他并没有抱太大希望。这些日子里，各大游戏公会都在用聊天频道置顶的方式招揽吴清，其中不乏外国资本，甚至最高的一个已经开到了10亿年薪。10亿啊，这是什么概念？普通人3000月薪得不吃不喝将近3万年才能挣到。可是吴清却从来没有回应过，连10亿年薪都招不到的人，此人很有可能是富二代。他们网战部可开不了这么高的工资，而且网战部属于国家特殊部门，对于身份的审核极其严格，那些资本的二代，就算游戏里天赋超高，政审这一条都过不了。所以他的招揽只是给吴清一个报名的机会，是否真的能进去，还得等吴清提交个人资料后进行备调，等确定这个人身份干净，才会被录用。但他不知道的是，吴清之所以出现这里，就是为了等他。龙峰是红色背景出身，虽然他的成就有家庭背景的原因，但他本人也足够努力，连续3年部队比武全部个人项目冠军，以优异的成绩和体魄加入特种部队，出色完成过多项隐秘任务，其中有些任务甚至还有极高的生命危险。但他从未退缩和抱怨，甚至他的爷爷中将级别的高级将领想要将他调到安全的后方，都被他拒绝。这个人有着极强的自律性、韧性、爱国热情以及正义感。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获得那个特殊的神话级先天天赋龙的传人。龙的传人神话级先天天赋，每次升级都能获得额外随机点数的随机属性，点数上限随等级而提升。每个人所获得的天赋都与其本人有着极高的相性，能获得这个天赋的人必然有着一颗最纯正的华夏之心。想要躲避林氏追捕，普通人能做的也就是加入其他势力需求庇护。但林氏家大业大，自古权与钱互相纠缠，以林氏的财富，哪怕是加入官方也未必安全。但他和吴桐都有着极高的天赋，这就能让他们本身的价值提升，从而得到保护。但是依然不够，只要林氏付出的代价够大，他们依然是危险的。所以他还需要一个能不惧林氏且愿意与林氏对抗的人。那个人就是龙峰。从他发现自己这次进入游戏的出生地是黑石村时，龙峰就成了他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红色背景，中将级别的爷爷，哪怕林氏手眼通天，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必须闭嘴。再加上龙峰正义的性格，林家根本就不可能买通他。龙峰的出生地虽然不是黑石村，却也是隶属于山阳县的一个村庄。但这个新手村的人比较倒霉，他们要想来山阳县，就得途径码头山，这就有被山贼劫杀或晚上被幽冥雾气带入幽冥界的可能。但是也有一条被那个村子里的人探出来的安全路线，只是绕得比较远。龙峰觉得自己天赋高实力强，决定硬闯码头山，虽然没有被卷入幽冥雾气中，却还是被山贼给劫了，而且是被女山贼劫色。吴清虽然计划中是要加入官方，但不能立刻表现出来。网战部？华夏有这个部门吗？吴清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询问。事实上，华夏成立网战部虽然不是秘密，但也没有大肆宣扬，不知道也纯属正常。龙峰解释道，这是一个在轮回开服那天晚上新成立的部门，全称为华夏网络特战部，简称网战部。网战部是从各个部队抽调的精锐战士所组成，因此是军方编制。如果你愿意加入网战部，虽然我们给不了你那么高的薪水，但是只要入职便直接授予中尉军衔，所有福利也都是最顶级的。他没有谈薪资，因为他觉得连10亿年薪都能拒绝的人是不在乎那点薪资的。那么网战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当然便是部队编制。中尉虽然不算高，但华夏的晋升体系何等艰难，能直接从尉官开始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连龙峰这个小队长也才少校罢了。第69章意外收获，买1赠1。如果问中尉和10亿年薪哪个更好？废话，肯定是10亿啊！犹豫1秒都是对10亿的不尊重。但吴清没得选，只有官方才是临时不敢动的参天巨树。至于薪资，其实官方的薪资也不算低。众所周知，华夏的薪资从来不是看账面上的工资，而是网战部的成员在轮回中站稳脚跟后，从中赚到的钱只需上交1半作为营业额，剩余的便是内部分红。其实待遇真不比各大游戏公会给的差。中尉，吴清装作惊讶的样子，听起来好像不错呀。我从小就梦想着参军，但我身体不好，会有影响吗？
身体不好。龙峰不解，看吴清的样子，年龄也不大，还能无视10亿年薪，身体能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有疾病，拿10亿年薪去治病不好吗？吴清道：我有很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参军不是要体检什么的吗？我应该通过不了吧？先天性心脏病？龙峰望着吴清健步如飞的样子，以及那一身腱子肉，怎么看都不像是有病的样子。他们早已发现，轮回中觉醒的天赋类型是与现实的身体有关的。如果现实中身体素质很差的，在轮回里根本就不可能获得肉身方面的天赋。而吴清说自己力量很大，那么他在现实中大概率也是力量型选手，并且能一日内5次公告，如今实力更是远远超过他。龙峰认为吴清定然是神话级天赋，轮回里力量型神话级天赋，那么现实中极有可能是专业的举重运动员之类的，而且还是极有天赋且训练极刻苦努力的类型。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先天性心脏病？但吴清的情况特殊，天宇宙父有魂转身与身转魂2种，若他选择身转魂，那就是弱到极点的肉体，但拥有极致的灵魂力量，这与他现实中的身体是比较对应的，只是更加极端罢了。重生一世优点强化不也很正常吗？可他却选择了另一个极端，舍弃灵魂力量来获取极致的肉体力量。那个，我天赋比较特殊。吴清语气有些腼腆，我跟你说，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龙峰是人品，是经过前10多年来验证过的，可以信任。况且等吴清申请加入网站部时，申请表上也要说明自己的天赋和具体效果。龙峰见他这么说，当即很严肃地保证道：放心，我龙峰不是那样的人。吴清好像也没什么心机，便将自己的天赋和他说了一遍。天宇宙父，舍弃灵魂力量换取极致的肉体力量，怪不得你前期升级那么快。虽然只是稀有级，但是只要有人能为你添加精神抗性的增益技能，你这天赋比很多神话级天赋都强。龙峰喃喃，他已了然。你的情况我明白了，我们在非游戏时间虽然也要训练来保持体能，但你情况特殊，可以免除。而且网站部的作战环境是游戏里，并不需要体检。而且以你的天赋，我们部门很有可能为你请来专业的医生，免费为你进行治疗。你确定要加入网站部吗？吴清又犹豫了一下，龙峰暗叹，他以为吴清终究还是会选择钱多的游戏公会，但吴清却是说道：那个，我女朋友也是神话级天赋，能让她也加入吗？啥？龙峰愣住了。还有一个神话级天赋，买1赠1。网站部是从全国精锐战士中挑选出来并组建的特种作战部门，共有12个组，每组有5个小队，每个小队有100名左右队员，以及100个可对外招收的编制。这6000人最差的也是史诗级天赋，但是神话级天赋也不过只有30多人罢了，有一大半小队长都不是神话级天赋呢。但吴清却要再带过来一个，还有这好事？他当即说道：那肯定可以啊，只要天赋够高且能经过政审，并正式加入后能招揽到精英，还算是功劳呢。以后升职评审都能用到。只要你俩身份没问题，加入进来之后，拉你女朋友这个神话级天赋精英的功劳我让给你，算你的。他很高兴，没想到招揽这个神秘的睾丸竟然如此简单。至于说招揽过来的人会不会有问题，那不关他事，自有人会去对其进行背调。我们身份肯定没问题，我们都是西红柿孤儿院长大的，爹妈都没，怎么可能有问题？网站部在哪儿？我们要直接去京城吗？龙峰答道：等会儿我发给你一个网址，你把资料填写一下，等通知就好。不过我们这个部门人不多，提交过去后审核的很快，但你是孤儿，可能会有人去你们孤儿院进行调查，会费点时间。你们想要直接来京城也行，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们。吴清扛着他一直跑到码头山下，方才将他放下，并为他解开绳索。呼，双腿落地后，龙峰舒展筋骨，还好被你救了。这个游戏这么真实，一旦被那个女山贼抓进山寨，想想就可怕。他龙峰一直待在军营里为国效力，虽然身世显赫，其实连女孩的手都没牵过，更没有谈过恋爱。要是第一次是在游戏里被撞得和熊一样的女人强了，那才可怕。因此他挺感激吴清救下他。双方加了个好友，龙峰将一个网址发给吴清，这个网页你填报申请就好，我去将你的情况汇报给部长，毕竟招揽你可是我们部长给我们每个队长都下达的任务。吴清靠脑子将网址记下，他手机砸了，现在没法填报。先去山阳县吧，我在那里有个院子，你先住下再下线，不用担心被攻击。而且我现在正要去京城，手机却丢了，等我下车后找个网吧再填报申请。龙峰听完再次惊了，你还有院子？吴清耸了耸肩，可能是我人品比较好吧。第70章，厉小柔离开山阳县春香别院之中。
当躺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厉小柔看到吴清带回来一个男人时，她惊讶地问道：“原来你喜欢男人，怪不得你会拒绝江妙薇。”吴清，他想爆粗口，但想到后面还需要厉小柔帮忙，只好强行忍住。这是我朋友，还有房间吗？给他安排一间。厉小柔站起身来围着龙峰转，啧，还蛮帅的，为什么这世上长得帅的男人都是基佬？龙峰，不是我。他还没说完，厉小柔就打断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不必多说，我都懂。吴清翻了个白眼，你懂个嘚儿，你懂。你要是看上他了，带他去你屋里也行。龙峰，他忽然感觉自己好像是进窑子了，只不过面前这个女 NPC 好漂亮啊。他虽然一心报国，但也是男人，看到厉小柔这种绝美的女人，也难免被她吸引。何况厉小柔可不只是继承了江妙玲的玄阴玉体，她鬼体中自带的魅惑能力可是天生的。龙峰忽然感到自己呼吸急促，脸也一下子就红了。他急忙转过身去，不敢再去看那张绝美的脸庞。厉小柔见他脸红的模样，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小弟弟还蛮可爱。他眸中闪过一抹如玉的光晕，惊讶道：“又是一个绝佳的天赋者。”吴清见他眸中露出的玉色，心中暗道不好，这女人的玄阴玉体配合神隐夺阳，能够夺取他人天赋。他不知道这个夺取的天赋是不是玩家的先天天赋。虽然龙峰是玩家，死后能够复活，但若是神话级天赋被夺走，他就将泯然众人。他是我朋友，你可不能打他主意。吴清连忙将龙峰护在身后，如果龙峰天赋被夺，能不报复自己就不错了，再想进网站部就不可能了。失策了，不该把他带回春香别院的。厉小柔眸光流转，见吴清护着龙峰的模样，更是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哟，这就护上了，放心，姐姐不抢你的。吴清无语，怎么游戏里也有腐女啊？不对，他忽然想到之前厉小柔对江妙薇亲昵的模样，这丫头不仅是腐女，好像还是个百合。这千年老鬼是活得太久活变态了吗？不过此刻再想后悔带龙峰出去也来不及了，已经被厉小柔看到，如果他真的要对龙峰下手，那么无论他们躲到哪里都没用。厉小柔让侍女给龙峰安排了个房间，自己便再次回到院子中间的躺椅上，悠悠地晒着太阳。就在此时，杨默从外面走来，一进来对厉小柔喊道：“江小姐，大喜！大喜啊！”厉小柔听到这个声音，嗖的一下就跳了起来。大喜！吴清也停下脚步。大喜！大喜！杨默连续说了好几句这个词。大喜！大喜啊！来到厉小柔身前，他正要说话，忽然看到龙峰，便闭上了嘴巴。厉小柔曾对他说过，现在吴清是自己人，所以他可以不避讳吴清。但这个忽然出现的陌生人不知是谁，他眼神看向厉小柔：“江小姐，这位是？”厉小柔笑道：“哦，他呀，他也是自己人，刚刚才到这里和我会合。我走之后，这些侍卫和侍女就留给你了，他们两个你照顾一下，他们不会在山阳县停留太久，过段时间会离开的。”哦，原来如此。杨默虽然对龙峰的身份有些狐疑，但既然是厉小柔亲口所说，他也就没有再继续多问，便继续说起自己的话题。江小姐，您的申请，朝廷那边已经批下来了，而且陛下还特意询问江家现在的情况，并说已经联系过玉灵仙宗，只要您过去之后，玉灵仙宗的仙长很快就会降临。果然是大喜。厉小柔露出笑容，吴清也露出笑容。现在他巴不得厉小柔赶紧走，这样龙峰就不会被他吸干了。咦，你好像很开心。厉小柔敏锐地察觉到吴清的笑容。吴清连忙说道：“江小姐，您的事情终于得到批复，我自然是替您开心。”是吗？厉小柔皱了下眉头，感觉不太对，但也没有多想。一直留在这里逗吴清玩，虽然也挺开心，但自己舍弃千年修为，终究不是为了在这里虚度时光的。既然申请得到通过，他也就不再在这里浪费时间，随同杨默一起前往县衙。临走时，他还和吴清告别了一下：“我要去玉灵仙宗了，下次再见，姐就是你要仰视的存在了。”哈哈哈！他大笑了几声。自从离开幽冥界并夺舍成功后，他的性格也有所变化。当他们离开之后，吴清带着龙峰去春香别院的空屋子里。那个女人什么情况？龙峰听他们的对话，听得一头雾水，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吴清便将厉小柔的事情大致跟他讲了一遍。幽冥界，红衣女鬼，看来我们对轮回的探索还只是冰山一角。说到这里，他表情严肃：“你这个情报很重要，能补足我们对轮回世界的探索。回去等你加入网站部后，这个功劳再给你算上。”龙队长，您太客气了。吴清嘴角微微扬起，他自然是故意说给龙峰听的，这也是自己的价值之一，可以算是加入网站部的一个投名状。那行，我先下线去跟我们组长汇报，你也赶紧提交申请。龙峰躺在床上，双眼一闭，便已经下线。京城
一座政府办公大楼中，一名青年从一间办公室里醒来。这间办公室很奇怪，里面的摆设不像是办公室，反而像是卧室。这里就是网站部的大楼，6000名战士，每人一个单间。龙峰从房间中走出，并向组长办公室走去，敲了几下门，里面传来一道清丽的女声：“进来。”龙峰走入其中，这里同样是一个卧室样的办公室。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军官披上外套，坐在办公桌前。她看向走进来的龙峰，跟我详细讲一下关于那个人的情况。第71章填报申请。一辆开在高速公路的出租车上，吴清睁开双眼，鼻尖嗅着女孩头发上的清香，窗外是快速闪过的风景。这次他在轮回世界中伏击赵霞并救下龙峰，而后又带其回到山阳县，用了好几个小时。算算时间，车子也快要开到目的地了。梧桐见他醒来，方才放松一些，紧紧握着刀柄的手也稍微松开了一些。这次的行程没有意外，大概又是半个多小时，车子来到目标城市。小伙子，到城里了，你们要从哪儿下？司机师傅出声询问。吴清开口道：“帮我看一下机场附近有没有网吧，把我们送到那里，谢谢。”他付的钱够多，只要要求不过分，司机自然不会拒绝。很快，出租车就来到飞机场附近的一家网吧门口。两人下车后，进入网吧开了一台机子，依旧用的苏明的身份证。梧桐开机子的时候，他则是去厕所解决一下内急问题，顺便将水果刀清洗一下，而后丢进垃圾桶中。这玩意儿可带不上飞机，而且他们现在也用不上这个东西了。回到座位上，他输入龙峰给他的网址，打开了一个国家官网——华夏网络特战部官方网站。这个网站并不是隐秘的，任何人都可以搜到。而后他找到申请页面，先是输入了一串龙峰给的邀请码，方才跳转到一个身份填报页面。上面的内容和大多数招聘网站差不多：姓名、年龄、性别、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籍贯、工作等等。但是比起正常的招聘网站，还多出了一项特殊内容：轮回游戏 ID、轮回游戏中先天天赋及详情、轮回游戏中当前等级。将这些都填写好，他选择提交，而后再次打开申请页面，给梧桐也填写提交了一份。之后就下机和梧桐一起前往机场。到了机场之后，他们先是了解了一下最早飞往京城的直飞航班的时间，然后去吃了顿饭，并卡着最后时间买票上飞机。上飞机和住旅馆上网吧不同，这次他们使用的是自己的身份证，也只能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一张票1000出头，他的钱还够用。坐上飞机之后，他立刻登录游戏，此时龙峰还没有上线。他等待了一会儿，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龙峰在游戏中睁眼：“你的申请我看到了，已经进入审批流程，不过我们这里的审批流程不复杂，申请的人也很少，很快就能结束。”睁眼看到吴清，龙峰立刻说起申请的事情，但他看吴清的眼神总是让吴清感觉怪怪的。“你这是什么眼神？我不搞基！”吴清向后退了2步，一脸戒备地盯着龙峰。龙峰，干！这鳖孙儿故意的。他满头黑线，说什么呢？关于你，我把你的基本情况和组长汇报之后，又与组长一起去和部长汇报了一遍。和我认知中的一样，你的天赋虽然被定义为稀有级，那只是因为弱点太明显，可这并不能掩盖你天赋本身的超凡优势。还有你的身份问题，我们部长说，只要你说的是真的，审核就没有问题，一定能通过。不过最让我们惊讶的是你的女朋友，她才8级就有112点体质，和她的天赋比起来，我感觉我这神话级天赋就是屎。龙峰这话就不对了，轮回是公平的，任何得到都需要代价。同样是永久增加属性类型的神话级天赋，龙峰如今只额外获得了36点属性，平均每级 3.6 而已。但他获得属性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只要升级就能获得，只有点数多少的问题。额外获得36点，多吗？其实不少了。正常人升到10级，在减掉初始属性的情况下，全属性相加是70，而吴清在达到10级的时候，全属性相加并减掉初始属性达到了110，额外多出40点。他额外获得的总数与龙峰相差不大，但他是有致命弱点的，但龙峰没有，所以他只是稀有级，而龙峰是神话级。而梧桐的额外获得却是100点，比他们多了将近2倍。但梧桐提升额外属性的难度也远比他们2个难得多。首先，新手村没有能提供大量灵草的药铺，玩家想要提升就只能依靠自己去寻找灵草并挖掘。如果想要等到离开新手村再来吃灵草，那么不好意思，不到10级且未通过升阶任务的无法离开新手村，也过不去新手村道线里充满强大怪物的路。若是超过10级，又无法再去吃最低级的9品灵草来提升属性。哪怕是有人赠送，购买灵草的钱加上传送用的钱，吴清一共花费了7枚银币。对于新人来说，7枚银币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天赋触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天赋的上限才会被拔高许多。如今轮回开服不久，大部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梧桐有吴清在，他的天赋效果被发挥到了极致，这对于网战部来说也是一个宝。甚至网战部的诸多高层认为，梧桐的作用和价值还远在吴清之上。但是龙峰更关心另一个问题：你俩都姓吴，不该是兄妹吗？我国是禁止近亲结婚的。吴清将自己与梧桐的幼年解释了一番，所以就连吴这个姓氏也是我俩自己起的，小时候也不懂，只是觉得关系好就要用相同的姓氏，仅此而已。对了，我们已经坐上去京城的飞机，是直达的，预计今天晚上10点20分到达京城。龙峰点了点头，知道了，到时候我去接你们。吴清需要龙峰去接，他们坐飞机用的自己的身份证，这个消息用不了2个小时就能传到林氏那里。若是没有龙峰来接，哪怕到了京城，他们依旧会被林氏的人劫走，且没有任何反抗之力。而这个时间，在他们刚刚才离开的那座城市之中，几名黑衣人终于找到停在某个广场中被挑断手筋、割掉舌头、刺瞎眼睛后被击晕的黑狗。第72章，少爷小姐请回家。好狠！他们看到黑狗的惨状，哪怕以他们心肠之黑，也不得不感叹对方下手好狠。黑狗废了，这下他手不能拿，眼不能见，口不能言，连一个有价值的情报都提供不了，直接处理了吧。一名穿着黑色紧身衣、身材极苗条的女人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笑。黑狗也真是废物，带2个不到20岁的小屁孩而已，竟然被搞得这么惨。但另一名身材魁梧的男人则是说道：现在有轮回这款游戏，就算他不能说不能写，只要等他醒了，一样可以进入游戏里把他遭遇的一切告诉我们。就在他们议论时，一个一直沉默寡言的男人裤兜传来震动声，他拿出林氏内部的通讯设备，对几人道：目标已至 X 市，并乘上直飞京城的飞机，我们要即刻赶往京城，协助那边的人行动。黑猫，你把黑狗带回去，头儿还要询问他一些事情。这个废物不就地处理，还带回去干嘛？黑猫撇了撇嘴，有些不情愿接手这个工作。但那男人严肃地说道：上面的命令不得有任何差错。京城不比别的地方，我们行动起来不能那么肆无忌惮，而且这也不是暗杀任务，要将人安全无损地带回去。京城某座大厦内，一名西装笔挺的男人收起手中的通讯设备，立即打电话召集人手，10分钟内集合完毕，跟我前往机场。晚上8点半，一名身姿挺拔、面容俊朗的青年从网站部的大厦中走出，与他一起的是一名英姿飒爽的女人。云姐，我去接就够了，接新人哪能劳您大驾？青年一脸无奈地对身边女人诉说，表示自己一个人足够了。但那女人却完全没有听进去，少废话，我对这2个孤儿也挺感兴趣的，你去开车。无奈，青年只好去停车场开车。就在此时，又有几人从网站部里走出，为首的其中一人身材极为壮硕，如同一头野牛，而另外一人身材匀称，神态威严，仿佛猛虎。他们身后也各自跟着2名稍微年轻些的队员。2人看到女人那如牛一般壮硕的男人，哈哈大笑道：云组长，你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啊？女人睨了他一眼，态度冰冷：我去哪儿好像不用向你牛组长汇报吧？那是自然。姓牛的壮汉也不在意女人神态冷淡，他对身后2名队员道：你们去开车。他身边那如猛虎般威严的男人也对身后一名队员示意了一下，这几人当即快速离去。女人看到他们的模样，眸光闪烁：牛组长和白组长这么晚了也要出去？壮汉呵呵笑道：怎么，难道我和老白出去也要向你云组长汇报？女人哼了一声，不再说话。一辆路虎从停车场开出来，龙峰打开副驾驶的门，女人径直走上。这辆车后又有2辆越野车从里面开了出来，这2个男人一人上了一辆，并跟上龙峰的车。龙峰从后视镜看到他们跟着自己，对女人道：云姐，牛组长和白组长都跟上来了，他们肯定也对那2个新人感兴趣。女人惬意地靠在靠背上，无所谓地说道：那肯定啊，咱们这12个组一共60个队长，却只有30多个神话级天赋的人，其中咱们龙组就占了7个，老牛那一组里除了老牛自己外，就只有1个神话级天赋的队长。他肯定想要再拉几个高天赋的人才。不过不用担心，人是你邀请来的，就该咱们龙组先挑，这是咱们网站部的规矩，他老牛就算跟来了也没用。夜10点17分，一架飞机在京城机场落地。吴清与吴桐走下飞机，他们混在人群中快步向机场出口走去。就在他们刚到机场出口时，吴清余光忽然瞥到一名西装笔挺、长相斯文的男人，他心头一跳，连忙拉着吴桐向一旁闪躲。但是晚了，那男人还是注意到他俩。男人嘴角扬起一抹微笑，随着他的移动，身后几名黑衣人也一同跟上。不好！吴清心头剧烈跳动，便见那个男人已经拦在他的面前。男人对鞠了一个躬，对他恭敬地说道：
少爷、小姐，我奉您父亲的命令来接你们了。说着，他身后几名如同保镖一样的黑衣人一起对他鞠躬，恭迎少爷小姐回家。阵仗之大，让周围人群都驻足观看了起来，甚至有人还拿手机将这一幕拍下来发到网上。我勒个去，遇到真豪门少爷和千金了！有谁知道这是哪家的公子哥和大小姐吗？没想到富二代出行还挺低调，要不是这个管家和保镖来接他们，我还以为他们和我是一样的屌丝呢。会不会是在拍戏啊？总感觉这也太浮夸了吧？不会，都没看到摄像机。而且你们看这公子哥和大小姐裹得那么严实，肯定是被这家里人偷跑出来的，这下要被抓回去。哈哈，我猜对了。周围人议论纷纷，吴清冷声道：“我不认识你，请你让开。”但那男人却依旧保持微笑。少爷、小姐，不要再闹了，您父亲已经不怪你了，跟我回去吧。他身后那几个保镖模样的男人也齐声说道：“请少爷小姐回家。”吴清皱眉，林氏集团弄这一出是他没想到的，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合情合理的将自己与吴桐在大庭广众之下带走。至于被人拍下来，那又如何？豪门公子千金岂会整日暴露在大众眼前？就算之后他们再也没有露过面，也很正常。何况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这件事最多火一阵，很快就会被人所遗忘，也没人会在乎他们的真正身份，以及之后他们是否还活着。能想出这个点子，他看向那个管家模样的斯文男人，不愧是他，前世中林氏集团的重要战力，拥有神话级天赋，被称为林氏智囊的男人。第73章龙峰救命。随着机场里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男人微微一笑，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少爷、小姐，老爷说了，这才就算是绑也要把你们绑回去。说着就对身后几名黑衣人一招手。吴清心头一惊，大声喊道：“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是绑架！”说着又对周围群众喊道：“有没有好心人帮我报警？”但人群却都在笑。豪门的公子哥现在都这么玩吗？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比别人赢在了起跑线上，却还要离家出走。要是换我，老子肯定天天吃喝玩乐，跑个毛线啊！就是，真搞不懂这些公子哥整天在想什么。要是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他就知道生在豪门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了。但也有人真的提出疑虑，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群人真的是要绑架他们？其实他们不是所谓的豪门公子小姐。但他的话语一出，立刻就引起他人嗤笑。绑架？开什么玩笑呢？大费周章的绑他俩图啥？机场里这么多人，为何非要盯着他俩绑？就算真是绑架，等他们到某个无人的小胡同里时，麻袋一套不是更方便吗？这人说的头头是道，许多人也觉得很有道理，但还是有好心人打电话报警。万一呢？自己一个电话也许就能拯救2条生命。那如同管家模样的斯文男人注意到有人报警，但是他不怕，只要能在警察到来之前将吴清2人弄走就行。至于之后的调查，林氏有的是办法。现在吴清和吴桐裹得很严实，连脸都没露，不管是围观的群众也好，还是视频所拍到的画面，都看不出他们2个到底长什么模样。等警察真的查过来了，林氏大可以安排一个有一对儿女的小富豪，说是他们的子女离家出走，演一场戏罢了，只要不查太深太细，根本就查不出来。这也是他有恃无恐的原因。就在此时，机场外有3辆越野先后到来。咦？龙峰副驾驶上的女人望向机场内，发生了什么？好热闹！对了，你跟他们2个也不认识，约定的信号是什么？龙峰道：我和他们约定了机场门口，并把我的车型和车牌告诉他们了。我在游戏里没有改变容貌，我下车等，他们看见我就能认出我来。行吧。女人又瞥了眼窗外，我去那边看看热闹，你在这里等人。龙峰答应一声，2人同时下车，女人向人群聚拢的位置走去，而龙峰则站在车前等待。龙峰车后，牛组长和白组长的车也一起停下，2人一起下车，急忙跟上女人的脚步。就在女人走到人群聚拢处，并想办法向里面挤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呼喊：龙峰！救命！龙峰！龙峰！救命！咦？女人感到很好奇，怎么会有人喊龙峰的名字？她扒开人群，被她扒开的人看到是这么一个美丽高冷的女人，也就没了脾气。女人挤进里面，就看到几名黑衣人架住一对男女，这2个男女奋力挣扎也无济于事。他们那弱鸡的体格在这群黑衣人面前仿佛幼童，但他却清清楚楚地听到被架住的一个男孩高喊龙峰救命。怎么回事？女人沉思，认识龙峰，一男一女，还在这个时间出机场，不会是他们吧？这到底是在搞什么？当街绑架？但他又听那个戴着眼镜长相很斯文的男人说着什么。老爷说了，就算是绑，也要将少爷小姐绑回家。吴清和吴桐的资料填报上不是孤儿吗？
他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打算先拦下来问问再说。站住！女人拦在黑衣人身前，对上这几名黑衣人的眼镜时，她神情一正，立刻就严肃了起来。从这几名黑衣人的眼神和散发出来的气势，她判定这些人都杀过人，那就更不能放他们过去了。女人虽然生得美丽，却绝不是花瓶。她被从200万战士中抽调出来，成为网战部龙组组长，就连有兵王称号的龙峰都只能在他手下当个队长，可见他的不凡。那几名黑衣人见有人拦路，只好停下，毕竟这里众目睽睽，他们不能做得太过。那管家模样的男人急忙上前说道：“这位美丽的小姐您好，他们是我家少爷和小姐，我奉老爷的命令带他们回去，还请您不要挡路。”但女人却完全不理会他，而是走到吴清面前，向他问道：“你认识龙峰？”吴清闻言一喜，他嗓子都快喊干了，终于把救兵喊来。他知道龙峰是一个很守时的人，既然说要来接自己，就绝对不会迟到。所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最后的希望就在龙峰身上。只要让龙峰注意到自己，那么一切危机都将迎刃而解。虽然眼前拦路的并非龙峰，但这个女人他也认识。华夏网战部龙组组长云清。网战部的12个组长可都是上校军衔，虽然这女人的正义感没有龙峰那么强，但军衔却高得多。这种场合她比龙峰还管用。他连忙说道：“我是吴清，龙峰说要来接我，但是我出机场的时候，这几个人竟然当众绑架我们。”果然是他们。云清闻言对这些黑衣人怒斥道：“你们是谁？为何要当街绑架他人？”管家这时候语气也变冷了：“我们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管，给我让开！”他不能再拖了，有人报警，他必须要在警察赶到前把吴清2人带走。但是他们想当着云清的面带人，云清又岂能答应？现在的劫匪都这么高调了吗？他依旧拦在路中间，完全没有让路的意思。管家眸中闪烁寒芒：“这位小姐，你若再不让路，我可就要不客气了。”云清闻言，暴脾气也上来了：“哟，敢威胁我？我看你们谁能带他们走？”他本来想拿出自己的军官证，但是看到这些怀有杀气的黑衣人时，压抑在心中的暴力因子也逐渐苏醒。拿下这些家伙，搞不好还能立个什么功呢？第74章强大的云清。云清霸气拦路，让事情变得有趣起来，周围围观群众也越来越多。好漂亮的妹子！有群众看到云清的模样，顿时眼前一亮，老色批属性觉醒，感觉这其中定然有一段狗血的剧情。这女人该不会是那个公子哥保养的小情人吧？现在要阻止公子哥的家人把她带走。有一说一，这女人是真飒，正好戳在我 XP 上。羡慕豪门每一天。这女人这么强势，也许并不是情人，我猜她也是豪门千金，而且是和这公子哥敌对的豪门。他们2个相爱，但是双方家里不同意，所以这公子哥才私自跑了出来，然后现在这个女人来阻止他被带走。不得不说，现在人天天看各种狗血电视剧和小说，脑洞也是真大。云清听到这些议论声，脸色一黑，但他也不能对群众怎么样。现在他心中想的只是让这些黑衣人快动手，他好将其拿下后调查一番。管家模样的男人双眼微眯，现在出现的情况超出他的预料，但他作为林氏所看重的人，也很果决。在警告了云清一番后，当即命令几名黑衣人强闯出去。一名黑衣人上前想要将云清推开，但云清却反手扣住他的手腕，一个擒拿将其按倒。这一下爆发，周围群众竟然齐声喝彩了起来。好，漂亮！我还以为是敌对关系的豪门恩怨情仇葛，没想到是女保镖爱上大少爷的戏码，真精彩！起初云清听到群众喝彩，心中还很得意。他虽然不是那么虚荣的人，但谁不喜欢被别人夸奖？可是当听到最后一句时，他脸色顿时一僵，带有杀气的眼神瞪向说出这句话的人。但那人哪里懂什么杀气？见云清向他看来，还以为对方在认可自己的说法，于是他潇洒地甩了下头，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云清想揍人，很想揍人。现在他的心中火更旺盛了，不能对群众动粗，那就只能对这些黑衣人撒火了。戴眼镜的斯文管家看到他这一手，心中隐约有不好的预感。能这么背，正好遇到一个高手来拦路。他瞥了眼刚刚还大喊大叫，现在却安静下来的吴清，他刚刚喊的龙峰到底是谁？这个女人是吴清的救兵，可是他对吴清也了解。西红柿孤儿院的一员，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但是有很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就比如现在，在经历了奔跑、被抓、大喊之后，开始剧烈喘息了起来。可这么一个人能有什么人脉？为何会认识这么厉害的女人？但现在容不得他多想。算算时间，警察也快来了。他虽然不怕，但是会麻烦，会出现变数。所以他给这些黑衣人一个隐蔽的眼神，黑衣人们立刻理解。除了留下2人控制住吴清和吴桐外，其他人立刻向云清攻来。来得好！云清非但不怕，还很兴奋，
他将按倒的这人手臂背后拉直，伸脚用力一踹，伴随着一声惨叫，此人胳膊被瞬间踹断。他虽然自信，但终究是人，不是神。若不能让敌人失去战力，轮番围攻下，他也不是对手，丝毫残忍。直到此刻，围观众人才察觉到事情不对，那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这些人是在动真格的。卧槽！报警！快报警啊！已经报过了，机场就有警察，很快就能到。云清废掉地下黑衣人的双臂，站起身来迎战其余几名黑衣人。他可是军中霸王花，一身格斗术也是顶级。而且军队和警察不同，警察要求的是将罪犯制服，而军人则要将敌人击杀，所以他的格斗术也是真正的杀人技。侧身让过一拳，他则以手刀切进一名黑衣人中线，并以掌根侧缘劈在此人脖颈侧面，并击中其下颌骨。击中的瞬间，他便掌为钩，捏住了此人喉骨。就在他手上要发力的时候，却在最后时刻忍住。这个时候，只要他将大拇指沿着对方喉骨向上一推，这人就死了。但他现在不是要杀敌，而是要将敌人制服。在手刀劈在此人脖子上时，这人就已经失去战力，没有必要继续下杀手了。一次出手，瞬息间制服一人，他轻轻一跃，便再次躲开一只拳头。众人未见他有什么大动作，只是身体晃了晃，便欺进另一人怀中。他一只脚卡在对方脚跟处，抓着此人便是一个凶狠的背摔。砰！坚硬的水泥地都被砸出声音，可见其用力之猛。这次背摔将这个彪形大汉摔得七荤八素，一时间竟站不起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背上挨了一名黑衣人重重的一拳。他虽然强，但也是人，赤手空拳面对十几名同样受过专业训练的壮汉，也不可能无伤通关。这一拳砸得他心中一闷，差点喘不上气来。不过他也曾执行过极危险的任务，面对过要置人于死地的歹徒。背上挨了一记重拳后，他立刻向前跳跃，并用一种特殊的呼吸法来调整状态。他的这几次出手，看得周围群众纷纷叫好：卧槽，高手！这才是真正的高手，果然高手在民间，怪不得这个女人敢挡十几个大汉的路呢。她这几手太漂亮了，两招制服两个人。姐姐，我想拜师。你那是想拜师吗？你明明是缠人家身子，你下贱，我都不想揭穿你。云清迅速调息了几下后，一手前伸，一手下按在腹部前方，身子也微微蹲下，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这是华夏传武很常见的基本功，三体式也有些拳种会将三体式当作进攻的起手式或防御架势。云清师承那家名师，学习形意拳核心一把，在面对几名黑衣人的进攻时，他一发崩拳如利剑穿空，击打在此人胸膛，直接打得他气闷，两眼发黑，昏倒过去。这几招快准狠，瞬息间便又撂倒一人。被一名黑衣人架住的梧桐也没有恐惧叫喊，他看着云清刚猛的动作，眸中闪亮。第75章，一起进警局。好帅！这是梧桐现在的想法。看着云清三拳两脚间制服强大的肌肉猛男，他梦想着自己也有这么一天，能保护自己与吴青。如果我也能和这位姐姐一样强，也许我们就不用东躲西藏了吧。青哥也不会因此体质下降，并三番两次晕倒。此时的他还不知道云清就是吴青喊来的救兵之一，在欣赏云清战斗时，还时不时抬头眺望，想要找出吴青所说的龙风。管家模样的男人惊讶于云清的战斗力，他明白不能拖了，让几名黑衣人挡住云清，两名黑衣人架着吴青和吴桐先走。云清虽然热衷于战斗，但也不是没脑子，他一直注意着吴青两人的情况。此刻见到两人要被强行架走，就想上去拦截，但围着他的黑衣人还有8人。虽然他很快就放倒了3人，但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围攻中让云清挨了好几下。此刻他的身体也被打得出现淤青浮肿，想要去救吴青两人更是不可能。作为专业军人，他能让10-20人近身不得，可是面对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黑衣人，他能快速放倒3个，已经是了不得的战绩。不过就在他焦急之际，忽然看到2名熟悉的身影挤进人群。牛组长和白组长看到被围攻的云清，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也不能眼看着战友被人攻击，他们也立即加入战斗。云组长，怎么回事？2人一人一拳就放倒了2人，来到云清身边，一边与他并肩作战，一边询问。但云清并未直接回答，而是说了句：这些人都有问题，全部拿下带回去审问。说完，他一记炮拳砸在一名黑衣人的胸口，将其击退的同时，自己快速冲向吴青两人。喂，云组长。牛组长还没问清楚情况呢，就见云清冲了出去，现在反倒是他们2个被围在中央，但他们同样是格斗高手，面对这些黑衣人丝毫不惧。哼，哪儿来的歹徒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有黑衣人见女人还有同伴，心中一沉，知道今天的事情恐怕是麻烦了。云清现在浑身上下都在痛，
但他此刻完全顾不得这些，快步追上吴清他们，正要攻击时，便见一名青年从前方冲来，飞起一脚便将一人踹翻。他定睛一看，来的是龙峰。两人合力，很快就将这两人的胳膊也弄脱臼，令其失去战力。你怎么来了？云清一边喘气一边问道。龙峰道：我听到这边动静，发现你和人打起来，就赶紧过来了。然后他面向吴清，有些不确定地问道：我是龙峰，你是吴清？他在游戏里没有更改相貌，但吴清不是，他对自己的相貌进行了调整，不过大体轮廓相似，所以龙峰认为他是吴清，却不能完全确定。对，是我。吴清又把吴桐拉来介绍了一遍，这是我女朋友吴桐，也和我一起填报的申请。刚说到这里，机场的警察也终于赶到。此时牛组长和白组长也已经将那些黑衣人全部制服。警察见到地上躺了一排黑衣人，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先是询问了声是谁报警，而后便听围观群众七嘴八舌地说起这里发生的事情。豪门公子绑架。这两名警察有些诧异，那管家模样的男人见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虽然不甘心，但也不得不走上前来，对警察道：警察同志，是这样的。他依旧坚持自己管家的身份，并说道：我们只是接自家少爷小姐回家，就被这些人恶意打伤，我们是无辜的啊。但他也知道仅凭自己三言两语是不够的，当下是要将这件事情在暗中解决。于是他说道：警察同志，我们愿意接受调查，但我们也需要他们给我们一个交代，但我要将这件事情先汇报给我家老爷。说罢，他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便小声说起了这件事故。他并未被人，所言所语看似也都是在描述刚才发生的一切。两名警察对视一眼，对云清四人道：你们涉嫌故意伤人，跟我们走一趟吧。龙峰上前正要说话，却被云清制止。他看了眼牛组长和白组长，对两名警察说道：可以，不过把这些黑衣人都带上，他们涉嫌绑架，也要一起接受调查。警察道：自然，但是这次涉案人员太多，他们两个也不好办。于是另一人便开始摇人。很快过来了5辆警车，在稍微检查过被撂倒的黑衣人的伤势之后，便将吴清、吴桐、云清、龙峰、牛组长、白组长、管家以及那一群黑衣人全部带上了警车。这件事也惊动了他们的队长。头车内副驾驶上便坐着他们队长，在看完了围观群众拍的视频后，不由惊叹道：这几个人好俊的身手。那些保镖体格强壮，而且动作看起来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却依旧被轻易撂倒。这几个人恐怕不简单，普通人不会有这么好的身手，而这几人每个人都很强，看起来就像是经过千百次磨砺的最精锐的战士。那些保镖虽然不弱，却似野狼，寻常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而这几人却如猛虎，野狼再强，在猛虎面前也翻不起浪花。此刻那管家模样的男人在警车内依旧在打电话，可他的神情却并不慌乱。几人到了警局之后，当警察开始询问云清等人的身份时，却都惊呆了，因为这几人掏出了4张军官证，3名上校，1名少校。我勒个豆！负责审讯的2名警察惊了，他们连忙将此事上报。很快，这件事连他们的所长都被惊动了。他们在亲自检查过云清几人的军官证后，忙客气地问道：几位同志，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久前才接到下级汇报说机场发生斗殴伤人事件，本来他也没太在意，正常处理就行。但是斗殴者是几名高级军官，这可就不是一起普通的案子了，因此他亲自前来过问。云清道：我们来机场接新队员，就看到新队员被他们绑架，我让他们放任人，他们却依旧要将我的队员绑走。为了营救我的队员，所以我才与他们打起来。而且这几人眼中有杀气，你们调查一下，他们可能背着什么案子。第76章2位组长的热情邀请。对于云清的话，这个所长不得不重视。他立刻吩咐手下警员开始对那些黑衣人进行审问和调查。原本自信满满的管家模样的男人，忽然就看到2名警员面色严肃地将他带到审讯室开始审问。吴清那边，所长陪笑道：同志，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你们还得在这里待一段时间。而后他安排警员对几人做笔录，又开始调取当时现场的监控，以及查看围观群众上传到网上的现场视频。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件事汇报到上级部门，并打电话到网站部告知此事。网站部副部长刘振军被秘书叫醒。什么？扣押了我3个组长？他猛然坐起，这个云清又给老子惹事，具体什么情况？秘书将那所长在电话里说的内容又向他重复了一遍。刘振军沉思道：事关那2个新人吗？把他们的资料给我调出来，我看看。还有，对他们进行的政审和背调，现在进行了多少了？秘书说道：从身份证上提供的信息调查，他们确实是孤儿，不过已经派人去他们当地进行调查了。
晚上到的那里，至少也要明天上午才能出初步的结果。刘振军点了点头，秘书打开电脑，翻出关于吴清两人的信息资料。这里是依据身份证来调出的个人档案，有他们成长的孤儿院，从小上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中考成绩、高考成绩，甚至还有就医记录、疫苗接种记录等等，十分详尽。他们的档案的确清清白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机场的事又是什么情况？如果吴清两人没有说谎，那么说谎的就是机场忽然出现的自称豪门管家的人以及那一群保镖。另外，云清特意提到这些保镖身上有杀气，大概率杀过人。虽然他老说云清不安分，但是云清的能力他是认可的，能被云清如此断定，这几人定然有问题。想了想，他给京城公安局的局长打了个电话，将其从睡梦中喊醒。倒不是为了保云清他们，那也没必要出动他这位大校级别的网站部副部长，而是云清说的黑衣人有杀气这事，他相信云清这背后也许就有什么大案子。把局长喊醒是让他重视起来。次日清晨，吴清等人被放了出去，但那管家模样的男人和一众黑衣人则都被拘留了起来。在刘振军将局长半夜喊起来后，有局长的重视，他们真的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了些了不得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就与吴清无关了。警局门口，牛组长热情地对吴清和吴桐说道：“小兄弟，老哥请你们吃早餐去。”一晚上的相处，龙峰也已经向吴清和吴桐介绍过这三位组长：龙组组长云清，牛组组长牛屁，虎组组长白君如。没错，聪明的读者老爷已经猜出来了，网站部的12个组就是按照12生肖命名的。网站部部长张卫国是少将军衔，2名副部长为大校，组长为上校，副组长为中校。不过有许多组是没有设置副组长的，每个组又按照青赤黄白黑分55支战队，队长皆为少校级。比如龙峰就是隶属于龙组青龙战队的队长，副队长为上尉军衔，但副组长也没有配置齐全，给了队员一些晋升的机会。普通队员则全部都是中尉军衔。晚上闲来无事，云清等人也对吴清和吴桐这2名准新人介绍了一下网站部的组织架构，让他们对自己即将入职的部门有所了解，并且云清也好奇地问了一下，为何他们会被盯上。吴清只是说不知道，莫名其妙就被盯上且要被拉走。他没有说林氏集团杀人并取人器官的事情，一来自己没有证据，二来自己如何得知的也很难解释清楚，三来林氏集团做这事是极保密的，就算有关部门调查也很难查出什么，四来林氏的背后也有人，所以现在说这些非但没什么用，反而会引火烧身，且令林氏更加不择手段的要除掉自己与吴桐。虽然他们马上就会加入网站部，想要将他们从网站部办公大楼绑走很难，但是若要暗杀他们2个还是有办法的，所以报仇的事情还得等游戏中的数据融合到现实中后亲自去做比较好。现在他们要做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活着。面对牛屁的热情邀约，吴清2人还没有说话就被云清拦了下来。老牛，这是我的队员，他们当然是跟我去吃早餐。牛屁听到这话就不乐意了，云组长，怎么说我们也是帮了你的，而且这2个老弟老妹还没有正式加入网站部，怎么就是你的队员了？他说着呵呵笑着拍了拍吴清的肩膀，我与这位老弟一见如故呢，一看就和我牛组有缘。他虽是随手一拍，但吴清却感到如遭重击，这大汉撞得像头野牛，他这轻轻2巴掌差点被把吴清心脏拍碎。吴清咳嗽了2声，揉了揉肩膀，吴桐则很是气愤地扒开牛屁的手，牛组长，清哥身体不好，你拍得太重了。哦，哈哈，牛屁收回手，尴尬地笑了笑，抱歉，忘了你还有心脏病这回事，不过放心，等你入职了，部里会给你派最好的医生为你治疗。此刻龙峰也已经开车过来，而跟牛屁和白君如一起来的队员则在外面守了一夜，此刻也各自把车子开了过来。云清一把搂着吴桐的肩膀说道：“走，跟姐姐吃早餐去。”吴桐看了吴清一眼，吴清耸了耸肩，这里哪有他说话的份？不过自己是通过龙峰加入的，自然跟龙组更亲近一些，若是让他选的话，肯定还是上龙峰的车。不过牛屁也搂着自己的肩膀，很热情的想带他上自己的车。这时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白君如道：“都别争了，不管他们被调到哪个组，都是咱们网站部的成员，这顿早餐咱们一起吧。”第77章分组之争。林氏集团总部，当林志豪得知自己安排在京城的人被派出所拘留，且几个保镖被查出人命案子时，他还没有太大的情绪变化。但是当他得知吴清、吴桐2人被网站部的组长接走，脸色就变得有些难看了。在我们的人之前突然逃学，将那女孩带走，
几乎没暴露任何信息的逃了一周，还将黑狗弄残，这小子绝对知道些什么。但他被网战部的人带走，说明他展现出了轮回里的价值。能让上校级别的3个组长共同出动，以轮回开服至今所传出的风声来看，只有那个1日内引发5次全服公告的人才有这种资格。伐木工，这明显是在针对我林氏。这个小子知道了我们多少秘密，又是从何得知的？他不在乎那些黑衣人被捕，有的是方法应对。但吴清的种种举动却让他感到不安。沉思了片刻，他对身边秘书说道：“派人详细调查这个叫吴清的人的一切，包括他去过哪里，与谁关系亲密，有没有见过什么奇怪的人，以及手机联系人、上网浏览记录等等一切。另外，给3小姐启用备用器官。那个女孩被保护在网站部，我们短时间是带不走她了。而且月儿的手术也不能再拖了，尽早让她康复并接手工会的一切事务。林氏自然不可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可能只有吴桐这一个可用器官。只不过在他们内部评估中，吴桐的各项数据都是最符合林月的，也是最完美的心脏。除此外，也有备用的，虽然也能保证手术成功，但没有那么完美。但是现在他们也没得选，只能启用备用心脏。京城，吴清、吴桐跟着云清几人吃过早饭后，到网站部大厦报道。这个院子虽然看似政府大楼，但因为隶属军部的关系，却是完全的军事化管理。门口有荷枪实弹的站岗哨兵，大厦内6000名精锐战士都是配有手枪的。只不过在无命令的情况下，他们的配枪不能带出办公室。如果有歹徒妄图袭击这里，那他们会很惨。部长办公室中，吴清2人看到了一个很威严的中年男人，他是网站部部长张卫国，少将军衔。网站部这个部门很特别，虽然隶属军部，但作战任务却是在网络中。部长当然也不是正部级，因为并非行政部门，所以也不能按照行政级别来看待。真要强行对应的话，大概属于正厅。不错的小伙子。张卫国对吴清的第一印象还不错，虽然其文弱的形象和网站部里一群战斗达人相比有些格格不入，但是这并不重要。我看了你的资料，等你的政审通过后，可以给你安排身体检查和治疗。我们的训练你虽然参加不了，但是可以跟着云清练练装功，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小姑娘体格不错，平时没少锻炼吧？他又看向吴桐。作为一名老兵，他一眼就看出吴桐的体格在同龄人中是很优秀的，平时肯定经常锻炼身体。一向活泼开朗的吴桐忽然有些胆怯。虽然张卫国表现得很平易近人，但也有股不怒自威的气势。反观吴清，表现就泰然了许多。经历过前世种种的他，所谓上位者气势，在他眼中直接就被忽视了。这也是张卫国对他表现出欣赏态度的缘由。张卫国见吴桐羞怯，也不由笑了。这样年纪的小女孩，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也是一样的青春可爱。等你们入职后，你是需要跟着我们的队员训练的。张卫国道。我们的战斗地点虽然是网络中，但现实里的身体同样重要。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也就是玩游戏。除此外，8小时睡觉时间，2小时体能训练，剩余2小时你们可以自由活动。其实也没太多自由活动的时间，抛除吃饭洗漱外，剩下的时间并不多，所以你们加入网站部后，并不会很轻松。作为首长，他竟然亲自给新人讲解规则。一方面，因为吴清2人的天赋，哪怕在网站部这30多个神话级天赋中，也算得上出众。另一方面，则是吴清2人是网站部自成立以来第一个邀请的非军方成员。行了，小云，你去给他们安排宿舍吧。张卫国此话一出，云清暗喜，这说明张卫国已经默认把吴清2人分配到他们龙组了。但牛屁却很不乐意。别呀，部长！老牛旁听了半天，到最后见部长竟然要将这2个新人给龙组，连忙上前说道：“部长，咱们一共30多个神话级天赋，他们龙组就占了7个，再把这2个新人安排给他们，就太不公平了。”云清听到这话，当即就不乐意了。他柳眉倒竖，凤眼含威，哼道：“人是我们祖龙峰招的，就该分到我们组里。牛组长有本事可以自己招啊，只要是你招来的，我绝对不抢。而且这小兄弟名为清，我也名为清，这叫什么？这就叫缘分。说明他们就该加入我们龙组。”哎，你这话不对。牛屁道：“你这叫结党营私。我们网站部就该平等分配每一个组的实力，不该有所偏颇。现在我牛组里除了我，就只有1个神话级天赋的队长，就连副组长的位置都是空着的，应该分给我们牛组才对。”但云清反驳道：“我们龙组神话级天赋的多，那是我的本事。当初咱们都是抽签选的人，你自己只抽到1个，能怪谁？现在我的成员拉到的人才，凭什么让给你？”说起这个牛屁，就很少生气。当时也不知道部长抽什么风，原本30多个神话级天赋者应该平均分配到每个组里，但云清说无法平均分配，那不如抽签，各个队长抽签决定自己的队员，
这才是最公平的。结果张卫国竟然同意了这个建议。原本大家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随之云清人品大爆发，竟然抽到了6名神话级天赋者。第78章入驻网站部大楼。算上云清自己，一个龙组就有7名神话级天赋者。网站部6000人，只有36名神话级天赋者。刨除部长、2位副部长外，就只有33人。其中12位组长都是神话级天赋，还剩21人。21人纷纷到12组，龙组占了7个，这就让7个各组都很不满。但是没办法，抽签确实是绝对公平的，他们只能抱怨，却没有办法。如今好不容易有新的神话级天赋的新人加入，牛皮立刻就觉得是一个机会。他也知道云清肯定不会让，就退而求其次的说道：那这样，吴清小兄弟虽然只是稀有级天赋，但效果不亚于神话级，他们2个的其中一个来我们组也行。但云清却是笑道：人家小情侣怎么会分开，以后只要能有传送阵之类的，肯定做任务都在一起。你这老牛竟然想要棒打鸳鸯。说话间，他似笑非笑的看了眼吴清和吴桐。吴清脸皮厚倒是没什么，但吴桐却被他这一眼看得脸颊羞红，抓住吴清的衣袖，悄悄向他身后躲了躲。牛皮见他们的样子，也知道云清说的有道理，于是他又开始对张卫国诉苦，说什么分配不均啊，他组里日子不好过呀之类的。但张卫国却只是呵呵笑着，这件事让新人自己决定吧，只要你们能说服他们加入你们组，我就将他们调到那一组。说罢，他挥了挥手道：都出去吧，老子也是要进轮回里练级的。他将这群人赶出办公室，自己登陆到轮回之中。作为网站部的部长，他不是喝茶看报就行，也需要亲自来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门外，牛屁对着办公室的门撇了撇嘴，转身正要去拉拢吴清2人，就听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白君如对吴清道：小兄弟，来我们胡组吧，过2年我给你个队长，给你女朋友副队长。他这话一出，牛屁当即瞪大了他那双牛眼：老白，你竟然抢我的人！但白君如却面不改色地说道：人家还没正式分配呢，怎么算你的人？部长说了，只要让人家同意就进哪一组，我这也是按照咱们网站部的规矩办事。你特喵！牛屁很伤心，但他也不能拿白君如怎么样，也急忙拉拢吴清2人：来老哥这儿，老哥也能给你升为队长。虽然他们手下队长并非个个都是神话级天赋，但却都是从精锐战士中选拔出来的，而吴清2人本身并非体制内的人员，不可能上来就直接给当队长。华夏的升迁体系很麻烦，能承诺2年就升，已经是他们能给出的最大筹码。这个筹码已经不低，队长便是少校，在军队中也是营长级别。吴清今年19岁，2年后21岁的营长已经是破格提拔，但是他们能给出的条件，云清一样能给出来。最终他们让吴清自己选。吴清道：既然是龙队长招的我，那我还是进龙组吧。云清笑道：这才是明智的选择。走，姐带你们去自己的房间。因为网站部的特殊性，这个大院中6000名战士每个都有一个颇为豪华的单间，因为他们要进入轮回世界中探索，所以床变成了他们的办公用品。云清带着吴清2人来到龙组所在的大楼，并带他们来到一处空的楼层之中。我们每个组5支队伍，每支队伍有100人，你们是龙峰招来的，等你们申请通过了，就进青龙队中。等过2年能招来更多民间的高天赋者，我会再划分出几组，给你们一个队长的职务。但是现在，你们先在龙峰的战队里。另外，姐知道你们是情侣，但网站部刚刚成立，我们对于那神奇的轮回世界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至少这几年你们不要怀孕。虽然轮回是一款游戏，就算怀孕了，看似也能登陆探索，但身体状态终究是有所影响。听到他说怀孕，吴桐的脸色更红了，这次一直红到了耳朵根处。他如啮地嗯了一声。云清笑道：不过你们年龄还小，也没结婚，现在如果怀孕了，那可是非法的，会被我们网站部直接开除。带着他们到各自的房间之后，云清便准备离开。晚上让龙峰带你们去食堂，等你们的编制批下来后，再跟青龙战队的成员见面吧。现在也不早了，我也要回到线上，你们也都上线吧，咱们奉旨玩游戏也不能闲着。云清离开后，2人走进了一间屋子，这里不久前才被打扫过，上面也铺上了新的被褥，以及放置好了全新的生活用品。房间中还有独立浴室卫生间，有空调，有暖气，有电脑，有 WiFi， 有办公桌。除了空间不算太大，但作为单身公寓来说，绝对算是不错的。不过这里没有厨房和厨具，因为有食堂，他们并不需要做饭。大致浏览了一遍之后，2人便再次登陆到轮回之中。从春香别院的房间中醒来，出门就见龙峰正在吃早饭。管家见他走出，就让仆人也给他送了份早饭上来。这里有什么比较好的任务吗？龙峰边吃边问。吴清道：我一直在做剿灭山贼的任务，就是码头山上那群山贼。这几天我剿灭了好几个山寨，
赚了10几个银币，收获还算不错吧。说到这里，他明显看到龙峰眸中有异动的神色，当即就是一盆冷水浇了下来。不过你就别想了，以你的实力，不是那群山贼的对手。龙峰，但他明显不信。虽然他承认吴清很强，但是只要自己不去攻击码头山深处的大山贼，专挑那些小山贼打的话，他认为自己还是没问题的。吴清也看出了他这个想法，但他并未再次制止。人啊，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等龙峰见识到那些山贼的强大后，就会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吃过早饭，他独自出城前往码头山，准备再刷几天山贼。而龙峰则在他的指引下去县衙，领取剿灭山贼的任务。第79章，黑风寨精英干部。危机解除后，吴清心中紧迫感消失了许多，连带着他心情都愉快了一些。有网站部庇护，他暂时不用担心来自林氏的威胁。接下来就是尽量在融合现实前提升自己的实力。等到游戏中的实力与现实中的自己融合的那一天，就是他向林氏正式展开报复的时候。码头山上，正当他按照地图指引向某一座山贼营寨移动时，忽然就有一队山贼从道路两旁窜出，将他拦下。遇到劫道的了。吴清停下脚步，掏出从女山贼赵霞身上爆出的狼牙棒风烟破。这柄武器的使用要求是力量大于100，体质大于70。它的属性早就符合这个限制条件了，因此他将黑色品质的人骨战锤淘汰，替换上这柄狼牙棒。哟，敢来劫我！他探查面前这些山贼的属性，其中最强的是一名手持大斧的壮汉，位移精英，等级28，血量23980，攻击1547，防御1352，移速122，法力值18505，法强260，精神抗性260。技能开山 LV3，阵地 LV4，岩甲术 LV2，地脉回复 LV3，重岩斧 LV2。只是一个精英怪而已，但技能还不少。吴清扛着狼牙棒扫视这群山贼，并没有拥有灵魂攻击的人物，完全不用担心会暴毙的可能。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古老的劫道宣言，一点新意都没有。这群山贼并未立即动手，而是将吴清包围在中央。严格来说，他们属于轮回世界中的 NPC， 与怪物不同，山贼也会追求可持续发展，一般只劫财而不害命，所以他们才会将吴清围住，要他掏钱买命。但吴清此来就是要剿灭山贼，自然不会被他们的气势吓住。扛着狼牙棒，他径直朝山贼为首的卫翼冲去。这柄青色品质的武器自从到他手上，他还没有用过呢。老规矩，龙之力、潜能激发和疾走同时开启。虽然敌人并不需要他战力全开，但是他需要练技能熟练度。事实上，只要他在游戏中，不管有没有战斗，不管是在赶路还是在吃饭，只要这些技能冷却完毕，他就会使用一下。白色品质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蓝耗，他也不用担心因为练级而将法力值消耗一空。反正他本来也没有法力值。得到禅定和回春术后，他也会将这2个技能冷却完毕，他同样会使用一下。包括崩拳和太极架同样如此。崩拳的劲打出去，就算打空了也会增加熟练度，而太极架也并非一定要防御住敌人的攻击，只要使用就一样能增加熟练度。狼牙棒对着卫翼的脑门砸下，这个山贼不在悬赏名单中，所以不用保留他的人头，砸烂也没关系。卫翼见他非但不交钱，竟然还敢向自己主动攻击，大怒下也举起战斧向吴清砍去。大斧有开山之势，与吴清手中狼牙棒撞在一起，咚！巨大的声音响彻山林，震动出的余波令周围喽啰不敢靠近。他的力量比卫翼大不少，但他的攻速不如卫翼，这就导致他的攻击力和卫翼差不多。卫翼还有技能加持攻击，而他也有龙之力和潜能激发的加持，双方这一次硬刚拼了个旗鼓相当。小子好大的力量！卫翼惊讶，和玩家能探查 NPC 与怪物的等级一样，他也能大致看出吴清的等级，只是具体属性看不太清晰，也无法探知玩家的技能。他知道吴清只有16级而已，这个等级在他眼中就是蝼蚁，但就是这个蝼蚁竟然挡住了他开山的一斧。卫翼夸赞过他之后，并未继续立刻攻击，而是开口邀请道：小子身手不错，有兴趣加入我黑风寨吗？他竟然邀请吴清加入山贼营寨，就连吴清都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一幕。他还没有回答，就有一名山贼喊道：卫哥，怎么能邀请他？说不定就是这个小子灭掉了我码头山好几个营寨。对啊，卫哥，你看他手上的狼牙棒，好像和马眼寨的赵霞的武器很像，是他杀了赵霞。卫翼闻言也眯起了双眼，他上下打量吴清，又去观察吴清手中的狼牙棒，的确和赵霞那老娘们的狼牙棒很像，但是他的实力应该不是赵霞的对手吧？他的力量的确很大，
能和我拼个势均力敌的确不错，但是这种实力想要杀赵霞就差太多了。他认识赵霞，马眼寨也算码头山上的二流山寨，除了黑风寨等3个营寨外，赵霞也算得上是一个人物。虽然不想承认，但他的确不是赵霞的对手。这个年轻人怎么可能杀掉赵霞？但是手下山贼又说道：“魏哥，您忘了吗？马眼寨的赵霞是被箭射死的。如果这个人力量足够大，只要有一把好弓，是有机会伏击杀掉赵霞的。”魏毅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便直接开口问道：“我码头山上个寨主是你杀的吗？”吴清矢口否认：“不知道，不是我。”看样子，许多山贼营寨的覆灭已经令码头山的领头人物注意到，如果查清楚是自己，说不定他们会出动人马来围杀自己。那可不行，他在码头山还没捞够好处呢。至于否认有没有用，那不重要，不管有没有用都不能承认。魏毅也是憨憨，见他否认也没有继续追问，反而问道：“那你要加入黑风寨吗？你是个人才，我可以向老大引荐你。”吴清愣了一下，实在没想到魏毅竟然如此轻易的就相信了自己的话。既然如此，不如将计就计。他再次将狼牙棒扛在肩上。好啊，久闻黑风寨的强大，如果你愿意为我引荐，就再好不过了。魏毅也笑了。那行，跟我走吧，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说着，他也将战斧再次扛在肩上，向吴清走去。周围喽啰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完全没有预料到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魏哥，此人绝对是杀害我码头山众寨主的凶手，我们要将他拿下才对。第80章都是老银币。喽啰们的声音并未阻止魏毅的想法，他似乎真的要将吴清引荐到黑风寨。吴清扛着狼牙棒，似乎也是一副倾慕黑风寨的模样，向魏毅走去。周围喽啰们干着急，但是魏毅是他们这一队的头，他们对此也无可奈何。吴清来到魏毅面前笑道：“那就麻烦魏兄了。”他面带笑容，对面魏毅也同样笑脸相迎。但是令喽啰们都没有想到的是，两人竟然在此刻同时挥动扛在肩上的武器。当，武器互相撞击，震动尘埃，两人各退了一步，都用惊讶的眼神看向对方。小子还挺阴啊，竟敢诈降！魏毅抄起斧头，再次冲上。吴清也是冷笑：“彼此。”狼牙棒砸下，两人依旧势均力敌。和以前硬扛着敌人攻击的做法不同，面对魏毅，吴清不敢用2败俱伤的打法。他的防御只有635，面对魏毅的伤害显得有些不够。他的自由属性点一直是加在神念上，这会转化为双倍力量。超高力量让他攻击力不俗，但是防御却有所欠缺。之后他打算也给心力加一加，用来提升体质。毕竟想要使用流云盔和流云戒都需要体质来支撑。流云盔所需要的体质他已经达到，并将其绑定和佩戴。有着头盔在，他就不需要太担心敌人的灵魂攻击。两人继续交手，魏毅脚踏大地，大地忽然震颤起来，让吴清立足不稳，险些摔倒。这是其技能震地，等级低的时候攻击力不强，主要作用是破坏敌人重心，用游戏里的理解来说，算是控制技能。立足不稳，吴清的身体向后倒去，魏毅当即抓住这一机会，战斧上包裹着土黄色的光泽，大斧以千钧之势劈了下去。这是其技能重碾斧，能在攻击时瞬间加持斧头上的重量，将敌人劈碎。吴清身体踉跄，此刻想要举起狼牙棒格挡已经来不及，但他却在对方斧头即将落在自己身上时，摆出了一个奇怪的架势。太极架，千钧之力的斧头上的力道被太极之力扭转，并反弹到他自己身上。负9277。魏毅正得益于自己这一套技能衔接之妙，刚将斧头劈在对手身上，就感到一股巨力反而袭向自己。他被这股力道击退，血量更是掉了1/3还多。这是什么能力？太极架的力量是他没有想到的。不止如此，当太极架生效的刹那，吴清已经举起狼牙棒朝着他的脑袋砸了下来。但魏毅反应也很快，土黄色的光芒覆盖在他的身上，为他披上一层岩石护甲。这是他的技能岩甲术，能够有效降低自己受到的伤害。他是大开大合的战斗类型，更不怕与敌人以伤换伤。负7830。岩甲术为他抵消了吴清大量伤害，但是脑袋是弱点，触发了3倍伤害，这一棒威力同样不小。而吴清一击得手，紧接着就是连绵不绝的攻击。他没有使用崩拳，而是掏出人骨战锤当作副武器，由左手握着砸了下去。负427。人骨战锤面对这种等级的敌人已经极为乏力，哪怕是命中弱点的3倍伤害，也仅仅打出了400多的伤害而已。连续遭到几次攻击后，魏毅也终于调整过来。只见他脚下有能量从大地之中流入他的体内，而后他的血量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不少。这是他的技能地脉回复，能够从大地之中抽取力量来恢复自身伤势。这技能品级不低，
片刻之间就为他恢复了3000点血量，而且在地脉之力的加持下，他的整体实力都有小幅度的提升。不过吴清前世对这个技能有点印象，以生命恢复为主，还有一点对自己的增益能力。但是恢复效果和增益效果与法强有关，并且冷却时间极长，算是大招级别的技能，一般不能轻易使用。但魏毅的法强并不高，若是一名专修法术的强者来施展的话，治疗量至少还能翻倍。但是魏毅的回复量已经不低，他凭借着临时增幅的属性将吴清压在下风。偶尔吴清还会挨上一斧子，他的敏捷低就导致他攻速和移速吃亏，神经反应也不够，有时候根本就躲闪不及。因此他将甘地心所加持的技能从龙之力改为了疾走，移动速度还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技能演化为神通后，最适合解决他目前的困境。二人疯狂互攻，在位移属性压制下，吴清的血量也在快速下降，但他并不慌张，转而杀入山贼喽啰之中。这些喽啰可就没有位移的实力，在他面前完全抵挡不住。一方面，山贼喽啰能让位移掣肘，无法尽情进攻，反而会被吴清找机会打到。另一方面，吴清有称号人屠，能够吸血。如今人屠已至2级，3%的吸血率让他很快就将自己损失的血量补回来一半。而这个时候，魏毅从地脉回复中获得的属性增益也已经消失，遍地是山贼喽啰的尸体，这里只剩下他们2人。魏毅面色铁青，手下损失殆尽，他该如何向山寨交代？如今之计，唯有将吴清拿下，才能将功赎罪。携带着开山之势的一斧再次劈下，与吴清狼牙棒撞在一起。虽然吴清单手持棒，可强大的力量却让他胳膊只是稍微下沉了一些罢了。另一手人骨战锤横击魏毅胸膛，负411，伤害不高，但积少成多，依旧十分可观。魏毅大怒，再次使用重岩斧，吴清也故技重施，用太极架反弹了回去。这魏毅在吃了一次亏后已经极其谨慎，但吴清在最后关头使用，也让他猝不及防。虽然吴清敏捷低，但前期凭借着自己前世的战斗经验，勉强可以抵消这部分劣势。负9102，狼牙棒跟上，巨大的力量一棒子将魏毅脑袋砸得粉碎。战斗结束，只留下满地尸体。吴清也在这一刻升到了17级，将2点自由属性点都加在心力上，天宇咒符双倍转化下，他的基础体质终于超过100。第81章，强杀灵魂攻击者。杀掉这群山贼，爆率还算不错，但是爆出来的东西都不怎么样。唯一一个有用的是一条黑色品质的腰带，强体腰带，黑色品质腰带。效果1，最大生命值提升 30%， 最多提升12000。效果2，每次受到的最终伤害减免300点。使用限制，基础体质大于20。将腰带绑定并佩戴，之前佩戴的活死人腰带就可以淘汰了。查看自己现在的属性 ID 伐木工，先天天赋天宇咒符魂转身，等级17，后天天赋活得久，跑得快，顿悟，好运来，甘地心。称号人屠 LV2， 永久 buff 鬼王的庇佑。基础属性体质103+13，力量135+5，敏捷29，耐力28，心力0，神念0。战斗属性血量18356，攻击1582，防御741，攻速128，移速97.75，法力值0，法强0，精神抗性1。技能崩拳 LV1， 太极架 LV1， 冥想 LV2， 龙之力 LV2， 潜能激发 LV1， 疾走 LV1， 回春术 LV1， 禅定 LV1。装备阴煞琉璃黑，活死人的诅咒黑，人骨战锤黑，熊爪拳套灰，盘蛇点钢枪黑，贯日青，青纹透甲剑成30青，空间剑带流云盔青，流云戒青，风烟破青，强体腰带黑。基础体质过100之后，流云戒也能使用了。如今流云套装它有3件，除了流云铝需要大量敏捷值还装不上之外，其他2件已经能够使用，但是还无法激活套装效果。第一条套装效果也需要3件套装装备才可以激活。这次遇到黑风寨的小头领魏毅，还意外得到了一条重要的情报，那就是自己短时间内剿灭了10几个山寨的事情被黑风寨注意到了。听魏毅手下那些喽啰的话，他们之所以会从码头山深处到外面来，似乎是为了调查这件事。看样子之后要小心些了。黑风寨仅仅出动了一个小头领，精英级的魏毅就能与自己打得不相上下，这个山寨的实力极强。不过他记得在来山阳县路上遇到江妙威时，彼时截杀他们的人中就有黑风寨的3当家周翔，那人有29级，仅仅比魏毅高了1级而已。这么说来，黑风寨的顶级战力应该在30级左右，最多30级出头而已。等自己再升几级，未必没有将这几个大山寨也剿灭的实力。
不过现在还要小心。魏毅这个等级在黑风寨中应该也是除了3个当家的之外最强者之一，是黑风寨的核心人物。这人竟然没有人头悬赏，感觉就很不合理。他最开始剿灭的那些小山寨，如刘四之流和魏毅比差远了，却能拥有人头悬赏，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一个小山寨的首领吗？不再思考这些，他按照地图指示继续寻找下一个山贼营寨。半晌之后，一走山寨之中，吴清被一群山贼包围。小的们，拿下他！一名手持一对板斧的山贼大喊着，让手下喽啰将吴清包围，而他自己已经浑身浴血。取出一些疗伤药物，他趁着吴清被包围的间隙为自己疗伤。但是这些小喽啰在吴清眼中当真如蝼蚁一般，没用太久将其尽数击杀。那山贼首领见到这一幕，目眦欲裂，但恐惧却令他转身就跑。但是晚了，吴清开始急走，移速瞬间飙到127。这名山贼等级不如魏毅，还是力量型的，速度不快，被吴清快步追上，一棒子敲在后背，将他最后那点血量彻底清空。与这些山贼首领战斗，不能攻击头部就很麻烦，十分不利于狼牙棒的发挥。不然的话，这名山贼连退出战圈使用恢复药剂的机会都没有。将人头递交，他在山寨之中搜刮了一番后，就一把火烧掉。这个山寨算是被剿灭了。又一座山寨中，吴清竟然遇到了3名法师。山贼里大多是主修肉体的战士，法师还真少见。这座山寨的3名头领中，一名主修雷霆之道，一名主修狂风之道，还有一名竟然主修灵魂。以往他最怕的是灵魂技能，但是这次却变了。穿戴上流云盔后，让他无视这种等级的灵魂技能，但是他的肉身防御却是已经无法完全免疫元素系法术伤害了。但元素系法术伤害又多是范围攻击，就算是想躲都很难躲开。没办法，他只能开启疾走，扛着对方的掌心雷和锋刃，强行近身去击杀他们。那名主修灵魂技能的山贼首领眸中闪烁红色光芒，一道幻象冲击而出，要让吴清的意志沉沦。这是灵魂控制类的技能，直接就激发了流云界的效果，免疫此次控制，并获得持续3秒的灵魂免疫效果。另外2人激发雷光和锋刃，向他轰击而来。-575，-453，这2人的技能伤害不低，风雷持续冲击下，吴清冲过来的这片刻间就被打掉了1000多血量。但他也在此时冲到那使用灵魂技能的山贼面前，狼牙棒高高举起，并重重落下。这山贼眼中满是恐惧的神色，他想不通为何自己的灵魂控制技能无效。难道眼前这人精神抗性极高？生死危机间，他使出一道灵魂冲击波，想要将吴清击退。但是这道冲击波被流云盔挡下，连流云盔的护盾都没有用上。这个等级的山贼还不足以击溃流云盔的精神防御。咚！既然他的攻击无法对吴清生效，吴清的攻击就要对他生效了。狼牙棒砸在他的肩膀上，一击就打掉了他大半管血。他主修灵魂，肉身并不强，但也没有吴清这么极端。这一棒还不足以将他秒杀。紧接着又是一棒砸在了他另一边肩头，这名山贼也彻底死翘翘。杀掉这名山贼后，吴清转身去看另外2人。那2人一人精修雷道，一人精修风道。这2种元素力量除了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外，还有能增幅速度的技能。他们一个化作雷霆远遁，一个被清风托起，让吴清很难追上。而他们则在后退的同时发动攻击性的法术技能，狂风暴雷不断消磨着吴清的血量。第82章坚毅之灵。这2名山贼的风筝战术的确不错，吴清很难接近，但是持续不断使用法术技能，让这2人法力消耗也很快。当其加持速度的技能效果消失时，吴清还有一大半血。他望向2人，残忍一笑，疾走再次开启，迅速扑向那名使用雷霆技能的山贼。这名山贼见他接近，自己的法术技能也都在冷却之中，只能抽出妖刀迎向吴清。咚！轻薄的妖刀又如何与沉重的狼牙棒抗衡？仅仅是一个照面，这名山贼就被吴清一棒子击飞。他一跃而起，紧追不舍。另一名使用狂风力量的山贼也抽出一柄月牙弯刀冲向他。来得正好。吴清见此人主动冲来，反倒欣喜。自己没有突进类的技能，想要接近敌人，只能用跑的方式去追，这太麻烦了。还是敌人主动送上来更好。这次他用左手人骨战锤迎击弯刀，单手轻松挡下此人攻击，另一手狼牙棒烽烟破则狠狠地砸在这名山贼的胸口。噗！这山贼吐血倒飞而出，吴清快步追上。几个回合后，2名山贼便都被他斩下脑袋。照例用人头领了悬赏，去查看爆出的物品。几件灰色品质的装备没什么用，倒是一个技能不错。坚毅之灵，黑色品质技能 LV1，为目标提升40%法强的精神抗性，持续10秒，冷却30秒，
消耗350法力值。这是自己一直心心念念寻找的能提升精神抗性的技能，虽然自己无法使用，但是可以给梧桐。40%法强指的是释放者的法强，和被释放者无关。也就是说，只要梧桐法强高，这个技能所施加的精神抗性就高。虽然只有40%，但这技能也属于增益类技能，而梧桐的天赋能够提升100%增益类技能强度。这个技能在梧桐手里就能提升相当于梧桐80%法强的精神抗性，这个数值已经不算低了。联系一下梧桐，将这个技能直接给他传送过去，顺便问了下他的升级进度。我按照你给的攻略，马上就10级了。今天下线之前，我要将升阶副本给过了。梧桐之前几天因为要吃灵草，所以一直没有太在意等级。如今他的天赋效果暂时加满了，就没必要继续在新手村待下去。有吴青的攻略，他升级很快，而且他的属性对于新手村来说也太过夸张了些，很快就能升到10级，并去进行升阶副本。吴青对他的任务并不担心，超高的体质让他拥有超多血量，天赋还能让增益类技能效果提升100%，再加上吴青给他准备的套装，过一个地狱级副本完全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能否100%完美通关。除了初始天赋外，这每一次升阶副本的奖励都是与他人拉开差距的关键。吴青搜刮完这个山寨后，放火焚烧，并前往下一个山寨。一天在无聊的剿匪中度过，他获得了不少赏金，但并没有再获得令人眼前一亮的装备和技能。天黑前离开码头山，他并未直接返回山阳县，而是在码头山外找怪物练级。直到深夜，他方才返回山阳县中的春香别院。有厉小柔的嘱托，杨默是真把吴青当自己人了。这个别院，他虽然并未直接送给吴青，却也默认由吴青一直使用。去隔壁房间看了眼龙峰，却并未见到他。没回来？不应该啊，我已经告诉他码头山上夜里会有幽冥迷雾，难道他去其他地方练级了？早上离开山阳县前，他指引龙峰去县衙接剿匪的任务，所以正常情况下，龙峰应该是去码头山了。但现在不见他回来，就很奇怪。出去问了下守在这里的侍卫，结果侍卫表示早上龙峰离开后并未回来。奇怪，吴青搞不明白，也就懒得想了，让侍女送来一份夜宵，他打算吃完就下线。饭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内，他坐在床上修炼冥想，意识则离开轮回世界。京城网站部龙族大楼中，吴青在一个房间中睁开双眼，他看了眼旁边，梧桐还没有下线，应该是还在进行升阶副本任务。副本任务有时候进行好几天都很正常，当然副本任务的过程中，玩家依旧能够下线，只是若下线时游戏中的身体被杀死，也算升阶失败。失败后不仅会掉级，还有永久掉属性的惩罚，所以很多人都会尽量一天内完成升阶任务，然后再下线。如此一来，就算再死也无非是掉级而已，不会有其他惩罚。起床活动了下身体，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他看了眼身边梧桐，看样子不知何时才会下线。想了想，他走出房间，来到龙峰房前敲了敲门。有事吗？龙峰开门，但吴青从他脸上看出他有心事。吴青也不好直接问，便说道：刚下线饿了，但我不知道食堂在哪里，来问问你。早上云清并未直接带他们去食堂，而是让他们晚上找龙峰，由龙峰带路，所以他就找来了。等我一下，我去拿饭卡。龙峰回到屋子里拿饭卡，很快就出来带上房门，对吴青说道：走吧，我们食堂的标准可是很高的，加入网站部你绝对不会后悔。他的情绪似乎已经调节过来，已经看不出有心事的样子。路上偶尔能看到刚刚下线也出去吃饭的其他网站部的战士，有不少人都认识龙峰，跟他打招呼。龙峰也笑着和他们问好。这是新人吗？没见过呀。也有人询问吴青的身份，主要还是吴青穿着自己的便装，而不是军装。网站部里和军营一样，有统一的制服，除了常规的各季节军装外套外，连内衣、衬衫、风衣、各种长短袖等都给每个人配了好几套。这里是不允许穿私人衣服的，不过制式的衣服质量也都是顶尖的。龙峰也笑着对他们介绍了下吴青。新人还没入职，不过等政审通过就能正式加入我们了。你们可别小看人家，除了他自己能力变态外，还带来了一个神话级天赋的女朋友。第83章，龙峰又被绑了。神话级天赋，这些战士们都很惊讶。网站部的作战环境就是网络，准确来说这款名为轮回的游戏。先天天赋高，就意味着在游戏里占据先机，获得功劳的机会也更大。如今整个网站部6000多人，也才30多个神话级天赋者而已。龙队长，他们加入咱们龙组了吗？龙峰道：还没入职，不过应该是加入咱们龙组，而且还是我青龙战队。嚯，那你们队实力大增啊！路过的战士并非全是青龙战队的，对此表示羡慕。
闲聊间，两人来到食堂。龙峰找到食堂的负责人，说明吴清的情况。即将入职的新人还没有自己的饭卡，他在填写了一张声明，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将一张临时饭卡交给吴清。还有彤彤的，他还没醒，等会儿我要给他带回去一份。但这个要求却被龙峰拒绝了。吃饭必须在食堂，这是我们的规矩，在食堂里想吃多少都行，但食物不能外带。我再申请一张临时饭卡，但是等他醒了还是要来食堂。啊？吴清有些不解，他虽然有前世经验，但前世并不在网站部，能了解的也只是一些网站部的高层，对于这些小规矩是真的不懂。龙峰解释道，一来是为了不让人养成懒惰的心态，吃个饭到食堂走几步路罢了，连这几步路都不想走的人，做其他事情也会懒惰。二来是为了保持寝室卫生，不仅是防止油脂滴落在地面或其他地方，也是要保持气味清洁，在寝室吃饭会弄得屋子里一股饭菜的味道。那如果生病了呢？吴清又问道。龙峰一边给吴桐申请饭卡，一边答道，后面是我们自己的医院，大病去住院，小病不影响出来走几步。行吧，吴清无所谓，既然来了就遵守人家的规矩。他本想着直接替吴桐带回去，现在看来不行，等会儿再陪他来一趟吧。拿上2张饭卡，他和龙峰一起在餐柜中取出一套餐具。食堂是自动化的，他要什么，在什么地方刷卡，就会有相应的食物送出来。每一份量都不大，喜欢就多点几份，这是为了避免浪费。这里的饭菜标准的确很高，可能比不上那些大公会的豪华，但是对于自己已经足够。龙峰一边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一边对他说道，食物不限量，但是不能浪费，拿多少就要吃多少，浪费食物的惩罚是很严重的。吴清点头，他本来就没有浪费食物的习惯，节约粮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端着餐盘找了张桌子坐下，龙峰也跟他讲述关于网站部的一些注意事项。加入官方肯定没有加入资本的游戏公会要轻松，但是这里才是一个无人敢惹的组织。当然了，规矩也多。闲聊时，吴清问起他怎么晚上没有回到山阳县的事情。你不会还在码头山吧？小心被卷入幽冥界出不来。说起这个，龙峰就叹了口气，唉，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吴清，你丫的有病吧？你真被幽冥迷雾卷入幽冥界了？龙峰这才说道，我去接了县衙的剿匪任务后，想着去找最弱的山寨打打试试，结果……说到这里，他还幽怨地看了眼吴清，看得吴清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结果那几个较弱的山寨都已经被灭了。吴清尬住了，那些山寨都是他灭的，毕竟他去剿匪也是从最弱的开始。山贼属于 NPC， 和怪物不同，死了不会刷新，需要等到新的山贼去那里重新建立营寨才行。但是新山贼也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这就导致龙峰只能向码头山深处去剿匪，然后就遇上清风寨派下来调查短时间大批山寨被灭事件的山贼，然后他就被绑回去了。25级大山贼啊，一招就把我擒了，想自杀都不行。龙峰说起这个就头疼，刚刚走出新手村，在前往山阳县的路上就被撞得和熊一样的女山贼劫了，万幸被吴清救下，这刚接个剿匪的任务就又被绑了，而且被绑的原因还和吴清有关。如果不是吴清疯了一样屠戮山贼小山寨，也不会引起码头山中大山贼的注意，也就不会引来3阶山贼下来调查，他就算不敌也不至于被绑走。清风寨是和黑风寨一样的码头山3大山寨之一，吴清遇上28级山贼小头领魏毅，费了好大劲才将其杀掉。龙峰哪里有这种本事，只能乖乖被擒，怪不得他一直没有回到山阳县。吴清讪笑一下，好像的确是因为自己才导致龙峰遭殃。他们在调查是谁灭了那么多小山寨，是你吧？龙峰感觉自己是真倒霉，竟然连续被山贼绑2次。等他这次出来了，就再也不去码头山了，要去其他地方找任务。吴清也没有隐瞒，点了点头。我比你来山阳县来得早，前几天就是在码头山中剿匪度过的，最弱的那一批山寨几乎都被我灭差不多了。龙峰露出一个果然如此的表情。你没灭干净，有人逃掉去清风寨报信了，所以他们才会派人下来调查。他们在刑讯逼供我，放心，我没供出你。反正咱们玩家没什么痛觉，我反倒希望他们能把我弄死，这样我就可以复活到山阳县了。虽然轮回这游戏和现实很像，但对于玩家来说还是不一样。他曾经试图自杀，但是被绑着，唯一能用的方法就是咬舌自尽。且不说咬舌能不能自尽，在游戏里他咬断自己的舌头后也只是掉血而已，并不会死亡，逃又逃不掉，死又死不了。所以我和组长汇报了一下后，就干脆直接下线了，希望等我在上线的时候已经被弄死了。他述说着自己的遭遇，却也没有太过在意。虽然是奉旨玩游戏，但现在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游戏罢了。第84章
等我几天，灭了清风寨。没事，等我几天，我去把清风寨灭了。吴清拍着胸脯表示，这都是小问题。他已经17级，虽然轮回里升级很难，但是越级击杀给的经验值十分可观，而他越的级又特别多，所以升级对于他来说也不算太难。饭后，吴清回到寝室，发现吴桐还是没醒，看来他的升阶副本正处于关键时期。看了眼他因为躺了一天而有些发干的嘴唇，吴清倒了一杯水，为他轻轻润一下双唇。打开屋子里的电脑，看了看现在网上对于轮回的评价，果然和前世一样，这个时间点，这款游戏已经彻底吸引到蓝星所有人。其他各类游戏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各大游戏厂商在短短1周内宣布倒闭，越来越多的玩家涌入，也有越来越多的游戏公会在广泛招人。神话级天赋的玩家普遍能被开到1亿年薪以上。吴清当初之所以能被开到10亿，主要还是因为他1日内5次公告的举动太过惊人，并且至今还有许多游戏公会在公开招揽游戏 ID 叫伐木工的玩家，也有不少人在猜测他的身份以及他的天赋，但网友们普遍认为他的天赋定然是神话级，却完全想不到区稀有级天赋也能做到如此惊人的成就。正浏览间，他就听到身后梧桐清醒的动静，看来是下线了。你醒了？升阶任务顺利吗？吴清关闭电脑，转身询问梧桐升阶副本的情况。还好，跟一个 boss 打了1个多小时，硬是磨到他没血，我没来。梧桐说起他在副本中的经历，但是他速度快，我追不上，让他逃了。而且我感觉这个副本还能继续探索，现在远达不到你说的完美完成度。吴清起身拿上梧桐那张饭卡递给他，我刚和龙峰去食堂吃过了，食堂是饭不能带到寝室，我再陪你去一次。你跟我讲讲你遇到的这个副本，说不定我以前做过或研究过。梧桐接过饭卡，两人一起前往食堂。此时已是深夜，大多数战士因为早上有训练，所以并不会这么晚下线。偶尔遇到几名战士，他们都不认识，双方也没有打招呼。只有食堂是24小时开门，那是因为网站部的特殊性。虽然战士们大多数都不会太晚下线，但难免遇到什么任务耽搁了，总不能下线后没饭吃。夜深人静，当他们2个进入食堂的时候，这里已经没有其他用餐的人。梧桐打好自己的饭菜后，一边吃一边和吴清讲起自己的副本。吴清听得耳熟，很快就想到自己曾经研究过的一个副本。他将当时爆出来的信息以及自己研究出的细节告诉梧桐，虽然未必能让他完美通关，但是一定能增加其完成度。饭后他们回去休息。次日清晨，当2人醒来去吃早饭时，便见到刚刚结束晨练的战士们。咦，来新人了！2人走进餐厅，迎面撞上一名童颜巨乳小萝莉。哇，好可爱！这是梧桐的第一反应，而后他就感到疑惑，这里还有未成年小女孩吗？他还以为她是这里最小的呢，没想到遇到个比他还小的。可是这里不是都是军人吗？至少也要成年才能参军吧？喂，这女孩对他的态度很不满，说谁可爱呢？姐姐我可比你大。小姑娘2手掐腰，说话间还挺了挺她丰满的胸脯。她也穿着军绿色的便衣，这是网站部的制服之一。而且从她胸前挂着的饭卡来看，她就是这里的一名战士。哟，小书莉你哪里大了？云清忽然从她身后走出，一把就将她抱了起来。云清你放开我！小姑娘奋力挣扎，很抗拒云清的怀抱。啧，还别说，虽然你人小小的，但某些地方还真大。云清调笑2声将她放下，看到面前的吴清2人，便对他说道：这2位是新来的成员，吴清和梧桐正在等待政审通过，不过应该没问题。吴清、梧桐，兄妹吗？小姑娘似乎并没有太在意新人报道的事情，反而在意起他们的名字。云清笑道：情侣。听到这话，小丫头惊了，这是犯法的，你们不能在一起。她喊得老大声了，一下子就吸引到食堂内外无数人的注意。吴清、梧桐，哈哈。云清笑了，对他解释道：我最初也以为是兄妹，其实人家都是孤儿，姓名都是自己取的。说罢又对吴清2人介绍这小萝莉，跟你们介绍一下，书莉，蜀组组长，你们别被她外表骗了，这妮子只是长得嫩，今年都28了，比龙峰都老。竟然是组长吗？梧桐肃然起敬，马山一个立正，舒组长好。你说谁老呢？我至少比你年轻。舒莉对云清哼了哼，又转向梧桐，他对梧桐的表现很满意。不错，来我蜀组吧，姐姐罩着你。结果话音刚落，脑袋就被云清赏了个脑瓜崩。嘿，你这妮子敢当面抢我的人！哎呦！舒莉个仔捂着脑袋怒视云清，你龙族都7个神话级天赋的成员了，就不能让出来一个？云清无视了他的愤怒，撇了撇嘴道：哼，不能，老娘凭本事招的人，凭啥让出去？
行了。他一把搂过舒丽的肩膀，将她带走，并对吴清两人摆了摆手：“你们不用理他，去吃饭吧。”目送两人离去，吴清带着吴桐走进食堂，用龙峰申请来的临时饭卡取餐。这2天见了4个组长了，还真是一个比一个有个性啊。两人找了个无人的角落吃饭，说起刚才见到的舒丽，属实让吴桐大开眼界。我还以为军营里都是肌肉壮汉，或者最多是云清姐那样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呢，也不知道其他组长是不是也是这么有趣。这2天他们已经见到了4名组长，分别是鼠组组长舒丽、牛组组长牛屁、虎组组长白君如、龙组组长云清，再加上龙峰这个龙组青龙战队的队长，每个人给人的感觉都很不一样。吴清道：“还好吧，现在对于他们来说，网站部就是打游戏的，所以有点个性也很正常。”第85章审核通过，正式入职。饭后，他们刚回到自己的寝室，就见龙峰找来了：“你们跟我来一趟。”两人跟着他来到云清的办公室，此时刚好有一名战士送来一批衣物。云清开门见山的说道：“你们的审核通过了，跟我去拍证件照，这些都是按照你们的身材发放的衣物，等会儿你们领回去。”不得不说，网站部的效率就是高，从他申请到通过，连3天都没有用到，甚至拍完证件照后，仅仅20分钟，2份证件就到了他们2人手上。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网站部龙组青龙战队的正式一员了。明天早上，吴桐你要跟着龙峰他们那一队一起晨练，吴清，你跟着我练专攻。现在先拿着这张条子去后面咱们部的医院做体检，你们2个都需要做，这个和参军前的体检差不多，只不过体检标准并不作为我们录入的标准，只是要清楚你们的身体状况。吴清，你有先天性心脏病，你要做的检查项目更多一些，检查完后会有专家对你的身体状况进行会诊，制定治疗方案以及手术方案。太好了，清哥你的病可以被治好了。吴桐大喜，吴清的病也是他一直以来最关心的问题，他一直尝试自学中医，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治好吴清的病吗？但吴清并没有太过激动，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不是现代医疗技术可以治愈的，只能缓解症状。前世他身为神话级天赋者，成为林氏集团创建的仙灵游戏公会的高层后，是进行过检查和治疗的，但是并没有被治愈。后来还是在游戏中的属性与现实身体融合，他的疾病才一同被治好。毕竟轮回中，就算是主修法术的法师向玩家升级时也有固定的全属性成长，其身体属性也不低，在强大体质的作用下，没什么病是无法被治愈的。所以他对此的表现很淡然，反而关心另一件事。组长，彤彤现在正在升阶副本中，这个任务不能死亡，还是先让他完成升阶任务，我们再去检查身体吧。他的请求合情合理，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云清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便答应了下来。可以，但3天内你们必须去检查完毕。答应下来后，吴桐抱着发给他们2个的衣物返回房间。吴清想抱自己那份，但被吴桐拒绝了。不行，你这小身子骨，万一再晕倒怎么办？吴清这是被嘲讽了，但他知道吴桐只是单纯的担心他的身体而已，只是体力活让女孩子去干，总感觉怪怪的。少女抱着一大摞衣服，感觉有些吃力。不过西红柿孤儿院对他们体能的要求很严格，所以吴桐只是觉得吃力，还不至于拿不动。回到寝室后，他们便再度登录游戏之中。吴清在春香别院自己的房间中睁开双眼，照例看了眼龙峰的房间，还是没人。看来他并没有被山贼直接折磨死。用玩家的通讯功能向他问了一下，结果出乎他的预料。我试图激怒这群山贼，想让他们杀了我，但这山贼首领觉得我很有骨气，想要让我当4当家。吴清惊了，这也行？你同意了？龙峰答道，没，但今天他们结了一个新娘，清风寨大当家说只要我同意加入，就把这个新娘给我当压寨夫人。吴清，所以呢，你就被美人计收买了？龙峰道，我本来是拒绝的，但大当家说如果我不要，这个新娘就做大家的玩具。那女孩挺可怜的，一听到这都吓傻了。虽然这只是一款游戏，但是游戏里面的人都很真实，我也不忍心她被一群山贼糟蹋。跟着我的话，我还能保证不碰她，但是如果落到这些山贼手里，她就被毁了。所以你现在成贼了？这是吴清从来没有设想过的剧情。龙峰道，现在他们正在给我准备办喜事，不跟你说了，他们在喊我。吴清一脸无语，看来你不需要我去救了。不再跟龙峰闲聊，他走出春香别院。这次他没有在春香别院吃早饭，而是打算去县里吃，顺便看能不能触发什么任务。路上他被一家早餐铺的香气吸引，走进其中却看到了一个熟人。哟，客官您来了。说话的是永兴药铺的那个小伙计。小伙计见到吴清还很高兴的和他打了声招呼，吴清也就顺势坐在他的身边。你今天不去药铺吗？小伙计笑道，今天东家有喜，掌柜的要去贺喜，我得帮掌柜的拿礼物，所以不用去铺子里。
客官您是第一次来这家店吃的话，就按我这点，不仅便宜，而且味道一绝。如果您还想来点好的，那就再切份板肠，老板这手艺好的嘞。吴清笑了笑，便按照他的说法点了一份早餐，顺手也加了2份板肠。饭菜很快就被端上，吴清将1份板肠推到这小伙计面前。相逢就是有缘，来一起吃。这个轮回世界和华夏古代有些相似，下水是被达官贵人嫌弃的廉价之物，所以哪怕对于这小伙计来说有几份昂贵的板肠，其实在吴清看来也不值钱。谢谢您。小伙计异常开心，感觉吴清就是大大的好人。吴清一边吃一边和他闲聊，小伙计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起东家的喜事，他还夸赞新娘子的美貌。客官，不瞒您说，那新娘子是隔壁山阴县李家的闺女，李家是山阴县的第2大家族，李家的闺女更是号称山阴县最美的人。听说山阴县都有不少人追求那美人呢，结果被我们少主娶了来。今天中午新娘子就该送到了，客官有兴趣的话，我跟我们掌柜的说说，也许能带你一起去贺喜。永兴药铺作为山阳县最大的药铺，其背后的真正势力当然不可能只是一个药铺掌柜，那掌柜的也只是打工人而已。其背后势力是山阳县第1大家族冯家，也就是小伙计口中所说的东家。第86章冯家的喜事。吴清听到喜事，脑海里的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早上和龙峰的交谈。他暗自嘀咕，被清风寨劫走的不会就是这个新娘吧？他给龙峰发了个消息询问，但龙峰也没有和新娘说过话，对于其身份并不了解。饭后，吴清接受了小伙计的好意，虽然说他如果要去看看这件喜事，还用不着通过一个药铺的掌柜。冯家作为山阳县最大的家族，其少主大婚，县令杨默也必然是会到场的。他直接去找杨默就好，但杨默不是玩家，他不能用玩家的好友列表聊天联系。现在杨默在不在县衙他都不知道，所以还是直接跟着小伙计过去更稳妥一些。跟着小伙计到掌柜的家里，小伙计跟掌柜的说明了情况。掌柜的，他是前几天来咱们店里买了好多地基灵草的那位客官，他听说冯家少主大婚，想要去见识一下。若单纯如此说，小伙计自然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但他补充道，他愿意帮咱们出点力，不要钱，只是想见识见识东家的大婚。免费出力的话，掌柜的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你跟着小梁见世面可以，到了那里不准乱跑。吴清答应下来，便跟着掌柜的将一些礼物一起装车，收拾了一番后，他们驱车前往冯家。此刻冯家门口已经停了不少马车，门口张红挂彩，有冯家的主事人在门口迎接各方宾客。吴清和小伙计各自抬起一筐礼物，和掌柜的一起走进冯家大门。虽然 NPC 会使用空间戒指，但是空间戒指的造价并不便宜，不是一个小县城的药铺掌柜能够使用得起的。而且轮回世界中，空间戒基本都与主人性命相连，一旦主人死亡，空间戒就会爆开，里面的物品会被流放到异空间中，无人可以取走，所以想要通过杀人夺宝是不太可能的。吴清跟着他们进入冯家，掌柜的身份还不足以走入大堂，便跟着一名冯家仆人前往侧房登记和交接贺礼。不过吴清在大堂中看到杨默，于是他便径直走向杨默。厉小柔留下的这个关系不用白不用，但掌柜的看到他竟然敢走向冯家大堂，惊得他差点爆出粗口。但在这里他也不敢放肆，急忙想要上前阻止吴清，可吴清已经快步来到大堂前，被几名冯家的高手阻拦。杨大人，他没有硬闯，而是喊了一声杨默。正在大堂中与冯家家主攀谈的杨默听到他的声音，向外看了一眼，便见冯家的几名侍卫正在驱赶吴清。等等，他连忙站起身来，这可是江小姐特意交代过要照顾的自己人，他岂能怠慢？冯家家主冯辉道：杨大人，您认识那个擅自闯进来的小子？杨默笑道：一个远房的后辈，最近住在我的春香别院里，不知怎么忽然到这里来了。冯辉闻言连忙阻止门前侍卫，放杨公子进来。他听杨默说吴清是远房亲戚，就以为也姓杨。得到他的吩咐，门前的侍卫方才放吴清进去。身后的掌柜的和小伙计看着吴清进去，心惊胆战，喃喃道：完了，这是我带来的人，他乱闯冯家大堂，我也会被牵连。而后他狠狠地瞪了小伙计一眼，老子要完了，你也等死吧。小伙计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此刻的他万分后悔带吴清来参加冯家公子的大婚。他听到掌柜的如此说，自己身上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他们这些小人物，生死不过是冯家一念之间，连申冤的机会都没有。大堂内，吴清已经走到杨默面前，便听杨默对他说道：小言，来见过冯家家主，在咱们山阳县，冯老哥说话比我这县令都好使。也不知他是在嘲讽还是在夸赞。冯辉也呵呵笑道：不敢不敢，我们都得听杨大人您的。而后杨默又对他说道：这是我远房的侄子杨岩，
在山阳县的地界上，还要麻烦冯老哥多照顾一下。他这话是在对冯辉说，其实是给吴青听，要让吴青明白，现在他的身份是杨默的远房侄子杨岩。吴青自然是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连忙向冯辉打招呼：“杨岩见过冯伯。”“哎，客气客气。”冯辉年龄比杨默大，虽然杨默是县令，但是杨默说话如果想要有用，还得他们这些盘踞了无数年的本地地头蛇家族配合才行。不只是山阳县，整个华阳国，是整个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杨默实力不低，但山阳县几个家族的高手同样不少，所以说杨默还真没有瞎说。在山阳县，冯家的话许多时候还真比他这个县令好使。而从目前杨默和冯辉愉快的相处来看，杨默也和各个地方官一样，选择与地头蛇合作。杨默也没有在这个场合问吴青为何会到这里来，他只是向冯辉介绍了一番。有杨默这层关系在，冯辉也立刻将吴青奉为上宾，还让自己侄女陪他在冯家各处转转。这女孩名为冯小蝶，是冯辉的亲弟弟冯毅的女儿，而冯毅便是辅助杨默执掌宪兵的县尉。女孩看起来18、19岁年纪，姿容姣好，也是一名小美人，在山阳县中追求者不少。小蝶，她是谁？冯小蝶带着吴青很快就被一些大族子弟注意到，有冯家本族的，还有山阳县其他几个家族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冯小蝶的追求者。吴青看到这个架势，心中一动，不会要触发什么狗血剧情了吧？冯小蝶对他倒是不咸不淡，说不上巴结，也说不上嫌弃。作为大家族的女儿，她对这种任务已经习惯。哦，他是杨大人的侄子杨岩。冯小蝶向这些追求者介绍吴青的身份。当这些人听到他是杨默的侄子时，眼中的敌意消失了许多。杨默毕竟是山阳县县令，杨默的侄子论身份也与他们相当，是值得结交的人。是杨公子啊！这些大族子弟眼中的敌意瞬间被笑容取代。第87章，新娘被劫。你好你好，都好都好。吴青和他们互相奉承着，他又没对冯小蝶表达过爱慕之情，也没做过什么非分之举，这些大族子弟怎么可能脑残非要和他作对？不过就算真发生了什么狗血剧情，他也不惧这些大族子弟，这些人不过10几级，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如今有刘云亏，他也不惧3阶以内的灵魂攻击。外面带他来的掌柜的和小伙计见他竟然得到冯家小姐的陪伴，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小梁，他到底是什么人？掌柜的悄悄向小伙计询问，但小伙计也是一脸懵逼，他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不造啊。不过吴青身份尊贵，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好事。虽然目前来看，吴青似乎也没有要提点他们的意思，至少是不用受罚了。山阳县的各个大小家族纷纷有人前来贺喜，无论他们曾经关系多差，这时候也要做好表面工作。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日上中天，却迟迟不见婚车到来。一名穿着大红喜服的贵妇人焦急地来到门外，向外张望。她是冯辉的老婆，儿子求了她很久，她才央求冯辉用一件珍藏许久的珍贵装备向隔壁山阴县的李家提亲，不然的话，想要娶来号称山阴县的第一美女又谈何容易？但新娘迟迟不到，他们派去接亲的队伍也没有消息，这让他感到分外焦急。因为儿子冯晨是亲自带队到山阴县迎亲的，儿子也不见回来，这让他很是焦急。在门口张望了一阵，见还是没有消息，他不由得回到大堂内和冯辉商量。此刻冯辉面色也不好看，新人迟到，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令冯家丢脸，更是让他觉得面上无光。老爷，晨儿的车队会不会是被马头山的山贼劫了？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李云香号称山阴县第一美女，山贼见色起意并不稀奇，而被山贼劫走后，这女人定然也会被糟蹋。他不是很在乎李云香的安全，他担心的是自己儿子，心中祈祷但愿不会发生这种最坏的情况。冯辉皱眉道：我们给马头山3个大头领送过礼了，他们不会动我们的迎亲车队，应该是其他原因耽搁了吧。从山阴县到山阳县会经过马头山的山脚，可即便如此，他们也已经提前给马头山的3大山寨送礼，来换取车队通行。那些大山寨想要过得好，只是劫道可不够，主要还是周围各个县城的大家族定时送钱，以求自己的车队不在马头山中被劫。又过了半个时辰，忽然门外有人喊道：公子回来了。他们急忙出去看，果然看到冯晨带着大红的车队，骑着一头狮峰兽走在最前面，但他神情落寞，车队也并没有奏响乐曲，而跟随车队的护卫更是人人带伤，这让冯辉等人感到不妙。晨儿，这是怎么了？怎么迎亲回来却不高兴呢？冯晨的母亲亲自来询问。冯晨看到父母，一个大男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爹娘，云香被清风寨劫了。听到此话，众人心中都是一震。新娘被劫了，
而且还是马头山的3大山寨之一的清风寨结的。哪怕以冯家的威势，也拿清风寨没有办法。我们不是给过钱了吗？他们怎么还劫我们的车队？冯辉面色阴沉，他感到不解，这次清风寨为何不按规矩办事？可他的儿子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心心念念的美人好不容易要被娶回来，结果半道上落到山贼窝里。美女落到山贼窝里，还能是什么下场？想到这里，他更伤心了。杨默此刻也跟着冯辉来到门外查看情况。闻知此事，他大怒道：这些山贼也太狂妄了！本县迟早要剿灭码头山上所有山贼，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也只是喊喊口号罢了。码头山上的山贼如果能被灭，早就被灭了，又如何会等到今天？冯辉向跟随车队的侍卫队长询问具体发生了什么。侍卫队长道：老爷，拦路的是清风寨2当家，他说久闻李小姐国色天香，想要见一见，哪怕我们把李小姐陪嫁的嫁妆都送出去大半，他都依然坚持要见李小姐。我们没办法，只能让李小姐下车向他行了个礼。但是谁知道那贼人一见到李小姐，眼睛都亮了，然后就吩咐手下将李小姐带回去。我们说老爷已经送过礼，马头山说好放我们过去的，但他却说正是因为送过礼，所以不杀公子，让我们安全回去，但是李小姐要留下。我们也和他战斗，但是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但他也并未对我们下杀手。吴清混在人群中看这场戏，心道果然是他。龙峰说过他是被绑上了清风寨，而今天清风寨劫上来的新娘只有1人，这不就对上了？啧啧，真惨！也幸好当时有龙峰在，且清风寨的大当家很欣赏龙峰，不然那女孩就要被一群山贼蹂躏了。而以吴清对龙峰的了解，龙峰还真的不会去动李云香，哪怕这里只是游戏。这个人正义的近乎迂腐，所以他才会主动去通过龙峰加入网战部，并且加入到龙峰的青龙战队之中。其他各组组长虽然也都是爱国不怕牺牲的战士，但是人的底线却各有差别。只有龙峰，他敢确定这个人绝对是不可能被买通的。有龙峰在前面卡着，能直接断绝林氏所有明面上使用的关系。他们要想对付自己，就只能来暗的。但是网战部又岂是那么容易被入侵的？冯家门口，冯晨哭得稀里哗啦，而冯辉被气得双手发抖。迎亲车队被劫，他不仅损失了一件珍贵的装备，还在山阳县颜面尽失，而且这也会得罪山阴县的李家。我家女儿被你儿子接走，然后被山贼劫了，凭什么你儿子没事？冯家要如何给这个交代？虽然冯家不惧李家，冯家是山阳县第1大族，而李家只是山阴县第2大族而已，但是他们总不能直接撕破脸吧？第88章，冯家的任务，刘云甲。冯晨在母亲怀中哭得伤心，冯辉脸色铁青，这让他在众人面前失了脸面。众人议论纷纷，皆说周围各县苦马头山久矣，甚至还有人怪罪到杨默头上，说官府不作为，才会让马头山的山贼越来越猖狂。这让看热闹的杨默脸色也难看了起来。但强龙不压地头蛇，况且他既不是强龙，也压不住这群地头蛇，只能一脸愧疚地承认，说都是自己的错，才导致今日之事。只有吴清在一旁兴致勃勃地吃瓜，甚至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将一份果盘端了出来，边吃边看。行了，别哭了。冯辉忽然一巴掌打在儿子冯晨脸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他冯家少主在大庭广众之下哭哭啼啼，这成何体统？比新娘子被劫还要丢人。爹，一定要救救云香啊！冯晨被一巴掌打懵了，但是他依旧心心念念着自己的美人，这让冯辉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被山贼劫过的女人，就算被救回来，也肯定是不能当他儿媳妇了，不然的话，到时候这女人生的是谁的孩子都说不定。但是也不能干放着不管，至少也得给李家一个交代。想到这里，他就感觉肉痛，冯家免不了还要大出血。可是该怎么救回李云香又成了一个问题。去赎人，既然在自己提前送礼的情况下，清风寨依旧把新娘子劫了，那么一般的赎金根本就没用，总不能让他为了一个被糟蹋的女人而将家底掏空吧。别说他不愿意，就算他愿意，冯家其他族人也不愿意。他要真敢这么做，分分钟会被踢出族长的位置。思虑片刻，他看了眼四周人群，山阳县有头有脸的人物今日都聚集在这里了。于是他向众人拱了拱手，高声道：诸位，今日本该是我冯家喜事，却没想到变成了丑事，让诸位见笑了。但儿媳被劫，我们冯家也不能坐视不理。说到这里，他稍微停顿了下，便继续说道：5日内，谁能将李云香救回来，我愿以1件青色品质装备作为酬谢。吴清听到这里，眼前一亮，来这里果然有任务。但是青色品质装备虽然珍贵，可是要与清风寨为敌，还要进入清风寨中营救李云香，这难度高得离谱。这和直接剿灭清风寨有什么区别？可是
如果有剿灭清风寨的实力，谁还差一件青色品质的装备？果然有人嗤笑了一声。为了一件青色品质装备和清风寨拼命，冯族长是觉得山阳县都是傻子吗？哈哈，就算是杨大人都剿灭不了清风寨，难道杨大人还没有几件青色品质的装备？冯辉闻言脸色很不好看，被人当众质疑，可他又无话可说，便只能说道：并不需要剿灭清风寨，只要救出李小姐就好。对于主修速度型的4阶强者来说，还是能做到的吧。甚至3阶也不是没有机会。而且我这青色品质的装备可不一般，单个装备就是青色品质里的极品，而且还是套装的一部分。那套装，诸位都是见多识广的人，或许听过，便是流云套装。我冯辉有幸曾获得流云套装中的流云甲，若是能集齐流云套装，其价值不比6件蓝色品质的装备差。诸位，我冯家付出的这个代价可不算低吧？他这话一出，吴清彻底不吃瓜了。既然是流云甲，山阳县还真是自己的福地。先后集齐流云盔、流云戒和流云履，如今流云甲也在眼前，这个机会可得抓住了。周围众人听到流云套装的名字，有惊讶者，也有不解者。流云套装，传说中的流云套装吗？那可是青色品质中的极品套装。青色品质的确不算高，但是对于区山阳县来说，也可以被称一声极品。有人因此异动，但大多数人都很清醒。若是整套的流云套装，其价值确实比同数量的蓝色品质装备高，但是只有1件，能否获得其他5件还不清楚，也就算得上是一件品质不错的青色品质装备罢了。要为此与清风寨为敌，那才是傻子。冯辉听到众人议论，也知道此事很难，但是若无人接取这个任务，那么他就只有和李家撕破脸了。虽然这会导致冯家与李家的合作结束，但是也无所谓，生意伙伴可以再找其他人嘛。等了一会儿，也没有人敢来接这个任务，他只能对众人说了声抱歉，带着冯晨等人返回家中。喜宴被破坏了，冯家也把各家送来的礼物尽数退回。不过吴清却悄悄来到他们后院，被冯小蝶拦住。你怎么没走？来我们后院干什么？吴清笑道：我去见冯伯，麻烦你帮说一声。冯小蝶有些疑惑，但他杨墨远房侄子的身份也让他不得不重视，只好进去告诉冯辉，说杨岩要来见他。杨岩？他来做什么？冯辉皱眉，忽地想到，难道是代表杨墨来的？杨墨有什么办法能救回李云香？便让冯小蝶带吴清进来。吴清进来后，冯辉再次换上那副笑脸，似乎完全没有因结亲而苦恼。只有冯晨依旧是眼睛红肿的样子。贤侄此来，是杨大人有什么话要说吗？吴清笑道：非也，是我自己要来。闻听此言，冯辉有些失望。他给吴清好脸色，是因为杨墨，不然的话，仅凭吴清一个后辈，哪里配和他面对面交谈？他心中也有些烦躁，却又不能直接赶吴清走，只好问了句：贤侄是有什么需要我冯家帮忙的吗？然而吴清却依旧笑道：非也非也，是我来帮冯家的忙。哦，冯辉更诧异了，他一个小辈能帮自家什么忙？吴清道：我有办法救李小姐出来，所以想跟您定下天道契约。你？冯辉不信，贤侄莫要开玩笑，那清风寨可是有4阶山贼的大山寨。吴清道：只是有点办法，但也不太确定，所以先来跟您定个契约。第89章，诱饵，奖励增加。你确定？冯辉狐疑地看着吴清，以为他在开玩笑。山阳县4阶强者也不少，根本就没人敢接这个任务，而他发布这个任务的目的也只是试一试罢了，至少要摆出一个态度，证明他是真的想要营救李云香。可万万没想到，杨墨的远房侄子竟说自己有办法。吴清点头道：只要签了天道契约，难道还能有假？冯辉犹豫了。天道契约的规则，他是需要将任务奖励提前封存进契约中的，这就代表一个任务同时就只有一个人能够接取。万一之后真的有人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但他已经把任务发出去了，那么他就无法再与那人签订天道契约。没有天道契约约束，任何事情都会出现变数，别人也许就会放弃这个任务。这难道是杨墨的意思？冯辉在这一刻想了很多。别看他和杨墨之间称兄道弟，其实都是表面文章罢了。杨墨作为朝廷派来的县令，不得不与地方家族合作，但这对于杨墨对山阳县的治理很不利，所以杨墨是要用这个办法，让自己无法再将任务交给他人。这样的话，冯家就必然会与李家交恶。可是李家是山阴县的家族，能帮到他杨墨什么？冯辉百思不得其解，哪怕在思考这是杨墨针对冯家的小动作，都没想到吴清是真的想要完成这个任务。想到这里，他对吴清说道：贤侄，清风寨非等闲可比，就连你叔父杨大人也不敢说能从他们手中讨人，你若是有了什么好歹，伯父我不好向杨大人交代啊。
他似乎是在替吴清考虑，实际上却是在婉拒吴清的请求。但吴清眼见刘云甲就在眼前，又岂能轻易放弃？于是他说道：“放心吧，冯伯，我会和叔父说清楚，就算我出事了，也不会连累您。而且我有一定的把握能够将李小姐救出来。”两人拉扯了半天，吴清也想明白冯辉一直不给自己的缘故。冯伯，实不相瞒，我有一件流云履，若是我无法完成任务，这流云履就算做任务失败的惩罚，您看如何？冯辉闻言神色一动，原来他是看上了流云套装。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还真有可能有把握救出李云香。而且就算救不出来，自己白得一件流云履也能弥补一些损失。若能救出来，就不至于和李家的关系完全恶化，怎么看都是赚的。哎，贤直说哪里话？冯伯，我岂是不信任你？不过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就这样做吧。但吴清却摇了摇头。冯伯，原本您在众人面前发布的任务可没有说有失败惩罚，这个任务的难度您也是知道的。冯辉神色微变，他以为吴清要反悔，但吴清却继续说道：“如今我愿意接受失败惩罚，您是不是也要提高一下成功的奖励？冯家作为山阳县第一大家族，府库收藏极为丰富，当然要趁此机会薅一波羊毛。既然冯家有流云甲，那么流云履就是最好的诱饵。”冯辉不愿提高奖励，可是又眼馋吴清的流云履。就在两人继续拉扯时，旁边的儿子冯晨却坐不住了：“爹，就让杨公子试试吧，一定要将李小姐救回来。”他央求父亲，却被冯辉狠狠瞪了一眼，并呵斥其母亲：“带茬回屋。”他不知道冯晨为何对李云香如此痴迷，但是被山贼劫过的女人，就算救回来也不能要了。他之所以尽力营救，也只是为了给李家一个交代罢了。待其妻子带冯晨走后，他叹息一声，对吴清道：“贤侄，让你见笑了。既然这样，我再出一个青色品质技能，你看如何？”吴清估计这已经是冯辉最后的底线了，便欣然同意。伯父说哪里话，意思意思就好了，小侄我很知足的。同时他悄悄花费1个银币，使用轮回系统的一项特殊功能。是否花费1银币，使用临时编号974872062来遮掩真实 ID？ 是。这个功能玩家和本土 NPC 都能使用，就像最初的李老头用的临时编号439383395一样。他现在的身份是杨默的侄子杨岩，若是用自己的 ID 会让冯辉起疑心。冯辉对他的说法只是轻笑一下，便制定出一份天道契约到他面前。冯辉向临时编号974872062发布任务，任务目标5天内救出李云香，任务奖励流云甲加盘蛇7探，任务惩罚流云履。接下命令的那一刻，他随身包裹中的流云履便已消失，被封存进这份契约之中。这也是他选择流云履而不选择另外2件的原因。任务期间，该装备会被天道契约封存，无法使用，但他还要使用流云盔和流云戒，而流云履的使用限制是基础敏捷大于70，目前他远远不够，还用不了，就算暂时被封存了也无所谓。冯伯，您就等好消息吧。接下任务后，吴清开开心心地离开冯家，而冯辉则是若有所思地看向远去的吴清背影。他为什么要用临时编号？离开冯家之后，吴清立刻联系龙峰：“你那边怎么样了？”但龙峰并没有回答，可能是在忙着山寨上大婚的事情。他现在的实力还足以去单挑清风寨，更没有隐身之类能够潜入清风寨的技能。就算潜入了，他的速度也无法从中跑掉。所以完成这个任务还是需要龙峰相助，并且龙峰也一定会相助。离开山阳县，他向马头山的位置走去，继续去剿匪，顺便等待龙峰的回复。这一等待便等到了晚上8点多，方才得到龙峰的回应。白天和那个小姑娘成亲，然后就被这群山贼拉着喝了1天的酒，现在感觉晕乎乎的，有什么事下线说吧。轮回世界中的酒其实相当于一种药物，是能让游戏角色醉倒的。用游戏里的话来说，就是给喝酒的人施加了一层沉醉麻痹的 debuff。龙峰的抗性还不足以完全抵消酒精的副作用，此刻被其他山贼送入洞房，已经是昏沉沉的，走路都走不稳。第90章可成长特殊宝物神圣之吻。提前下线，吴清在自己的房间睁开双眼，吴桐依旧没有下线，也没有消息，他的那个升阶副本并不太好完成。轻轻的推门走出，他来到龙峰门前。龙峰打开房门，揉了揉太阳穴：“一起去吃饭吗？”吴清摇头：“我等彤彤一起，我找你是因为接到个任务，跟你有关。”“哦，进来说吧。”龙峰也不急着吃饭，邀请吴清进屋，听他将冯辉给的任务讲了一遍。“你现在做了清风寨的4当家，李云香更是给你当了压寨夫人，这个任务有你帮助会简单很多。任务完成后，流云甲归我，青色品质技能盘蛇7探归你。盘蛇7探是青色品质的枪道技能，虽然现在的龙峰是有啥武器就用啥武器，
但是有前世经验的吴清知道，龙峰最擅长的就是枪道，他枪道与雷道双修，也辅修弓道。虽然龙峰现在使用的是一柄灰色品质的长刀，但吴清知道其内心深处是喜欢长枪的。而且龙峰对清风寨也没什么忠诚度，他只是奉命来探索轮回世界而已。更何况从其私心来说，他也不愿意将那个女孩留在山贼营寨中，将其送回夫家正好。好，但我刚刚加入清风寨，还不太受信任，我得想想办法，怎么把李云香送出去。想起李云香，龙峰就头疼。洞房中醉酒回来的他并未去掀李云香的盖头，正好又接到吴清的信息，因此直接盘膝坐在床上修炼清风寨大当家送给他的一份功法，而自己则直接下线了，也避免和李云香接触的尴尬。你的2份功劳我已经上报，给你算上了，这样你晋升能够快一点。说完了任务的事情，龙峰说起之前承诺吴清的将探索情报和招揽神话级天赋者加入这2件功劳给他的事情。多谢。吴清没有拒绝，忽然想到苏明也是神话级天赋，若是自己将他拉来，好像也算一份功劳。现在苏明的身份证还在自己手里呢，不过他不知道苏明的电话，但却知道苏明的 ID， 可以游戏里联系他，或者将苏明的身份信息告诉云清，让网站部的人去找苏明谈。苏明出身于普通工薪家庭，只要愿意加入网站部，政审这方面就不是问题。事情谈完，吴清返回自己的房子，此刻吴桐依旧未醒。他打开寝室的电脑，查看最近网上关于轮回的最新消息，主要是想看看和前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一通浏览下来，基本和前世没什么区别。现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款极其真实的游戏，也没有特意去保密自己的天赋，甚至一些天赋品质高的玩家还向公众来炫耀自己的天赋，既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也是为了让各大游戏公会注意到自己，来得到一份高薪资的工作。对于这些人，网站部也都有统计，并去调查他们的背景，若是背景没有问题，便有人去邀请他们。可是网站部开不了其他公会那么高的薪资，而且游戏公会可不在乎玩家的背景，只要天赋高的就收。因此大部分神话级天赋的玩家都已经被招募到各大型游戏公会之中，网站部能招到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吴清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前世他在林氏集团公会仙灵的工作就是分析游戏内容、任务规律、其他公会强者的特点之类的，所以他记得所有神话级天赋的玩家信息，也更清楚谁更有可能被网站部招揽到，这些都可以作为他在网站部晋升的功劳。浏览了1个多小时后，吴桐从轮回中下线，他睁眼就看到电脑前的吴清，立刻兴奋地说道：清哥，我完成升阶副本任务了。听到吴桐醒来，吴清关闭电脑，转身向他询问具体情况，完成度多少，有没有获得奖励。吴桐说起自己的升阶副本，你跟我说的都很有用，但我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线索，所以在里面耽搁的久了一点，最终是100%完美完成度。它也是完美完成度，这是一个好消息。完美级的完成度必有奖励，这是他们与其他玩家拉开距离的基础。一阶地狱级升阶副本通关后，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但我还没点，想问问你的意见。然后奖励的话，和你一样也是3选1，第一个选择也和你一样是更多属性，能够额外获得10自由属性点，但我其他2个和你的不一样。吴桐和他详细讲述自己的奖励。我遇到的第2个选项是获得一个随机属性的蓝色品质功法，但我有你给的蓝色品质功法日影自在经，这个选项没什么用。最后一个选项是随机获得一个能够成长的特殊宝物，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属性的宝物，但你说过这种特殊宝物很珍贵，所以我选的是这个。不等吴清询问，吴桐就将自己获得的特殊宝物的信息发送给他。吴清闭眼在信息栏中看到吴桐发来的消息：神圣之吻，白色品质额式，特殊宝物类。效果1，所有法力回复效果提升100%。效果2，每次释放技能时，法力回复将提升500%，持续3秒。效果3，每累积消耗到一定量法力值时，会使神圣之吻成长。赚大了！吴清看完后感叹道：这是恢复法力类的宝物，和你极为契合。这才白色品质就有这么好的恢复效果，等到升到足够高的等级后，你可能就再也不缺蓝了。这件宝物他前世都没听说谁拥有过，不过也可能是别人藏着不说。效果1是所有法力恢复效果都提升，也就是说，除了基础回复外，装备赋予的回复、技能赋予的回复，乃至于丹药赋予的回复都将得到100%的提升。效果2虽然要在释放法力时才有3秒的5倍提升，但是吴桐可以在这个时候使用恢复法力值的蓝药剂，收益会大大增加。况且现在只是白色品质，等以后品质提升了，这个效果不知能强到什么地步。就如这次他的升阶副本一样，靠着超高体质，硬是将 BOSS 磨到没血，可自己也没蓝了。有这件宝物后，他就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了。
第91章，带刺玫瑰。获得一件特殊宝物，梧桐的这次收获已经算是惊喜，但他的收获还不止于此。我跟那个 BOSS 打了好多次，每次都是打很长时间，然后他被我耗到没血后逃掉，最后杀掉他时，我就获得了一个称号。梧桐通过好友私聊的方式把自己的称号属性发送给他。带刺玫瑰 LV1， 受到任何伤害时都能把该伤害的1%转化为真实伤害返弹给伤害来源者。该反弹伤害为因果律攻击，不受空间、时间等任何因素影响，无法被任何方式格挡或抵消，被控制时也能够触发。累积受到一定量的伤害后，可提升该称号的等级。吴青看完后评价道：“很不错，不比我的人图称号差。反伤型的称号属性与梧桐的天赋很适配，而且相当于受到的伤害降低1%，这还是称号只有1级的情况下，若是升到满级，不知能达到多少。这个反伤和太极架不同，太极架只能反弹近战伤害，反弹距离也有效，而这个则属于因果律，别说是远程伤害，哪怕敌人在蓝星另一端用诅咒对他造成伤害，也要受到反伤，且反伤的还是真伤。提升等级的方法和特殊宝物神圣之吻一样简单，神圣之吻是耗蓝就行，而这个称号是掉血就可以。你的天赋能提升增益类技能的强度，那么你走法术方向比较好，将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属性方面可以平均加点神念和心力，或者主加神念附加心力。吴青对他未来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建议：你体质够强，同级别内不可能被秒杀，法强提升之后用增益类技能加持自己，就算本身力量敏捷不高，你一样能凭借着技能增益来获得强大的近战能力，并且法强高了之后，你也可以用元素攻击和灵魂攻击。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你的精神抗性增益技能。吴青毫不隐瞒地说出自己的需求：以后咱们组队，物理伤害有我就够了，但我天赋的关系，没有任何元素攻击和灵魂伤害，这点就需要你来弥补了。而且，你度过一阶之后，战斗也不用以近战为主，可以走法师的路线了。梧桐认真聆听他的建议：好，我听你的，我神念和心力平均点，其他属性就不加了。我再上线把自由属性点加一下。少女再次闭上双眼，登录到轮回中，将自己的自由属性点上。下线后，两人起身拿起自己的饭卡前往食堂。这次他们下线的比前几天要早，路上遇到的陆陆续续去吃饭和吃完饭返回寝室的战士有不少。有些昨天见过的战士看到两人穿上网站部制式的便服后，笑着跟他们打招呼：吴老弟申请通过了。吴青也回以笑脸：今天早上通过的。哈哈，真羡慕你们小情侣，天天腻在一起。这时候又有一名战士路过，吴青昨天见过他，是龙峰战队里的一员。他看到吴青两人也笑道：咱们军部女战士本来就少，网站部里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来个漂亮妹子，结果还是你小子女朋友。哈哈，你可要看好自己女朋友了，你要是啥时候一撒手，咱们这里一群狼立马就该围上来了。走进食堂，两人将龙峰申请的临时饭卡交回去，并签了个字。打完饭，找了个没人的桌子，一边吃饭，吴青一边述说冯家的事。正说着呢，隔壁一桌忽然惊呼一声：什么？龙峰当了山贼，还弄了个压寨夫人？吴青的话被打断，他看向说话者，那是一名齐肩短发的妹子，虽不涂脂抹粉，依旧明艳动人。她正与同桌的另一名扎着高马尾的女战士一起吃饭聊天，听到吴青说起龙峰，忽然就被他的话所吸引。吴桐也被他们的惊呼吸引，两人都是战士，也不扭捏，当即向吴青说道：能跟你们拼个桌吗？我也想听听龙峰的事。可以。吴青没有拒绝，这个女人他知道。虎组组长白君如手下第4战队，白虎战队的队长严梦同样是神话级天赋，而且他记得前世里严梦和龙峰好像搞一起了。如今看来，至少这个时候开始，严梦就对龙峰有意思啊。邀请两人拼桌，他们先是自我介绍了一番：我严梦，虎组成员，这是我的队友陈静。吴青对陈静没什么印象，那就应该不是神话级天赋。他们初次相见，吴青和吴桐也简单自我介绍了一番。新人吗？我说怎么没见过你们？严梦恍然，网战部6000人是从全国各个部队里选拔出来的，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况且网战部才成立了1周而已，他们也没时间互相熟悉的那么快。昨天吴青两人没有穿制服还比较显眼，如今穿上制服后，已经能完美融入到网战部之中。双方大致了解过后，严梦道：来说说龙峰当山贼的事情。堂堂青龙战队的队长竟然去当山贼，还抢新娘当压寨夫人，龙峰可真行。于是吴青便将龙峰被抓了2次的事跟他们说了一遍。哈哈哈！陈静爽朗大笑，龙峰可真惨，被抓2次。这么说的话，他加入山贼并娶那个叫李云香的女孩是迫不得已。吴青点头道：
本来龙峰在试图激怒清风寨的山贼，想让他杀掉自己，然后那个李云香就被劫上来了。如果不是他，现在李云香已经被清风寨的山贼们糟蹋了。虽然这只是个轮回游戏里的 NPC， 但这个世界太真实了，他肯定不可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女孩被山贼玷污。也是，陈静道，就龙峰那古板的模样，就算是游戏里，他也肯定不会对这种事放任不管。严梦闻言哼了一声，切，还不是看人家小姑娘好看，他觉得是游戏里娶个压寨夫人怎么了？这是纪律问题，是作风问题。第92章学习六字诀。吴清笑了一下，没有接严梦的话茬。这种事情让龙峰自己去苦恼就好了。严梦和陈静两人并未在这过多停留，吃完饭就离开了。吴清则对吴桐说起从灵异村走出去的注意事项，以及灵异村后明一线的相关经验。你到明一线后，先去医馆学习一下采药术，我也会想办法帮你弄8品灵草，但8品灵草的价格会高很多，就很难像之前那样让你快速把被天赋叠满了。吴桐一结识，体质加了100点后就达到极限了。这当然不是天赋的极限，据吴清猜测，应该是灵草的极限。也就是说，9品灵草能为这个天赋提供的属性上限就是100。想要继续提升，就要使用更高品质的灵草。不过8品灵草应该也有上限，但不知道上限究竟是多少。饭后，两人回去洗了个澡就睡觉了。次日清晨5点钟，他们的房门就被龙峰敲响。这是晨练的时间。龙峰看到他们两个一起从房间中出来，只是说了句注意安全，搞得吴桐小脸通红。吴清倒是没有反应，他脸皮厚。走出大楼，正好撞见虎组白虎队的严梦。哟，龙队长不去陪你的压寨夫人吗？龙峰，他看向吴清，结果吴清仰面望天，对吴桐道：“今天天气真好啊。”龙峰满头黑线，知道这事的只有吴清，现在严梦也知道了，显然是吴清说的。不过也没什么，游戏而已嘛。他带吴清和吴桐来到龙组的队伍中，云清对他们两个招了招手。等龙组全部成员都就位后，他对众人介绍了一遍这两个新成员。龙峰，他们划归你青龙战队，你安排一下吴桐的站位，带着他一起晨练。吴清跟我走。晨练的第一项就是晨跑。龙组在5个队长的带领下排列整齐跑步，而吴清则跟云清去到一处宽阔之地。你的身体状态不适合这种锻炼，想要提升体质，就只能从导引术开始，自内部调理气机，培补元气。哪怕你的病被治愈之后，短时间内也不能进行剧烈的活动。所以从今天起，你先跟我学习锻炼六字诀和浑元桩。云清师从那家名师学习形意拳核心一把，他会的自然也不只是这2种，如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之类，他也都会。此刻选择相对较简单的六字诀传授吴清，以助他培补正气，驱除病邪。所谓六字诀，即是呼吸法。云清讲解道：凡行气，以鼻纳气，以口吐气，微而行之名曰长吸。纳气有1，而吐气有6。纳气1者为吸也，吐气6者即为吹、呼、吸、呵、嘘、气。所谓心肺属喝，肾属吹，皮肤肺气盛皆之，肝脏热来虚自治，三焦壅处淡言息。吴清仔细聆听，并按照云清的讲解来呼吸行气。前世的他只是在林氏自己的医疗系统中做过检查和治疗，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林氏的医疗系统也并未能将他治愈，只是为他缓解症状。直到后来游戏属性融合现实后，他的身体方才自愈。现在他当然也可以不管自己的身体，反正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但那还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林氏的威胁虽然被挡在网站部之外，但我在明而敌在暗。游戏1日不融合现实，他就1日不能松懈。这种情况下，自己的身体能好一点，就能多那么一丝丝自保的力量。而且在游戏融合现实后，身体越好，融合游戏中的属性就会越快。当游戏融合现实的时候，也代表现实中会出现超自然的危险。实力融合的每快1分，对于自己，对于吴桐来说，都是一分保障。和云清练了一会儿，哪怕不是剧烈运动，只是六字诀和浑元桩，他也坚持不了太久。云清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催促。他能看得出来，吴清练得很认真，已经尽力了。那就练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晨练部队在跑完步后，又进行拉伸训练、力量训练等一系列训练，直到7点钟方才结束。吴桐浑身是汗，额头发丝都已被汗水浸湿，大口喘着粗气，但他坚持下来了。第一次参加训练就能坚持下来，这让战士们全都对他这个小姑娘刮目相看。他们都是从各个部队选拔出来的最精锐的战士，完成这些训练对他们来说都是小儿科。虽然现在的训练量没有他们以前那么大，但是一个普通人能跟上也难能可贵。从这也能看出林氏投资的西红柿孤儿院对于这些精英孤儿的培养是多么严格。云清着重看了几眼吴桐，这个女孩让他感到惊喜。
能来他们网站部，神话级天赋固然重要，但对于这些精锐战士来说，一个强大的体魄才能真正得到他们的认可。解散后，众人前往食堂吃饭。网站部的食堂很大，哪怕是6000人同时用餐，也并不会拥挤。饭后，吴清两人没有立刻返回登录游戏，而是拿着云清给的条子去网站部后面的医院检查身体。吴桐只是做常规检查，很快就结束了。但吴清是部长特批的条子，对身体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但这里是网站部的医院，没有外人，战士们身体好着呢，很少有人生病，所以吴清的检查也并未进行太久。大概10点多的时候，两人方才从医院中出来，返回寝室继续登录轮回。吴清从春香别院醒来，先是看了眼聊天记录，并没有得到龙峰发送的消息，想必他还没有想到送李云香出来的办法。于是他再次前往码头山剿匪，不能将希望完全寄托在龙峰身上，毕竟龙峰刚刚被迫加入清风寨而已，肯定不可能立刻得到信任，也会被清风寨的山贼盯着。如果龙峰真的不给力，他也不能将自己的流云旅给送出去，那就只能用第二套方案，那就是强攻。现在他没有强攻的实力，可若是达到3阶呢？如今他已17级，距离18级的经验条也过了一半，5天内达到20级并通关2阶的升阶副本，并非做不到。一直越级战斗，让他等级提升得很快。第93章吞金术，销金窟。砰！吴清斩杀一头怪物，这怪物爆出了一个白色品质技能。虽然白色品质技能垃圾，但爆帅真的很低，而且等级越高的怪物和 NPC 爆出的白色品质技能就会越低。他一直越级战斗，提高了不少爆率，至今也只有8个罢了。这其中有2个还是买来的。将这个白色品质技能直接学习。吞金术 LV1 白色品质技能，吞噬装备精华，临时提升自身部分属性，吞噬后该装备将彻底损坏，无法修复。提升属性的类型由装备类型决定，提升属性数值由该装备等级决定，吞噬装备的剩余耐久度也会影响增幅的最终效果。提升上限为全基础属性各提升 100%， 多余属性不生效。每件装备精华提供的属性增幅可持续10分钟，无冷却。终于得到这个技能了，吴清大喜。这个技能是个销金窟，但也是能够以最快速度提升熟练度的技能，尤其是临时加成的战力，对于自己是极大的。他的体质和力量是寻常人的3倍，从这个技能中所能获得的提升上限也将提升3倍。他当前基础体质103，基础力量135，若是这2个属性都翻倍，那么他的战力将会得到质的提升。自己的敏捷和力量虽然寻常，但翻倍之后获得的提升也极其可观。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费钱，有这个技能在，还等什么龙峰？直接硬闯清风寨都没问题。但他还是没有选择硬闯。他的随身包裹中虽然有不少自己用不少的装备，但吞金术是个无底洞，想要将其填满，消耗极大。这些不用的装备，他打算留到2阶的升阶副本时打 BOSS 用。地狱级难度的 BOSS 很难打，想要如1阶升阶副本击杀那头海妖一样形成偷袭的局面也很难。那次只是运气好，取巧罢了。当他再次剿灭一个山寨，但是有一名敏捷型山贼逃跑，他去追击时，便使用了一次吞金术，消耗了2件灰色品质鞋子的精华，大量提升自己的敏捷值，紧追不舍。但是就当他即将追上这名山贼时，一队人马忽然出现，将他包围。猪爷，是他，就是他灭了我们山寨，其他山寨肯定也是他灭的。那山贼看到面前出现的人马，直接就跪在为首之人的面前，称呼其为猪爷，并控诉吴清的罪行。知道了，滚后面去。被称为猪爷的大汉踹了这山贼一脚，扛着一柄锯齿大刀来到吴清面前。就是你在屠杀我码头山的兄弟？你是谁？国恩府的人？他一连问出好几个问题，吴清也在查看他的信息。朱刚 BOSS 清风寨3当家，等级30，血量43290，攻击1998，防御2442，攻速200，移速125.55，法力值28290，法强286，精神抗性290。技能剖心 LV3，腰斩 LV4，断头台 LV4，横刀一跃 LV2，铁皮 LV3。随着吴清的等级和属性提升，能探查的敌方上限也在提升。如今这名极为壮硕的山贼，在他面前大部分信息都已经一览无余。之前黑风寨的3当家周翔只有29级，但是清风寨的3当家却有30级。只有30级，说明他还没有突破3阶的瓶颈，不然的话其属性还会暴涨。但是只有30级就给了吴清击败他的机会。扛着狼牙棒，他没有多废话，开启龙之力，潜能激发，疾走和禅定后一棒子就敲了过去。朱刚立刻用大刀挡下，吴清的力量并没有比朱刚高太多，但朱刚的攻速却比他快得多，这就导致哪怕吴清是主动进攻，
在第一次试探中也吃了点小亏，被击退了一步。赵霞的狼牙棒，看来凶手就是你了。朱刚见他一言不合就出手，并且出手的力量极强，立刻就确信他就是这几天灭掉大量普通山贼营寨的人。你是官府的人？朱刚一边与他鏖战，一边继续询问。哪个县的？山阳县、山阴县，还是哪里？官府敢对我们马头山动手，不知道我们的规矩吗？朱刚手中大刀再次与吴清狼牙棒相撞，这次碰撞后，两人决力了片刻，但决力时是单纯的力量比拼，没有攻速加成，朱刚直接就被吴清压制了。好强的力量！朱刚惊讶，主动向后撤了几步，提起大刀向吴清心头削去。这一刀极快，蕴含着他对刀之一刀的力竭，其名曰剖心，一旦被其攻击削中，能直接将敌人的心脏都剖出来，极为凶狠。太极架！吴清故技重施，太极架当下剖心，将这一招的力量尽数反弹到朱刚自己身上。负7856，这一刀的确很强，朱刚那么强的防御，自己承受也要被打掉将近8000点血。太极架生效的刹那，吴清手中烽烟破立刻砸了过来。这一招他之前战斗时屡试不爽，这一次也没有例外，一棒子砸在朱刚没有防备的脑壳上。负1827，伤害远远不及反弹的朱刚自己的伤害，这还是在吞金术吞噬鞋子装备提升敏捷的效果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面对这种等级的敌人，他的攻击已经显得有些弱了。打完这一棒子后，他并没有继续追击，反而是后退一步，大喝一声：“等一下！”咦？朱刚愣住了，明明自己吃了亏，为何对方大喊让自己等一下？他站稳脚跟，当真停下来，没有立刻回击。怎么？你还有何话说？只见吴清从自己的随身包裹中取出几件装备，手上散发出淡淡光华，光华将这些取出的装备包裹。只是刹那间，这件装备虽然从外表来看并没有任何变化，但朱刚却有种感觉，这件装备已经废了。装备中蕴含的特殊力量已经不在，变成了一件虚有其表的普通物品。他的感应没有错，这件装备被吴清用吞金术吸收装备精华，的确已经废掉了。第94章吞噬装备杀朱刚。一件件装备在吴清手中废掉，自身的体质、力量、敏捷、耐力都在持续增强，吞金术的熟练度也在不断提升。朱刚看到吴清身上散发宝光，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心中隐隐有不好的感觉。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面前这人的气息越来越强，定然是在使用什么增幅战力的手段。他提起大刀，忽然跃起，顷刻间便来到吴清面前，大刀劈下，带着呼啸的风声，要将吴清头颅斩碎。这是一招突进的技能，同时也附带有不俗的伤害。吴清随手将废掉的装备丢掉，这些被吞金术攫取精华的装备，连被回收材料的价值都没有了。虽然朱刚傻乎乎的等待自己使用吞金术的行为很脑残，但他也很快就反应过来，不给自己继续增幅的机会。但是也足够了，吞金术就这点不好，需要提前使用，战斗过程中是没有时间去取装备并慢慢吞噬的。这片刻间，他废掉了20件白色品质的装备。早期使用的劣质古刀、尸毒戒指、陪葬项链、死人鞋之类的，全部都被吞噬装备精华。白色品质的装备，如活死人腰带，能提升1点体质，但作为一次性使用的话，能临时提升3点体质。这20件白色品质的装备，为他临时提升了23点体质、32点力量、9点敏捷和8点耐力，各项属性大幅提升。虽然还不至于完全压制朱刚，但两人交战，朱刚已不是他的对手。吴清凭借着强大的力量，一棒子砸开巨齿大刀，紧接着劈在朱刚胸膛之上。负4294，巨大的力量将朱刚砸退，他继续追击，这一次瞄准的是朱刚的头颅。呵！朱刚大喝一声，强行止住后退的步伐，将大刀横举，身体皮肤散发出黑铁般的幽深光泽。狼牙棒砸在巨齿大刀上，朱刚手臂一沉，双脚竟然被砸得陷入泥土之中。吴清同时以左手挥拳，崩拳。负520，崩拳没有烽烟破这般高额的碎叫效果，虽然有真伤，但真伤比例却很低。再加上对方使用防御技能，这一拳仅仅打出了520的伤害。一拳之后，他将背在背上的人骨战锤摘下，拿在左手之中，用来抵御朱刚的大刀。狼牙棒则趁着对方露出空门的时候，砸在朱刚胸膛上。负4199，负4237，一下又一下，朱刚的血量狂掉，其面色也变得难看起来。忽然，朱刚又是一声大喝，他的肌肉隆起，整个人都大了一圈。死！他目露凶光，被一名2阶青年打得如此狼狈，让他极为愤怒。哪怕看到狼牙棒再次砸来，他也不管不顾的双手握住大刀，高高举起，又重重落下。吴清继续用人骨战锤抵挡，用狼牙棒攻击，结果这一下
他左臂一沉，人骨战锤竟然被大刀砸得落，刀锋劈在他的肩膀上，大量血液飙射而出。负16048，这一刀差点将他一击秒杀。这一招名为断头台，是朱刚最强大的技能。若非人骨战锤阻遏了大刀攻势，正面挨上一下的话，吴清的防御力根本就扛不住，直接就会暴毙。但他的狼牙棒也再次砸中了朱刚。负4218，但这不够，朱刚血量43000多，而他哪怕在吞噬了许多装备精华后，血量也只有22150罢了。被朱刚一刀斩掉16000，再加上之前对战时受到的伤势，此刻他血量已经不足3000。但是此时潜能激发已经冷却完毕。这个技能是血量越低，加成越多。潜能激发 LV1， 瞬间恢复10点血量，并提升 10% 力量和体质，持续10秒。最大生命值每降低 10%， 则生命恢复与属性提升提高 10%。他如今血量已降低 70%， 现在使用这个技能，瞬间恢复了17点血量。这个恢复狗看都摇头。但是最关键的不是恢复，而是提升。降低70%血量后，他释放这个技能，力量和体质都提升了 80%。这一下，他的体质顷刻间达到250，力量达到了309。这个提升极其夸张。看到朱刚再次举刀斩来，他一把丢掉手中的人骨战锤，用狼牙棒挡下刀锋后，瞬间冲上来，用空闲的左手抓住了对方刀柄。309的力量何等巨大，朱刚完全挣脱不开。哪怕朱刚使用了一个临时提升力量的技能，但在此刻的吴清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距离压下朱刚的大刀，右手在狼牙棒的柄上一划，便握住靠近棒头的地方，当的一下就砸在朱刚脑门上。负47767，巨大的属性提升加上头颅弱点攻击，一棒子就将朱刚脑壳砸得粉碎。双方从势均力敌到朱刚战死，转变太快，朱刚带领的这些喽啰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当他们看到倒在地上的朱刚时，一个个惊恐地四散逃走。但有个傻货却在此刻威胁吴清：你敢杀我们清风寨的3当家，你等着我们清风寨的报复吧。吴清正要去捡爆出来的东西，却听到这种话。他轻笑一声，趁着自己身上加成还没有消失，一把抓起爆出的装备塞进随身包裹，自己则冲向这名喽啰，一棒子将他斩杀。这名喽啰只爆出了一些铜币，捡起来后便再次向四散奔逃的山贼喽啰们追杀而去。但喽啰们不是向一个方向逃的，他只是杀掉了一半，便没了其他山贼喽啰的身影。不过无所谓，一些小山贼逃掉无关痛痒，他现在身上的加成也消失了，便停下来查看刚刚爆出来的装备。烈炉铁手，青色品质全套，耐久100。效果1，力量加30，硬度12000。效果2，使用手部的徒手攻击技能时，技能威力提升 50%。使用限制，体质大于70，力量大于70。运气不错，竟然是一件青色品质的装备，果然想要好东西就得越级杀 BOSS。这副全套的效果1加力量值，这个效果朴素而有效。其效果2更是让吴清惊喜。所谓手部的徒手攻击技能，击拳、掌、爪、指等攻击方式，对于自己现在感到棘手的敌人，崩拳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发挥出来的威力也不尽人意。但是有这副全套后，崩拳威力就能获得大幅提升了。第95章，救李云香的方案。将手上戴着的熊爪全套取下来，塞进随身包裹之中，将刚刚获得的烈炉铁手绑定并戴在手上。有了这件装备，自己的实力再次获得提升。全套类的装备是唯一能够加基础属性的武器，而不像其他武器那样加的都是攻击和锋锐碎甲以及一些特殊效果。这就代表着同时装备全套和武器是能够同时生效的。他看了眼地图，继续去往下一个山贼营寨。当那些朱刚带领的喽啰们逃回清风寨时，立刻引得清风寨主大怒。朱刚死了。一座恢宏的山贼大厅中，一名身材修长，甚至还有几分文人气质的男人坐在大厅正中央，在他两旁还有3个座位，左边2个，右边1个。此刻龙峰就坐在最左边的那个座位上。一名喽啰神色慌张地跪在下面，不敢面对发怒的大当家。到底是什么人，竟敢灭杀我马头山这么多兄弟，还能杀掉朱刚？他是要与我清风寨为敌吗？大头领虽然看似不那么魁梧，却自有一股凌人盛气。就在此时，大厅旁一座小钟敲响，大当家的一个眼神过去，一名喽啰在钟上按了一下，而后便听一个急促的声音从钟里传来：大当家的，那人已到我们寨中，我大哥已经战死，我速度快，逃到了传声钟这里，他来了！啊！这人话没说完，便发出一声惨叫。清风寨大当家的知道此人已经被人所杀，他腾的一下站起身来。老二去和另外2寨商讨那件事情，此贼既然能杀掉朱刚，就不是其他人能对付的了的。说到这里，
他朝坐在一旁一直一言不发的龙峰说了句：“四弟，我要亲自将那贼人抓回来，寨里一切事务都交给你了。”龙峰愣了一下，看向大当家的眼神，那眼神中满是信任与托付。但他知道这只是山贼的演技罢了，哪怕大当家的离开，山寨里也不可能由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无非是收买人心，加上顺便考察。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小的们，跟我走！大当家的大喝一声，下方立刻站出来5名小头领。然后他又对这名报信的喽啰道：“你见过那个杀我兄弟的贼人？你跟我一起走。”是。山贼小头领们各执刀枪，招呼自己旗下的喽啰，跟随在大当家的身后离开山寨。山寨中，龙峰送别大当家的之后，立刻回到自己屋中。此时，那名做了他压寨夫人的少女李云香正坐在床上怯怯地看着他，她眸子通红，看来是刚刚哭过。他原本以为自己落在山贼手中必然被糟蹋，但是清风寨的大当家竟然将自己交给了一个同样被捆绑的帅气年轻人，并以此让那年轻人入伙。那年轻人当夜喝得大醉，回来后也没碰他，直接就睡了。他当时心中松了口气，但自己身陷贼窝，终究会清白不保。想到父母，想到自己没有过门就被劫走，想到自己未来凄惨的命运，他不自觉地哭了许久。如今看到龙峰返回，他以为这位刚刚成为清风寨4当家的年轻人终究还是要对自己下手。悲愤中，眼泪忽然又从眼眶中滚落，但龙峰没空搭理他，坐在床边就闭上眼睛，给吴清发送了一个消息：“朱刚是你杀的吗？”吴清来码头山，一方面是为了继续剿匪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等待龙峰那边有办法将李云香送出来，因此他时不时的就会关注一下聊天信息。看到龙峰的消息后，他立刻回答道：“是我，怎么了？”龙峰看到他亲口承认，既觉得在情理之中，又感到震惊。朱刚有多强，他是知道的。30级的 BOSS 级山贼，岂是能够被10几级玩家斩杀的？但是吴清曾经杀掉过比朱刚还强的赵霞，他又觉得不那么意外了。朱刚死后，他的那些喽啰跑回来报信，大当家徐沧海极其愤怒，现在已经亲自下山去抓你了，你小心点。吴清觉得这也在情理之中，便说道：“我明白，你那边关于救出李云香有什么想法吗？”龙峰道：“二当家现在去和另外2个山寨商量什么事情去了，我也不太清楚，徐沧海没告诉我。现在朱刚死了，老二不在，徐沧海又亲自去抓你了，所以现在寨子离我最大。”咦？吴清神色一动，这么说，你可以直接将李云香送出来了？龙峰摇头：“不能，我刚刚加入清风寨，徐沧海怎么可能那么轻易信任我？这里必有他的心腹在暗中监视我。不过这个机会很难得，我有办法将李云香送出去。”说说。吴清一把火烧掉刚刚剿灭的这个山寨，看了眼地图，朝着清风寨的方向走去。龙峰道：“徐沧海防的是我，而不是李云香。我若是想搞什么小动作很难，但是帮李云香做些小动作还是没问题的。清风寨外有机关陷阱，外敌很难进来。你先潜伏到清风寨附近，我带李云香一起出门，届时肯定会有许多山贼跟我一起出去，但他们的注意力在我身上。等走出清风寨设置机关陷阱的地方后，我让李云香借口方便去你潜伏的位置，然后你突然出现，将他劫走。”龙峰的这个方案虽然不是很完美，但值得尝试，尤其是他们都是玩家而已，死了也能复活，容错率高得很。那你呢？吴清问道。你不趁此机会离开清风寨吗？龙峰道：“这3个山寨好像要搞什么事情，这也许是一个隐藏剧情，我决定继续待在这里，也许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如果徐沧海不信任我把我杀了，那我也是复活到山阳县，掉1级罢了，也所谓。如果他没杀我，我就有机会参与到这个事件中。”龙峰有自己的计划，吴清也不再多说，他现在只关心自己的流云套装。好，等我到了，我联系你。龙峰也有官府给的码头山大致地图，在清风寨中，他还有清风寨附近的详细地形图。他将地形图发给吴清一份，而后给他指了一个隐蔽的位置，而后吴清便悄悄向那里移动。第96章李云香的心思。清风寨中4当家的屋子里，龙峰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俏脸。李云香最初看到龙峰进来时，极为羞涩和紧张，以为他终于要对自己动手了，但是却发现龙峰进来后直接坐在床上闭上双眼，这让他心中紧张渐渐消失，并好奇龙峰在做什么。少女的小脸刚凑过去，便见龙峰睁开双眼。呀！少女惊呼一声，小脸瞬间羞红一片。龙峰睁眼便见到这秀色可餐的娇俏面容，被称为山阴县第1美女，李云香的颜值自然也是上佳。嗅着少女身上淡淡幽香，眼前是羞红的俏脸，哪怕是龙峰这种钢铁直男都不由得愣神了刹那。但他是一个有原则的战士，很快就反应过来，强行压抑中腹中欲火，在心中一遍遍地告诫自己，就算这是游戏，但这个世界太真实了，
不能犯错误，一定不能犯错误。他也是个正常男人，自然也有看到美女后正常的生理冲动，但他克制住了，深呼吸2下后，他对李云香道：“李小姐，想离开清风寨吗？”啊！李云香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人要放了自己，不仅没碰过自己一下，还要放了自己。但看到龙峰那充满了正气的脸后，不知为何，他忽然感到自己心脏快速动了起来，血液上涌脸颊，这让他面容更红，更是将一对珠圆玉润的耳朵都染得通红一片。但他从刚开始脸就是红的，现在倒也并不明显，至少龙峰没有发现他的异样。我当然想回去。他不敢看龙峰的眼睛，低声说着想回去，可这句话说出口后，他忽然又有点后悔。那个冯晨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也根本不喜欢，但是父亲为了得到冯家的支持和那件冯家送来的宝物，就要将她嫁给冯晨。对于这件事，他其实也没觉得怎样。他们这种大家族的子女，婚姻从来不是由自己做主。虽然冯晨看着自己的那痴痴的眼神让他感觉很讨厌，但至少不会被亏待吧。但是现在不知为何，面对着这个不仅对他没有非分之想，连手指头都没有碰他，且还问他想不想回去的英俊青年，他竟然觉得与其为了家族嫁给冯晨，还不如跟着这个男人。但龙峰可不知道他心里活动这么多，他觉得李云香想回去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么问一下也只是为了后面的话更加自然。外面有我的朋友来救你，等会我会借口说你想要出去祭拜一下家的方向，然后才能心甘情愿跟我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离开清风寨的范围。到时候你说你想方便，现在你是我的女人，那些山贼不敢去看你，你就悄悄向我朋友的方向靠近，他会将你就走的。他详细述说着自己的计划，但李云香听完却并没有太过激动。你真的愿意放我走？他对自己的美貌很有自知之明，山阴县多少富家公子想要见他一面都很难，甚至他们屡次来提亲都被李家拒绝。李家也知道李云香就是李家的一个底牌，一定要卖一个好价钱。可是龙峰的做法却让他感到意外。龙峰理所当然地说道：“当然，你本就是被劫上山的，你的父母、你的夫婿现在都很着急，我也是被劫上山的，自然对你的遭遇感同身受。等会儿你表现得自然点。刚刚3当家的被我朋友杀了，2当家的去商谈事情了，大当家的刚带着一群人去给3当家的报仇，现在是救你出去的最好时机。”龙峰还在跟李云香交代该如何表现，完全没有注意到少女眸中异样。李云香想说什么，但看到龙峰已经站起身来做出去的准备，他眼帘低垂，眸光暗淡，低声道：“好。”龙峰走出房门，对门外守着的一名喽啰道：“我要带我家夫人出去一趟，你们跟我走。”为了不让人起疑心，他特意带上一队山贼。房门再次打开，李云香稍微打扮一下走出房门，站在龙峰身后。这几名喽啰对视一眼，也不敢违抗龙峰的命令。其中一名喽啰笑道：“4当家的您稍等，我去告诉陶哥一声。”龙峰点了点头，没有拒绝。很快，一名山贼头领走来，他对龙峰笑道：“哈哈，4当家的怎么现在要出去？大当家的刚走，交代我们守好营寨。您要出去，不如等大当家的回来再说。”龙峰语气平淡地说道：“我家娘子是被你们掳上山来的，她说要出去到被劫的地方祭拜一下家的方向，才肯同我圆房，不然宁愿去死。怎么，你要让我的夫人自尽吗？”这名山贼小头领皱了皱眉，他奉命监视龙峰，但在明面上还是龙峰这个4当家的最大，他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抗拒龙峰的命令。何况龙峰的话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于是他只好说道：“4当家的，您天赋虽然很高，但毕竟还没有成长起来，这山中多的是强大怪物，若您有什么好歹，我们该如何向大当家的交代？”他不能明面上阻止龙峰，就只能搬出徐沧海来压龙峰。龙峰道：“山寨附近多的是机关陷阱，短时间不会有问题，你带几个人保护我，我家夫人祭拜完很快就回来，不会出事。”龙峰主动要求此人跟随，这人也无法再说什么了。他觉得龙峰只是潜力大，因此才被徐沧海拉拢，可现在龙峰的实力还比不上他，有他亲自看着，龙峰能搞什么花样？那好吧，属下去帮4夫人准备一下祭拜的物品。山贼的效率还算快，很快陶龙就带着一队喽啰携带祭品来到龙峰面前。4当家的，准备妥当了，咱们走吧。离开山寨范围后，龙峰朝着与吴清约定的地点走去。路上，他收到吴清的消息，吴清已经来到指定位置。一条山道中，李云香按照计划中的在山道上朝着家的方向祭拜。这里是他当时被劫的地方，再次来到此处，李云香想到当日情形，眼眶一红，情绪再也控制不住的哭了出来。第97章，我要回去。李云香大哭着祭拜完家的方向后，龙峰轻轻咳嗽了一声，他这才想起来到这里的目的，但他竟然有些犹豫，看了眼龙峰，
但龙峰却用眼神示意他快按计划行事。他张了张口，最终却是说道：“我腹痛，想去方便一下。”龙峰皱眉，表现出不悦的神色，但还是说道：“快去快回。”陶龙一直在注意龙峰的表现，一直没有发现异常。至于李云香想要方便，也属人之常情。他也没觉得李云香会跑，这里是马头山深处，他就算跑了，到处都是山贼营寨，能跑到哪里去？无非是再次被某个山寨抓走，那还不如留在清风寨呢。李云香快步向路对面的草丛走去。她是女孩，还是四当家的压寨夫人，小喽啰们哪里敢去看着她？甚至为了给龙峰留下个好印象，这些喽啰们还主动转过脸去不看那边。李云香的身子很快就被高大的草丛遮掩，她按照龙峰指的方向向前走去，耳中记得龙峰的话，向那个方向走，不要停，接你的人自会出现。很快，一道身影就从一旁钻出。李云香下意识的大声尖叫，吴清也没有阻止她，一把将她拦腰抱起，开启急走，就快速向山下冲去。他力量高达140，抱起一个不到100斤的少女，完全没有任何负担，并且在看到李云香身影时，他就用吞金术吞噬了好几件鞋子类的装备精华，敏捷提升了30点。此刻健步如飞，速度极快。远处，龙峰刚看到吴清发消息说已经看到李云香，就听到李云香大声呼救的声音。他面色一变，云香，抬腿就要去追。陶龙等人闻此异变，也是一惊，但陶龙的第一反应是拦住龙峰。四当家的，您别着急，我派人去追回您夫人。虽然他没想到李云香会被劫走，但他的任务是看着龙峰，李云香跑不跑并不重要。何况四当家的，马头山只有山贼，不管您夫人被哪一家劫了，咱们一问便知，不必太过担忧。但龙峰大怒，混账！我夫人那般美貌，被人劫走后岂能不受糟践？我堂堂清风寨四当家的压寨夫人被其他山贼劫走，传出去，你让我怎么见人？龙峰说的也有道理，陶龙只好对身边另一名小头领道：“董昭平，你亲自去追，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劫我们清风寨四当家的女人。”董昭平立刻前去追击。龙峰还想跟去，陶龙却冷笑一声：“四当家的，您该不会是想趁机逃走吧？我们大当家的对您这么好，您难道要辜负我们大当家的心意？”龙峰大怒：“你！”但他拟了几句，却什么也说不出。不过被陶龙这么一说，他也不能再去追了。不过他本来也没打算去追，这般表现只是做样子罢了。要让山贼觉得不是他放李云香逃走，最多怀疑他也想趁机跑掉而已。陶龙见他安静下来，这才缓和语气道：“这才对嘛，四当家的，您虽然天赋比我们高，但您现在实力还不太行。就算您亲自去追，您追得上吗？就算您追上了，您打得过吗？不如交给董昭平，他速度很快，实力也不弱，马头山上的山寨也都认得他，他去比您去效果要好。”远处，当吴清飞奔了很远之后，方才对惊魂未定的李云香说道：“我是龙峰的朋友，来救你的。”李云香也叫得累了，靠在吴清怀中喘息。听吴清说是龙峰的朋友，他问道：“我还能见到他吗？”吴清一愣：“哈？”他没搞懂这女孩在说什么。“你要见谁？你未婚夫吗？”“我就是接了冯家的任务来救你的。”“冯家吗？”李云香想到冯家，忽然在吴清怀里挣扎了起来：“不，我不要走了，我要回去。”“哎，你别乱动！”吴清强行按住他的身体，虽然他的力量很大，但这么大一坨李云香在他怀里挣扎，就如同拿着一条小金鱼在手里扑腾一样。虽然力气不大，但很烦。李云香挣扎了半天，发现挣扎不动，生气道：“你放我下来！我不要嫁到冯家了。”这会儿他也想明白了，家族把他卖给冯家，他该对家族尽的义务也尽到了。现在他被山贼劫，这不怪他，是冯家的过错。所以他为什么还要回去？但吴清不能顺着他的意思，刘云甲还没到手呢。不过李云香嘟囔了一阵，他也听明白了，于是笑道：“你喜欢上龙峰了？啧，要是严梦知道这事，龙峰肯定要倒霉了。”我被他如此一问，少女小脸忽然一红，也不挣扎了。不过刹那而已，她忽然红着脸大声说道：“是，我就是喜欢龙峰。你既然知道了，快放我回去。你不是龙峰的朋友吗？我和他进了洞房的，我就是他的妻子。”哈哈哈哈！吴清闻言开怀大笑了起来。那可不行，我接了冯家的任务，把你救回去。冯辉那老家伙可是承诺给我刘云甲呢。你！听到吴清的话，李云香小脸气得更红了。你这人怎么如此自私？你是龙峰的朋友，就该为他着想，快放我回去！哈哈！吴清继续笑道：“怎么是我自私？你也不问龙峰是否喜欢你，如果他不喜欢你呢？我放你回去干嘛？”李云香又我了几下，
突然梗着脖子说道：“他肯定喜欢我，他看我的时候眼神都呆了，那当然是喜欢我的表现。”吴清正要回话，便听身后有人喊道：“你是哪个山头的，敢劫我清风寨四当家的夫人？劝你早点放下，还能放你一条活路。”哦，追上来了。吴清回头看了一眼，差点撞在树上。他用吞噬装备的方法获得的敏捷加成已经消失，此刻被擅长速度的山贼小头领追上。他忽然停下脚步，从随身包裹中掏出贯日长弓，搭上青纹透甲剑，瞄准向他冲来的人，便一箭射了过去。第98章两头吃。剑使的飞行速度太快，此人只来得及防御，根本没时间闪避。但他属于速度型，防御技能很一般。在开启防御技能的同时，他利用自己的速度强行躲了一下，但吴清为了命中率，并未瞄准他的脑袋，而是去射他更加庞大的躯干。因此，哪怕他速度快、反应快，尽力躲避，依旧被一箭射中了右胸。-350482，一箭爆杀。此人属于敏捷型，防御不高，防御技能也不强，再加上自己等级也不算太高，在青色品质弓箭的攻击下，瞬间就被秒杀。吴清一把抱起刚被放下来的李云香，快步来到这名山贼身边。这名山贼只是爆出来了一些铜币而已，他并不太在乎，但他要回收射出去的青纹透甲剑，不能使用能量剑，这点就比较麻烦。之前还在闹腾的李云香看到这名山贼被他一剑爆杀后，就安静了许多。再配合上吴清人屠称号给人的凶恶感觉，让他觉得吴清也不是好人。但是害怕之后，虽然不敢再闹腾了，可越想越委屈，就在吴清怀里哭了起来。喂，你怎么哭了？吴清一边跑一边纳闷，这小姑娘又发什么神经？但李云香啜泣着没有回话，哭声搞得她头疼，想了想说道：“这样吧，我先完成我的任务，把你送回去，但是你可以再给我下达任务，我可以再把你偷偷带出来，送到龙峰那儿，你看怎么样？”听到这里，李云香方才止住哭声，却依旧一抽一抽地问道：“真的吗？”吴清道：“当然，只要钱到位，让我把龙峰绑到你床上都行。”说什么呢？少女脸又红了，不过想到吴清说的钱的问题，她又愁了。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啊。她被嫁到冯家，虽然也有点嫁妆，但嫁妆并不多，而且她以为嫁妆也已经被清风寨劫了。不过吴清却知道，清风寨并没有动她的嫁妆。用他们的话说，冯家提前交了买路钱了，所以只劫人，既没有杀人，也没有劫财。所以说，现在李云香的嫁妆已经进了冯家。不，你有。吴清将这个情况告诉李云香，并对她说道：“你被山贼劫了，不管冯晨多喜欢你，冯家都不可能允许你进门，哪怕龙峰没有动你，其他人也不会信你是完璧之身，冯家更加无法向所有人证明你是完璧之身，让你国门，对冯家是一种羞辱，所以你一定会被退回去。那些嫁妆并不多，还是你的，冯家不至于连这点东西都贪。你可以用这些东西来给我下任务吗？到时候冯家会派人把你送回山阴县，路过码头山的时候，我可以出手把你截下来，然后你就可以和龙峰在一起了。”听他说完计划，李云香竟然觉得合理。他问道：“那你需要什么才肯出手？”吴清见他上道，便笑道：“装备、技能或者钱都行，主要是看你有什么。”李云香的修行天赋不算强，如今只有9级而已，李家的嫁妆自然不会有太过珍贵的装备技能。他想了想便说道：“我大概有100银币的嫁妆，这些我都给你，够吗？100银币多吗？”对于李家这种大家族来说，这点嫁妆不算多，但是对于吴清来说已经不少。他当即答道：“够了。”得到他的承诺，李云香这才开心了一些。现在他是一点都不想回到家族中，只要能跟龙峰在一起，当山贼也不错呀。何况码头山清风寨的压寨夫人，其威风堪比县令。码头山周围几个县联合进攻都没能拿3大山寨如何？但现在嫁妆不在我手里，等我回去，我会要求冯家为您摆一场大谢宴，到时候我再给你发任务。吴清对他的懂事很满意，一个任务2头吃，这就很舒服。但他又好奇地问道：“话说你不和龙峰认识连1天都不到，他还醉酒睡了半夜，你为啥会喜欢上他？”他感觉很纳闷，莫非是一见钟情？龙峰的魅力什么时候这么强了？对于他的疑问，李云香直说道：“他很好，他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吴清依旧不解，但他可是山贼啊。说到这里，李云香忽然大声争辩了起来：“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加入清风寨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但他肯定是好人。”啧，龙峰莫名其妙被发了张好人卡。此刻陶龙也已经得到追击的小喽啰的回报，率先追击劫持李云香之人的董昭平已死，从伤口看是被一剑爆杀。龙峰却焦急地询问李云香的情况，听到这些喽啰说没有追到时，他愤怒的一脚将这名喽啰踹翻在地。追，给我追回来！演戏要做全套，心中虽然高兴吴清将李云香成功救走，
但自己的嫌疑还没有完全洗清。陶龙连忙拦住他说道：“四当家的，这码头山上只有各大营寨，等大当家的回来，是谁劫的，用传声中一问便知。您不必焦急，咱们先回寨子再说。”龙峰又骂骂咧咧了几句，这才跟着陶龙返回清风寨。当徐沧海一无所获的返回清风寨，闻知李云香被劫走时，他面色阴沉，先是安抚了吴清一番：“兄弟莫慌，大哥一定帮你找到他。谁敢劫我徐沧海兄弟的女人，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兄弟，那女人你要是嫌脏，大哥再帮你物色一名美人，保证不比那个女人的姿色差。”而后他便对陶龙道：“用传声中询问各寨寨主，到底是谁这么大胆？若是谁有线索或者举报成功，我清风寨有重赏。”且不说清风寨的骚乱，吴清也带着李云香返回山阳县中。冯家门前，当冯晨听说李云香被救回来时，连少主的架子也没有了，立刻从家中跑了出来。“云香，云香，你终于回来了！”吴清笑盈盈地看着这一幕，脑海中响起令人心情愉悦的声音。叮！营救李云香的任务已完成，任务奖励流云甲、盘蛇7炭已发放至你的随身包裹之中。第99章激活套装效果。冯辉也闻声而出，看到被救回来的李云香，他着实惊讶。这个杨默的远房侄子还真有2把刷子，能从清风寨救人。但他看李云香的表情却很纠结。儿子很喜欢这个女人，他又花费了不小的代价帮儿子娶回。可是这女人曾落入山贼窝中，他若还让这个女人进门，他们冯家就会成为山阳县的笑柄。但退亲不仅会白白损失之前送出去的东西，还会得罪李家。冯晨见到李云香被救回来，也顾不得去感谢吴清，当即就想上前拥抱李云香，但李云香却退后了几步，躲开他的怀抱。“云香，你怎么了？我是你的夫君啊！”他很着急，不知李云香为何疏远他。李云香轻轻摇了摇头，对着冯家家主冯辉就拜了下去：“冯伯，感谢您找人救我出来，但我被山贼玷污，已经配不上冯公子，我甘愿被休，绝无怨言。”冯辉惊愕，这个女孩还挺懂事，省了自己一番口舌。但冯晨却不舍，他大声道：“不行，不能休！哪个山贼欺辱的你，我带人灭了他！”然后他就被冯辉当众赏了个大逼斗。冯晨捂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冯辉：“爹，你打我干什么？”冯辉气得不行，怎么生出来这么个傻缺儿子？李云香被清风寨劫去，玷污他的肯定也是清风寨的某位当家，他要去灭了谁？清风寨吗？他冯家要是有灭了清风寨的本事，可就不只是山阳县第一家族那么简单了。滚回去！他怒哼一声，冯家的管家就拉着冯晨返回后院了。他这才换上一副悲痛的表情，对李云香长叹一声：“李小姐，难得你明事理，这件事也的确是我冯家对不住你。你的嫁妆我们分毫未动，等会儿就还给你。另外，我冯家还会送给你和你嫁妆等值的财物作为赔礼。婚尚未完，你也尚未过门，还不是我冯家的人，也谈不上休这个字，只是婚约废除了。”冯辉假惺惺的叹息，心里却轻松了许多，这已经是损失最小的方法了。李云香点了点头，表示认可。“冯伯，我还有一个请求。”冯辉很大度地说：“你说是我冯家对不住你，你的要求我们都会满足。”李云香看了眼吴清道：“这位，大哥。”他本想说吴清的姓氏，但最后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吴清的姓名。他冒险将我从清风寨救出，是我的恩人，我想办一场答谢宴答谢他，但是这里不是山阴县，所以他话没说完，冯辉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当即说道：“应该的，一场答谢宴罢了，我冯家帮你来办。”李云香懂事的主动提出解除婚约，让冯辉很满意，这点小要求根本不值一提。他也在这时出言感谢吴清：“多谢杨公子救李小姐回来，请在我冯家稍待，我们替李小姐为你办一场答谢宴。”吴清笑眯眯地说道：“好说好说。”被冯辉邀请进来，立刻有人奉上茶水瓜果，并且这一次送上来的茶水瓜果和之前完全不同，并非寻常之物，而是灵茶灵果，吃下去都有特殊效果。比如这茶水被称为通心茶，喝下去后24小时内使用技能将提升 50% 熟练度。这种茶对于冯家这种县里的第一大家族也是极其珍贵。那些灵果都有着永久提升属性的能力，虽然提升的量有限，且只在第一次吃的时候才有效，但也弥足珍贵。属性才是基础，凡是能够永久提升基础属性的能力或药物都是宝贝。虽然他在进行升阶副本任务时曾经吃过一些能永久加属性的食物，但是这类东西在游戏里比副本中更难获得。一番吃喝下来，他都获得了不小的提升，分别是体质+2，力量+1，敏捷+6，耐力+3，一共获得了12点额外属性。所以说，为何有师门有家族的修行者的实力往往会比普通修行者强，就是因为这。
这些提升实力的资源积累之下，也是巨大的加成。吃着这些瓜果，他开始查看流云甲的属性。流云甲，青色品质护甲，硬度12000，效果1，体质加30%，每次受到的最终伤害降低10%。效果2，每次受到伤害，攻击力都将临时提升2%，持续3分钟，最多叠加10层。使用限制：体质大于80，力量大于60。这是一个加属性并能叠攻击的装备，全都是吴清需要的效果。直接将流云甲绑定，但并未直接穿戴。现在在冯家接受他们的答谢，没必要穿着甲胄。不过现在能够穿戴3件流云套装：流云甲、流云戒和流云盔。一旦自己将3件全部装备上，就能激活第一个套装效果。流云套装效果1，流云装备的所有效果提升100%。流云盔削弱，相当于精神抗性500的灵魂伤害变成了1000。灵魂护盾抵挡2万点灵魂伤害变成了4万。灵魂护盾在非战斗状态下的充能时间也从2个小时缩减为1个小时。流云界的10%吸血变成20%，受到灵魂控制可免疫的上限无法量化，所以就从4阶变成了5阶。3秒灵魂控制免疫提升为6秒。流云甲加30体质提升为60%，10%最终减伤提升为20%，受到伤害提升攻击变为4%，总层数没变，还是10层，一共能临时提升40%攻击。流云套装中的每一件都已经是青色品质装备中的极优秀的，但是套装效果令其发生质变，所有玩家们才会想要收集套装。看完了流云甲的属性后，吴清没有太在意另一件青色品质枪法技能盘蛇七探的具体效果，这个回头找机会给龙峰就好。两人距离不远，就没必要费钱用传送能力了。给龙峰发了个消息，告诉他李云香已被送至冯家，任务已完成，他的枪法技能书等之后找机会给他送过去。龙峰说不急，他就算现在学习青色品质的技能，也没有足够的法力值来施展。龙峰告诉他，徐沧海并未怀疑他，现在他已经晋升为清风寨的3当家。第100章，李云香发布任务。龙峰能稳在清风寨也不错，他说的那个山贼商量的大事，很有可能是一个高级隐藏任务，他如果能参与其中，应该能获得不少好处。然后吴清又跟他说起李云香的事情，他爱上你了，让我再把他送到你身边，到时候你接收一下。龙峰，你别乱搞啊！我跟他相处的时间1天都不到，怎么可能爱上我？龙峰表示不信，但吴清却说道，说不定剧情就是这样设定的呢。你别忘了，这还是游戏，也许剧情设定里，只要有玩家能成为清风寨4当家，并且一夜不碰他，他就会爱上那个玩家。龙峰，你别说，你还真别说。龙峰可不知道轮回的本质，他只是以为这是一款极其真实的游戏罢了。所以说，吴清说的这种情况还真有可能。于是吴清继续说道，也许你带着他，他还能帮你触发新的剧情，或者说他能给你发放什么任务也说不定啊。他可不能让龙峰拒绝李云香，毕竟李云香答应把嫁妆都给他呢，那可是价值上百枚银币的财物。如果龙峰不同意，那他就只能悄悄将李云香安排在春香别院，然后去把龙峰绑回来送到李云香的床上。反正龙峰也被绑习惯了。至于严梦会不会生气，那不重要，虎组的队长又管不到他龙组的队员。这时候一名侍女来到吴清面前，对他说道，杨公子，李小姐叫您过去，说是想跟你郑重道谢。来了。吴清起身跟这名侍女一起前往冯家暂时给李云香安排的房间，他们打算明天一早就派人送李云香回山阴县。为了避免再次被劫，这次他们打算从马头山下绕路，宁可多耗费些时间，也不能再出意外了。吴清跟侍女来到李云香的房间，这位侍女自觉地退了出去。杨大哥，李云香已经从冯辉那里知道吴清是杨默的远房侄子，他们把嫁妆还给我了，还给了与我嫁妆价值相等的财物。我为了方便您使用，让冯家把这些东西都换成银币了，一共230枚银币，我都给你。这姑娘竟然一点都不给自己留，可见其对龙峰痴心的程度，生怕吴清反悔。一道契约生成，立在吴清面前。李云香向临时编号4356876242发布任务，任务目标3天内将李云香送到龙峰身边，任务奖励230枚银币，是否接受？吴清再次使用临时编号，上次的编号已经失效，这次是重新申请的。杨大哥，你为什么使用临时编号？虽然李云香发放任务的目标是杨岩，但是天道会根据他心中认定的人物锁定到吴清，并将其名字替换成临时编号。哈哈，习惯了。吴清耸了耸肩，没有多说什么。李云香也没有多想，只要能完成他的任务，他也不在乎吴清究竟是谁。见吴清接下任务后，李云香才松了口气，对吴清笑道，多谢杨大哥。吴清摆了摆手，小事小事，人家姑娘把所有钱都给他了，甚至比之前约定的100枚银币还多，
他自然要尽心完成。闲聊了几句后，便听得外面逐渐热闹起来。出去看时，却见连杨默都来了。杨默看到吴清，惊讶道：“你把李小姐救回来了？”吴清嘿嘿一笑，侥幸。杨默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深深地看了吴清一眼。这个小姐收下的自己人，还真有点本事。答谢宴上，山阳县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冯辉当众对吴清一番好夸。众人听说这是杨默的远房侄子，且将李小姐从清风寨救了出来，一个个对吴清的赞誉之词不绝于耳。杨公子少年英雄，前途无量啊！我听说杨公子接了马头山剿匪的任务，而且一连剿灭了10几个山贼营寨，真是后生可畏。哈哈，我有小道消息，现在马头山上3大山寨到处在剿灭了10几个小山寨的人呢，其余小山寨更是人心惶惶，生怕哪天就被人灭了门。杨公子可真是为我们出了一口恶气。马头山横亘在这里，我们要想出去做生意，要么绕路，要么就得给马头山上供。这些年那些山贼可是吞掉了我们不少钱财。是啊，不上供还不行，断了供，那些山贼还会打上门，我们几个县都灭不掉这群山贼，他们集中围攻一个县城，我们哪里受得了？不过杨公子这么年轻就有这般本事，以后灭了那3大山寨也有可能啊。来来来，杨公子，老夫敬你一杯。杨公子，我曹家有位族女，如今芳龄28，生得十分貌美，与您正是郎才女貌，十分相配，不知杨公子有没有兴趣光临寒舍？这些人一个个的境界比吴清高，年龄比吴清大，还都是县里的大人物，如今却巴结着吴清，甚至还有好几个人想要和他联姻，并且互相争抢了起来。你曹家女哪里比得上我张家的闺女？杨公子，我张家那位闺女在咱们山阳县都是出了名的美貌，不比山阴县的李小姐差。你若有意，我叫她来陪你相处一段时间。放你娘的狗屁！你张家的闺女比起我曹家来，那就是村妇。这群人说着说着还争吵了起来。在他们眼中，吴清可是杨默的侄子，若能将自家闺女嫁给吴清，那相当于和县令联姻。虽然县令要与他们各家族合作，但终归是朝廷派下来的官员，权力还是有的。同样是合作，与杨默有了姻亲的关系，自己家族肯定也能获得更多好处。并且吴清展现出的实力便代表了他的天赋，这也是一项未来投资。这么高天赋的人，若是他们家族女婿，未来定然也能带着他们家族走得更高。就连冯辉也对他提起冯小蝶：“贤侄啊，你看我家小蝶怎样？若你觉得合适，可以试着交往一下吗？”吴清连连摆手，干饭的速度却一点也没有落下。他们这一桌饭菜也是有不少名贵食材的，虽然效果不算太好，但是一顿饭吃下来，也让他再次获得了一点体质和一点敏捷的永久加成。第101章不情之请。这顿饭吃到了晚上，虽然吴清这一天几乎半天时间都在赴宴，但赴宴的收获却不小，一共14点额外属性的加成，不比做任何任务差。饭桌上，他也知道了冯家打算明日一早就送李云香返回山阴县的消息。临走前，他又喝了杯通心茶。宴会结束，他刚与冯辉道别，打算离开冯家，就听到冯家后院发出轰鸣声，那是法术施展的声音。好奇之下，他便跟着冯辉一起去了后院。冯辉也有意教好他，并未拒绝他参与进家事之中。走进后院，发现响声竟来自于给李云香安排的房间中。冯辉眉头一皱，就知道要出事，急忙快步走去。这一着急，老家伙展现出自己的实力，速度之快，让吴清忍不住查看他的实力。这一探查之下，他惊讶地发现，这老家伙等级竟然有36级之高，怪不得冯家能成为山阳县第一家族，这个实力委实不凡。滚！你放开我！还没走进房间中，就听到李云香愤怒的呼喊，他的喊声中还夹杂着冯晨歇斯底里的嚎叫：“你个贱人，你已经嫁到我家了，你是我老婆，凭什么拒绝我？”冯辉闻言脸色阴沉，一脚踹开房门，就看到冯晨压在李云香身上，李云香的外衣已被剥掉，露出里面红色的肚兜以及那娇嫩白皙的肌肤。李云香奋力挣扎，但双手都被冯晨按住，但他实力不如冯晨，根本挣脱不开，只能怒骂。不过他也不是没有反抗，从冯晨那焦黑的衣服和屋子里被劈碎的一面墙壁来看，这姑娘学的竟然还是雷系技能。这些大家族的 NPC 可不像玩家那么贫穷，虽然李云香等级只有9级，但她却能学习灰色品质的技能。而从房间被破坏的程度来看，这姑娘施展的还是黑色品质的雷系技能。但黑色品质技能耗蓝太高，她施展出一发后技能后，法力值就耗尽了。不过她显然并不想杀冯晨，因此这一发黑色品质的技能是朝着屋子角落释放的。不然的话，只有10几级的冯晨挨这一下，估计得重伤。但冯晨衣服焦黑，吴清猜测是李云香用最后的一点蓝量释放出一个灰色品质的雷系技能导致的，但这个技能只是让冯晨受到点轻伤罢了。
冯辉一把拽起压着李云香的冯晨，又是一个大逼斗甩在他的脸上。镊子！因为还有客人在，他没有打得太狠，但冯晨却疯狂咆哮道：为什么？为什么要打我？她是我老婆，我为什么不能碰她？冯辉心里气得不行，但不能当着李云香的面说是因为他被山贼劫了，有辱门风，所以不能让他过门。李云香能主动提出解除婚约已经极为难得，如果冯晨再欺负他，冯家将彻底与李家撕破脸。李云香虽然是被李家卖了，但他们不能打李家的脸。让人把冯晨带下去，他想了想，对吴清道：贤侄，让你见笑了，老夫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你是否愿意？啊！吴清正看戏呢，怎么就扯到自己身上了？但他还是正色道：冯伯您说。冯辉苦笑一声：我那个镊子你也看到了，他对李小姐还有念想，李小姐遭逢此变故本就是我冯家的错，怎能让她再受屈辱？可是把李小姐放在这里，我怕我那镊子还会惹出事端，所以我想，既然贤侄把李小姐救回来，李小姐也很感谢你这个救命恩人，不如把李小姐暂时安排在杨大人的春香别院，也好断了我那镊子的念想。李云香正哭泣呢，忽然听到冯辉如此说，他立刻向吴清投来期待的目光。这一路走来，他看得出来吴清对他没有非分之想，也完全没有要占他便宜的意思，所以跟吴清待在一起总比待在冯家要安全得多。但吴清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不妥不妥，李小姐虽未过您冯家的门，到底曾有婚约，哪怕婚约解除了，单身女子和我这外人在一起也很容易惹人闲话。李云香听他拒绝有些焦急，他不想待在冯家，可是想要张口又不能在冯辉面前表现出什么。不过冯辉还在劝导吴清：贤侄，话虽如此，但杨大人的品性还是值得信赖的，而你又是杨大人的侄子，少年英雄将李小姐救回来，若你真对李小姐有歹意，这一路上机会多的是。这样，你可以到我冯家府库中任意挑选一件黑色品质的技能或装备作为答谢，你看如何？还有好处？吴清听到好处就有兴致了。冯伯说哪里话，小侄哪能为了这点小事向冯伯要好处？不过小侄需要一些灵草，听说冯家有山阳县最大的药铺，不知。说到最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冯辉哪里不明白他的意思，当即大气地说道：区区灵草罢了，贤侄你需要什么灵草？7品以内的灵草，你可以任取3株。吴清摆了摆手道：非也，冯伯，我只需要一些8品中最廉价的灵草，不拘种类。8品最廉价？冯辉搞不懂他要做什么。炼丹？谁家炼丹不拘种类，只要最便宜的啊？他试探着问：不知贤侄想要多少？吴清不好意思地说道：那自然是多多益善。冯辉，你小子不会是想从我这儿进货再去卖吧？冯辉想了想道：100株，你看如何？8品灵草的价格通常在1000铜币到1银币之间，最便宜的100株价值10银币罢了，而7品灵草价值在1银币到10银币之间。没错，某些最差的7品灵草价值和好的8品灵草差不多。而这老头说可让他任选3株7品灵草，那肯定是往最好的选，也就是价值30银币。现在说要最差的8品灵草，竟然给少了这么多，这老头是真抠门。吴清心中腹诽，嘴上说道：冯伯，冯家是山阳县最大的药材商，这8品灵草对于你们应该很便宜啊，我只要最差的500株就好。老家伙抠门，他只能自己开口要，反正他又不在山阳县常住，自然是要将好处要到位。第102章检查和会诊结果。冯辉心中暗骂吴清贪婪，他们虽然家大业大，但是家族人多，每一笔资源都要省着用。只是让李云香暂住春香别院1晚而已，竟然想要他付50银币的房租。不过他思索了片刻，还是答应了。杨默虽是县令，但他觉得只是一个需要合作的对象罢了。但是吴清展现出的实力，那就是潜力，可以投资一下。若他什么都不要，反倒不是好事。于是他大方地答应下来，没问题，区区一些灵草罢了，明日我便令人送到杨大人府上。哈哈，冯伯客气了。吴清笑道：李小姐交给我，绝对保证她的安全。不过灵草如果能今夜就送过来，就更好了。好说好说，老朽这就派人给杨公子送过去。冯辉皮笑肉不笑地跟吴清客套了2句，然后就让人备车送李云香和吴清返回春香别院。路上为了避嫌，吴清并未和李云香同乘一辆车。进了春香别院后，他也在冯家人的注视下将李云香安排进一间空房间。当这些人走后不久，冯辉派来送灵草的人也到了。他按照吴清的要求送来500株最廉价的8品灵草。吴清收到后，立刻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联系吴桐，并将这些灵草给吴桐送过去一半。之所以只送一半，是因为他付不起另外一半的传送费用了。轮回世界里，玩家之间传送物品的费用是真的高。
不过200多株八品灵草也够梧桐吃2天的，这几天他再想办法赚点钱就好。这边刚给梧桐传送完，就听到了敲门声。打开房门，是李云香。谢谢你，杨大哥。他一直以为吴清就叫杨岩，吴清也没有要纠正他的想法。吴清笑道：这么晚了，早点睡吧，万一让人看到你半夜来我这里被误会就不好了。李云香道：明天还要麻烦杨大哥。吴清不以为意地说道：拿钱办事吗？不麻烦的。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现在住的这个房间之前是龙峰住的哟，那床、那被褥、那枕头都是他用过的。啊！李云香一愣，然后脸又红了。啧，小姑娘就是容易脸红。吴清看着她羞红着脸走了，心想这次终于没人打扰自己了吧。然而他刚刚准备回屋，就见杨默走了进来。他来到吴清面前，回头看了眼李云香的房间，对他严肃地说道：不要和本地家族掺和太深，还有这个李云香，我不知你用食药办法将她救回来的，但是和清风寨作对，又同时与冯家和山阴县的李家扯上关系，不太好。你如果想要女人，我可以给你安排几个，但是不要和这个李云香有什么瓜葛。既然你是自己人了，小姐的计划就需要你帮助，你不要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说完，他就离开了此处。春香别院虽然是杨默的，但他并不住在这里。不过吴清却对他最后一句话思索了起来。小姐的计划，厉小柔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吗？厉小柔夺舍江妙玲后也继承了她的记忆，不过江妙玲这10几年的记忆显然无法对厉小柔这千年老鬼形成什么冲击。如果江妙玲的计划能让厉小柔获得很大好处的话，他肯定也不会放弃的。但他却什么也没对自己说。不过想了想，又觉得没什么，那终究只是一个接过任务的 NPC 罢了。现在厉小柔去了玉灵仙宗，短时间内不会和他再见面，长时间会不会见面也很难说，毕竟轮回世界这么大，他是否有什么计划也与自己无关。趁着通心茶效果还在，他盘膝坐在床上开始修炼冥想，自己则下线休息。下线后，这个时间方才晚上9点多，梧桐还在游戏之中。他独自走出房门，来到外面大楼外空地上练习云清教给他的6字诀和浑元桩。练累了之后，他便休息一阵，然后继续。10点半的时候，云清下来锻炼，看到了他。不错，锻炼就是要持之以恒，你的病不知道能不能治愈，但就算不能治愈，常练内息也能让你身体状态恢复一些。夸完吴清后，云清又指点了一下他动作不规范的地方，然后自己就在旁边锻炼了起来。次日清晨，梧桐随队伍晨练时，吴清依旧跟随云清练内息。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等会儿你们2个去领一下。我听说你的检查结果很不乐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云清告诉他，医院的各科大夫已经对他的病情做出会诊，并且已经拟定治疗方案，但是会诊的结果并不太好。吴清对此早有预料，他也不强求直接能将自己治愈。早饭后，他和吴桐一起去医院拿检查报告，那位医生也将会诊的结果告诉了他。和前世一样，几乎无法治愈，只能缓解症状，所以医生的建议是保守治疗。吴清表示认可，接受这个建议。怎么会无法治愈？大夫，您要不要再仔细看看？吴桐听到无法治愈的话，却很着急。这里的医生虽然不是全国第一，但也是一流的。如果这里都没有办法，那么吴清的病就真的无法治疗了。彤彤，我没事的，大夫已经尽力了。吴清向大夫道谢，便拉着吴桐离开医院。清哥，你的病真的这么严重吗？他虽然一直都知道吴清身体不好，但还真没想过会这么严重。以前的他只是一厢情愿的以为，只要自己认真学医，未来是能帮吴清治好的。吴清抚摸了下他的小脑袋，笑道：傻丫头，你忘了吗？只要游戏数据与现实融合，我的身体会立刻痊愈，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些啊。吴桐倒也不完全是关心则乱忘了这茬。虽然他相信吴清，但是游戏融合现实听起来太玄幻了，只要还没有亲眼见证这一刻的到来，他就会一直担忧吴清的身体状况。他希望能早一日将其治愈，才能放心。第103章伏击。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从医院离开后，又遇上招来的龙峰。张部长让你们去一趟。来到张卫国的办公室，此刻张卫国正在看一份文件。见他们进来后，张卫国先是指了指桌子上的2个盒子，对他们说道：这是给你们配发的手机，里面有我们部门内部软件，已经为你们开通注册。另外，这部手机上不准私自下载其他任何软件，平时你们带着，有什么事也方便通知你们。2人接过，这手机相对来说更加小巧便携一些，主要是方便联络用的。然后张卫国又说起吴清的检查结果。你的检查结果我已经知道了，那边会诊的结果是可以手术，但建议保守治疗。你要选择哪种？2种治疗费用都由网站部承担。吴清不假思索地答道：保守治疗吧，
等以后医疗技术有了新进展了再说。张卫国点了点头，可以，今后你定时用自己的证件去取药，遵从医嘱。行了，没事了，你们回去吧。再次回到县上，清晨就有冯家的人来接李云香，要将他送回山阴县。这次以防万一，带队的是冯家家主冯辉的堂弟冯坤，此人等级高达27级，能对付大多数山贼。杨公子又去剿匪吗？吴清顺路和他们一起出城，如今关于他剿匪的事情，山阳县很多人都知道了，因此冯坤也没有多想。是啊，官府的悬赏还挺高的，我得自己挣点钱啊。哈哈，冯坤笑道：杨公子少年英雄，如果什么时候能将清风寨也剿灭就好了。吴清也不客气，直接说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我要将整个马头山的山贼全部灭掉，让大家再也不用担忧半道被劫。其实说是这么说，但是现在的他已经知道，当初自己还是将马头山想得太简单了。彼时看到黑风寨三当家周祥不过29级，而清风寨的三当家朱刚也只有30级，他就想当然的以为这些山寨的最高战力不会超过35级。然而后来他才知道，山阳县县令杨默等级高达38级，山阳县第一家族冯家家主冯辉36级，担任山阳县县尉的冯耀是35级。且不论山阳县其他家族，单看这几个好像就有着覆灭清风寨的能力，何况曾经是有临近几个县联合剿匪的经历，但依旧拿马头山无可奈何。但是跟杨默深入了解过马头山的情形后，他才知道马头山这些大山寨的实力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可怕。吴清出了城门后就与冯家的车队分开，他先行前往马头山，而冯家的车队会从马头山下绕行。冯家的行进路线和行进时间他都知道，因此他要提前去埋伏在半道上。不过冯家的车队行进速度不快，他路上顺便灭了2个山贼营寨，方才赶到适合埋伏的地点，躲在一株大树的树梢上静静等待。忽然他听到不远处传来声响，睁眼看去，却见前方不远处的草丛中出现了一队山贼，悄悄地躲在里面。咦，这些人也是来伏击冯家车队的。吴清悄悄将狼牙棒、风烟破和贯日长弓取出，密切地注视着眼皮子底下的人。那个家伙看起来怎么有点眼熟？正当他观察这群人的时候，忽然发现领头的其中一人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用探查功能探查一番，冯晨，等级，属性，技能，我勒个豆，什么鬼？冯晨！最初看那人身材眼熟，因为距离较远的关系他看不清面貌，但是现在看到名字，他不由惊讶，的确和冯晨的身材一毛一样。但是他记得冯晨只有10几级而已，怎么忽然就变成不可探查了？想要让他完全不可探查，至少也要在30级以上，也就是说这货实际上是30级以上。这可和冯家那个为了一个女人哭哭啼啼的少主不太一样啊！好家伙，这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这人是冯晨的话，也就能解释他们为何会知道冯家车队的行进路线和行进时间，也就能解释他们为何要盯着冯家车队了。只是冯晨为何会有这么高的等级？他若真有这种天赋，哪里还用冯家付出高昂的礼物来迎娶李云香？他这天赋妥妥的万中无一的天才啊！李家巴不得能让他做女婿，甚至会主动把女儿送过去。以冯晨的年纪，现在就有30多级，以后巅峰至少50级起步，这在他们山阳县那就是无敌的存在。李家能傍上冯家这棵大树，未来成为山阴县第一家族也不是难事。而且冯晨若真的有这么高的天赋，冯辉又岂会无视他的要求？为了这个天才儿子，就算把林云想强行留下又如何？只要冯晨喜欢，什么门风不门风的，这些大家族哪个敢乱说？何况以冯晨的天赋，也压根不用让李云香做正事，他喜欢就当个用来玩弄的小妾就好，哪里需要冯晨如此大费周章来劫自己家车队？吴京想不明白这其中因由，但他知道事情变得有趣了起来。静静等待的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草丛中的所有人竟然忽然消失了。消失？这让他一惊，难道刚才是幻觉？不对，他忽然想到，这可能是一种群体隐身的技能。隐身类的技能向来属于高级技能，至少也得黑色品质技能中才会出现隐身类技能，而能令群体隐身的更是高级中的高级。要不然的话，难不成这些人每个人都会隐身？但他现在没有能勘破隐身的技能，这就很麻烦了。如此一来，他看不到对方的行踪，甚至连自己是否被发现了都不知道。可事已至此，他又不能乱动，一旦乱动更容易被人发现，只好祈求这群人不要向他这边探索。不过单纯的隐身是无法消除声音的，这里草木如此多，这群人若是随意走动，难免发出声响，自己也能及时注意到。第104章玄牝之身。令吴清心中稍安的是，
并未听到有任何生物移动的声音，这就说明这些人大概率隐身在原地后就不再移动了。这样也好，他就不容易被人发现。继续静静等待。半晌之后，冯家的车队从远处出现，为首那匹司风兽上正是冯坤。当车队来到冯晨他们隐身之地的附近时，忽然有大片黑暗笼罩下来，将整个车队都笼罩在里面。然后只听到咻咻声，这群人在破影的刹那开始攻击车队。可奇怪的是，明明黑雾中还能隐约看到里面的景象，却没有任何声音传出。吴清已经悄悄拉起贯日长弓，将青纹透甲剑搭在上面，瞄准黑雾之中，随时准备射击。就在此刻，一道狂风卷起，冯坤腰间一枚玉佩散发出明亮的光泽，将这片黑暗驱散。他浑身是血，连那件黑色品质装备的衣服都已破碎，但在腰间玉佩光芒的庇护下，冯晨这一群人竟然近身不得。冯晨，你要做什么？冯坤此时也认出了冯晨的面容，他万万想不到这个侄子竟然会来劫杀自家车队。周围护卫已经在这片刻间尽数死亡。虽然这些护卫不是冯家族人，但冯家培养这些护卫也是花费了不少资源的。更令他震惊的是冯晨的实力，30多级，一招将他重伤，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侄子吗？若冯晨早说有这种实力，想要一个区区李云香还不是张张嘴就行，费这么大功夫做什么？这次若非他早年间一次奇异获得的一件宝贝，此刻已经命丧黄泉。冯晨面色阴冷，沉声道：吴叔，你本来可以没有痛苦的死去的，何必如此挣扎，徒增痛苦罢了。话音落下，他伸手招来一片黑气，黑气中隐约可见一尊巨大的骷髅身影。远处树梢上的吴清看到这一幕，心中一动，他在黑气里隐约看到了幽冥界的景象。不会吧，这家伙和幽冥界有关？巨大的骷髅身影探出一只骷髅巨爪，抓向冯坤。然而冯坤腰间玉佩也在此刻爆发出更加耀眼的光泽，在这光明的护佑下，骷髅之爪完全无法近身。你不是冯晨，你到底是谁？冯坤这时候也看出事情不对，面前的侄子让他感到陌生，这根本就不是他认识的侄子。我就是冯晨。吴叔，不要挣扎了，请你去死吧！冯晨大喝一声，献祭。话音落下，他身边那些人的皮肤迅速剥落，血肉从身上剥离，化作一滩血水流向冯晨的体内。这些人发出凄惨的哀嚎，可是却没有一人后退，就这么被冯晨献祭掉。当血肉化作血水，那一具具白骨也随风化作粉末。得到这些血肉滋补，冯晨召唤出的这尊骷髅更加凝实。那只骷髅手强势捏爆了护佑冯坤的光泽，而后只听冯坤腰间玉佩发出碎裂声，裂纹出现在玉佩上。当这枚玉佩彻底碎裂开时，玉佩中蕴含的最后的能量包裹着冯辉的身体，绽放出刺眼的光芒。光芒中，就连距离较远的吴清都感到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到。当光芒散尽，场地中只留下一辆马车、几匹司风兽以及满地的侍卫尸体。冯坤早已不见了踪影。吴清看到这一幕，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这个玉佩的功能看起来和他的阴煞琉璃有些相似。想到这里距离黑石村不远，在远古时代应当也是黑石老人的势力范围。或许冯坤获得的那个玉佩就与黑石老人有关，也许是阴煞琉璃之前的失败品，他不清楚，但那些都不重要。冯晨突然插手的变故倒是能为他洗脱嫌疑，尤其是冯坤还跑了，那么李云香半道消失的责任就可以全部推到冯晨身上了。不过他依旧没有立刻攻击，自从冯坤消失后，他感觉到冯晨身上的气息似乎在逐渐减弱，他的实力好像并不持久。跑了，该死！冯晨暗骂一声，而后他便看向车内，巨大的骷髅身影消散，他挥出一片黑气，将车子爆开，露出蜷缩在里面瑟瑟发抖的李云香。哈哈，你终究还是我的。他一脸淫笑走向李云香，少女吓得花容失色，本以为外面响声是吴清所为，没想到却又看到了冯晨。你别过来，别过来！他恐惧的身体在不断颤抖，现在的冯晨简直就像恶鬼。叫吧，这荒郊野岭的，就算你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他大笑不已，少女惊恐中大喊救命！救命！杨公子，救命！他没有办法，知道吴清应该就在附近，只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吴清身上。可这句话却惹怒了冯晨。杨公子，扬言吗？该死，你果然和他有一腿！你们两个发生了什么？歇斯底里的怒吼一阵后，他忽然又笑了起来。不对，你是想激怒我？我能感应到你还是处子之身，太好了！落入清风寨，你竟然还没被破身，真是天助我也！他一步步缓缓走向李云香，对方已是他砧板上的鱼肉，也就不急了。真是想不到，区区山阴县竟然还有天生的玄牝之身！哈哈。
哈哈！只要再找到厉小柔，我将有机会站在巅峰。咦？吴青从这句话中得到了2个重要信息，其一便是玄牝之身。轮回世界之中，一些邪修会用特殊方法让女子成为玄牝之身，再与其双修，届时自己的天赋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这种人为制造的玄牝之身，不仅要消耗极为珍贵的资源，女子也会随之死亡。而天生的玄牝之身，在他们整个历史中都少之又少，只有特殊方法才能探测到这种体质。一旦和这种女子双修，不仅能直接获得顶级天赋，修为也能得到极大的提升。而且该女子并不是一次性的，不会直接死亡，常常与其双修，比自己修炼功法提升快得多。而且这种体质对于玩家也有效。用玩家的话说，得到玄牝之身女子的初夜，将会获得一个神话级后天天赋。第105章，又见厉小柔。神话级的天赋何等珍贵，能用这么简单的方法获得一个神话级天赋，无论是谁都会心动的吧，哪怕是吴青也不例外。可惜这个方法他不喜欢。而另一个信息便是冯晨知道厉小柔，这就很诡异了。如果他知道江妙玲，那还说得过去。虽然江妙玲进入山阳县后没怎么乱跑，但是杨默大张旗鼓迎接江妙玲入城，城中几大家族不可能不知道。而冯晨作为山阳县第一家族冯家少主，知道江妙玲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他知道厉小柔。厉小柔那可是被吴青从幽冥界带出来的千年老鬼，冯晨区区一介凡人，如何能够得知？再联想到他之前施展的骷髅身影，其中有幽冥界的气息，更让吴青确定眼前的并非冯晨，而是和幽冥界有关的某位强者。但这些和他无关，吴青屏息凝神，全神贯注地盯着冯晨。如今冯晨的气息依旧在下降，他在等一个一击必杀的机会。此刻李云香还在大声呼救，但是周围却无人出现。他心中越发绝望，想要拼死一搏。滚啊！去死！他张口喷出一道雷霆，直击冯晨面门。这是他修习的一种黑色品质雷系技能。但是冯晨面前却出现一道黑雾组成的盾牌，将这道雷霆尽数吸收。吸收掉雷霆后，盾牌化作一个圆环，套在了李云香的脖子上。然后李云香便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禁锢，不仅肢体无法动弹分毫，连体内法力都无法运行。哈哈，我知道你还有这一招雷道技法，怎会不防着你？你以为我现在实力跌落后就能伤到我？笑话！老子岂会没有后手？他一手捏着李云香的下巴，将其下巴抬起，淫笑道：小美人还没享受过人间极乐吧？哈哈哈哈！本尊会带你登上那极乐的巅峰，也祝本尊成就无敌路。远处树梢上的吴青看到这一幕，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冯晨爆发后留下的后手用来禁锢李云香，那么他自保的能力就没有了。就算还有，失去这一面黑暗盾牌后，能抵挡的伤害也会随之降低。吴青深吸口气，同时开启龙之力和潜能激发，瞄准冯晨的脑袋，一箭爆射而出。箭矢射出太快，境界已经跌落的冯晨根本反应不及，但他竟然依旧还留有一道后手。就在箭矢即将射爆他的头颅时，他的体表竟然出现一道虚幻的骷髅身影，将他整体罩住。这根箭矢射在骷髅身影上，将骷髅身影射爆后，方才击中冯晨的脑袋。-31389，冯晨的脑袋如西瓜般爆开，鲜血和脑浆溅射到李云香的身上，惊恐中无法动弹的李云香被吓得面色苍白，嗅着那浓烈的血腥味以及冯晨惨死的模样，他双眼一翻，竟然直接晕过去了。吴青从树梢上跃下，他有击杀提示，知道冯晨已死。但是奇怪的是，击杀提示中死的是冯晨，难道眼前这个真的是冯晨？令他震惊的是，冯晨死前的后手，那个护住他身体的被动触发的骷髅虚影，防御竟然高达4000。从树梢上跃下后，他朝着李云香奔去。然而刚跑到一半，就见一道虚幻的狰狞面孔朝自己扑来。小子，竟敢毁我肉身，那就用你的肉身吧。不等吴青反应过来，这身影就撞入他身体之中。但是下一刻，这道身影就惨叫一声，被他身体中的某种力量给弹了出来。厉小柔的鬼王气息？你怎么会有厉小柔的鬼王气息？他那狰狞大脸此刻显得神色极其萎靡，在吴青面前死死盯着他怒吼。吴青皱眉，心知这应该是厉小柔给自己升级后的鬼王的庇佑起了作用。但鬼王的庇佑不是只能抵挡一次灵魂伤害吗？怎么看起来这个恶灵好像是被重创了一样？正当他疑惑之际，他的身后忽然幻化出一道娇媚的红衣虚影。老色鬼，就知道你会追出来，还好本姑娘机智，留了个后手。吴青听到厉小柔的声音，抬头看了一眼，那红衣身影正是夺舍江妙玲前厉小柔的红衣女鬼形象。他见吴青向自己看来，便对他露出一个好看的笑容。小弟弟，
多谢你将这头恶鬼的肉身毁掉，我千年修为尽失，吞了这家伙的残魂后，修为也能恢复得更快一些。说罢，便见这红衣女鬼身上冒出一缕粉红色的雾气，顷刻间缠绕住那头虚弱的恶灵。这恶灵惊恐怒吼道：“厉小柔，你敢杀我！你是在对我骤绝鬼域开战，陛下是不会放过你的。”但他的吼声却并不能让厉小柔的动作有丝毫停顿。只见这红色雾气侵入他的鬼体之中，将他的力量迅速抽出，他那本就虚弱的鬼脸也变得越来越干巴。厉小柔，你敢！厉小柔，我错了，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厉小柔，等着我骤绝鬼域的报复吧。这恶灵从发狠话到威胁到求饶，再到绝望怒骂，情绪不断转变，但是都不能影响厉小柔抽取他力量的决心。当他的灵体彻底被抽干消散的那一刻，厉小柔的红衣女鬼身影摆出一个奇怪的手印。下一刻，那粉红色雾气中透出一张倾国倾城的笑脸，那是江妙玲的脸。吴清隐约看到她还和自己招了招手。而后这团雾气消散，吴清头顶厉小柔的身影也越发淡薄。因果律的技能，吴清惊讶，明明厉小柔真身不在这里，但却能隔空吸干这头老鬼的灵体力量。以厉小柔当前修为，肯定做不到这一步。但若是因果律的技能就不同了，因果律的技能直接以因果作用于施术者身上，无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也只有因果律技能才能让厉小柔隔着无尽距离吸收掉这头老鬼的灵体。他看向红衣女鬼那即将消散的身影：“你在我身上做了手脚。”厉小柔嫣然笑道：“小弟弟不要生气嘛，原本我也不确定你能不能遇到这老鬼，如果遇到了能不能杀掉他，我的这股力量只能存在1个月，1个月后如果你没有遇到他，就会自然消散。”第106章厉小柔的回馈。而且如果不是我留的后手，现在你已经被他夺舍了。怎么说，姐姐也救了你一命不是？红衣女鬼嘻嘻笑着，她的身影已经虚幻到只剩一个淡淡的轮廓，显然这道力量即将消失。但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姐姐也是会报答你的。你要将肉身修炼到极致，我残余的这点力量正好能帮你稍微强化一下肉身的力量。说到这里，厉小柔的身形已经虚幻到几乎看不清的地步。吴清闻言，想想他说的的确没错，虽然他不知道自己是玩家，但确实是帮了自己。不然的话，自己死一次不要紧，李云香的任务完不成就亏大了。那骤绝鬼域，吴清刚说了这么一个词，就被厉小柔打断：“和你无关，不要多问。”他的虚影瞥了眼李云香，对吴清笑道：“啧啧，你运气不错呀，天生的玄牝之身，这也能被你遇到。拿了他的初夜，你的天赋将会暴增。”吴清摇了摇头：“不，我不会碰他。”咦？厉小柔惊讶了：“你可知这是多少人渴望的机缘？美人在怀，还能有提升天赋的效果，你竟然不要？”他的声音也越来越模糊。说到这里，他也不再调侃，而是说道：“姐姐，我已经入了玉灵仙宗，并成为掌门关门弟子，你也努力吧，也许日后我们还有再见之时。”话音落下，他那极度虚幻的身体彻底消散，化作一道红光坠入吴清体内。叮！你受到红衣女鬼的力量余音，获得30自由属性点。吴清一愣，这就是厉小柔说的报答吗？他连忙去看自己的属性面板，果然在属性栏中看到了这些自由属性点。但是令他有些失望的是，这些自由属性点并不完全自由，无法加在灵魂上，也就是心力和神念这2个属性不能加。但他的天赋关系，加在心力和神念上的属性会双倍转化为体力和力量，不能加在心力和神念上会亏好多。但这些属性本就是意外之喜，不必纠结太多。想了想，他最终决定将3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敏捷上。如此一来，他的敏捷就达到66，距离流云履穿戴要求的70基础敏捷相差不远。只要再升2级，就能达到这个限制。先是将冯晨爆出的东西捡起来，竟然是一本白色品质的技能以及100枚银币。果然不愧是大家族的少主，能爆出来这么多钱。看了眼这个技能，真视之眼 LV1， 白色品质技能能看破隐身等级1，并能看到隐身等级2物体的模糊轮廓，持续3秒，冷却3分钟，正是自己需要的技能。但是这效果一如既往的垃圾。叹息一声，吴清将真视之眼学习，反正他学白色品质的技能也不是贪图这些技能本身的效果，而是等待将其练满后所获得的圣胎神通。来到昏倒的李云香面前，他拍了拍少女脸颊：“喂，醒醒！”直到把少女脸颊拍红了，他方才悠悠醒转。一醒来就看到吴清那张灿烂的笑脸。李云香想到刚刚恐怖的场面，哇的一声就哭出声来：“呜，你终于来了！”那个冯晨，他突然变得好强。呜，然后他又忽然死了，脑袋爆开，好可怕！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述说着自己方才面临的恐惧。吴清笑道：“没事，他已经死了，我带你去找龙峰。”
身体挪开，让李云香看到冯晨那被爆头的尸体，吓得少女一把拽住他的衣袖，不敢去看这般惨烈的景象。吴清无奈想了想，对他说道：“你先在这里等等，我要先把冯晨的尸体处理一下，让他生死不明。”说罢，他将冯晨的尸体搬开，在旁边挖了一个大坑，将尸体扔进去，而后掏出狼牙棒，对着坑里的尸体奋力砸了下去，直到将坑里的尸体倒成一滩完全看不出是什么的肉酱，他才满意的收手。正准备将坑掩埋时，他忽然转身对李云香道：“你会火系技能吗？”啊！还处于懵逼状态的李云香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哦，会一个灰色品质的火系技能，怎么了？吴清指了指坑里，莫，你来放把火，将这滩肉酱烧成灰，免得被冯家认出来。我……李云香颤抖地指了指自己，他刚才可是看见吴清对着坑里的尸体砸了半天，现在里面肯定是不能直视的画面。吴清点头，当然，原本冯坤跑了，这个锅就能完美甩给冯晨，但现在冯晨死了，而你又不见了，如果被冯家发现冯晨已死，他们可能会怀疑你，你也不想自己跟龙峰不得安生吧？说起龙峰，李云香方才大着胆子上前，但是当他看到坑里的肉酱时，嗷的一声就吐了出来，呕吐物和冯晨的肉酱混为一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腿一软，差点直接摔进土坑中，吴清急忙拉住他的身体，这一吐，他差点将自己苦胆都吐了出来，直吐到面色惨白的瘫倒在地上。杨大哥，直接埋了吧，我不敢烧。他苦苦央求吴清，但吴清却根本不为所动。烧了才最稳妥。你难道想让自己和龙峰的生活一直被打扰？现在少女脑子是懵懵的，她也不明白为何不烧掉这滩肉酱，自己和龙峰的生活就会被打搅，也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只是听吴清这么说后，他咬着牙站起身来，闭着眼睛对土坑里放了一把火。虽然他是闭着眼睛的，但是依旧精准的将火放在那滩肉酱上。当火焰消散，吴清看了眼土坑，果然烧得很干净。他将土坑掩埋，对李云香道：“干得漂亮，走吧，我带你返回清风寨。”当吴清带着李云香前往清风寨的时候，冯坤也拖着重伤之躯返回山阳县中。冯家，怎么回事？李小姐呢？难道又被马头山的土匪劫了？冯辉看到冯坤重伤归来的模样，大吃一惊，心知又出事了。第107章，勒索徐沧海。是冯晨。冯坤说出主谋，让冯家所有人都感到意外。不可能！冯辉第一个表示不信。阿晨从昨晚开始就被我关在房间中，怎么可能去劫杀你，还能拥有劫杀你的实力？但冯坤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虽然他也不敢相信那是冯晨，但又由不得他不信。大福，晨儿出去了吗？冯辉见冯坤不像说谎的样子，便询问管家冯晨是否还在房中。管家答道：“少主一直在房中，不曾出去。”不，我亲眼所见，那人就是冯晨。冯坤一口咬定伤他的人，劫车队的人就是冯晨，这让冯辉脸色发青。大福，带晨儿出来，我让他和他堂叔当面对质。然而片刻之后，大福急匆匆地返回。家主，少主不见了。闻听此言，冯辉心中咯噔一下，疼得站起身来。怎么可能？马头山中，吴清嫌李云香速度太慢，便背着他快速前进，敏捷一下子提升30点，让他速度也快了许多。而且疾走也达到2级，效果提升为疾走 LV2， 基础移动速度提升 40%， 持续7秒，冷却30秒，快速向清风寨跑去。当他来到清风寨附近时，忽然将李云香从背上放下，从随身包裹中取出一柄短刀，抵在李云香的咽喉处，并放声喊道：“喂，你们的压寨夫人在我手上，让徐沧海出来赎人。”李云香感到脖子一凉，哎，杨大哥，你这是……他又懵逼了，不是说好了将自己送回清风寨吗？怎么到门口了又拿刀顶着自己是几个意思？吴清小声说道：“把你送回来太刻意了，谁家好人逃出山贼窝后再跑回来啊？而且要说你一个人从劫你的人手中逃掉也太假了，如果直接让你自己进去，你肯定得被盘问，所以我用劫匪的身份找他们要赎金，顺便把你送进去才是最合理的。”李云香觉得他说的好像没毛病，便配合他的动作乖乖站着。清风寨的，老子手里有你们3当家的压寨夫人，想要人的就去拿赎金来。清风寨里，守山的喽啰听到吴清的喊声，几人下来查看，几个人进去禀报他们的头领。寨子里，徐沧海正对龙峰说，又给他物色了一个漂亮姑娘，一定会给他带过来。但龙峰却说只喜欢李云香，除了李云香谁都不要。他是不想让徐沧海去祸害其他姑娘才这么说。可是谁知道一名小头领进来说劫走李云香的人现在压着李云香在下面让他们交赎金。徐沧海听到这话冷笑道：“我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在老子面前撒野！龙峰心中一惊，不会是吴清又把李云香送回来了吧？他以为吴清那么说是在开玩笑，如今看来吴清是认真的，这货有毛病吧？心中暗骂一句，但表面上的戏还要做，他也站起身来。大哥，我要把那家伙剁碎！徐沧海带着龙峰以及一众小头领走出山寨，看到己方的喽啰们正围着2个人。他走进去一看，果然是李云香。李云香脖子上被一柄钢刀抵着，随时能令其香消玉殒。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徐沧海站在吴清面前打量吴清。当他看到吴清时，隐隐感到吴清肉身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好强大的肉身。他不由赞叹，又问道：最近接连屠杀我马头山兄弟山寨的也是你吧？吴清矢口否认，不知道，不是我，别瞎说。但徐沧海却更加肯定就是他。杀了我3弟朱刚的也是你？吴清皱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想要这个女人，就拿赎金来。徐沧海也不急，背负双手道：这么多年来，只有我清风寨打劫别人的份，被别人打劫，你还是第一个。但吴清不接他话茬，将手中刀握得更紧了一些。被废话，不给赎金，我就杀了他！你敢！他话音未落，龙峰就暴怒，想要出手。虽然不知道吴清有什么目的，但现在他也只能配合吴清表演。吴清默默给他点了个赞，这助攻真到位。大哥，让我去杀了他！龙峰抽出长刀就要去攻击吴清，却被徐沧海拦了下来。三弟，虽然你天赋不错，但现在还不是此人对手，放心，大哥一定帮你把你的女人救回来。徐沧海好像真的很看重龙峰，对吴清说道：说吧，你想要什么？吴清直接狮子大开口，蓝色品质的功法、装备、技能各一件。徐沧海被他的要求气笑了，你在跟我开玩笑？一个女人而已，你以为我们一定要？若不识好歹，我把你们2个一起杀掉。大哥，不能杀云香啊，我只要她。徐沧海刚威胁了一句，就被龙峰拆台。李云香听龙峰如此在意自己，感动的她眼泪都要出来了。果然，他果然是喜欢我的。徐沧海嘴角抽了抽，这个刚认的3弟脑子怎么这么轴呢？看不出来现在是在讨价还价吗？他你这一说，直接就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底线了，那还不得被宰？被龙峰这么一搅和，徐沧海也没法继续压价了，只好说道：一件青色品质装备，这是我能接受的极限。吴清想了想，忽然问了一句：青色品质的也行，你有流云套装的部件吗？我要流云套装的部件。闻言，徐沧海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有，但是你若要流云腰带，只拿李云香来换可不够，再加一件普通的青色品质装备，我可以给你。还真有。吴清只是随口一问，没想到对方还真有流云套装的配件，莫非自己能在山阳县把全套的流云套装集齐？这还真是意外之喜。于是他当即答应：好，可我没有其他青色品质的装备，但我可以给你们一个青色品质的技能。徐沧海再次对他刮目相看，竟然能拿出青色品质的技能送人，此人到底是谁？第108章获得流云腰带，翻脸。见徐沧海答应，吴清笑眯眯地拟定了一份天道契约送到他面前。轮回就这点好处，谁说玩家只能接任务？发任务给 NPC 也未尝不可，只不过玩家给 NPC 发任务是需要缴纳费用的。徐沧海浏览这份天道契约，临时编号478266170645向徐沧海发布任务。任务目标：徐沧海赠予临时编号4782亿6617万0645流云腰带，在其离开码头山前不能主动攻击他。任务奖励：青色品质技能盘蛇7探。任务惩罚：任意一件青色品质功法或青色品质装备或青色品质技能。因为人可以作为目标，但不能作为奖励的。如果任务由徐沧海拟定契约，那么可以将放李云香当作任务目标，但是发布者的任务奖励需要经由天道验证后封存于契约之中。李云香作为一个大活人，当然不能被封存进去。另外，任务的惩罚也与奖励类似，不能是虚无缥缈的类型，比如说惩罚徐沧海死亡或让徐沧海向吴清效忠之类，那不可能，天道契约做不到这些事情。所谓惩罚，也是将接任务的人拥有的东西封存进契约之中，一旦任务失败，该物品就将成为任务发放者的。徐沧海看完契约内容，诧异道：临时编号，不敢用真名。哼，敢向我清风寨要赎金，却不敢面对我清风寨的报复。吴清依旧嬉笑，此言差矣，我拿青色品质技能换你青色品质装备，本来就是等价交易，怎么说是与清风寨为敌呢？而且，若非我恰巧将李小姐救下来，你们如何找得到她？说起来，你们还得感谢我呢。徐沧海失笑道：还要我感谢？有意思，真有意思。你以为拿了我的东西，当真能走得掉？
吴清道：“契约在这里，只要你签了，走不走得掉是我的事情，不劳您费心。”徐沧海闻言哈哈大笑：“好好好，我签，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走。”说着，他就接下吴清拟定的天道契约，并将流云腰带取出，交到吴清手上。吴清接下流云腰带，看了眼它的属性：流云腰带，青色品质腰带，耐久100，效果1，提升100%基础体质，点血量，最多提升5万。效果2，每次攻击命中敌人，防御提升 2%， 持续3分钟，最多叠加10层。使用限制，体质大于70。有了流云腰带后，原先黑色品质的强体腰带就可以淘汰了。流云腰带的效果亦和强体腰带的效果一类似，都是增加最大血量，但是强体腰带提升3成，而流云腰带则按照体质提升。它现在的基础体质已经达到106，提升的血量就能高达10600，这可比强体腰带提升的多得多。效果2和流云甲有些相似，只不过流云甲挨打加攻击，流云腰带是攻击时加防御，数值同样是最大 20%， 在套装加持下，效果翻倍。效果1变成了200%基础体质的血量加成，最多10万。效果2则是每次 4%， 最多 40%。查看完，立刻绑定后塞进随身包裹之中，他并没有直接装备。徐沧海依旧背负双手道：“流云腰带已经给你了，你放开李小姐自己走吧。”吴清笑了一下：“当然。”而后他将刀刃从李云香脖子上移开：“李小姐，去吧。”说罢，他便转身离去。但是围着他的喽啰们却并没有放开道路。他转身看向徐沧海：“怎么，徐寨主是要违背天道契约？”此时李云香已经来到龙峰身边，一把抱住他的胳膊，可是回头看到吴清被清风寨的喽啰围住，他也为吴清捏了把汗。不管怎么说，是吴清将他从冯晨手上救走，并安全带上清风寨，并且吴清还是龙峰的朋友，他担心吴清会被徐沧海杀掉。不过龙峰倒是不怎么担心，他们都是玩家，死了影响也不大，无非掉级罢了。他现在头疼的是李云香，不知吴清为何非要把李云香再送回来。徐沧海缓缓来到吴清面前，对他冷笑道：“你不是说能走吗？让我看看你是怎么从我清风寨中走掉的。”他一身气势磅礴，但是站在那里就能让人感到恐惧。但这种气势对吴清没用，他装配称号人图，杀伐凶恶的气息比起徐沧海来是分毫不让。咦？徐沧海惊讶于吴清的杀气，不过也只是微微惊讶罢了。吴清的实力还不被他看在眼中。吴清道：“杀了我，你将永远失去那个装备。”但徐沧海却无所谓道：“但不杀你，岂不有损我清风寨的威严？”说罢，他双眼中金光流转，一只巨大的眼珠凭空出现在他面前。吴清与这眼珠对视，耳中只听到一声爆字，他身上忽然爆发出一阵迷蒙光彩，身形顷刻间消失不见。徐沧海皱眉，疑惑吴清去了哪里。他这一招威力虽强，但还不至于让敌人尸骨无存。但是下一刻，吴清又忽然出现在他面前，那是因为这一招足以将吴清秒杀，触发了特殊宝物护身符阴煞琉璃的免伤效果，并将他传送到200米外的随机位置。这次运气不好，竟然直接传送到距离清风寨更近的方向。而后吴清用阴煞琉璃的特殊功能再次瞬移回刚才的位置。此时风烟破已经出现在他的手中，流云盔、流云甲、流云戒以及刚刚获得的流云腰带都装备到身上，装备4件流云套装部件，激活套装的第2效果。流云套装效果2，每过10分钟，下次攻击将附带5000点碎甲。这个碎甲加成对于4阶内不擅长防御的敌人来说，几乎便是真实伤害。狼牙棒风烟破带着呼啸的风声砸下，其威势之强令徐沧海都闻之色变，但他依旧维持着刚刚凝聚出的大眼球，大眼球瞪向吴清，大喝一声：“爆！”负480。吴清被攻击击中，倒乃他没有掉血，因为这是灵魂攻击，被流云盔挡下，其伤害也被流云盔的灵魂护盾抵消。徐沧海实力很强，可是他想要击溃流云盔的防御却并不容易。第109章，徐沧海震惊。吴清速度不慢，200米的距离在他开启疾走后连1秒都用不了。头戴流云盔，他根本就不用担心徐沧海的灵魂伤害。狼牙棒重重砸下，这一击虽然只是普通，但是却蕴含着高达5800点碎甲。徐沧海有多少防御他并不清楚，但是徐沧海擅长灵魂攻击，而擅长灵魂攻击的人肉身相对就孱弱一些，大多数肉体防御都很一般。徐沧海看到这根巨大的狼牙棒，心头惊骇，也不敢硬接。他大喝一声，从地面上召唤出一只庞大的树人。树人皮肤坚韧，刚被召唤出来就用枝条组成一面厚厚的木质墙壁，但是在狼牙棒的打击下，这面木质墙壁一瞬间就已破碎，
就连那刚被召唤出来的树人都被这一棒秒杀。徐沧海惊了，不过有树人缓冲，吴清的第一招也已结束。这虽然只是一发普通，但是却蕴含着流云套装的效果。这一击不中，接下来他的攻击就没有这么高的碎甲值了。心中暗道可惜，不过没有关系。徐沧海想要击破灵魂护盾需要很久，在这期间他还能进攻很多次。变故突然，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龙峰悄悄握紧手中长刀，准备帮助吴清。虽然他觉得吴清将李云香送回来是在坑他，但吴清毕竟是网战部的一员，更是龙祖青龙战队的一员。他作为队长，队员战斗，他岂能坐视不理？但吴清悄悄对他摇了摇头，他这才放松下来。不太清楚吴清要做什么，反正这里是游戏，不会真的死亡。既然吴清不让自己出手，那就看着好了。吴清一击击碎树人的一幕，深深震撼到这群山贼，其攻击力之强，堪比4阶强者。流云盔，你有穿戴流云套装的实力。徐沧海挥手间，又是一条条藤蔓从地下生出，缠绕吴清的身体。他有流云腰带，对流云套装也比较了解。现在还不知道吴清是否拥有流云剑，如果他还有流云剑，那么自己的灵魂控制也没有用。可是他也知道流云剑免疫灵魂控制的能力只能持续3秒钟，就算吴清真有流云剑，他也要先把这个能力给他打出来再说。再次召唤出一个眼球，但这次的眼球没有那么大，且眼珠呈现血红色。血色光芒射向吴清，吴清手指上流云戒上有流云流转，将这股红光隔绝开来。他身体用力，狼牙棒奋力砸向禁锢住自己双腿的藤蔓，仅仅1秒便挣脱开藤蔓的控制。元素系的控制技能通常是用万物将敌人身体禁锢住，无论是木系的藤蔓缠绕，土系的岩石镇压等等，只要力量够大，都能强行挣开。而其控制时长也与对手力量相关。徐沧海仓促间使用的木系控制技能显然控不了吴清太久，他技能全开，再次跃起，眨眼间便来到徐沧海面前。灵魂控制的免疫效果只能持续6秒钟，他也必须在这6秒钟内解决对手。但是徐沧海制霸马头山，又岂是那么容易被杀的？山林中到处都是树木，对于擅长木系技能的他来说，这里就是他的主场。只要用木系技能再拖吴清6秒，他就能用灵魂控制技能将吴清控制住。当！吴清一棒砸在一头树人身上，这是徐沧海再次召唤出来的召唤物。但是这一次没有流云套装的碎甲加成，他就不可能一招秒杀这头树人了。接连2棒砸下，地上又有藤蔓缠绕过来。吴清重重一踏地面，踩碎了几根藤蔓，而后他不再攻击树人，迅速朝远处跑去。他的灵魂免疫效果即将结束，再不跑就要被抓住了。作为玩家，他不怕被杀，但是徐沧海的控制技能能将他活捉，一旦被困住就麻烦了，那会很耽误升级进度。所以他发现无法奈何徐沧海后，便头也不回的逃跑。徐沧海刚刚又召唤出一张藤蔓之网，准备暂时困住吴清的动作，就见他奋力逃跑。愣了片刻，他起身便追了过去。这次交手说来复杂，其实只过去了不到3秒。疾走能持续7秒，潜能激发持续10秒，剩下的4秒他以每秒247的速度奔跑。4秒后速度降至 176.5， 这个速度持续3秒后将会降至 167.2。 而徐沧海作为主修灵魂能力的强者，其肉身强度一般，奔跑速度并不快，但他等级高，哪怕没有增幅移速的技能，其移动速度依旧在225左右。所以吴清技能持续时间过了之后，移动速度比不上徐沧海。以这个速度，吴清很快就会被徐沧海追上，因此他在用技能拉开距离后，立刻用吞金术，那是鞋子类的装备，换来大量敏捷的暂时加成。当吞金术效果消失，他就再度吞噬鞋子装备的装备精华。于是码头山上上演了一场追逐战，吴清在前面跑，徐沧海在后面追，直到他们一路跑出码头山，徐沧海依旧紧追不舍。卧槽，你还追啊？吴清回头一看，身后徐沧海依旧不肯放弃。他一路跑回山阳县，徐沧海这才停下脚步，没有继续追逐。徐沧海眺望山阳县的大门，沉思道：山阳县的吗？此人究竟是谁？明明只有2阶而已，为何拥有如此强横的实力？能够越级而战的天才，他不是没见过，但是一般的天才越个3、5级已经顶天了。再逆天一些，他听说有人能越1阶战斗，可是他高达4阶，而吴清只有2阶啊，越2阶战斗。虽然不是他的对手，但吴清在那2、3秒里展现出的实力却令他无比震撼。从来没听说山阳县有这样1号人物，这样的天才也不该出现在这偏远县城才对。徐沧海看着吴清进了山阳县的城门，思虑良久，他方才返回码头山。山阳县内春香别院之中，吴清正在院子里休息。干！所有鞋子类的装备完全耗尽了，有当时江妙玲留下的侍女为他端来茶水，
喝了口茶，就见杨默从外面进来。冯家的车队被劫，听说是冯家少主冯晨所为，李小姐也不知所踪。你知道这件事吗？杨默开门见山的和他说起此事。啊！吴清一愣，不知道啊，怎么回事？护送李小姐的队伍不是有冯坤带队吗？就冯晨那废物能在冯坤眼皮子底下劫人？他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杨默看着他的眼睛，注视了片刻，便说道：此事诡异，你最近小心点，不要再去码头山了。而且你这几天剿灭的山贼太多，肯定已经引起码头山几大山寨的注意。第110章血法契约。杨默没有过多停留，说了这么几句后又匆匆离去，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处理。但徐沧海的事情与吴清无关，他美滋滋地盘点这一程的收获。首先便是完成李云香的任务，获得230枚银币，然后击杀冯晨，获得100银币，以及白色品质技能真视之眼，勒索了徐沧海一个流云腰带。而且因为徐沧海在自己离开码头山前主动攻击自己，导致他的任务失败，自己既不用将盘蛇漆炭交给他，还能获得徐沧海任务失败的惩罚。这件惩罚的装备在徐沧海向他出手的那一刻已经进入他随身包裹中，现在取出来看，又是一个腰带。这徐沧海喜欢收集腰带。血法契约，青色品质腰带，耐久100，效果1，减免所受伤害的10%，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法力值，减免及转化上限为500。效果2，每次释放技能都将为自身恢复基础体质乘1的血量，单次恢复上限为300。使用限制，体质大于100。这装备，吴清忽然感觉徐沧海简直就是大善人。这个装备的属性完美契合梧桐，虽然会让他现在使用的套装效果作废，但区区灰色品质的套装，哪怕6件加起来也不如这一个青色品质的腰带。梧桐的天赋导致他的体质很高，血量很厚，但是缺蓝，而这个装备就完美解决了他目前的困境。唯一可惜的是装备的效果有上限，不过这也正常，如果没有上限的话，这个装备就不是青色品质的了，完全可以用一辈子。不过这个腰带的效果倒是让他想到了一个神话级天赋，其效果就和这个腰带差不多，但是没有数值限制。立刻联系梧桐，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应该是正在忙碌中。不过也不急，等他回复自己就好。然后他又看到龙峰的消息。你逃掉了吗？吴清回复道，逃掉了，已经回到山阳县。龙峰这会儿应该是没事，立刻回道，那就好。不过你把李云香又送过来干什么？现在他一直黏着我，我什么都干不了。吴清嘿嘿一笑，回道，反正你俩都在清风寨一群人的见证下成亲了，就跟他洞房呗。龙峰，我不是来谈恋爱的，我们网站部是有任务的，我们要探索这个世界并寻找异常点。吴清对这种说法直接忽略，现在的人类还以为这是一款超级虚拟现实网游，认为是 AI 创造出一种超越人类的技术，所以各国都在想办法想要获取这项技术。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哪里是什么虚拟网络，这分明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由诸天大佬创建的轮回世界，一个让诸天强者红尘历练的世界。蓝星人这些玩家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罢了，找个屁的异常点。但是这些话他不能对龙峰说，只好把话题再次引到李云香身上。这个李云香是玄牝之身，只要你拿了他的初夜，就将获得一个神话级后天天赋。龙峰看到这句话后也惊呆了，怎么可能？整个军方那么多人，也只出了30多个神话级天赋罢了，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获得一个神话级后天天赋？吴清撇了撇嘴，心想这哪里容易了，整个轮回世界中玄牝之身都极为罕见，若非他前世在轮回世界加入了一个大势力，查看并研究过一些资料，不然的话他也不知道这种神奇体质。也就是李云香出身山阴县这种偏远小县城，这里的人都没什么见识，不然的话他早就被大人物当作顶炉了。爱信不信，要不是我有彤彤，你以为我会让给你？吴清说道，一个神话级后天天赋，你也知道多么难得，若是拥有双神话，你才能更强。别忘了你的工作，作为网站部的一员，我们只有在游戏里变强，才能获得更多关于轮回的信息。这话一出，龙峰沉默了片刻后，他方才答道，那也不行，这是不道德的。吴清扶额长叹，这货也太迂腐了点，他要是还单身，就算用强也不会放过这么一个机会。于是说道，怎么不道德了？这里只是游戏而已，况且他也愿意，你情我愿的事情跟道德有啥关系？这话也没错，虽然这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但轮回世界的 NPC 只是诸天强者的一缕意念罢了。当这缕意念被收回，这名 NPC 也将消失。至于这段记忆，对于大佬来说仅仅是一段红尘感悟而已，相比于他们本体那漫长的生命而言，
仅仅是大海中的一片浪花罢了，完全不会因为这一小段记忆而对下界的蝼蚁产生情愫。不再理会龙峰如何苦恼和纠结，他休息了一会儿后，便看到梧桐回话，于是他便将青色品质腰带血法契约传送给他。传送过去后，他又问起梧桐天赋的情况：“你服用8品灵草后，提升体质的效率怎么样？”梧桐答道：“今天吃了100多株，每一株大概能提升 0.2 体质，100多株提升了23点体质，每株 0.2， 其实对于初入2阶的人来说不算少了。”得知这点后，吴清起身打算去将各个价位的8品灵草都买一份，让梧桐试试。灵草虽然同为8品，但药效也有极大的差别，价格自然也是天差地别。他原先只是觉得，既然天赋只要求了品级，那自然是用最便宜的性价比才最高。但是现在想想，也许不同的8品灵草转化为体质的效率也不一样，或许最便宜的未必是性价比最高的。离开春香别院后，他向永兴药铺走去。这次不是大规模购买，没必要去找冯家。来到永兴药铺中，依旧是那个热情的小伙计，但是这次这小伙计看到对吴清的态度就不仅是热情了，还多了几分敬畏。杨公子，这次还是要最便宜的9品灵草吗？吴清道：不，把你们所有8品灵草各来1株。第111章技能接连升级。小伙计去找掌柜的拿药，那掌柜一脸谄笑的拿着药袋子走了过来。杨公子，这是您要的8品灵草各1株。接过药袋，他大致查看了一遍，反正他也不炼药，只要确定是8品的灵草就好。多少钱？掌柜的笑道：43银币。这么便宜？刚刚吴清大致查看了一下，一共有120多种8品灵草，每种灵草的价格也都是明码标价的，总共应该在62银币。可是掌柜的却说只要43，这说明灵草被打折扣了。掌柜的笑道：东家交代了，以后杨公子来买任何丹药或灵草都打9折优惠，8品及8品以下的灵草打7折优惠。7折吗？看来冯家的却是想要教好自己。药铺的主要利润来自于丹药，灵草打7折，这基本上已经是他们的进价了。那就多谢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他笑着接下药袋，从药铺离开，将这一袋药给梧桐传送过去，让他记录每一种灵草的提升效果。而后他从山阳县另一个大门离开，去野外寻找野怪练级。马头山暂时不能再去了，估计自己已经上了清风寨的黑名单，甚至整个马头山可能都在通缉自己。装备方面，他如今只差一件流云项链就能凑齐流云套装，所以暂时也没必要去寻找其他的任务。当务之急还是先提升等级。如今他17级的经验条快满了，崩拳和太极架也马上就升到2级，先把这些技能都提升上来再说。他走出的这个城门是通往云香郡郡城的方向。山阳县属于云香郡下的一个县城，而黑石村则隶属于山阳县下的一个村庄，因此从黑石村通往山阳县的黑石山野怪相对弱一些，山阳县周围的马头山就更强一些。而山阳县通往云香郡的这段空间野怪会更强，这里几乎已经看不到20级以下的野怪。不过20级以下的野怪在吴清眼中何蝼蚁无益，轻松一拳就能将其送走，连武器都不需要使用。装备是有耐久度的，所以在面对不太强的野怪时，连装备都不穿戴，赤手空拳与其战斗，也更方便使用崩拳。当他一拳击杀一头狂暴野牛后，崩拳也终于提升到2级。崩拳 LV2 对敌人造成 130% 攻击，并附带 5% 攻击力真实伤害，冷却30秒。基础伤害从原先的 1.2 提升到 1.3 攻击，附带真实伤害从 3% 提升到 5%。不能说提升很大，只能说聊胜于无。之所以无人走圣胎之道，就是因为白色品质的技能威力垃圾的一批，但升级难度却堪比金色品质技能。想要走这一条道，就要度过漫长的疲软期，可是再天才的人，在这么长时间的疲软期中都会渐渐废掉。吴清也就是自身极偏激的天赋在前期很强，才看不出这点疲软。但是从他历次战斗中都能看出来，别人的技能都是奥义般的大招，而他却只能依赖一次又一次的普攻，得想办法提升技能熟练度的速度。第一次升阶副本中，他完美完成时获得了将后天天赋提升2个品级的奖励，因此把顿悟从凡尘级提升到稀有级。若是能将这个天赋提升到神话级，他技能的练级速度肯定会更快。也不知道下一次升阶副本中还能不能获得这个奖励了。脑海中思考着这些，也完全不影响他与野怪搏杀。与面前这头铁背黑猿的战斗，很能磨练自己的近战能力。这种野怪会使用武器，那根铁棍也是一件黑色品质的装备。不过吴清仅仅是佩戴上烈炉铁手与其对轰，每一次攻击到黑猿身上都能让疾走的熟练度提升 0.1。 太极架，再一次使用太极架，黑猿被自己的力道伤到，此时太极架也终于达到2级。
太极架 LV2 进入特殊招架状态，持续 0.8 秒，将持续期间所受到的伤害全部返弹给攻击者，冷却30秒，反弹距离5米。太极架升级后，除了招架时间延长 0.3 秒外，其他没有任何变化。当他将这头黑猿击杀后，自己的等级也终于来到18级，全属性各提升2点，并获得2点自由属性点。照例将自由属性加在神念上，并双倍转化为力量。敏捷也提升到了68点，距离穿戴流云履的70点敏捷要求只差1级。此时天色已经漆黑，他也返回山阳县中。进入县城往春香别院赶去的路上，正好遇上冯辉带着一群冯家高手从外面返回。他们个个面色凝重，吴清看到他们时还开开心心的对他们打了个招呼。冯伯，这么晚去哪儿了？冯辉抬头看到吴清，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是杨公子啊，杨公子怎么没去马头山剿匪，反而从北边回来了？冯辉没有解释自己去了哪里，毕竟自己儿子劫杀自家车队，还展现出极为邪恶的技能，这种家丑不好对外人述说。吴清也没有深究，不用想就知道冯辉等人是去寻找冯晨了。但冯晨被自己弄死后砸成肉酱，又被李云香一把火烧成灰烬，最后的灰烬也被他掩埋了。这群人如何找得到？想要探知真相，除非他们有探查过去时空的能力。这个世界虽然的确有大佬拥有这种技能，但这样的大佬不是区区冯家可以请得起的。他随口说道：这几天剿匪剿的太多了，已经引起马头山大山寨的注意，上午我就被清风寨的高手追杀回来，这不，下午我换了个地方磨砺战斗技巧。这个理由很合理，而且他也的确是被清风寨的高手追杀，只不过追杀他的是清风寨大当家徐沧海，追杀他的原因是用李云香打劫清风寨。对了，今天我去永兴药铺买灵草，掌柜的说您给我打了7折，小侄在这里多谢冯伯。此时冯辉没心情和吴清扯皮，随便聊了2句，便带着冯家的高手返回冯家。而吴清也回到春香别院，修炼着冥想，自己下线。下线时见到吴桐已经下线，并坐在电脑前查看一份文件。第112章，林志豪豪掷1000亿。在看什么？吴清下床来到吴桐身边，也看到了他手中这份文件。京城某机场派出所拘留的黑衣人和管家叶晓失踪。吴清看完，双手不由得握紧了拳头。这个派出所正是当初抓捕他们和那些企图绑架他俩的黑衣人的派出所。出了这档子事，不用想也知道是林氏集团所为。这个集团野心勃勃，暗中的力量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资本所能媲美。那群黑衣人是林氏暗中培养的力量，虽然这次派出的应该不是其最核心的力量，但是这些人落网也会对林氏有所不利。只是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方法放走的这些人，是买通某些人，还是悄悄营救？派出所不是军营，真想从这里救走几个人，还是有机会的。这份文件是云清派人送来的，因为这些人企图劫持吴清2人，因此他们也算相关知情人员。不过从文件中的情况来看，派出所的民警没有出现伤亡，那就不是暴力营救。亮林氏也不敢太过分，只是不知道他们对于自己2人的逃离是什么态度。哪怕吴清前世对林氏极为了解，这时候也不好判断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是彻底放弃了，还是要秘密将他们2人抓走或杀掉。不过他觉得第3种情况的概率更高一些，那就是林氏或许会通过正规渠道将他们2人带走。此时此刻，林氏老总林志豪正与某神秘人物喝茶。孔老哥，最近冒出来的这个轮回，想必你也体验过了，政府还为此连夜组建网站部。如今这个轮回的神奇，所有人都明白其中技术所代表着什么，所以我也让小女组建了一个游戏公会，要探究一下这个游戏的运行。但是我林氏毕竟只是一个集团，能做的有限，而且就算我们林氏集团真研究出什么，也没什么用，最关键的还是得让咱们华夏富强。小弟不才，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但也算是民族企业家，愿意为了国家的发展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那神秘人一边品茶一边听林志豪的述说。哦，不知林老弟想要如何贡献？林志豪伸出一个指头，1000亿。我林氏愿意无偿提供1000亿来支持国家的科研发展。那神秘人闻言也是一惊，虽然林氏集团很有钱，但1000亿也同样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林老弟，此言当真？林志豪理所当然的点头。自然，只是小弟还有点小小的请求。神秘人嘴角微微上扬，就知道这商人无利不起早，怎么可能会真的无偿捐助？林老弟但说无妨。林志豪道：我想让我们林氏的游戏公会也加入网站部，您看可以吗？神秘人听罢断然拒绝。林老弟莫开玩笑，网站部的政审很严格，你们的人是不可能进去的。对于这个结果，林志豪也不意外，于是他又退了一步，说道：那这样，我们林氏的游戏公会和网站部做一下关于游戏情报上的合作和交换，您看可以吗？
听到这个要求，神秘人没有立刻驳回，他仔细思考了一番。林氏实力不弱，虽然不可能和国家抗衡，但国家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对于网站部倾斜的资源也有极限。而林氏财力不菲，他们能探索出来的东西，也许针对国家的研究有帮助。而且林志豪说的是游戏情报上的交流和合作，并非技术上的交流和合作。虽然现在还没什么技术上的发展，但口子不能开，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毕竟人家林志豪提供了1000个亿，这点应该可以。我回去可以把你的要求提一提。这个结果也在林志豪的意料之中，第一个目的达成。而后他开始提出第二个要求。怎么，林老弟还有别的要求？神秘人皱了皱眉，虽然他与林志豪关系不错，林志豪也比较懂事，但是如今接连在这件事上提要求，就有点不太懂事了。林志豪也看出了这位的不耐烦，他赶紧说道：还有一点小事，不会坏规矩的。我听说网站部最近新招了2个年轻人，实不相瞒，那2个年轻人都是西红柿孤儿院里出来的。你也知道，这家孤儿院是我林氏投资的，里面很多孩子后来都成为我林氏集团的各个管理层的人才。我让我女儿组建游戏工会，但是人手不够用，他们2个的资质不错，所以我想，能不能让他们来我林氏的游戏工会，或者借调也行。这的确不算什么大事。林氏付出了1000亿，想借走2个拥有游戏天赋的人，这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对于高层来说，轮回终究还是游戏而已。神话级的天赋虽然难得，却也只是游戏里的东西罢了，又带不出来。现在网站部就有30多个神话级天赋的人，全国肯定更多，必然有其他人也愿意要这个编制，因此少2个人并不算什么。于是他当即答应下来，只要他们2个同意，这一点不是问题。林志豪笑了，只要这位开口，基本上就没问题了。那2个年轻人以为进了网站部就绝对安全了，哼，他有的是办法将他们弄出来。网站部中，吴清下楼锻炼身体，吴桐也陪他一起。此时云清也在这里练拳，小童也来了。云清看到吴桐跟着吴清一起下来，分外热情，他拉起吴桐的手笑道：想不想跟姐姐学拳？他这一说，立刻激起吴桐的兴趣。他还记得刚和吴清从机场出来，云清一人独占10几个身材魁梧的壮汉，并轻松撂倒了好几个的一幕，那一幕真是太帅了。从那一天起，他经常幻想着自己也能如云清一样强大，这样的话就能保护好他们2个了。想，组长愿意教我吗？他立刻说出自己的想法。云清也很高兴，当然，非工作状态不用叫我组长，喊我云姐就好。第113章，云清，你不要的话不如给我。云清又问起他们那些黑衣人为何要绑架他们。吴清想了想，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实情，这里面牵扯的太多了，他根本就解释不清为何会知道这些。说出来后，也许还会令自己彻底陷入陷阱中，只能含糊其辞的说不清楚。他们的背景已经被网站部调查了个彻底，也知道他们身份很干净，没理由和这种等级的敌人结仇。想不明白，云清也就没有过多去追问。而后，吴清锻炼6字诀和浑元桩，吴桐则跟着云清练形意拳，练了大概1个小时，3人一起去食堂吃饭。打好饭，找座位的时候，几人看到龙峰正一个人吃饭，便坐到了他的旁边。小龙峰，听严梦说，你在游戏里当了山贼，还弄了个压寨夫人。龙峰瞥了眼吴清，要不是吴清告诉严梦，严梦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但他本就不善说谎，云清又是他的组长，便将这件事情跟云清详细汇报了一遍。对于他来说，轮回只是游戏，游戏里的事情没什么不能说的。听他说完，云清也是哈哈大笑，对吴清道：原来是你搞的鬼。吴清一边吃饭一边说道：我可是为了他好，那个李云香是轮回世界的玄牝之身，只要得到他的初夜，就能获得一个神话级后天天赋。刚才龙峰在说自己这几天的游戏经历时，没有说李云香的这个功能，一方面是这个功能也是吴清的一面之词，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另一方面说这个实在有点羞于启齿。现在吴清主动说出来，云清立刻就睁大了双眼，真的假的？神话级？咱们网站部带上小童也才37个神话级天赋，这么简单就能获得一个？震惊完后，他又啧啧2声，为什么总会有这种设定？有没有那种某个绝世大帅哥有了个什么特殊体质，只要获得他的初夜就能得到个神话级天赋的这种设定？吴清哪怕以他前世的阅历，这种设定他也没有听说过。或许唐僧那种算不算？女妖怪都想要他10世修行的元阳，把唐僧放在游戏里，那么用玩家的视角来看的话，是不是得到他的元阳就能得到一个神话级天赋，而吃了他的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不过也可能是得到他的元阳后可以连续升好多级，相当于一个超大号经验单。这么想的话，说不定还真有某个男人拥有这种体质，
女人得到他的第一次后，就能获得巨大的好处，只是他不知道罢了。耸了耸肩，他说道：“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女人的玄牝之身肯定没毛病。”云清眯着眼对龙峰笑道：“你获得了个什么神话级天赋？”他的话让龙峰被噎了一下，连忙说道：“我没碰她。”真的？云清狐疑地看着他，忽然凑近了一些，小声说道：“你放心说，我保证不告诉严梦。”龙峰满脸懵逼：“不是，没有就没有啊，而且这和严梦有什么关系？”云清又坐了回来，满脸失望的神色。他了解龙峰的品性，既然说没有，那就肯定没有。他托着腮，不知在想什么，连吃饭都停下来了。忽然，他又向吴清问道：“那个女人漂亮吗？一般这种设定的女人不都挺美的吗？”吴清据实回答：“倾国之色，不过比起我家彤彤还差了点。”忽然被吴清当着云清等人的面夸奖，吴桐的小脸瞬间就羞红了。他小声对吴清说道：“清哥，不要乱说。”吴清却一脸认真的答道：“我说的是实话，怎么能说我乱说？”云清翻了个白眼，他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吃狗粮的。傅佑问道：“那和我比呢？”吴清不假思索的答道：“那他肯定比不上云姐。”云清道：“切，连我都比不上，那他也算不上倾国倾城啊。”思索了一阵，他对龙峰说道：“你不要的话，能不能把他给我？也不知道女人能不能拿他的一血，那可是神话级天赋啊。”小龙峰真是暴殄天物。听到这话，吴清差点一口饭喷出来。卧槽，族长可真狂野。不过按照常理来说，女人对女人应该是没用的，就算有用，也没法把一个大活人弄到云清身边啊。传送的话，现在他们所在的地方还无法随意使用传送阵。几人吃饭聊天时，严梦和陈静两人也打好饭在找座位。云清看到严梦，把他叫住：“梦梦，来，我跟你说个好玩的事。”正吃饭的龙峰一惊：“族长！”云清对他摆了摆手说道：“既然你问心无愧，那怕啥？”龙峰张了张嘴，不知该说什么，快速扒完自己最后一口饭后，逃也似的离开了。严梦疑惑地看着龙峰逃跑的身影：“他跑什么？”云清说道：“可能是怕你揍他。”严梦耳朵一动，坐到云清身边：“为什么？他做什么了？”这时候，吴清和吴桐也吃完饭了，他拉着吴桐站起身来，对云清几人说道：“组长、严队长、陈姐，我们先回去了。”“走吧走吧。”云清对两人摆了摆手，便拉着严梦兴致勃勃说起了关于龙峰的八卦。吴清两人返回寝室后，他问起梧桐灵草转化的情况。据梧桐所说，这些灵草提供的体质从在 0.2 到 0.35 之间，虽然品质间价格相差了10倍，但效果差距却不大。不过性价比最高的不是最便宜的那种8品灵草，而是一种稍微贵一些的8品灵草。这种灵草的每株价格比最便宜那种稍微贵了 20%， 但提供的体质转化却能达到 0.25， 性价比高了好多。所以之后再买8品灵草就买这种了。不过8品灵草的体质转化应该也有上限。次日清晨，当他们完成晨练，云清又把两人喊到了他的房间。对于网站部来说，那既是他的寝室，也是他的办公室。桌子上放着2个盒子，云清对他们说道：“以后他们是你们的了。”这是……吴清看着盒子的形状，他想到了某种东西，心里忽然激动了起来。第114章，枪，这是什么？吴桐没有多想，他好奇地拿起其中一个盒子，手感还挺重。打开一看，他惊讶了。枪？云清笑眯眯地问道：“喜欢吗？”吴清也拆开另一个盒子，同样是一把手枪，2柄为同款，而且盒子中不仅有枪，还配备有子弹。这是给我们的？吴桐有点不敢摆弄，虽然手枪也不是什么秘密武器，但他们以前也只在电视上看到过。除此外，就是偶尔看到运钞车的押运员会持枪，但那好像不是手枪。真的上手触摸真枪，这还是第一次。云清道：“咱们网站部虽然是奉旨打游戏，但咱们毕竟隶属于军部，军人的基本技能不能丢。两人加入网站部好几天了，要不是今天云清给他们发放配枪，他还真忘了这里隶属军部呢。”云清继续说道：“我们每周有2次射击训练，等会儿吃完早饭，你们跟着龙峰去靶场，因为你们2个是新人，我会让龙峰单独教导你们射击要领。还有，你们的配枪自己保管好，平时不准带出网站部，每一颗子弹都不能随便乱用。如果有用枪的需要，要提前申请，如果未经申请而使用，那么事后要将每一颗子弹的用途详细写个报告交上来。”云清一条一条的交代注意事项，把吴桐听得一愣一愣的。啊，那这枪只能拿来看吗？云清随意的靠在椅子背上说道：“差不多，我们部门很特殊，你别看咱们工作是打游戏，但我们的最普通成员，比如你们都是中尉级军官，不存在普通战士，而我们的主体人员都是从各部队选拔出来的精锐战士，
他们来这里可不仅仅是打游戏的。网站部的核心区域是网络技术部，负责破解轮回这款游戏的虚拟现实技术，而外层的我们另一个职责就是保护他们。从网站部最外围的站岗哨兵，到里面相对松散的我们这些精锐战士，再到核心区域荷枪实弹把守的护卫部队，才能进到核心区域。一旦有人妄图窃取技术部的研究资料，或者武力冲突想要闯进技术部，紧急情况下我们就是随时待命的兵员。如果来不及得到统一配发的武器，就可以使用自己的配枪进行战斗。不过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微乎其微。你们看咱们部门的名字，网络特战部，其实咱们也属于特种部队，执行特种作战任务，再加上你们都是军官，因此被允许配枪，但是管理很严格，你们要看好自己的枪，一旦枪支丢失，哪怕一颗子弹丢失，你们都要受到极为严格的处分。想要玩枪的话，咱们射击训练的时间随便玩，那里会配发各类枪支弹药，我保证你们很快就不想摸枪了。关于枪械的保养，回头龙峰会一并交给你们，先回去吧，吃完早饭跟你们队一起去靶场。两人带着自己刚发到手的手枪回到寝室。梧桐现在还有点懵懵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捧着盒子，生怕出现一点意外导致自己受处分。吴清的表现相对就淡定了许多，前世的他可是摸过枪的。回到寝室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盒子收起来，然后跑到食堂吃饭。因为去了趟云清办公室的缘故，留给他们吃早饭的时间不多了。早饭后，他们来到各组各战队集合的地方，龙峰把吴清也安排进队伍之中，而后跟随大部队一起前往靶场。不得不说，网站部是真的大，这里名字看上去虽然像是一个行政部门，实则就是一个军营。待在这里面肯定安全，他就不信林氏能把杀手安排进军营里。靶场中，每个人会被配发枪支弹药，因为其他人本来就是军人，不再需要学习基础知识。他们的固定射击训练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射击技术下降。但吴桐这个新兵就什么都不懂了。吴清虽然懂，但他也得装作不懂。在龙峰的教导下，他们学习关于射击的每一个要领。训练结束后，枪支弹药会被收回，众人排队离开靶场后，便回到各自的房间，登陆轮回之中。吴桐刚打完枪，还处在兴奋之中，回到房间后，又将收起来的手枪翻了出来，在手中反复把玩。行了，别玩了，你要是喜欢枪械，轮回里也是有的。吴清看他对手枪爱不释手的模样，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丫头还有暴力基因？轮回里还有枪械？吴桐听后感到惊奇，我还以为轮回世界是华夏古代背景的那种玄幻世界呢。吴清笑道，那当然不是，整个蓝星的人都可以登陆轮回，怎么可能只以华夏为背景？事实上，你所熟知的修仙、玄幻、魔幻、奇幻等等元素这里都有，只是咱们现在所在的华阳国更类似于华夏古代那种背景，偏玄幻一些。华阳国枪械制造技术很一般，所以咱们也很少见到这种武器，但那也只是相对来说，等咱们到郡里面就更容易看到枪械这种武器了。枪炮和弓弩还不一样，弓的使用要求以力量为主，体质为辅，因为力量不够的话拉不开弓弦。敏捷其实对于弓箭手来说并不重要，弓箭手攻击靠的是外物，伤害取决于弓和箭矢的品质，所以一般想走弓箭手路线的尽力提升力量，能拉开更高品质的弓，追求一箭爆杀才是最重要的。敏捷影响的只是拉弓速度而已，但是如果连弓都拉不开，敏捷再高都没用。而火枪或者枪炮类则需要以体质为主，以力量为辅。体质是用来对抗枪炮那强大的后坐力，如果体质弱的话，搞不好自己会被后坐力直接震死。而力量则是因为强大的枪炮类武器通常都很重，固定枪架或炮架不太安全，最好能做到移动中射击。他为吴桐讲解关于轮回中远程武器的特点。说到这里，他忽然想到吴桐的天赋。你的天赋很强，拥有超高体质，可能真的很适合枪炮，但你力量不够，这点不太好办。第115章郑家的任务，花心铁木。没有太过纠结这个问题，等以后获得枪炮类的武器了再说。而且吴桐也有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未必是真心喜欢。登陆上线，因为进行射击训练的关系，这次上线时间晚了一些，但他住在春香别院，也没人管他几点起床。吃过早饭，他再次来到永兴药铺购买8品灵草，但是这次药铺中还有另一个人。原本药铺有其他人并不奇怪，这药铺又不是他的。令他在意的是这个人的身份，那也是一名玩家。这代表如今山阳县下辖的各个村庄中，玩家们开始陆陆续续的走出来，开始探索更远的世界。那个人也看了他一眼，玩家之间是能互相认出来的。但是那人并未和他交流，而是继续浏览药铺里的丹药，他也没有去打招呼。这个人他不认识，说明不是什么未来的大人物。离开永兴药铺后，他这才注意到此时山阳县里的玩家还不算少，就他这一路走来，至少看到了10几个。这些人一副好奇宝宝的模样，东看西看，配合上他们那一身普通装备，十足的乡巴佬进城。但是有人看到他身上这套奢华的装扮，忍不住上前问道：
兄弟，你这身衣服在哪儿买的？他的衣服是春香别院中杨默准备的。这些衣服不是装备，只是类似初始的布衣和草鞋一样，没有任何属性，只是好看而已。但是纵然没有任何属性，这件衣服也不便宜，普通玩家肯定是不舍得花钱买这么一套没用的衣服。而且村庄里也提供不了这种材质的服饰。吴青随手跟他指了个裁缝铺，让他去那里看看，而后便准备再次出城去练级。这次依旧是打算从北城门走出，他打算等过了2阶的升阶副本后再去码头山，到时候可以将码头山的山贼彻底剿灭。但是他在离开县城前却被一人拦住去路。杨公子，来人面带笑意，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这人有些面熟，他在脑海中搜寻关于此人的记忆，终于想起来在哪儿见过他。郑公子，这位是山阳县第2家族郑家的少主，名为郑元浩。之前去冯家贺喜的时候，他也在。郑公子有什么事吗？郑元浩道：听说杨公子2天连灭码头山10几个山寨，连那几个大山寨都被惊动了，而且还能从清风寨中救人出来，兄弟佩服。他先是拍了一顿马屁，方才说起正事。杨公子实力高强，此次外出是要猎杀那些怪物吗？吴青点头道：没错，实战才能加速境界的提升。本地 NPC 的升级主要靠功法修行，他们去猎杀野怪基本也都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战斗技巧，所以吴青才这么说。郑元浩道：从北城门出去有一处花妖谷，那些花妖能产出一种名为花心铁木的材料，我们郑家的炼器坊一直都在高价收购这种材料，以杨公子的实力，想必那些花妖不是你的对手，若您能打出这种材料，我们郑家愿意用最高价收购。主动送任务吗？吴青感染把名气在 NPC 中打响就是不一样，前世的自己想要接个任务费老近了，但是今世就不一样了，山阳县的大家族们现在谁不知道他，因此一些委托他们会主动找上门。花妖谷，花心铁木，行，我知道了。他直接接受，反正自己要去练级，去哪儿练不是练，而且作为玩家也不怕死亡，大不了掉1级嘛。他通过和徐沧海的短暂交手，对自己的实力也有所认知，在山阳县中虽然算不上巅峰，但也算得上是一流。和自己一个档次的强者虽然也有，但是他们可不会专门为郑家天天跑花妖谷厮杀弄材料。听到他答应下来，郑元浩笑容更加灿烂。杨公子，如果能得到花妖王产出的花心铁木就更好了，听说您在收集流云套装，如果您能得到花妖王的花心铁木，我们郑家除了高价收购外，还愿意告诉你关于流云项链的线索。听到流云套装，他立马就来劲了。虽然只是线索，但他现在只差这一件就能凑齐流云套装，因此哪怕只是线索对他也很重要。如果能在20级之前得到完整的流云套装，他就有更大的把握完美完成2阶的升阶副本任务。好，我尽力。他向郑元浩问清楚花妖谷的位置后，便出城朝那里赶去。路上依旧是技能冷却好便直接使用，为了早日铸就圣胎，他要抓紧提升技能熟练度的每一次机会。路上也会遇到一些怪物，被他徒手击杀。这些怪物和 NPC 还不一样， NPC 死了会再度投入轮回，除非是被玩家所杀，这缕强者意念才会被收回。当怪物死了，这道力量会在附近重新生成一头怪物，也就是玩家说的怪物刷新。只不过刷新的怪物没有之前的记忆，灵智也要逐渐成长才行，所以源源不断的怪物也成了各个城池之间的阻碍。而且越是大的城池，其附近怪物等级上限也会更高，这就导致小城的人想要去往大城很难，而大城的人虽然可以去往小城，但小城贫瘠，强者也不愿意去小城，这就使得人员的流动变得困难。一路边打边走，终于来到郑元浩所说的花妖谷。这座山谷从外面看进去，满是鲜艳漂亮的花朵，这些花朵长在一株株巨大的植物上，沁人心脾的花香充满整个峡谷，花香令人陶醉。喜欢花香的不仅是人类，很多动物或怪物也都喜欢。站在花妖谷外面的吴青就看到，一只傻狍子刚刚跳进花妖谷中，就被一条藤蔓缠绕住身体，一朵大花盘忽然从中间裂开，本该是花蕊的部位长出了一张充满獠牙的大嘴，那大嘴咔嚓一声咬在傻狍子的脑壳上，瞬间就将这头傻狍子爆头。而后这朵花便一口一口地咀嚼起来，将傻狍子吃的连骨头都没有剩下。花妖谷危险，可是依旧有不少动物走入其中。起初吴青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当他看完傻狍子被吃的经过后，他的双腿竟然不受控制地迈进花妖谷中。第116章花香控制与精神污染。就在他不受控制地走向花妖谷时，一股清凉的力量从手指处涌入全身，自己的身体再度得到控制。那是流云界免疫灵魂控制的效果发动了，这股花香是灵魂控制。吴青回忆刚才的感觉，
好像除了身体会不由自主地走入花妖谷外，并不影响自己做出其他动作。也就是说，只要自己主动走进去，攻击和防御都是不受影响的。愣神的功夫，流云界提供的3秒灵魂控制免疫已经过去了2秒，最多死一次，去看看。身为玩家，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顺着花香主动踏入花妖谷中。当他走进这里面之后，本以为那种引力会消失，结果却发觉这股引力依旧在催促自己向花妖谷中心走去。与此同时，身边那些美丽的花朵也纷纷露出獠牙，花朵伸出了一条条藤蔓向自己缠绕而来，花盘中心的花蕊也化作血盆大口。他取出狼牙棒，一棒子砸在一条藤蔓上，将这条藤蔓砸成粉碎。但是身边还有更多藤蔓在向他伸来，同时他发现流云盔形成的灵魂护盾的护盾值竟然在持续减少，这说明花香中还蕴含着高额的精神污染。这种地方很克制我啊！吴青感觉有些棘手。他喜欢拳拳到肉的战斗，喜欢那些硬碰硬不逃跑的敌人，但是这种用精神控制引诱，同时还携带着精神污染，让人持续掉血。哪怕是物理攻击，也是数之不尽的藤蔓，这些种种对他都很不利。应对花妖藤蔓这种攻势，最好的方法是用元素无差别攻击。自己现在用狼牙棒一根根砸，效率很低，但是没办法，他现在是出不去了，只能想办法尽量多弄点花心铁木，大不了最后死亡重生到山阳县掉一级罢了。到了这里，他才明白为何郑家高额收购这种材料，但是却依旧极为稀缺。想要自由进出花妖谷，心力必须要高，心力高了才能对抗花香的灵魂引诱，而他心力为0，根本就对抗不了一点。但是心力高的人通常主修元素系或灵魂系技能，肉身相对脆弱，面对花妖谷这来自4面8方的攻击，一旦失误，自己就有陨落的风险。就在他一条条砸碎藤蔓的时候，还是有不少藤蔓缠绕在他的身上，想要禁锢他的行动。一朵花忽然伸长花茎，用其花盘中的大口咬到他的腿上。-121，-3，-3，-3，这花妖的攻击力还不低，这一口能对他造成121的伤害，而且其利齿还附带有持续的毒素伤害。好在这毒系伤害不是真实伤害，在他强大的肉身防御力面前，这点伤害并不算高。趁机一把抓住这个咬在自己身上的花盘，他的力量让这只花妖挣脱不开。狼牙棒对着花盘砸下，当的一下就砸碎了他满口利齿。-19572。显然最外围的花妖并不强，防御也不是花妖擅长的东西，一击秒杀，但是并未爆出花心铁木。然而此刻围攻他的花妖并不止这一朵，周围至少30多只花妖伸长了花茎，花盘张开大口撕咬向他的身体。吴青依靠身体强大的力量崩断了一条又一条藤蔓，但是缠绕过来的藤蔓却越来越多，他始终被禁锢在原地，无法移动。无法移动就无法躲避，几十只花妖的花盘不断的攻击在他的身上，但他身穿流云甲，这些花妖咬在流云甲上，以他们的攻击力显然不可能将流云甲咬穿，只有少数几只花妖咬在他的四肢上。还有一只花妖竟然要对他的小兄弟下杀手，幸亏他眼疾手快，一把拽住这只花妖的花茎，狼牙棒狠狠地砸了下去。啪！-18924。绿色的汁液四溅，仿佛是花妖的血液，而他自己也在不断掉血。-119。-103。-132。-3。-2。不同花妖的毒可以叠加，大是因为毒素对他来说不算强，掉的血还没他吸得多。既然动不了，他干脆就站在原地，攻击这些主动送上来的花妖。随着一只只花妖死在狼牙棒下，地上也积攒起一滩绿色的液体。吴青惊讶地发现，这些绿色的液体似乎有生命一般，正在向花妖谷的深处流去。当他将这30多只花妖尽数击杀后，终于爆出来第一份花心铁木。花心铁木，黑色品质，特殊炼器材料，因你并非炼器师，无法查看详细信息。将材料收入随身包裹，踩着花妖的残肢断臂继续向前走去。只是走了10几步，便再次被一群花妖围攻，依旧是藤蔓缠绕，依旧是花盘撕咬，只不过这次的藤蔓比起之前更加坚韧，这次的花盘利齿比起之前也更加锋利，他需要用更大的力气才能将藤蔓崩断，身体承受花盘撕咬时也会受到更多伤害。但是这些花妖对他来说依旧不算什么。大群花妖死后的绿色液体同样流向了花妖谷的最深处。击杀这些花妖后，爆出来了几件灰色品质的装备和一件黑色品质的装备，这些东西对他无用，随后丢进随身包裹之中，日后把它们当作吞金竹的养料。唯一可惜的是，这群花妖没有爆出花心铁木。从这里大致能判断出，越往山谷深处，花妖就会越强。最好的办法其
其实是先击杀外围的普通花妖，而后慢慢向里面走。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双腿，花香一直在引诱他向深处走，根本不可能左右平移。至于后退，那就更不可能了。而随着他走得越深，发现花香就越馥郁，这种香味能令生灵沉醉，而花香中蕴含的精神污染也越来越强。他的灵魂护盾此刻已经被消耗了1/3，不知能否支撑他走到最里面。砰！随着他又一次击杀一头花妖，腰间佩戴的护身符的品质也得到了晋升。阴煞琉璃青色品质护身符，特殊宝物类。受到致命攻击时，将免疫此次伤害，免疫上限为5阶攻击，并将你传送到1000米外随机位置，3秒内可主动传送回原位置。冷却时间 16H。 击杀单位可吸收死气，使阴煞琉璃成长。第117章被花妖围杀，这是个坑。阴煞琉璃的成长让他的保命底牌又多了一个。免疫伤害的上限从4阶提升到5阶，传送距离更是直接从200米提升到1000米。冷却时间也从18个小时缩短到16个小时，提升吧不小。又击杀了将近100只花妖，他方才再次爆出一块花心铁木。爆率如此之低，怪不得对于郑家来说也是极稀有的。轮回中玩家的爆率是比 NPC 高的，而且吴青还有好运来这个加运气的凡尘级后天天赋。对于 NPC 来说，最外围的花妖可能根本就爆不出花心铁木，他们只能向更深处走去。可纵然如此，他也是杀掉了将近150头花妖，方才爆出2块黑色品质的花心铁木。也不知道这种材料是用来炼制什么装备的。继续向前，花妖谷中的战斗依旧枯燥而无聊。当他击杀掉一波低等花妖后，身体便不受控制地向更深处走去。走几步后，便有新的花妖拦路，将其击杀，再次重复以上操作。花妖越来越强，他应对起来也越来越难。此时10几条藤蔓缠绕在他双腿上，任凭他如何用力，也无法再像之前那般轻易将其崩断。咔！一只花妖咬在他的大腿上，利齿深入肌肉之中，毒素也被注入到他体内。-1502，-16，-16，其攻击力比起最外围的那些花妖强了太多。吴青想要抓住他的花茎，但是其力量之大，让吴青都无法轻松将其压制。花妖的花茎疯狂摆动，带动着吴青的身体也在摇摆。他的双腿被藤蔓缠绕，本来站立就不太稳，此刻上身又被带动，差点就失去平衡，连忙撒手，并一拳轰向另一头袭来的花妖。崩拳！-10101，花妖躯体更加坚韧，原本他很难再打出10000点以上的爆炸伤害，但是他手上的拳套烈如铁手，能够将手部的徒手攻击技能威力提升 50%， 再加上龙之力和潜能激发的加持，流云甲的效果，他的攻击力也得到极大的提升。如此一来，他现在使用崩拳的威力甚至还要超过狼牙棒的攻击。但是这一拳也并未能将这朵花妖击毙。花妖的几颗利齿被打碎，花盘流出绿色的汁液，这汁液依旧散发着馥郁的花香。花盘被他击退，狼牙棒扬起攻向另一头花妖。砰！-7904，狼牙棒的攻击不如拳套，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这根狼牙棒不好，而是因为狼牙棒风烟破的效果2，它无法发挥。效果2为用风烟破释放火系技能时，威力提升 50%。这个词条一点也不比烈如铁手的差，只是不适合吴青罢了。2头花妖被击退，但是身边围攻他的花妖还有20多头。流云甲为他抵挡其中一半的花妖撕咬，但这也导致流云甲的耐久度在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好在花妖的攻击没有流云甲的硬度高，不然的话这件装备直接就报废了。可另外一半花妖撕咬他4肢，也在让他的血量掉得很快。这群花妖对吴青的伤害普遍在1500左右，10几头同时撕咬，一瞬间就能打掉他将近2万点血。他如今基础血量25373，流云腰带又额外提供100倍基础体质的血量，他基础体质112，那就是额外11200点血，一共36573。这个血量对于同等级的其他玩家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但是此时此刻却连2轮攻击都抗不过。虽然他还有 13% 的吸血，但每次也只是吸收1000多血量罢了。他的攻速不慢，可花妖的攻速同样不慢。那利齿一口又一口的咬下，若非身体是数据化的，那就是在活生生吃他的肉。刹那之间，他的血量便已见底，流光一闪，他的身体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经是花妖谷之外。我原以为最先支撑不住的会是灵魂护盾，没想到护盾值还在，我正面战斗却是先输了。吴青环顾四周，暗道自己运气不错。当他濒死时，花妖的致命伤害引起阴煞琉璃的发动，并且运气极好的将他传送到了花妖谷外。阴煞琉璃的1000米传送是随机的，可能会传送到花妖谷的更深处，但他运气不错，
遥遥看着远处的花妖谷，他刚才大概只前进了300米的距离，就被花妖围杀致死。如今距离花妖谷有700米左右，在这里是闻不到花香的，也就不会被吸引到花妖谷中。感觉郑家这是在坑我呀！从花妖谷中出来后，他感觉有点不太对劲。花妖谷的强大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对抗的。他虽然表现得很亮眼，被山阳县诸多家族誉为年轻一代第一人，但是他毕竟只有18级。18级的年轻人，哪怕再逆天，也不可能安然通过花妖谷，更遑论去猎杀位于花妖谷深处的花妖王。别说是他了，根据这短短几步路的花妖强度来看，就算是杨默来，也不可能干掉花妖王。那么郑元浩引他去花妖谷，岂非就是要他去送死？可是自己和郑元浩有仇，想要自己死的仅仅是郑元浩，还是说是整个郑家的意思？正思索间，一头长着4只獠牙的人面猪向他冲了过来。这里是野外，到处都有野怪，猪突猛进，最是凶悍。这头人面猪冲锋的身体上还闪烁着黄色的光芒，显然是使用了某种技能。狼牙棒抡起，砸在人面猪的獠牙上，巨大的力量将人面猪逼停，但是他也被震得后退了一步。崩拳，负7439。这头人面猪皮糙肉厚，可能还使用了某种防御型的技能，猪皮比最后击杀他的花妖还要更加坚韧。这一拳砸出去，直接将人面猪打懵了。从他的感知中，这个人类并不强，但是如今一拳打掉他7000多血，人面猪也有点怵。虽然他的血量有接近10万之多，但也抗不了几下。他平日的战斗都是靠着坚硬的皮肤将敌人磨死，何曾遇到过这么强横的伤害？于是他大吼一声，竟然转身就跑。攻击我还想跑？吴清笑了，自己可不会吃这种亏。提起狼牙棒，开启急走，他便向人面猪追去。人面猪的速度不错，但是还没徐沧海快，仅仅保持在200左右。吴清开启急走后，移速高达243。第118章100万伤害，一击秒杀。快步追上人面猪，吴清一棒子砸在他的背上，负4023。狼牙棒的伤害竟然不如徒手，但依旧让人面猪痛得大叫。但人面猪哪怕挨了一棒子，却依旧没有停下逃跑的动作。吴清眼疾手快地抓住人面猪的尾巴，用力一拽，自己的力量竟然不能拽停狂奔中的人面猪，但是也令人面猪的速度慢了许多。他猛地一跃，跳上人面猪的后背，一手拽住人面猪脖子上的鬃毛，一手狼牙棒狠狠地敲在人面猪的脑袋上，负12075。脑袋几乎是所有血肉类生物的致命弱点，触发3倍伤害。这一下打得人面猪头骨开裂，但人面猪还在继续跑，吴清的棒子就继续砸落。人面猪不断掉血，用不了几下他就会一命呜呼。但奇怪的是，这头人面猪依旧在狂奔，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眼看着人面猪血量见底，再有一击就能送他归西。人面猪忽然急刹车，并将四蹄狠狠地踏在地面上。他的身上蒙上一层昏黄色的光晕，一道震动波从人面猪的身上向四周扩散。骑在他背上，吴清猝不及防，被震荡波给掀翻。就在他跌落的刹那，忽然感到咽喉一凉。负1545618。吴清在春香别院睁开双眼，错愕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150万伤害，什么鬼？自己刚才是遇到什么了？被人面猪杀了？怎么可能？人面猪要是有这种爆发，又何必逃跑？回忆最后脖子上的触感是刀刃，他是被刀刃割掉脑袋死的，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是被人面猪顶飞的刹那就已死亡。出手的到底是谁？有这么高的实力，为何还要偷偷摸摸？就算对方光明正大来杀他，他也挡不住啊！150万伤害，虽然是因为割喉而有3倍弱点伤害的缘故，但那也是50多万的伤害啊！他如今血量满共才3万6而已，至于出动这种级别的大佬杀他，坐在春香别院中，他凭借着前世对数字的敏感性，大致计算了一下对方的实力，完全看不到身形，要么是速度极快，快到了超出他视觉捕捉的速度，要么就是用了隐身技能。但是因为要时刻练技能的缘故，他死亡的那个时间段，他刚刚才开启真视之眼，却什么都没有看到，连一个模糊的轮廓都没有看到。这说明对方的隐身等级至少也是3。再仔细回忆一下，自己死亡的前一刻，好像是听到了高速破空的声音，这说明对方移动速度很快，所以这个敌人应该是敏捷型的刺客。刺客的爆发伤害很高，但是他的防御力为1331，流云腰带让他的防御力提升了 40%， 达到1863，这个防御力也不算低了。但是如果对方纯敏捷加点达到40级的时候，攻击力可以破万。40级的刺客技能等级加上到的加成，爆发一击至少能打出2倍攻击力的伤害。若是其武器有1000锋锐值，那么打在自己身上恰巧就是50万的伤害。
再配合脖子的3倍弱点攻击，就是150万。心中大致对这个刺杀者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可他依旧不晓得自己何时得罪过这种强者。郑家派出来的？他去花妖谷是因为接了郑元浩的任务，不，准确说还不是任务，仅仅是郑元浩的一个建议罢了。在花妖谷中，他被打出阴煞流离的被动效果，失去了最重要的一条保命底牌。而后遇到人面猪，被人面猪驮着走。不对，那人面猪也有问题。人面猪是故意引他到刺客的伏击地点。坐在床上，他盘点自己自从来到山阳县后的所有经历，他得罪的好像也就只有码头山的山贼而已。还有江妙玲。江家虽强，但江妙玲已被厉小柔夺舍，且厉小柔也已经走了，江家也不知道江妙玲已死。甚至根据江妙薇自己的述说，现在江家还在不在都是一个问题，又怎么会有能力来找自己报仇？何况就算报仇，你们去找厉小柔啊，找我干嘛？除此外，还有冯晨，也是他杀的，难道和冯家有关？但是冯家应该不知道是他杀的冯晨才对，而且就算冯家知道了，他们又去哪儿找来的这么强的刺客？关键点还是郑元浩，此人引他去花妖谷，绝对有问题。可是纵然他怀疑郑家有问题，却也无可奈何。难道冲上门去质问他们？他们肯定不会承认，就算承认了又如何？自己也无法把郑家怎么样。至于杨默的帮助，聊胜于无。杨默作为县令，必须要和本地大家族搞好关系，他不可能为了厉小柔的一句话而为自己得罪山阳县的各大家族。这一次死亡等级从18又掉到17，全属性各减2点。天宇咒符发动，心力-2，双倍转化为体质，体质在4。原本加成在神念上的属性为2，也被2加上本身的2，一共是-4，双倍转化为力量，力量8。最终属性和17即时一模一样。吴清在春香别院推理刺客的身份，而刺客他死亡的地方，一个黑衣人影手持一柄短刀站在那里，他一脸懵逼地看着空空如也的地面。人呢？怎么不见了？难道还有其他保命能力？我明明杀掉他了才对，怎么会不见了？到处找了半天，确认没有看到吴清，他从戒指中取出一枚罗盘状的物品，摆弄了片刻后，看着上面显示的符号，喃喃自语道：果然没死，奇怪，挨了我这蓄力一刀，他竟然还能活着。就在此时，那差点死掉的人面猪过来用头颅蹭了蹭他的身体，模样极为亲昵。此人看着人面猪的伤势，感叹道：这人面猪就算看我一刀都不会死，竟然被那小子打成了这般模样。显然他不是敏捷型的，表面等级不高，力气却大得惊人。就算不算装备加成，他的基础力量也和我差不多了。但是这也不够啊，以他的实力，怎么可能杀掉李老？第119章声东击西。虚虚实实。吴清坐在床上想了好久，都没有得出一个可能性最大的结论，只觉得这次刺杀挨得莫名其妙。虽然他是玩家不会死亡，但如果被人堵着杀，把他杀回0级怎么办？他现实中的危机可还没有彻底解除，林氏一日不灭，他就一日不能安心。想要灭掉林氏，就必须在轮回中有足够的实力，才能在游戏属性融入现实后，有着左右一切的能力。想了想，既然不知道对方的真面目，那就暂避其锋芒。出门找到一名侍卫，让对方喊杨默过来。片刻后，杨默匆匆而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厉小柔交代过他照顾好吴清，所以杨默对他很上心。吴清将自己遇袭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有人刺杀我，我打算暂时躲一躲。他没有说自己是玩家可以复活，只是说这是自己的一项秘籍，可以在濒死时传送到提前设定的安全之地。虽然杨默早晚会知道他是玩家，但还是让他尽量晚点知道比较好。刺杀？杨默也想不明白会是谁刺杀他。郑家。可是为了什么？站在他的角度，第一个想到的是郑家真正要对付的是他杨默，毕竟他是县令，是山阳县的一把手。但是吴清不这么认为，他还是觉得对方针对性极强，就是奔着杀他而来。你给我找一辆车，给我从南门方向送出城，我去山阴县避一避。刺客不知道他是玩家，虽然会因为找不到他的尸体而疑惑，但是绝对想不到他已经瞬间在山阳县重生。趁着这个时间差，或许可以避开他。至少过了2阶的升阶副本后，就算他依旧打不过那个刺客，但至少也会有与之周旋的能力。可杨默却觉得这样不安全。如果郑元浩真的是有意引你去花妖谷，那么这至少说明他们不敢在县城动手。你待在春香别院，敌人也不知道你就在这里。你在这里安心修行，等敌人离开之后，你再出来。但吴清依旧坚持自己的选择。玩家修行功法只是为了下线的时间不浪费而已，真正想要快速升级，还是得靠杀戮。杨默只好为他安排了一辆车，拉车的是28级四风兽，这种等级的坐骑在县城已经算得上颇为豪华。虽然醒目，但速度够快。
一名侍卫驾车带着他快速从南门出城。当车子来到马头山的山下后，他悄悄从车子的侧门跃出，就地一个翻滚，并未惊动前方驾车的侍卫。而后他迅速钻进密林之中。那辆马车一路疾驰，2个小时后，驾车的侍卫忽然感到身后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没有回头，依旧专心驾驶马车，开口问道：“杨公子，有什么事吗？杨言去了哪里？”但说话的不是吴清的声音，侍卫一惊，就要去摸自己的佩刀。然而一只强壮有力的手扼住他的咽喉，那低沉的声音再次问道：“杨言去了哪里？”侍卫感知到咽喉处大手的力量，明白对方实力远胜过自己，顿时不敢轻举妄动。他只是打工人，没必要为了每个月那3000块钱拼命，当即就知无不搭搭无不尽。当他说完了自己知道的一切之后，忽然感到咽喉上的大手消失，颤抖着回身，身后什么人都没有。他停下马车，打开车门，果然吴清也不在这里。想到那神秘人的恐怖，他不敢继续停留，立刻调转四峰兽，朝山阳县的方向返回。就在他离去之后，一道身影在原地现身，看着返程的车辆，这神秘人沉思道：“山阴县，呵呵，声东击西的小把戏罢了。既然不是山阴县，距离这里最近的就是另一边的全陵县。他的速度不快，我现在追过去，也许能在半路上追到他。就算半路上错过，我先到全陵县附近蹲守，也一定能逮到他。”思虑过后，他咻的一下又消失不见踪影。马头山山脚下的密林中，吴清正全速向山阴县跑去。杨默的这辆车这么显眼，那人肯定很轻易就能查出我们出城的信息。以他的速度追上四峰兽，大概只需要2个小时。到时候他会从侍卫口中得知我去山阴县的消息，但他又在车里找不到我，所以他定然会以为我声东击西要去全陵县，但我偏偏要直奔山阴县去。前世他就是玩脑子的，此事虽然开始走莽夫路线，但这点虚虚实实的东西玩起来还是很轻松的。他没有深入马头山，只在马头山的外围奔走，一路不停。当天色漆黑，明月高悬的时候，他终于来到山阴县门前。好在轮回世界的城池没有晚上关门的习惯，顺利的进入县城之中。他随便找了家客栈，付钱订了一间客房。他身上还有200多银币，住店是足够的。在客栈中吃完晚饭，他盘膝坐在床上，开始修炼冥想，自己则下线休息。从网站部的寝室中睁开双眼，却并不见吴桐。他从床上起身，在桌子上看到一张纸条：“秦哥，我下去和云清姐练拳了。你醒过来后，如果我没回来，你就来下面找我们，还是老地方。”上了个厕所后，他拿上饭卡和房门钥匙，走出寝室到之前锻炼身体的地方。果然云清正在这里指导吴桐练拳。你天赋蛮高的，怎么游戏里不走近战路线？哎，别听他的，咱们不需要男人保护，相反，我们还可以保护男人，哪怕只是游戏里。云清一边指导吴桐的动作要领，一边和他开玩笑。但吴桐却笑着说道：“我听清哥的，他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走辅助路线，而且我的天赋也很适合走辅助路线。”云清闻言撇嘴：“真是的，开个玩笑还能吃到一嘴狗粮。”说话间听到脚步声，他回身看去，便见吴清从远处走来，他也下来了。吴清来到他身边，恭敬地问了声好：“云组长晚上好。”云清道：“正好你也来了，有件事部长让我问问你们的意见。”第120章，你们不愿就无人能强迫。听云清说有事，吴桐也停下练拳的动作。你们2个是出自西红柿孤儿院是吧？吴清点头：“是。”云清道：“听说西红柿孤儿院是林氏集团资助的，林氏集团的老总林志豪愿意资助网站部1000亿研究经费，但是想将你们2个借调到他们自己的游戏工会，好像是叫什么仙灵工会。部长让我问问你们愿不愿意。”来了。吴清神情一凛，林氏集团手眼通天，想要拿捏他们这种毫无身份背景的平民，再容易不过。若他只是单纯的加入网站部，那么林氏1000亿换一个借调成员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但他现在也有了自己的背景，于是他立刻答道：“不愿。当初有人开10亿年薪，我都没去，但龙队长邀请我加入网站部，我直接就同意了，就是想要为国效力。”云清很满意他的说法，如果是其他人这么说，他肯定会嗤之以鼻。但吴清是真的拒绝了10亿年薪来加入网站部，网站部可给不了那么多钱，别说10亿了，1000万都没有。那行，我知道了。云清好像只是来问他们一声，并没有要继续劝说的意思，而且他也没有再问吴桐。既然吴清拒绝了，吴桐肯定也不会同意。吴清好奇道：“组长，我们不同意的话，会不会被强行借调走啊？”云清答道：“不会，我们网站部哪有借调这个规矩？咱们可是隶属于军部，是特种作战部队。你听说过一个民营企业借调军人的？”可是吴清又问道：“他们给了1000亿啊，上面的领导会不会看在这1000亿的款项上，把我们借调出去？毕竟我们不是刚刚加入的，也还不知道什么军队的机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还不算真正的军人吧？云清听到这话，毫不在意地说道：“放心，不可能。部长要是敢强行借调你俩出去，我就去他办公室闹。我龙族好不容易得了2个好苗子，凭什么给我调走？”吴清笑了笑：“谢谢族长。”他没有再继续问下去，有云清在前面挡着，想将他弄出去还真不容易。如果连云清都没用了，那就去找龙峰。龙峰这人不仅正直到接近迂腐，还极其护犊子。他们2个作为龙峰的队员，龙峰不会不管。虽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借调特种作战部队的成员给民营企业，这显然是不符合规矩的。不符合规矩，凭啥还想弄走他的人？用背景，他背后可是身为中将的爷爷，想要压他爷爷一头，那得是上将级别。华夏才几个上将，林氏集团的手还伸不了这么远。想到龙峰，也不知道他和李云香进行到哪一步了。不过这是被云清告诉严梦，龙峰的日子就有点难过了。族长，你也知道我的天赋，法力值为0，就只能练白色品质的技能，所以我想向网战部的战士们收购白色品质的技能，你能帮我发布一下消息吗？白色品质的技能虽然垃圾，但是爆率还真不高，他能有这么多，还是靠着越很多级战斗以及好运来的加持才弄到的。其中2个还是买来的。这些技能虽然垃圾，但好在不耗蓝，只要 CD 好了就可以使用，一个一个练就太费劲了，最好还是弄多点一起练。当白色品质升满级后，只要没有到这个进度，就能化作神通并铸就圣胎。神通是被动，不用升级，但是圣胎等级越高，神通就会越强，而圣胎的等级会随着神通增加而自动成长，所以他想要圣胎发挥威力，就需要许多神通一起加持才行。而白色品质的技能因为垃圾的关系，玩家等级越高，爆率也会越低。趁着现在玩家们等级都不高，趁机收购更多白色品质的技能才是最好的办法。云清想到吴清的天赋，也觉得有些可惜，不能练高级技能，你这天赋有点鸡肋了，虽然前期很强，但后期肯定会越来越吃亏。云清甚至觉得吴清之所以拒绝10亿年薪，就是因为自己的天赋。等到那些大公会知道他的天赋缺点后，肯定就不会再给他10亿年薪了。最初他们不懂，但到现在云清都觉得把吴清招不来是不是亏了。不过想到他还带了个神话级天赋的梧桐来，也不算亏。帮你发消息没问题，但你准备用什么价格购买？白嫖肯定是不行的，那是人家自己的战利品。吴清道：我刚加入网战部，也没钱，购买的话只能用游戏里的钱，1银币吧。只要是我还没有的技能，我都愿意花费1银币1个来购买，并且我来承担传送费用。白色品质的技能大多数在新手村爆出，1枚银币对新手村的人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这个价格肯定是远远超过白色品质技能本身的价值的。云清道：好，我跟各组说一下，让他们问问下面的战士们。虽然吴清可以用网站部内部的软件用发帖子的方式来收购，但他人微言轻，别人未必会去看，还是让云清直接跟各组说一下更加快捷。当然他依旧会发布一个帖子，将自己已经拥有的技能发上去，告诉准备出售的人这些是不需要的。之所以不在全网发布，那是因为他作为1日引发5次公告的玩家，在别人眼中妥妥的高玩大佬，到时候加自己的可能就不只是卖技能的人，一个个去甄别也很浪费时间。次日清晨，云清直接在晨练的时候将这件事公布给了所有人。吴清愿意用1银币的价格收购白色品质技能，有意者去网站部内部 APP 中联系吴清，你们自己商谈买卖。晨练过后，队伍刚刚解散，一人就叫住了吴清，回头去看是青龙战队的队友。这几天他们只在晨练相遇，吴清想要记这100号人还不太容易，但他们记2个新面孔就很容易了。我这里有一个白色品质的技能，叫做金钟罩，我嫌这技能太垃圾了就没学，你要吗？第121章收购技能。要！这是个自己没有的技能，吴清才不管它是否垃圾。网站 App 上加一下好友吧，现在加我的人太多了，你告诉我你的 ID， 我去加你。等吴清回到寝室，拿起网站部配发的手机查看时，发现此时已经有不少人来加自己。他先是在网站部 App 上发布了一篇收购的帖子，实时更新自己已经拥有的技能，而后挨个同意好友申请。不过这些人拥有的未使用的白色品质技能，大部分自己都已经有了，没有的也就只有5个而已。5个就5个吧，慢慢收购。登录游戏，在山阴县的客栈中醒来，他挨个去添加那6名战士的好友，并主动付钱创建物品传送通道，一共花费了9枚银币。他获得了6个白色品质技能。金钟罩 LV1 白色品质技能，3秒内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10点，冷却30秒。寸拳 LV1 白色品质技能，对敌人造成 120% 攻击，并附带 5% 攻击力的灵魂攻击，冷却30秒。铁臂弓 LV1 白色品质技能，上肢防御力提升 10%， 持续3秒，冷却30秒。
狂暴 LV1 白色品质技能，临时降低1点心力和1点神念，临时提升2点体质、2点力量和2点敏捷，持续3分钟，冷却10分钟。冰心诀 LV1 白色品质技能，强制解除1阶及以下灵魂控制，冷却5分钟。破魔斩 LV1 白色品质技能，对目标造成120%攻击力伤害，并削减其5点法力值，冷却30秒。可用手脚及任何武器发动此技能。6个技能有一半都是垃圾。金钟罩降低10点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铁臂弓提升上肢10%防御力，难道要在挨揍的时候用双臂格挡吗？那肯定得用武器格挡啊！用双臂格挡，那纯脑残。冰心诀能解除灵魂控制，这个不错，但是却只能解除1阶及以下的灵魂控制，这就太垃圾了。他现在遇到的敌人使用的控制等级至少都是2阶。不过这个技能随着升级还有不错的开发潜力，算是白色品质技能中后期比较有用的了。狂暴则有些鸡肋，临时降低1点心力和1点神念，在他这里就相当于心力加-1，神念加-1。双倍转化为体质和力量后，那就是体质加-2，力量加-2，和临时提升的2点体质与2点力量完美抵消。唯一的好处是还剩下2点敏捷的临时加成，虽然持续时间很长，但冷却时间更长。他不怕技能持续时间短，就怕冷却时间太长。这些垃圾大部分没用，他根本不指望其效果能发挥多久，可冷却时间长久代表着练级速度会很慢。这里面最好的技能是寸拳和破魔斩，因为这2个都可以用拳头释放，那就可以被烈如铁手增幅50%威力。至于这2个技能携带的额外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5% 攻击力的灵魂伤害，可能还没有别人的精神抗性高呢。萧兰5点更是跟没有一样。他现在面对的对手，哪个的法力值不在1万以上？出门向店家买了1份早餐，他匆匆吃完后便离开这家客栈。但他并未退房，这几天可能都要暂住山阴县，每天晚上返回再开房就太麻烦了。离开客栈后，他一边走一边轮流释放所有技能。这些技能有些是有微弱光效的，这就导致别人看他走路身上一闪一闪亮晶晶，就很奇怪。但他无视了他人眼神，向山阴县另一个城门走去。他来的这个城门出去后是通往码头山的路，但他暂时无法再去码头山了。路上他经过一家府邸，上面牌匾上写着李家，估计就是李云香所在家族。也不知道现在李家是否知道李云香被劫到清风寨的事情，若是知道的话，他们也该去找冯家麻烦了。就在他如此想着的时候，李家大门忽然打开了，几名强者面色阴沉地从中走出。出门后，他们回头对一名衣着华丽的富态中年人说道：“家主，我们一定会找冯家给云香讨一个公道。”那中年人面色严肃：“我李家不是他冯氏可以随意欺辱的，你们先去，我会联系山阴县其他家族，欺辱我李家就是欺辱咱们山阴县，他冯家别想好过。”消息传得还挺快，吴清看了眼李家出动的高手，虽然不弱，但是比起冯家还差了一些。他没有在这里久留，匆匆离去。离开的这座城门所通往的方向同样是云香郡郡城。在击杀几头普通的野怪后，一头披甲剑齿蜥向他冲来。这头野怪形似犀牛，奔跑来如坦克一般隆隆作响。他身上披着一层坚硬的鳞甲，额头上有犀牛般巨大的独角，口中还有一对伸出嘴角的剑齿。这怪物可不是吃素的，他攻防一体，极难对付，等级更是达到了29级。这还是距离县城较近的地方，野怪就有这么强，可想而知，若是要前往郡城，路上还有多少强大的怪物。崩拳，吴清用狼牙棒格挡怪物独角的冲撞，一拳正面轰向其面门。怪物头颅上闪烁出如同黑铁般的光泽，他这一拳下去，感觉当真锤在钢铁上了一般。咚，负1909。披甲剑齿蜥的头颅上也布满了坚硬的鳞片，而且从这一拳中可以看出，他的头颅并非弱点。若头颅不是弱点的话，吴清视线向下瞥去，那么相对柔软的胸腹部就必然是其弱点所在，但是那里很难被攻击到。一拳之后，吴清攻击不停，这头披甲剑齿蜥也在撞击被阻挡后张开蕴含着一对剑齿的大口撕咬他。狼牙棒顶住剑齿蜥的大嘴，吴清再次挥拳，寸拳，负1329。寸拳只有一击，附带的灵魂伤害也没有崩拳的真实伤害好用，这一拳就伤害比起刚才少了许多。但这还没完，寸拳之后他再次挥拳砸下，破魔斩，负1326，同时也消去剑齿蜥5点法力值。接连挨了3次重击，也激发起剑齿蜥的凶性。他铁蹄踏下，强烈的震动波向四面八方扩散。吴清对这一招再熟悉不过，之前就被人面猪用这一招把他从身上震下来，所以当他注意到剑齿蜥抬腿的刹那，身体就跳了起来。第122章杀剑齿蜥，潮虫的诅咒。
剑齿蜥发动的震动波只能将地面震动，虽然伤害不高，但能破坏敌人的重心平衡。但是吴清跳起来后，虽然避免了受到冲击而平衡被打破，可身在空中就很难躲避剑齿蜥的进攻了。剑齿蜥张口撕咬向身在空中的吴清，它的剑齿上延伸出2寸长剑气，散发着极为锋锐的气息。若是被这对剑齿咬中，以吴清的防御，根本就抵挡不了。但他身在空中，并不代表自己就没有应对之法。太极架，太极架并非只能在地面使用，空中依旧可以释放。怪物剑齿咬中太极架状态下的吴清，这股力量瞬间反击到他自己身上。负2625，反击的伤害并不算太高，这还是剑齿蜥此时并未使用防御技能的缘故。但吴清得此空挡，也成功落地。狼牙棒再次挥出，剑齿蜥用额头独角撞上狼牙棒，这根独角和那一对剑齿堪比极品黑色品质的装备。但吴清手中武器是青色品质，加上他本身强大的力量，以及流云甲和流云腰带叠加攻击与防御，他在与披甲剑齿蜥的战斗中逐渐占据上风。崩拳，当他用狼牙棒挡住剑齿蜥的独角时，趁机一记崩拳砸在怪物脸上，而后便是寸拳与破魔斩2件套。这3个技能的冷却时间一样，这3拳的伤害比起刚刚高出了4成。剑齿蜥瞬息间便被打掉了将近1万的血量。此刻剑齿蜥血量降到1半以下，他的瞳孔忽然变成一片猩红，仿佛其中充斥着鲜血。疯狂的嘶吼一声，他浑身都在散发出血色的光芒，蹄子重重地踏在大地上。怪物将头一甩，竟然从额头独角上直接斩出一道剑气。剑气破空，速度极快，双方距离这么近，吴清根本就来不及格挡这道剑气。咚！剑气撞击在他的胸膛上，其中一小段剑气划在他的脖子上。负12932，这还是他在不断战斗中，流云腰带让他防御提升了 40%， 且流云甲减免了 10% 最终伤害的情况下。但是咽喉是人体弱点，这一击触发3倍伤害。好在这是 AOE 技能，范围技能的伤害通常不如单体攻击技能，不然的话，这一道剑气能直接触发阴煞琉璃。披甲剑齿蜥发出这一道剑气后，四蹄踏地向他急速冲来。如今他的速度也比之前快了1半。吴清以狼牙棒抵挡剑齿蜥的冲撞，但是自己反而被其巨大的力量顶飞。这是类似于狂暴的技能。被顶飞的吴清注视着怪物身上红光以及其双眼中的疯狂之色，显然此时的剑齿蜥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灭杀眼前之敌。身在空中无法借力，但他还是努力转动身体，正面对着再次冲来的剑齿蜥。看样子他是想将我挑飞。吴清看到剑齿蜥头颅忽然低下，就知道这头犀牛在打什么主意。果然，当他快要落地时，剑齿蜥低下的头颅猛地扬起，用额头独角去顶吴清。一旦被他顶中，以他这只独角的锋锐程度，不亚于一柄刀锋，那将会被独角直接顶穿。吴清急忙用手中狼牙棒奋力砸向剑齿蜥的独角，借助着这股力量，他没有被刺穿，却又被顶飞了出去。当他即将落地时，剑齿蜥又来顶了一下，他依旧用狼牙棒去格挡犀牛独角，自身虽然没有受伤，代价却是被再一次顶飞。卧槽，无限控！真正的高手想要控制敌人，根本就不需要控制技能，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一切优势来创造控制效果。眼前这头犀牛显然就精通此道，可惜的是，他是孤身一牛。若是此刻他有同伴在，他控制着吴清一直处在被顶飞的状态，由同伴来攻击身在半空的吴清，那么吴清将无法抵抗。但你没有同伴。吴清眸子紧紧盯着剑齿蜥的动作，但他再次落下，即将被顶到的瞬间，发动太极架。负8997，犀牛被自己的力量反击，吴清也趁机落地。他注意到了剑齿蜥被反击出的伤害。从几次用狼牙棒抵挡犀牛角的过程来看，这头犀牛的角除了释放剑气外，攻击力和剑齿差不多，但是这一次反击的伤害却高了许多。这说明剑齿蜥身上的血光为他临时增加的不是基础属性，而是战斗属性。也就是说，他攻击力大幅提升的同时，自身防御却变弱了许多。这技能是一个双刃剑，让他能快速击杀敌人，但自己也更容易被杀。好机会！吴清一棒砸向犀牛角，并且他在砸中的瞬间松开了握着狼牙棒的手。崩拳、寸拳，双拳齐出，砸在犀牛的脑门上。负22975，负18979。这次剑齿蜥没有使用防御技能，自身防御又被自己削弱，双拳下去瞬间暴毙。呼，还是拳头好用啊！吴清先是捡回自己的狼牙棒，再去查看剑齿蜥爆出来的东西。除了一些银币外，还有一本技能书以及一份材料。剑齿蜥角，黑色品质材料，因你并非炼器师，无法查看详情。钢化肌肤 LV1，
黑色品质技能，身体防御力提升 160%， 持续10秒，冷却60秒，消耗300法力。都对自己没用，回头找机会卖出去。杀掉剑齿蜥后，他的血量也恢复了不少，继续向前走去。路上又遇到了几只稍微弱点的怪物，将其斩杀之后，他的血量也差不多回满了。从清晨一直杀到黄昏，他距离再度回到18级也已不远。崩拳，一拳打死一头半人高的马蜂。那马蜂临死前撒在他身上一些极为细微的粉末，是潮虫。当他看到身上这些淡黄色的粉末时，面色凝重了起来，伸手拂动衣服上的粉末，但是无法将其从身上抹除，而且这些粉末还在向他肌肤中渗透，和记忆中的一样。查看属性面板，果然状态栏中多了一个 debuff， 潮虫的诅咒。你击杀潮虫，受到潮虫的诅咒，3天内该巢穴内所有潮虫都能随时感知到你的位置信息，且它们对你的伤害提升 20%。 第123章守株待兔。锹形虫被潮虫诅咒，对于他现在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这头马蜂状的潮虫通常是被当作侦察兵使用，其战斗力并不算高，但饶是如此，这头马蜂状的潮虫也有着25级，可想而知战斗型潮虫会有多么强大。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刚被杀掉1级，现在又被潮虫诅咒，这下麻烦了。被潮虫诅咒后是不能回城的，一旦谁因为回城而引发潮虫攻城，那么此人就会被整个国家通缉。轮回世界可是超凡世界，被通缉后不是躲着就行。比如吴清现在所在的华阳国，一旦被通缉，华阳国中所有人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能认出他是通缉犯，而在玩家眼中，他的真名自动显露且变成红色。击杀红名玩家会有相当丰厚的奖励，而且因为玩家不会死的特点，通缉会一直存在，哪怕死后复活也依旧还在。一旦被通缉，那基本上就等着被杀回0级吧。所以说从现在开始，他不能进入任何城市了，要么被击杀后诅咒消失，要么就灭掉整个虫巢，或者速度足够快的话就一直跑，跑到3天后诅咒自动消失。至于诅咒上说的3天，这玩意儿是能叠加的，等其他潮虫闻着味儿来攻击他时，难道他不反击？一旦击杀新的潮虫，诅咒时间就会叠加，不能再被杀了，也不能一直跑。吴清环顾左右，戒备着四周环境，既然能在这里击杀潮虫的侦察兵，那么虫巢距离此处就不会太远。他不打算逃跑，以他现在的实力，面对潮虫并非毫无胜算。而且潮虫和花妖谷不同，他在花妖谷中灵魂受到控制，无法逃跑，只能不断向深处走去，被无数花妖围攻而死。但潮虫并没有这种大范围控制灵魂的能力，而且潮虫并不会直接倾巢而出来围剿他，他们会先根据死亡潮虫传递回去的信息，派遣他们认为等级适合的战斗潮虫前去复仇。若是复仇潮虫不敌，才会逐渐增加围剿的兵力。所以面对潮虫，葫芦娃救爷爷的战法，他是有机会反杀的。既然如此，那就原地等待吧。潮虫必然会派兵报复，他可以守株待虫，也能同时弄明白潮虫行进的方向，从而反推出潮虫的虫巢位置，这是他最后反杀的关键。但他也不是单纯在原地傻等，向附近转了转，寻找新的野怪，一边战斗一边等待潮虫的报复。1个小时后，他收起刚刚击杀的那头枯骨山羊爆出的一些铜币，看着面前2头仿佛锹形虫一般模样的潮虫，脸上露出一抹微笑。刚刚好。站起身来，他将狼牙棒扛在肩上，顺手把自由属性点加在神念上。他刚刚击杀那头枯骨山羊后，等级再次回到18级，属性的提升让他面对潮虫也更有底气。这2只潮虫足有1米长，浑身覆盖着漆黑而坚硬的外骨骼，其头部前端有一对如同钳子般的大颚，这对大颚能轻松夹断猎物的骨骼，是他们战斗的主要武器。吴清深吸口气，虽然对自己很自信，但是也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性。这对锹甲的等级他看不出来，属性也大部分被遮掩，这说明他们的等级在30级之上。30级的对手他对战过，比如清风寨的3当家朱刚，当时他与朱刚战斗也费了不少力气，但是朱刚是 BOSS 级，而这2头锹甲只是精英级而已，所以这2头锹甲的等级或许比朱刚高一些，但其实力应该比不上朱刚。2头锹甲见到吴清后并未直接进攻，他们抬起头颅打量吴清，并接收吴清身上传来的潮虫诅咒信息，确认这就是复仇的对象。而后其中1头潮虫从吴清侧面迂回，来到他的身后。这些野怪可不是蓝星上普通的虫子，他们有着极高的智商，也懂得配合作战。吴清眼角余光看到1头锹甲来到他的身后，那是他视野盲区的位置，不能让他们彻底形成包夹。他单手提起狼牙棒，向面前这头锹甲冲去，技能全开，
狼牙棒扬起，砸下。这头锹甲以那对钳子般的大颚抵住狼牙棒的砸击，他的身体微微一沉，6只脚刺入土地之中。虽然抗下吴清的力量，但他感觉也并不轻松。顶住狼牙棒的大颚忽然张开后，又是一夹，便将狼牙棒夹在大颚之中。他大颚夹击的力量同样很大，吴清用力能拽动锹甲，但硬是无法将狼牙棒抽出来。算了，送你了。既然拔出来，他也不再浪费时间，身后的锹甲也已冲来，并用头部那对大颚向他夹来。松开狼牙棒，身体高高跃起，双拳同时砸下，崩拳、寸拳，负4124，负3729。当拳头落下的瞬间，锹甲那漆黑的外骨骼上再次闪现出一抹幽光，显然是使用了某种防御技能。这头锹甲被他双拳砸的身体再次沉下去一些，另一头锹甲扑空后，6条腿同时发力，朝着落在那条锹甲身旁的吴清再次冲去。这些甲虫看似笨重，但奔跑起来速度并不慢。他正准备砸回拳打出一记破魔斩，可是看到另一头锹甲的大颚向他夹来，只能放弃继续进攻。这大颚的攻击力虽强，但还不是吴清最忌惮的地方。他忌惮的是，一旦被大颚夹住，自己将无法移动，相当于身体是被控制了。躲开锹甲的大颚攻击，此时刚刚被他攻击的这头锹甲也丢掉夹住的狼牙棒。他刚刚尝试过将这柄武器夹断，但是青色品质的武器岂是那么容易被损坏的？丢掉狼牙棒后，他转身与同伴合击吴清。吴清跃起，跟着这头锹甲一起移动，始终保持在他身体侧面。当随着这头锹甲转了一圈时，正好来到最初攻击的位置，他的狼牙棒就被遗弃在此地。快速捡起地上的狼牙棒，回身砸去，再次被追来的锹甲夹住，再次松手，快步冲上，对着这头锹甲就来了2拳。崩拳和寸拳还没冷却好，他只能一手使用破魔斩，一手使用普通攻击，攻击力就小了许多。负3799，负1192。2拳之后，他便快速向一旁跃开，避免被锹甲的大颚夹到。第124章斩锹甲，巨锹铁腕。咔！锹甲的大颚合拢，互相扣合，爆发出一片火花，足以见得其夹击力量之强。2只锹甲也发现了他想要再次拾取武器的念头，其中一只直接用口气咬着那根狼牙棒，这样既不影响大颚的攻击，又能让吴清无法拾取武器，还挺聪明。失去武器，吴清只能使用拳头作战，虽然随身包裹中还有人骨战锤以及盘蛇点钢枪这些黑色品质的装备，但是他没时间去随身包裹中去拿。2只锹甲逐渐熟悉他的作战方式，配合的也越发完美，让他完全找不到一点攻击的机会，只能不断闪躲。不过他依旧有杀手锏。终于冷却好了，闪转腾挪间，他感受到某种能力冷却完毕，此时崩拳等技能也已可以再次使用。面对一头锹甲的夹击，这次他没有躲避，而是径直迎上。咔！锹甲大颚夹在他的身上，被流云甲阻挡。锹甲的这一击直接让流云甲掉了一点耐久，但是吴清被夹中的同时，一拳正面砸在锹甲的头部。崩拳！锹甲在这一拳中感受到极大的危机，他头部爆发出钢铁般的光泽，防御力被拉到极限，然而并没有卵用。负40.04392，一拳爆杀。这是因为触发了流云套装的第2个效果，每过10分钟，下次攻击将附带5000点碎甲值。被烈炉铁手增幅的崩拳威力本就很强，再有5000点碎甲值将这头锹甲的防御削弱到极限，直接就爆发出13万的伤害，再加上头部的3倍弱点伤害，一拳之威竟能达到40万，和刚开始那3000的伤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之前对战剑齿蜥时，若这个能力冷却好了，他也不会杀得这么艰难。一头锹甲死亡，剩下的一头已经不足为惧。这头锹甲的死也令另外一头极为暴怒。当他击杀这头锹甲的时候，淡淡的黄色粉尘洒落在他身上。若他此时去看属性面板时，就会发现潮虫的诅咒 debuff 被加强了。潮虫的诅咒 LV2， 你击杀多只潮虫，受到潮虫的诅咒，6天内该巢穴中所有潮虫都能感知到你的位置信息，且他们对你的伤害提升 25%。 诅咒持续时间延长到了6天，潮虫对他的伤害也提升了 5%。 暴怒的锹甲进攻时已经不再谨慎，而是极为疯狂。他知道当这位同伴死亡时，虫巢中同时就会收到信息，而后派遣更多更强的潮虫前来支援。他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拖住这名杀害潮虫的凶手，等待虫巢援军。击杀30多级怪物给吴清提供了不少经验值，但是距离升级还是不够。他也明白更多潮虫即将攻杀而来，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算多。提起狼牙棒，正面迎上这头锹甲。锹甲前端大颚闪烁出锋锐的光泽，这应该是他的某种攻击型技能，一旦被其加中，
就算是流云甲，也至少要掉一点耐久，但他不能让装备耐久掉得这么快。虽然流云甲只是青色品质装备，但套装效果堪比蓝色品质。县城中是没有能够修复这种品级装备的炼器师，至少要到云香郡后才能找到这种等级的炼器师。那就太极架负1900，还是太极架好用。挡下敲甲的这个技能后，他以手刀发动破魔斩，劈在敲甲头部，负29021。虽然敲甲即使使用防御技能，但头部的3倍弱点伤害他还是要承受的。此刻的敲甲已然残血，狼牙棒紧跟着砸下，又是砸在了敲甲头部，负5873。但他依旧未死，其血量当真不少。被接连重击2下后，敲甲再次反击，吴清用狼牙棒与其大鳄相撞。这次敲甲没有去夹击他的狼牙棒，因此敲甲也发现了他的徒手攻击伤害好像比武器还高。但敲甲不知道的是，他只有几个拳法技能威力高，单纯的徒手伤害还是不如狼牙棒。疾走也在此刻冷却完毕，他开启疾走，速度倏然加快，与敲甲游斗了片刻后，便用快速转移到敲甲身侧，狼牙棒对着他的背甲砸下，负1957。敲甲转身，他向上跃起，踩在敲甲背部，又是一棒子砸了下去，负1933。敲甲昂起的身体颓然落地，化作一道流光钻进他的身体，成为他升级的经验。与此同时，淡黄色的粉末也侵蚀进他的肌肤之中。先看了眼属性面板，果然 debuff 又增强了。潮虫的诅咒 LV3， 你击杀多只潮虫，受到潮虫的诅咒，9天内该巢穴内所有潮虫都能感知到你的位置信息，且它们对你的伤害提升 30%。 查看战利品有25枚银币以及一件黑色品质的装备。巨锹铁腕，黑色品质护臂，硬度4000。效果1，力量加12。效果2，可释放主动技能巨锹前击。巨锹前击，从巨锹铁腕中释放出一道巨锹之影，对敌人造成4000攻击伤害。结束后，巨锹之影将短暂束缚住敌人，束缚时间最多持续30秒，消耗300法力值，冷却10分钟。使用限制：基础力量大于30。这装备还算不错，加力量以及一个主动技能。这个技能的伤害本身就不低，还有着不错的控制效果。可惜的是，需要消耗法力值才能释放，那就与自己无缘了。梧桐也不适合这个。梧桐听自己的话，主加神念和心力，其力量并不突出，短时间内无法佩戴这个装备。而且这类力量型束缚技能通常与使用者自身力量值有关，不过巨限技能型的控制技能效果也有可能会与释放者的神念有关。这点装备本身并未描述清楚。将其收起，他回忆之前看到敲甲的方向，而后他向反方向走去，这样能远离虫巢，增加潮虫追击自己的距离，给自己发育的时间。他不断战斗，又是1个小时后，一头潮虫出现在自己视野中。咦，他感觉有些奇怪，2头敲甲被自己斩杀，怎么虫巢只派出1支援军？是这援军强到足以将自己秒杀？他试图查看这头潮虫的信息，结果依旧是一片问号。这说明这头潮虫还是30级以上的强者。第125章大力神甲虫。这只潮虫飞在空中，它的翅膀发出强烈的震动声。当确认眼前目标就是仇敌时，它收拢翅膀，站在地上。它将翅膀收入甲壳之中，那是它的鞘翅，用来保护下方的翅膀。它的身体很大，足有1米长，体表同样覆盖有一层坚硬的黑色外骨骼，头部则长有一只80厘米长的角。不仅头部有角，其前胸背板同样有一只角，这只角更粗更长，稍稍向下弯曲，足有1米。这模样便仿佛蓝星上的长脊大兜虫。其又名赫拉克勒斯大力神甲虫，能够举起自身体重850倍重量的物体，力气比蚂蚁还大。吴清认的这种潮虫，其特点也和长脊大兜虫类似，那就是远超其等级的力量。怪不得虫巢只派出了1只潮虫来执行复仇任务，原来是这种大力士。但是这只潮虫依旧是精英级，吴清打算试探一下，看看其实力如何。流云套装的碎甲效果还有2分钟就可以再次生效，面对这只大力士，他并非完全没有胜算。单手握着狼牙棒，他与这头潮虫对峙。潮虫也并未贸然出击，能击杀2头敲甲，这说明敌人实力不俗。虽然他来的时候得到的消息是1头敲甲战死，但是到这里之后只看到敌人1个，这说明2只敲甲都已战死。他以头角对着敌人，6只腿紧紧抓住大地，和敲甲相似。他虽然也能飞，但战斗时却是习惯于在地面。从他的感知中，敌人并不算强。虽然不知敌人是如何击杀2只敲甲的，但他还是决定先试探性进攻一次。潮虫6足蓄力狂奔，胸角和头角如同2支长枪一般刺向吴清。狼牙棒正面抵挡，吴清感到一股巨力袭来，狼牙棒被撞的差点反击到他自己身上。
被潮虫顶得后退了好多步，这是力量被碾压了。他如今力量在装备的加持下高达176，在潜能激发的加持下，他的力量更是能达到193。通常30级的生物力量不会超过150，但这只潮虫显然天赋异禀，它们也有着自己的种族天赋，就如同人类的先天天赋一般。想要让吴清有被碾压的感觉，这头潮虫的力量至少在250以上。虽然其敏捷并不突出，但强大的力量依旧赋予了这只潮虫强横的攻击力，不能与其硬拼。走莽夫路线的吴清遇到了比他还莽撞的存在，只能避其锋芒。然而潮虫速度不快，也只是相对于他那强大的力量而言。对于吴清来说，他的速度也不慢。吴清与之游斗，偶尔躲不开的就用狼牙棒格挡其大脚冲撞，每次都会被顶得后退好远。他在防守中寻找机会，也在等待流云套装的碎甲效果冷却完毕。当这头潮虫大致摸清了吴清的实力后，也不再试探，而是全力进攻。这头潮虫全力冲锋的威猛架势不比之前的披甲剑齿蜥差，当昆虫体型等比扩大后，其危险程度比其他生物还要高。吴清集中精神，在其冲来的刹那翻滚躲避到旁边，偶尔还能攻击到这头潮虫身上，但其坚硬的外骨骼为其挡下了大量伤害。吴清每次攻击的伤害并不高。潮虫又一次冲来，这次吴清刚刚准备躲闪，但潮虫忽然加速，一头撞在他的胸膛上。负6325，他的冲击伤害竟然能透过流云甲直接伤害到吴清的身体。流云甲的耐久度也再次减1，吴清被他顶着飞出去几十米距离，身体刚刚落地，便见这只潮虫再次冲来。潮虫的6只脚也同样锋利的仿佛镰刀，他抬脚踩下，要将地上的吴清撕碎，赶忙就地一滚，躲开潮虫踩踏。从地上翻滚站起身来，他看向这头潮虫的目光也变了。终于等到这一刻了，流云套装的碎甲效果已经冷却完毕，接下来就是等待一个能将这头潮虫致命的机会。和锹甲不同的是，这头潮虫头胸部的背面被2只脚覆盖，要想攻击其头部，就只能从正面攻击或者从下方攻击。但是正面攻击要面对那比长毛还锐利的双脚，从下方攻击的话，好像也没什么机会。吴清没有贸然出手，依旧在游斗中等待。忽然，这头潮虫似乎有些不耐烦了，他的2只脚在某种力量的作用下变成了暗金色，目光瞄准吴清。下一刻，吴清的胸前就出现了一个靶子模样的圆环。吴清认得这是一种追击技能，但并不是追踪导弹那样能不断转向攻击目标，而是能够瞄准这个靶子发动冲锋，极大的增加冲锋速度。对于冲撞类能力来说，移速就是攻速，移速越快，冲击力也就越强。再看看这只潮虫头顶那暗金色如同刀锋般的长角，一旦被其顶到，就算是流云甲，估计至少也得掉5点耐久，而且冲击力越过流云甲，冲进他体内也会给他造成高额伤害。知道很难躲开，他也没打算躲避，正面和潮虫对峙，甚至连狼牙棒都暂时丢在地上。这只潮虫不太理解他为何要丢掉武器，但是无所谓，他的2个技能都已发动，无论敌人有什么花招，都要死在他这一招之下。咻！潮虫如同一支离弦的利箭冲向吴清。就在这一刻，吴清瞪大双眼，屏息凝神，已经紧张到了极致。就在潮虫的掌角即将击中他的胸膛时，他忽然摆出一个奇怪的姿势，太极架。砰！这头潮虫冲来的威势有多猛，被反击的力道就有多大。负23896，潮虫被反击的力道冲得原地一滞。吴清已经解除太极架暴起，越过那对大脚，他开启急走瞬息间冲到潮虫面前，一只拳头在其眼前迅速放大。崩拳！负184014。砰！这头潮虫的防御比之前的锹甲还强，虽然被太极架反击了个猝不及防，但依旧在吴清杀到时开启防御技能，不然的话，碎甲值能将其防御清零，这一拳能打出3亿的爆炸伤害。可饶是如此，头颅弱点3倍伤害下，这头潮虫也一命呜呼。只要虫潮按照这个节奏一个一个来送，他迟早能将所有潮虫尽数斩杀。第126章大力神之星。赵丽看了眼潮虫诅咒的变化，潮虫的诅咒 LV4， 你击杀多只潮虫，12天内该巢穴中所有潮虫都能随时感知到你的位置信息，且它们对你的伤害提升 35%。 诅咒等级又提升了，也不知道下一次被派来的会是什么等级的潮虫。这头潮虫等级远超过他，击杀后爆出了一件特殊材料，大力神之星特殊材料，直接服用后，你将永久提升随机10至30点力量值，并有 1% 概率觉醒神话级后天天赋大力神。大力神基础力量提升时都将额外获得1次等额力量值的永久提升。大力神之星只有第1次服用有效。卧槽！神话级天赋！吴清惊叹，心中纠结是否要直接服用这颗大力神之星。
前世他听说过大力神之心，这是一种极其稀有的材料，甚至他都不知道这东西是从哪儿爆出来的。没想到今世竟然从一只精英级潮虫体内爆出来了。是所有这种类型的潮虫都有机会爆出大力神之心吗？他不知道，但前世他曾经参与过的一场拍卖会中，就有人拍卖大力神之心，直接拍卖出了天价，比金色品质装备和金色品质技能还要昂贵。一旦他让人知道自己有大力神之心，立刻就会引来整个轮回世界的追杀。那高高在上的大佬也会放下面子，亲自来追杀他，就为了这颗珍贵的材料。大力神之心对于强者无用，因为30点力量对于强者来说聊胜于无。他们赌的是大力神这个神话级天赋，可他们的等级已经很高，大力神的天赋会从诞生那刻起才会生效，以前已经加过的力量是不会获得等额提升的，这就太浪费了。但是他们可以给自己看好的族中小辈或者传人，一旦能觉醒大力神的天赋，将一跃超越同级之人，成为天之骄子。何况那些被他们看好的人本就是拥有神话级天赋的天之骄子，那就会成为天才中的天才，骄子中的骄子。他之前在黑石村时曾击杀活死人之王，获得活死人之王的心脏，那颗心脏就与这颗大力神之心有异曲同工之妙。除了能获得10点永久体之外，还能有1%概率获得一个名为铜皮铁骨的后天天赋。但这个后天天赋并非神话级，只是稀有级罢了，算不得特别珍贵，完全无法与大力神之心相媲美。可是1%概率太低了，如果他的好运来是神话级天赋，他或许会尝试一下。可惜不是，他赌这1%的概率，还不如以后卖出去，那些好处是真实的。定了定神，他忍住心头渴望，将大力神之心收起来，除非以后能把这个概率提升起来，不然的话他不打算服用。继续向与虫巢相反的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战斗。途中潜能激发这个技能也提升到了2级，潜能激发 LV2 白色品质技能，瞬间恢复20点生命值，并提升15%力量和体质，持续15秒，最大生命值每降低10%，则生命恢复与属性提升，提高10%，冷却5分钟。这个技能能百分比提升属性，算是白色品质中比较好的技能了，也是对它用处最大的技能之一。升到2级后，生命值的回复可以直接忽略，但那15%的属性提升还是不错的。1级时只能临时提升10%，现在又增加了5%。天色已经昏暗，按理来说他现在该下线了，但他被潮虫追杀，一旦下线就有死亡的可能。给梧桐发了个消息：青哥怎么了？我正准备下线。梧桐很快就回复了回来。吴青道：我现在被潮虫追杀，暂时下不了线了，你先去吃饭，可能明早还得帮我跟龙队长请个假。网站部特殊情况可以请假不参加晨练，他们的主要工作便是轮回这款游戏，工作的重要性高于晨练，但是也要说明理由。吴青将自己现在的属性面板信息，尤其是潮虫的诅咒的详细介绍发送给龙峰，不过龙峰没有回复，应该是已经下线了，所以他才让梧桐代为请假。之前他与几头潮虫战斗时也有录像，将录像一并发送给龙峰，证明潮虫的强大，这些是作证。等明天他下线后，还要再写一份书面报告，简单交代一下请假理由。有危险吗？梧桐担忧地问道。傻丫头，这是游戏，能有什么危险？无非是死一次掉1级罢了，但我不太想掉级，所以要多在线上待会儿，解决了这个危机再说。不是，梧桐明白他会错了意。我不是担心你的游戏角色是否安全，我是担心你的身体。一直待在线上，大脑得不到休息，身体也没有营养补充，你本来就有心脏病，身体还弱，这么下去你的身体会很危险。吴青沉默了片刻，他其实对自己的身体不太担心，前世他都没死，今世跟着云清练6字诀和浑元桩后，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好了不少，肯定更不会在游戏属性融合现实前暴毙。他现在只想尽快提升实力，这样以后才有报仇的可能。而且那个在花妖谷外暗杀自己的人，他至今不知那是谁，又为何要杀他。若是他不能快速升级，获得应对那人的实力，自己就极有可能被堵着杀到0级，所以他才不愿再被潮虫杀掉1级。以他约这么多级战斗所获取的经验，也要1天才能升1级。那杀手在全灵县找不到他，很快就会来山阴县查看，他不能浪费时间。放心吧，我没事。他只能这样说。但梧桐还是说道：那你至少吃个晚饭，精神得不到休息，不能连身体都没有营养补充吧？你设置警戒模式，一旦游戏里遇到危险，你可以随时登录，我在你身边，可以护着你的身体。吴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哪怕不为了补充营养，也要为了让他安心而去吃个晚饭。好，我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下线，你等我，今天晚上不锻炼了，直接去吃饭，吃完饭我再上线。第127章，这点负重算什么？锹甲和长脊大兜虫都是在他击杀前一个潮虫之后1个小时才出现，这说明虫巢距离他大约是1个小时的距离。
1个小时内吃完饭回到线上，应该不会有问题。路上找到一个小山洞，他钻进去后，用一块巨石堵住洞口，盘膝开始修炼冥想，设置了一下警戒模式后，自己则离开游戏。所谓警戒模式，是轮回世界玩家特有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玩家下线后，一旦游戏中的角色受到攻击，轮回会直接用脑电波通知玩家，就算玩家在睡梦中，也会被这股脑电波惊醒。如此一来，玩家就能及时回到线上，来应付角色遭受到的危险。下线看到梧桐已经醒来，你那个诅咒如果2、3天都无法解决，难道你要2、3天都不下线吗？之前在线上说的不详细，梧桐不是太理解为什么他不进入县城。县城一般都有阻隔野怪的能力。离开寝室前往食堂的路上，吴清和他详细解释了一遍。所以我暂时不能下线，现在潮虫一个一个送，我能趁此机会快速升到20级。等我过了2阶的升阶副本后，也许能灭掉虫巢，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梧桐道，那也不能在线上待太久，最多2天，如果还不能解决，你必须下线休息，就算被杀掉1级也要下线。他说得很严肃，吴清只好答应下来。好，2天，2天升2级，再过一个升阶副本，看似很难，但是虫巢会定期派来高等级的巢虫，越级击杀获得的经验值很多，而且这2天不睡觉，每天练级的时间都能多出10个小时，未必没有机会。下楼看到云清还在那里锻炼，他提前去跟云清请了个假。可以，你这个诅咒解决后再补个请假说明，而且不能在线上太久，你的身体会撑不住。云清很开明，直接就同意了。谢谢云组长。告别云清后，2人前往食堂就餐。饭后2人刚走出食堂，吴清忽然得到轮回警告，自己的角色正在遭受攻击。他连忙说道，彤彤，扶我一下，我游戏里受到攻击了。说罢，他便闭眼登录到游戏上，而他现实中的身体一软，被吴桐及时搀扶住。清哥，吴桐只听到吴清急切地说要回到线上，然后身体就软了。好在他体格一直都很好。进入网站部后，每日晨练，还跟着云清练拳，身体素质又提升了一些。加上吴清身体相对瘦弱，他才能将其扶住，不过依旧有些吃力。众所周知，抱活人容易，抱死人就死沉死沉的。昏迷的人、没有意识的人都和死人差不多，他们在被抱的时候不会配合用力，就很费劲。现在吴清意识进入轮回，身体和昏迷了一样，吴桐费劲转动身子，将他背在背上，极为吃力地往寝室的方向返回。路上遇到还在练拳的云清，吴清他怎么了？心脏病发作了？他以为吴清心脏病又严重了而导致的晕厥，连忙说道，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拿手机给医院打电话。吴桐连忙叫住他，云姐，不是的。云清疑惑地停下脚步，他解释了一遍之后，云清这才松了口气，不是身体出问题就好。他也真是的，就这么把自己丢给你了。说话间看到2名要去吃饭的战士，他喊住了2人，张超，你们2个过来一下。这2人都是龙组的，但不属于龙峰的青龙战队，而是黄龙战队的成员。云组长，2人闻声而来，对云清问好。你们帮吴桐把吴清抬回去，他这会儿有急事上线了。好，上司的命令又是同袍之情，2人自然不会拒绝，但吴桐却拒绝了。不用了，云姐，不麻烦2位同志了，我来就行。你行吗？云清狐疑地问道。吴桐笑道，云姐，你不是经常说我们女人也不输给男人吗？而且我可是军人，这一点负重算什么？云清闻言也笑了，这话说得好，我就说你这小妮子很对我脾气。对张超2人道，不用帮忙了，你们去吃饭吧。2人答应一声，但还是对吴桐道，有需要的话尽管开口，吴清这小子运气可真好啊。云清对他们说道，羡慕吧，我都有点羡慕了。几人说笑几句，确认吴桐不需要帮忙后，便离开这里去往食堂。吴桐独自背着吴清返回寝室，身后云清看着吴桐吃力远去的背影，摸了摸自己洁白而光滑的下巴，自语道，不错不错。目送吴桐进入大楼，他正要再打一套拳就去吃饭，却见一名青年急匆匆走来。云组长，那人远远的就对他打招呼。云清停下准备练拳的动作。小涛，部长有什么事吗？此人名为江涛，是部长办公室秘书，他出现来找自己，基本就代表着是部长张卫国找自己有事。云组长，部长让您过去一趟。大晚上的找我干嘛？云清疑惑，但还是跟着江涛前往部长办公室。网站部部长办公室，当云清进去之后，发现这里并非只有部长张卫国一人，2位副部长刘振军和周威也都在。这就奇怪了，2个副部长一般很少来部长办公室，他们一起出现，这就代表着一定有事。首长，云清进来就行了个军礼。张卫国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小云啊，坐。
云清也不客气，说做就做。张卫国道：“你对吴清和吴桐两个人了解多少？”云清更疑惑了，两个新人为何部长如此在意？虽然吴桐是神话级天赋，但他们网站部里神话级天赋的也有30多个呀。这屋子里的4人全部都是神话级天赋，而且部长这么问，显然指的并不仅仅是游戏天赋那么简单啊。指哪方面？他们两个有什么问题吗？他和两人虽然有过面对面交流，但了解的其实也不多。第128章强制戒掉的命令。刘振军道：“上面要求必须把他们两个戒掉给林氏集团的仙灵公会，说是做交流。”云清闻言一愣，为什么？这不合规矩，而且上面为何非要他们两个过去？周威解释道：“这你还看不出来吗？林氏出资1000亿，用来资助咱们网站部的研究，这肯定是林氏的要求。但是我们很奇怪，林氏为何非要他们两个？上次云清奉命询问过吴清两人的意见后，便将他们不愿意的回答回复给部长。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上面就强制要求将他们两个戒掉过去。我们本来以为他们不愿意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上面强制要求把他们戒掉过去，这就很奇怪。上级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张卫国道：“我和老周老刘商量过了，也没办法，只能照做。你去通知吴清两人，3天后会有人接他们去林氏集团的仙灵公会。”云清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部长，这不合规矩，哪有从军部借调人到民营企业的？”张卫国无奈地看着他：“你跟我闹也没用，我也得听从上级的命令。”刘振军也劝说道：“小云啊，其实借调到林氏集团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坏事，他们在网站部的编制不会取消，林氏集团还承诺给他们1亿的年薪，要知道这个薪水在咱们网站部可是拿不出来的。”云清驳斥道：“人家吴清连10亿年薪都拒绝了，就是想要为国效力，怎么会看上1亿年薪？咱们现在把人往外赶，岂不是让人寒心？”周威皱眉，用手拍了2下桌子。云清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林氏集团无偿资助我们1000亿，换句话说，他们两个被借调到林氏集团一段时间，就能为我们赚取1000亿，这难道不是为国效力？那也不行。云清梗着脖子和周威对峙：“这不合规矩，那就不能做。”被云清顶撞，周威也有些生气，他面色严肃起来，正准备斥责云清，就被张卫国阻止。“行了，老周少说2句。”又对云清道：“命令不是我们下的，我们只能执行，你在这里闹也没用。而且老周说的没错，于国他被戒掉有功，于私也能增加他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小云，你将这些跟吴清他们讲讲，开导一下他们，他们未必还会这么反对。而且反对也没用，这次是上面下达的命令，不是商量。你还有他们两个都只能服从命令。”话说到这个份上，云清知道继续闹下去也没用了，他最后问道：“有正式批文吗？”张卫国摇了摇头：“甘将军下的令，听说还有中央的指示。”云清大致明白背后是怎么回事了，便告辞离去。离开后，他也没去吃饭，而是去吴清和吴桐的寝室。他们两个虽然有2个寝室，却是住在一起。吴桐打开房门：“云姐，有事吗？”云清进去看了眼躺在床上的吴清：“啧，你们2个住一起啊？给你们分配2个房间都浪费了。”接着便说出自己的来意：“上面要强制戒掉你们去林氏集团。”啊！吴桐有些惊讶：“云姐，您不是说这不合规矩，我们只要不愿意就不能被戒掉走吗？”云清听到这个老脸顿时一红，自己刚打的包票这就要被打脸了。他直接说道：“你们在网站部的编制会被保留，林氏给你们开价1个亿的年薪，这些薪水在我们网站部是拿不到的。所以最后问一遍，你们是否愿意接受戒掉？”吴桐有点搞不懂了，不是说上面强制戒掉吗？云清有些不耐烦：“你就说愿不愿意吧。”吴桐道：“当然不愿意。清哥说要报效国家，我们才不去给资本家打工。”云清点了点头：“好，我知道了。你的决定能代表吴清的意见？”“能。”吴桐斩钉截铁地说出能字。云清对他们2个也有点了解，相信这吴桐能代表吴清。行，剩下的事情你们不用管了，我来解决。说罢也不给吴桐询问的机会，转身离去。离开的路上，他掏出手机给龙峰打了个电话：“你在哪儿？”“食堂，在那里等着我。”匆匆赶往食堂，他连饭都没打，就去找龙峰的位置，却见龙峰桌子对面，严梦和陈静也在。看到云清过来，龙峰赶紧跟他招手：“云组长，这里。”云清走来，严梦和陈静也与他打招呼：“云姐。”云清坐在，直接对龙峰说起刚才的事情：“这是不合规矩，他们是你的队员，你看着办。”龙峰听罢，脸色立刻严肃了起来：“这也太荒谬了！我们网站部事关国家机密，队员岂能随意外调？”云清叹气：“部长他们也没办法，所以我只能来找你了。
龙峰道：“好，明天我就给爷爷打电话。这个时间段，老爷子肯定是睡觉了，龙峰也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就打扰老爷子休息。”严梦好奇地询问具体发生了什么。云清说了一遍后，对他笑道：“梦梦，要不要来我龙族啊？”严梦立刻摇头：“那不行，白族长会杀了我的。”别怕他。云清一把搂着他的肩膀道：“只要你点头，老白那里我去搞定。而且我让你做青龙战队的副队长，要不让你当队长也行，龙峰给你当副队长。他现在在游戏里搞了个压寨夫人，你要是不看着点他，这小子就该飘了。”正吃饭的龙峰，梧桐送走云清后，立刻上线将这件事发送给吴清，不过没有得到回复。想想他匆忙上线，现在肯定在战斗中，没空去看消息。发送完这件事后，他又嘱咐了一句吴清，让他明早别忘了早饭，而后便下线洗漱休息。吴清此刻的确没空去看他的消息，匆匆上线后，好在只是几头23级到25级的普通野怪击碎了他布置的巨石后，再攻击他的本体。上线时自己被攻击的只剩小半管血。第129章鬼术蛇妖螳螂刀法。来不及取出狼牙棒，吴清徒手相迎，在5000岁假肢的帮助下，一发崩拳秒杀其中一头腐烂爬行者，其余4头也在10分钟内被他解决。收起这些腐烂爬行者爆出的战利品，他走出洞穴，继续向远离虫巢的方向前进。半个小时后，正当他与一头鬼术蛇妖战斗时，身后一道锋刃忽然斩击在他的后背上。这道锋刃大部分被流云甲挡下，但还是有一小部分伤到了他的胳膊。负12976。吴清一惊，急忙翻滚躲避鬼术蛇妖释放出的冰霜法术。他回身看到一头青色螳螂模样的野怪飞在天空之中，其前肢一对螳螂刀对着他挥动，又斩出了2道锋刃。锋刃太快，不可能躲开。他用狼牙棒砸向其中一道锋刃，左拳挥出挡住了另一道锋刃。虽然他被锋刃的冲击力击退，但是自己并未受伤。他的手上是青色品质全套烈炉铁手，硬度极高，足以抵挡螳螂锋刃的攻击。又是一头潮虫。随着这头螳螂状潮虫来到此地，和他对战的鬼术蛇妖也停下施法的动作。这头蛇妖上半身是类似人形的怪物，下半身是蛇，他的手上还握着一根法杖，能够施展冰系和毒系的法术。这头鬼术蛇妖应该在31级左右，吴清和他战了很久，马上就要将其击杀时，却被这头螳螂状潮虫搅局。来的真不是时候啊！不仅是因为自己这边战斗尚未结束，也是因为他刚刚才使用过流云套装5000岁假肢的一击。那青螳螂身上覆盖着一层光滑而明亮的外骨骼，其防御力必然不低。没有这一个杀手锏，他想要将其击杀就会很困难。但好消息是，这次虫巢依旧是只派出了一只潮虫。虽然这只潮虫的战斗力显然比之前的长脊大兜虫还要更强，但是在自己接连击杀潮虫侦察兵、2只锹甲、1头长脊大兜虫的前提下，虫巢依旧只派出一只追击者。这种情况就和自己对潮虫的了解有些不同。潮虫等级森严，拥有极强的社会性，他们的复仇通常会有几只强大的潮虫带领一批稍弱的虫兵一起去攻击凶手。但是现在每次都是1-2只，这让吴清觉得，难道虫巢出了什么问题？正思索间，螳螂又劈出2道锋刃，一道攻击他，一道攻击鬼术蛇妖。虽然鬼术蛇妖身上没有潮虫的诅咒，但是螳螂要清场，以防出现意外。卧槽，你别抢我人头啊！吴清一棒子砸碎了一道锋刃后，趁着鬼术蛇妖法术被锋刃所破，挥舞蛇杖的他被锋刃击飞时，迅速冲到蛇妖身边，一棒子砸在蛇妖7寸处，将其送走。蛇妖爆出的战利品他没空去捡，击杀蛇妖是为了蛇妖的经验值。来吧，现在只剩我们2个了。他深吸口气，正面对着螳螂。这螳螂状潮虫虽然不会说人话，但是智商不低。他见锋刃奈何不得吴清后，便从空中落下，4足着地，双刀摆在面前。相比于锹甲和长脊大兜虫的笨拙，他才更像是一名战士。他是天生的刀客，那一对螳螂刀是他与生俱来的武器，其血脉之中也流淌着对刀之道的感悟。精修刀之道与风之道的怪物吗？吴清右手提着狼牙棒，左手握拳，紧盯着螳螂的一举一动。他现在血量只有1半，容错率大大降低。从刚刚螳螂锋刃击中自己胳膊上的那一击来看，若被正面击中头颅，自己将直接暴毙。不过自己头上戴着流云盔，弱点方面倒是不用太在意，只要保护好4肢，面部和脖颈不被攻击到，自己身上的这一套流云护具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碎的。螳螂注视了他片刻，能感受到他体内蕴含的强大力量，但也仅此而已。在螳螂的观念中，觉得这种力量还不足以击杀2只锹甲和他们的潮虫大力士。吴清也在查看螳螂的属性，依旧是一片问候。而且令他稍微感到心安的是，
这头螳螂同样是精英级，不是 BOSS 级，那就有机会。他不再犹豫，提起狼牙棒，主动冲上。这头潮虫体长1.4米，上半身半直立起来，如此庞大的昆虫看起来颇为骇人。当，螳螂刀与铁棒交击，竟然发出金铁交鸣之音。不过令吴清欣慰的是，这头螳螂因为也会修炼风系元素，所以它的属性应该相对比较均衡。不出意外的话，其力量、敏捷和神念会相对突出，但力量还是比吴清要稍差一些，应该在170左右。通过一次交手，吴清迅速推断出这些信息，前世脑子好的作用，这一世也能得到少许余音。螳螂没有释放技能，而是以刀法和他对战。吴清一条铁棒，一只铁拳，勉强与其招架。这头螳螂深谙刀法，齐斩、劈、削、撩等等诸多技法信手拈来，而其格挡招架闪避也往往在最妙关头。前世的吴清走法师路线，并未深究近战之法，而且彼时他身边也有团队合作，几乎不需要他去近战。他的近战技巧还是在团队集合之前锻炼的，以及长久与队友配合时对队友的观察得到的一些经验，远比不上这头潮虫源自于血脉中的刀法传承。这一世他走近战路线后，技法的磨砺也才刚刚开始，自轮回开服至今也才10几天而已，还不足以成为一代武学宗师。所以战斗并非只看属性，战斗过程中会有多种因素影响最终战斗结果。吴清在吃了几次亏后，开始以防守为主，他在学习螳螂的战斗技巧。虽然他不用刀，未来也未必用刀，但是近战技巧是相通的，他学习的就是这些相通的地方。同时他也在学习中寻找螳螂的破绽。当他的铁棒再一次与螳螂刀撞在一起，撞击处甚至还擦出了一缕火花。螳螂刀上忽然有风之漩涡在刀刃上盘旋，吴清立刻警觉起来。但这道风之漩涡并未变大，而是附着在刀刃上，刀刃隐藏在流动的风中，竟然在视觉上形成了隐形的效果。第130章，等待绝杀之机。看不见的敌人很难缠，看不见的武器同样可怕。这样一来，敌人就无法从视觉上确认刀的长度和挥斩的角度，极容易判断失误。而且锋刃附着刀刃，也为刀刃提供了额外的切割能力。不过风的流动是隐约可见的，吴清迅速回忆螳螂刀的长度和宽度，并从螳螂臂摆动的方向来判断螳螂刀的攻击轨迹。当当声不绝于耳，那是螳螂刀与狼牙棒快速碰撞产生的声音。咻！吴清胸口遭到重击，被巨大的冲击力击退数十米，双脚在地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印记，他的血量也掉了100多。这还是被流云甲挡住锋刃的结果，如果直接斩在他身上，他剩的这半管血瞬间就会被清空。但是螳螂攻速太快，再加上双刀隐形，他应对起来十分吃力，敏捷不够，神经反应也跟不上，所以他在感觉接不住的时候，就会主动用流云盔或流云甲来抵挡。虽然这会使得这2件装备的耐久度掉得很快，但是为了保命，也不得不出此下策。可纵然有盔甲做缓冲，刀锋的冲击力依旧能打掉他一部分血量。幸好这螳螂的武器是利器，如果是钝器的话，哪怕有盔甲阻挡，也能隔着盔甲造成一部分钝击伤害。这种装备之间的互相克制，也形成了不同的战斗风格。力量型选手往往会选择穿重甲用钝器，敏捷型选手则会把自己的速度优势发挥到极致，以轻型护具为主，武器也多为利器。这头螳螂既不是纯力量，也不是纯敏捷，它是力量与敏捷兼顾，甚至还兼顾了神念。均衡就导致各种属性都不突出，所以吴清才能有胜利的机会。身体多次被斩中，他也曾尝试用崩拳和寸拳攻击螳螂本体，但都被螳螂敏捷的躲开，导致他技能打空。他的流云甲和流云盔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耐久各掉了2点。这么打下去，这件青色品质的装备早晚要被螳螂刀给拆掉。每次被攻击到身体，他都要掉100多血量。以螳螂的攻速，他如今已经被磨掉了2000多血。这头螳螂型潮虫很稳健，似乎就想这么将它磨死。此刻流云套装的5000碎甲效果已冷却完毕，但他没有急着使用，他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绝杀的机会。他坚信虫巢出了什么问题，这螳螂不可能一直跟他慢慢耗下去，所以螳螂的耐心肯定也快要被磨没了。他在等待螳螂使用爆发性的技能。精神集中，他的神经反应不如螳螂，如果第一次失败，那么自己就可能会栽。缭绕在刀刃上的风一直没有消失，那么这应该是一种没有冷却时间、持续消耗法力值的技能。只要螳螂的法力值撑得住，这个技能就能一直开启。终于又是10几分钟，在他血量只剩5000多的时候，这头螳螂终于忍耐不住了。大量风压在其刀刃上凝聚，狂风吹动树叶沙尘，吴清的发丝也随着风在浮动。轰！大量狂风忽然爆发，如刀般的锋刃划过他的脸颊、手臂等一切裸露的地方。
-15、-13、-16、-12。每一道的锋刃伤害都不高，但是锋刃密集又繁多，这就是元素系技能的好处。持久的范围攻击，除非全包是重甲，不然的话，敌人总有防御不到的地方。以他的防御，原本锋刃还达不到这么高的伤害，但是有潮虫诅咒的伤害加持，让他掉血很快。吴清顷刻间就被打掉了2000多血，但他依旧在死死盯着螳螂的动作，在防守中等待。一阵狂风过后，螳螂身后翅膀再度弹起，翅膀快速击打空气，发出嗡嗡声。覆盖在一对螳螂刀上的风已悄然消失，一抹寒光在螳螂刀上亮起。终于忍不住了吗？吴清盯紧螳螂双刀，这对刀刃斩下的那一刻，甚至在空中还留下了一道残影。快！急速的一刀。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一刀仅从这爆发式的速度就能看出其威力何等不凡。吴清瞪大了双眼，感觉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他手中狼牙棒都已经丢掉。忽然他双手抱球，太极架。此时螳螂刀距离他的咽喉只差毫厘，可就是这毫厘之差，却使他撞在了一层玄奥的气流上。砰！这一刀来的有多快，反击的力量就有多强。-46644。螳螂遭此重击，身体顿了一刹，就是这一刹，吴清一发崩拳就对着他的脑袋砸了下去。砰！吴清速度虽然不如螳螂，但也不慢，刹那之间崩拳便已轰出。这头螳螂防御不弱，但是比起前面的锹甲和长戟大兜虫还是差了一些，而且他好像并没有防御型的技能，一发蕴含着5000碎甲值的攻击，直接就将他防御削成了0，再加上投入弱点的3倍伤害，吴清都没数过来那一长串伤害数字。一片淡黄色的粉末从螳螂身上洒出，侵蚀进他的肌肤之中。强大的螳螂化作流光，成为他的经验值。这头精英级的螳螂估计得有35、6级，几乎就将他18级后面一半经验值补满。只要再杀几头普通怪物，他就能再次升级。果然，想要快速升级，就得越级打这种超强的怪物。他俯身捡起刚刚丢掉的狼牙棒，再去查看螳螂爆出的战利品。疾风之刃，青色品质武器，耐久100。效果1，攻击加900锋锐加450。效果2，用其释放风系技能时，威力提升 50%。使用限制：力量大于70，敏捷大于70。还算不错的青色品质武器，但是不适合吴清，将其收起来，以后喂给吞金竹。看了眼属性面板，不出意外，潮虫的诅咒又加强了。潮虫的诅咒 LV5，你击杀多只潮虫，15天内，该巢穴内所有潮虫都能随时感知到你的位置信息，且它们对你的伤害提升 40%。他这次没有再想远处逃，而是顺着几只潮虫来的方向去寻觅他们的巢穴。砰！没走多远，一头狼形怪物被他一棒子击杀。这一举动惹怒狼群，但狼群也不是他的对手。当狼群死的死，逃的逃，他的等级也终于升到19级。第131章套装第3条效果：武器流云。照例将2点自由属性点加到神念上，并被双倍转化为力量值。体质提升6，力量提升10，敏捷和耐力各提升2点。最关键的是，他的敏捷提升2点后就达到了70，可以穿戴流云履。流云履，青色品质战靴，耐久100。效果1，敏捷加30，移动速度提升 20%。效果2，每累积移动100米距离，回复1点生命值。在流云套装第1条套装效果的加持下，增加的敏捷翻倍，变成60，增加的移动速度也翻倍，变成 40%。效果2则为每累积移动50米距离，回复1点生命值。他的敏捷原本只有70，如今加60之后，直接就是质变。而且装备流云履后，他同时装备的流云装备就达到了5件，将会激活第3条套装词条。套装效果3，可开启流云空间，并取用流云套装所附带的武器流云。吴清立刻绑定并装备流云履，当装备上流云履的同时，他感到自己与一处神秘空间相连。随着他意念一动，被储存在那神秘空间中的一样物品便出现在他的手中，比从随身包裹中取出物品还要快捷。他看着出现在手中的武器，这是一柄3节棍式的武器，每一节棍子都有半米长，不算2节锁链的话，也有1.5米的长度。这件武器名为流云。查看这件武器的属性：流云，无品质武器，硬度为使用者血量乘100百分号。效果1，攻击加，使用者攻击力乘20百分号，点；碎甲加，使用者防御力乘50百分号，点。效果2，用该武器来触发流云套装的效果2时，该效果翻倍。效果3，该武器无耐久，当受到损伤或损坏时，放置于流云空间可自我修复。注：需佩戴5件流云装备时才能使用流云武器，若取出流云后穿戴的流云套装不足5件，那么流云会立刻自动回归流云空间。若流云脱手，无论其在任何地方
都可凭意念将其瞬间召回流云空间。好好好，吴清见之大喜，这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武器。风烟破那是什么垃圾？流云五品级，其效果和使用者息息相关，使用者越强，流云就越强。以他现在的属性来看，使用流云时，攻击力提升1185，碎甲值提升731，而且他的攻击和防御是会在战斗中不断提升的。流云甲和流云腰带让他的攻击和防御能够各提升 40%， 流云提供的攻击和碎甲也会随之提升。流云的效果2同样强大，套装效果2效果翻倍，那就是5000碎甲值变成1万。只要在套装效果2冷却好时用流云攻击敌人，那么这一击的碎甲值就达到了恐怖的1万点。就吴清当前面对的敌人，谁能有1万防御力？哪怕是纯防御型的敌人，释放防御型的技能时，最多也才1万点防御力。这点防御能被直接消到0，然后就是一击爆炸般的伤害。如果刚刚面对那头螳螂型潮虫时，他有这件武器，也不至于被打得那么惨，差点就被其打死。而流云的效果3，让他不用担心武器耐久度的问题。能够自动修复耐久的装备，在整个轮回世界都很少见。唯一可惜的是，这件武器必须要在穿戴至少5件流云装备时才能使用。可流云套装终究只是青色品质，虽然套装属性很好，也终究有淘汰的一天。以后想办法看能不能提升一下流云套装的品质，不然的话，这件武器就太可惜了。如今的他，相比于刚刚，虽然只提升了1级，但实力却有质变。看了眼属性面板 ，ID 伐木工，先天天赋天宇宙父魂转身，等级19，后天天赋活得久，跑得快，顿悟，好运来，甘地心，称号人图 LV2，永久 buff 鬼王的庇佑。基础属性体质118+73心力0，力量156+30神念0，敏捷70+60耐力35。战斗属性血量39719法力0，攻击5926法强0，防御1463精神抗性1，攻速353移速351。技能崩拳 LV2， 太极架 LV2， 冥想 LV2， 龙之力 LV2， 潜能激发 LV2， 疾走 LV2， 回春术 LV1， 禅定 LV1， 吞金术 LV1， 真视之眼 LV1， 金钟罩 LV1， 寸拳 LV1， 铁臂弓 LV1， 狂暴 LV1， 冰心诀 LV1， 破魔斩 LV1。装备阴煞琉璃青，活死人的诅咒黑，贯日青，青纹透甲渐成30青，空间剑带流云履青，流云盔青，流云戒青，流云甲青，流云腰带青，烈炉铁手青。这个实力让他有了探一探虫巢的想法。虫巢肯定是出问题了，或许还能趁乱从中获得什么好处。那几头潮虫都是从一个方向来的，所以虫巢也定然在那个方向。吴清认准方向后一路疾行，足足1个小时后，他也没有再遇到任何一头潮虫，这让他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虫巢出问题了。拦路的野怪在3节棍流云面前转瞬而逝，虽然他不会使用3节棍，但是凭借着属性压制，还是能够轻松击杀这些野怪。等下线后，去找云清问问网站部里有没有擅长3节棍的，去跟着学习一下。他跟螳螂型潮虫战斗而失去的血量，也在他这一路疾驰中逐渐恢复上来。有击杀野怪靠吸血效果恢复的，有靠流云履移动时恢复的。他逐渐深入一片深谷之中，这片深谷内不知从何时开始就看不到野怪了，一片寂静，这让他不由得放慢脚步。但愿没有如花妖谷一般的灵魂控制类技能，缓步前进。这片深谷上方是遮天蔽日的大树，将深谷遮蔽。此刻本就是深夜，当月光也被遮掩时，眼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不过随着体质的提升，视力也在提升，他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黑暗，虽然无法和白昼相比，也能勉强看清前方的路况。正行走间，他忽然发现一只翼展足有半米长的蝴蝶倒在一棵大树下，蝴蝶的翅膀被撕裂，吴清将其身体翻过来，发现这只蝴蝶还有微弱的气息，是潮虫。第132章2个虫巢的战争。为何虚弱的潮虫半死不活地倒在树干下？这头潮虫看起来也是虫巢的侦察兵，他不知遭遇了什么，在此地重伤，连情报都传送不回去。吴清翻看了一遍这只蝴蝶，而后将其丢在这里，并未选择击杀。轮回的击杀经验是要看战斗贡献的，这只蝴蝶重伤的这场未知战斗中，吴清并未参与。他就算杀掉没有反抗之力的蝴蝶，也获得不了多少经验，还会让自己受到的潮虫诅咒加强。继续向前走去，没走几步，他就又发现一头重伤的潮虫在地上挣扎。随着他越往里走，重伤的潮虫越多。因为潮虫属于野怪的缘故，他们死后
并不会留下尸体。所以，但凡吴青能看到倒地的潮虫，就都是重伤的，而不是已经死亡。他们发生了什么？吴青仔细查看每一头潮虫，发现他们身上都有战斗的痕迹，是因为战斗而重伤。怪不得追杀自己的潮虫每次都只有1-2只，在这种状态下，潮虫还能去派兵追杀自己，已是颇为不易。再往前走，他发现了2只正在战斗的潮虫，而这2只潮虫脚下还有几只重伤无法行动的潮虫。2个虫巢的战斗，是虫巢吞噬战吗？据吴青对潮虫的了解，一定范围内只会有一个虫巢，但是虫巢随着等级的提升，其势力范围也会随之提升。如此一来，他们就有可能和其他虫巢领地交叠，而爆发战争，吞噬掉对方的虫巢核心，能够加速自己虫巢的进化速度。而且虫巢中还会有提炼好的可供巢虫使用的精华物质，掠夺永远比他们自己收集提炼更加高效。但吴青前进的方向是给自己施加诅咒的虫巢的方向，如今战场也在这里，基本就说明这个虫巢处于弱势方，已经被敌方攻打到老巢附近。2只巢虫看到他接近，忽然就停下了互相攻伐。吴青从他们身边走过，我路过，你们继续。其中一头巢虫纠结了，他感应到了巢虫的诅咒，而且诅咒已经高达5级。按理来说，他应该去攻击这个杀害己方巢虫的凶手，但他现在处于战争状态，和己方敌对的巢虫正虎视眈眈，他又要担负起保护巢穴的职责，这让他一时间陷入纠结。可他的对手却不会纠结，另一头巢虫忽然发动袭击，用头上的毒角插进对手腹部。双方本就战至残血，被这么一偷袭，这头巢虫顿时化作一道流光消散。他杀掉敌人后，看了眼吴青2只触角对着他摆动了一阵，似乎在发出某种警告。叮！你受到巢虫的警告，若你继续前进，他就会将你当作敌人。这头巢虫大概率来自另一个虫巢，一旦自己将其击杀，就会染上第2个虫巢的诅咒。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另一个虫巢显然更加强大，现在再多得罪一个虫巢很不明智。这只巢虫警告了吴青一番后，便一瘸一拐地走了。这时吴青才发现，这只巢虫的腿竟然断了3根。吴青站在原地稍等了一会儿，并不想和这只巢虫发生冲突。等他走得稍远一些，他才继续向前。前方战斗中的巢虫也越来越多，吴青发现之前那只断了3条腿的巢虫被一只蜘蛛状的巢虫用蛛丝捆了起来，并一口一口将其吃掉。这里已经是山谷的深处，此地俨然便是2个虫巢的战场，大量各类巢虫互相攻伐，如之前攻击吴青的锹甲、长脊大兜虫和螳螂这些等级的巢虫也有不少。他这个外来生物的忽然出现，立刻就引来不少巢虫的警觉，他们的触手向吴青摆动，吴青立刻就收到了无数警告。叮！你受到巢虫的警告，请你立刻离开此地。叮！你受到巢虫的警告，请你立刻离开此地。叮！就连对他发出诅咒的这个虫巢，此时也没空去复仇，他们感受到了吴青身上巢虫诅咒的气息，但他们正在与死敌对战，只能发出警告驱赶吴青。吴青也没有理会他们，虽然他被警告，但只要他没有过激的举动，这些巢虫在分出胜负前是不会来攻击他的。他跳上旁边一株大树，向远处望去，漆黑的山谷中有斑驳的月光洒落，隐约可见在山谷尽头有2座庞大的虫巢相对而立。2座虫巢？吴青有点不理解了，他原以为这里只有1座虫巢，是另一个更加强大的虫巢势力发展到这里后派兵来剿灭他们，没想到竟然是2座虫巢当面发起战争，而且还是不死不休的战争。此刻这场战争已经进行到尾声，其中数量较多的一方巢虫将另一方团团包围，要进行最后的剿灭。吴青也认不出哪个是和自己有仇的虫巢兵员，但他不能让战争这么轻松结束。优势一方的巢虫在一只金色蝎子状巢虫的指挥下，对包围圈的敌军发动最后的冲锋。吴青也在这时从树梢上直接跃下，咚！他落在地上，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小坑。以他如今的体质来说，这点高度对身体造成的冲击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心念一动，3节棍流云便出现在手中。这处战场位于虫巢之前，他没有隐身的能力，不可能悄无声息前进虫巢，想要过去就只能从战场中穿行。他跳下时声响不小，立刻就引起双方巢虫的注意，但双方已经处于混战中，无暇理会他。吴青甩动着3节棍，大踏步朝战场中走去。他的速度很快，开启疾走后更是达到了491。流云的第一击不能浪费，他直接就瞄上了优势方巢虫的指挥官，那只金色的大蝎子。这只蝎子和人一样大，蝎尾毒钩高高举起，呈现暗金色的光泽。他不仅是指挥官，也是他们那只虫巢中的最强者。他对上了敌方的指挥官，一只红色的大蜘蛛。
这只大蜘蛛能直接从腹部喷出一张燃烧着火焰的大网，照向金蝎。但金蝎防御力惊人，火焰大网对它并未造成太多伤害。他用一对金色的大钳子撕开火网，冲到火焰蜘蛛的身前。咻！快若幻影的一击，蝎尾毒钩便刺进火焰蜘蛛体内。第133章三方混战，碎骨之鳌。就在这头潮虫将毒钩刺进火焰蜘蛛体内时，吴清也已经冲到他的身后，三节棍对着金蝎砸下。啪的一声，这只金蝎就不见了，大量经验值流入吴清体内，地上也爆出了一件装备。这只金蝎是 BOSS 级的怪物，提供的经验极其丰富。就在金蝎死亡时，淡黄色粉末侵蚀进他的肌肤，若他去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就会发现自己又多出了一个叫做潮虫的诅咒的 debuff。 这头金蝎显然不属于给他诅咒的那个虫潮。金蝎的突然死亡让火焰蜘蛛一愣，对方的战斗力太惊人了些。不过他被毒素麻痹，暂时无法动弹。吴清连战利品都没去拿，一棍击杀金蝎后就朝着火焰蜘蛛杀来。这也是头 BOSS， 虽然自己无法获得斩杀的全额经验，但是经验值肯定也不少。此刻战场混乱，所有潮虫都扭打在一起，根本就没有谁会去救援火焰蜘蛛。这也是这处虫巢等级不高的缘故，高等级的虫巢的指挥官身边是会有强大的亲卫队的。流云砸在火焰蜘蛛的身上，就当火焰蜘蛛以为自己必死时，结果-12271。伤害虽然同样很高，但火焰蜘蛛没死。流云套装的碎甲值加成已经在击杀金蝎时使用过了，现在的伤害就少了许多。火焰蜘蛛的防御不弱，但他被金蝎毒到后身体暂时麻痹。吴清趁着这个机会快速攻击。这只金蝎的毒素不是伤害性的毒素，而是麻痹性的毒素，在游戏里属于控制效果。就算金蝎死了，毒素也不会立刻被清除，所以现在这火焰蜘蛛惨了。吴清的攻速有多快？足有353。353并非是每秒攻击353次，而是他的攻击能在1秒内打出353米。他的手臂当然不可能无限延伸，那么在距离敌人只有半米的情况下，他打出去一击，从击出到击中敌人只需要 0.0014秒。火焰蜘蛛被麻痹的时间并不长，但也足够吴清在这片刻间打出足够多的伤害。-11986， -12071， -12269， -12272。三节棍连环打下，火焰蜘蛛还处在麻痹中就被他斩杀。经验值远不如金蝎，但也同样不少。杀掉这两头 BOSS 后，吴清距离20级也已不远。这两个虫巢打的是真凶，哪怕吴清将双方指挥官都击杀掉，他们之间的战斗也并未停止，反而因为没有指挥官指挥而越发混乱。一头潮虫在击杀对手后开始攻击吴清，吴清在战场中随机攻击面前的任何潮虫。战场从双方混战变成了三方混战。不过吴清之前在树上观察时，大致记了一下双方潮虫的差异。同种类潮虫纵然是不同虫巢孕育出来的，长得也基本一样，但是它们身上会带有各自潮虫的印记，那是它们分辨彼此的标志。吴清通过印记来尽量多杀金蝎一方的潮虫，让双方的实力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啪！三节棍甩在一头紫色蚂蚁形状的潮虫脑袋上，将其斩杀，而吴清也被一头蜈蚣状潮虫咬中大腿。-283，-1，-1，-1。这只蜈蚣状的潮虫不算太强，只对他造成了几百的伤害和一点持续的毒素伤害而已。他身上两个潮虫的诅咒也在持续升级。混战中，吴清杀掉的潮虫不少，但是他并不能得到全额经验。不过好在击杀够多，1个小时后他就已经提升到20级。现在没时间去加点，得等到战斗结束后再说。初用三节棍，他用得很不流畅，就是单纯握着棍子的上下两段，用蛮力去砸击。三节棍本身的灵活，他是一点也没有发挥出来。不同的潮虫拥有各色不同的能力，其中不乏能够释放风火雷电之类技能的潮虫，但混战中元素系技能很容易误伤队友，导致这些潮虫技能用得束手束脚。吴清游走于战场各处，虽然身体时不时就会被攻击到，但他吸血足有 13%， 自身攻击又高，掉的血量很快就能吸回来一部分。这一场混战至少进行了2个多小时。当吴清扫视全场发现只剩下地上被爆出的战利品时，他长长的舒了口气。此时他的血量只剩下不到1/3，能活到最后的潮虫都是强者，其中不乏如之前那青螳螂一样的强大潮虫，只不过他们互相之间也在战斗，这才给了吴清浑水摸鱼的机会。先是低头看了眼自己身上的装备，这一场战斗就让流云甲和流云盔的耐久度掉的只剩一半了。也正是这2件装备帮自己挡下了大量致命攻击，不然的话他可能就已经死了。快乐地捡起地上的全部战利品，其中9件黑色品质的装备
2件青色品质的装备，6个黑色品质的技能，1个青色品质的技能，还有6罐7品重血和1罐6品重血。这是一种特殊的材料，无法直接使用，以及总计3000多银币。一波暴富，因为这里的潮虫都不是被他单独击杀的，因此爆率并不算高。大致看了眼这些装备和技能，只有1件装备对自己有用。碎骨之鳌，青色品质护臂，硬度10000，耐久100。效果1，任何攻击皆能附带500点碎甲值。效果2，每次攻击附带100点真实伤害。使用限制，体质大于50，力量大于70。之前那个巨锹铁腕他用不了，这回来了个更好的护臂。凡是能加碎甲值的装备他都喜欢，尤其是这护臂的碎甲值是可以与武器叠加的。500碎甲在青色品质的装备中看起来不多，但单是能与武器叠加这一点就弥足珍贵。效果2的真实伤害虽然数值不高，但同样很有用。将其绑定并佩戴在身上，这时候他看了眼属性面板，惊讶地发现2个潮虫的诅咒都升级了。潮虫血仇 LV 时，你击杀多名精英级潮虫，该巢穴中所有潮虫都能随时感知到你的位置，且对你造成的伤害提升 100%， 死亡不消失，永久存在。另一个也是一样的。第134章进入虫巢，虫后的祈求。2个10级的潮虫血仇 debuff， 而且时间限制被取消了，这说明无论何时，这2个虫巢的潮虫都能感应到他的位置，除非他将这2个虫巢全部剿灭，就算死亡一次也不会消失。但是这2个虫巢经历了一场生死战后，一个活下来的都没有，跟灭了也没什么区别。将升级所获得的2点自由属性照例加在神念上。他向身后看了眼不远处的2个虫巢洞口，不出意外的话，虫巢内都只剩下虫后在，最多还有几个护卫罢了。虫后虽然是虫巢的王，但其专职负责生育，并没有什么战斗力。不过其体型庞大，血厚防高，虫后天生拥有着一种类似天宇咒缚的天赋，名为不攻。不攻将所有攻击力等额转化为防御力，攻速等额转化为每秒回血速度，且全身上下没有弱点。虽然虫后没有攻击力，但是想要杀掉虫后也并不容易。吴清随意挑选了一个潮虫洞口，走入其中。他将流云收回流云空间内，这个空间只能储存流云，而不能当作储物间。而后他取出疾风之刃，在沿途经过的虫巢墙壁上留下印记。虫巢内部四通八达，从外向里走，只要一直向前，就能直通虫后所在核心区域。但是从里往外走的话，岔路极多，会有迷路的可能，所以要提前留下印记。虫巢很大，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潮虫城堡。经过各类虫巢中的各类区域，一路上并未看到其他潮虫出现。当他接近虫巢核心区域时，这里是潮虫的育婴室，育婴室分为2间，一间里面是虫卵，另一间里面是幼虫。顺手将这些虫卵和幼虫全部杀掉，使得20级的经验值快速提升。从育婴室出来之后，面前是最后一扇门，或者说是虫巢中的唯一一扇门。虫巢中只有虫后所在的核心区域才有一扇门户阻挡。他收起疾风之刃，将3节棍流云取出，重重砸向这扇大门。当！大门砰然碎裂。这大门很硬，足有青色品质装备的硬度，但是在流云套装的高额碎甲值下，一击就被轰碎。大门碎裂后，露出门后的景象。咦？吴清轻咦一声，却见门后并非只有虫后，还有上百只潮虫守护在虫后身前。这些潮虫看起来虽然强壮，但并不强大。它们都是弓虫，其作用是建设和扩张虫巢，以及作为运输工来使用。这场2个虫巢的战争中，双方就连侦察兵都派到了正面战场，家里剩下的也就只有弓虫了。但区区弓虫又岂能挡得住吴清的攻杀？他战力全开，挥舞3节棍便杀进虫群之中，随便一棍就能将一头弓虫打残，2棍就能将其击杀。若是打中其头颅要害，1棍就能秒杀一头弓虫。他纵横于弓虫之间，肆意杀戮着。仅仅几分钟后，上百只弓虫便已全军覆没。他看向趴在一张柔软丝巢上的巨大虫后，这是由蚕类巢虫吐出的丝编织成的一个类似于鸟巢样的大床，一头白白胖胖仿佛一条蛆一样的大虫子就卧在上面。这就是虫后。虫后一双大眼睛瞪着他，眸子里闪烁出恐惧的神色。他额头的触角晃动，对着吴清口吐人言：人类，不要伤害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他声音清脆而怯弱，就仿佛一只软萌小萝莉在吴清面前撒娇。虫后是虫巢中唯一拥有与人类交流能力的虫子。听到声音，吴清对他露出一张灿烂的笑脸：你这里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出来，我看能不能买你的命。虫后感受到了他身上潮虫的愤怒，但他不敢表露出愤怒情绪。只要他还活着，虫巢就能重新崛起，他还能继续孕育更多强大潮虫。想到这里，他委屈地说道：我所有的材料
都用来孕育潮虫了，这里你看上什么，你都可以拿走。什么都没有。吴清闻言收起笑容，什么都没有你还敢说要什么都给我？这件虫后巢穴内干净的一批，也不知道他将好东西都收到哪里去了。既然什么都没有，那你就去死吧！吴清舞动流云，一棍子砸在虫后脑袋上。-50！卧槽！不破防！吴清惊了，不仅不破防，连100点真实伤害都被抵消了一半，而且掉的这50点血顷刻间就恢复了。虫后不仅皮厚，回血也很快。感受到吴清的攻击力后，虫后松了口气。他最初看到吴清一棍子破开他的房门，以为吴清攻击很强，现在看来连他防御都破不开，根本就不足为惧嘛。但吴清一直在这里也不行，那样的话他没法发展虫巢，恐怕刚产出的卵就会被敌人打碎，他的卵可没有他这么坚挺。于是他依旧柔声说道：人类小哥哥，我可以为你清除你身上的潮虫血仇，你离开这里如何？他想表示只要吴清肯走，仇恨一笔勾销，也不用担心潮虫的报复。但吴清却自言自语道：那就换一招试试看。只见他右手松开流云，一拳轰向虫后的脑门。崩拳-7009。很好，还得是崩拳伤害高啊。寸拳-6233。破魔斩-6196。连续3拳让虫后慌了，不是无法破防吗？他的攻击力怎么忽然又高了起来？急忙高声喊道：人类，我愿意为您驱除潮虫血仇，并赠送您一件青色品质的装备，只求您放过我。还藏着装备？吴清暂时停止攻击，对他说道：10件蓝色品质的装备，100件青色品质的装备，我就放过你。虫后，你来我这儿进货来了？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这种等级的装备？对不起，我没有这么多，我只有3件青色品质的装备，都给您，只要您愿意离开。听到他的话，吴清摇了摇头，3件青色品质的装备那可不够。杀掉虫后之后，玩家有概率爆出一种特殊的道具——共生虫卵。将共生虫卵吸收进体内，可以在体内开辟空间虫巢，这个虫巢中会自带一个虫后之卵，等虫后长大就能在自己体内养巢虫了。如此一来，自己就是一个移动的虫巢，到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动手，随手一挥便是无数巢虫冲出，成为最顶级的召唤师。而且自己受到的所有伤害都将由虫巢中的虫后来承担。第135章不签契约，共生虫卵。吴清的战斗方式比较单一，弱点也很明显，若是能够得到共生虫卵，那么在圣胎铸成之前也将拥有极其强大的战力。虽然虫后爆出共生虫卵的概率不高，但是轮回世界中的虫巢多啊。而且和大力神之心不同，大力神之心只有初次使用才有觉醒大力神天赋的概率，可是每一个虫后都有爆出共生虫卵的概率，而且虫巢的数量也没有大力神之心那么稀少。前世就有几个爆出共生虫卵的强者，哪怕他们本身天赋不是太高，靠着成长起来的虫巢也能成为巅峰强者之一。其中最有名的是2个，一个是网占部的蜀祖族长舒利，另一个则是和他同为孤儿，西红柿孤儿院出身，后来成为林氏集团高层战力之一的曹安。他们2个自身就是神话级天赋，战力超强，再加上共生虫卵的加持，实力极为恐怖。前世他伏杀林氏成员时，这个曹安就给自己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最后自己被围杀而死，这个曹安也出力极多。那时候若自己也有共生虫卵，说不定就能灭杀掉林氏全族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握紧了拳头，相比于共生虫卵，区几件装备又算得了什么？何况自己现在不缺装备。流云套装即将被凑齐，武器方面有流云，除此外还有青色品质的护腕、青色品质的弓箭、青色品质的圈套以及可成长宝物阴煞琉璃，基本上是不缺装备空位了。虫后买命的装备，除了看看有没有能给梧桐用的之外，就是用来喂养吞金竹了。我只有1件蓝色品质的装备，以及5件青色品质的装备，我都给你，再多我也没有了。虫后坚信人类更加贪图装备，尤其是吴清等级不高，这些装备他肯定想要。也行，你拿出来吧，给我就走。吴清的确很好说话，也不再讨价还价，表示拿到卖命钱就走人。但虫后的智商可不低，他不会如此轻易的相信人类。你我签订天道契约，我就给你。说着他便立下一道契约到吴清面前。虫后白白向伐木工发布任务，任务目标：伐木工不伤害虫后白白并离开万虫谷，且1年内虫后白白未死亡。任务奖励：1件蓝色品质装备，5件青色品质装备。是否接受？看到这个契约，吴清笑了。这个任务毫无难度，只要不伤害虫后并离开这里，1年后就能自动得到1件蓝色品质的装备和5件青色品质的装备。若是轮回世界的 NPC，
这个条件完全算不得什么条件，但对于玩家来说，1年时间实力便天差地别，彼时自己肯定就不再需要这些低品质的装备了，所以他直接拒绝了任务。1年太慢，你直接给我，我立刻就走。崇厚也断然拒绝，不行，你们人类最无信义，你不肯签契约，就定然是想拿到装备后再杀我。唉，吴清叹息一声，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不再废话，抡起3节棍就打了上去。啪！负50。崇厚眨了眨眼，怎么又打不破自己防御了？哼，刚才那肯定是某种绝招，这人无法持续使用。既然如此，他就更不怕了，必须签契约，不然我死也不会给你。吴清懒得和他废话，3节棍轮番打下，每次50伤害的确不高，可他攻速这么快，在对方无法反抗的情况下，1秒钟他能打出几百次攻击。崇厚的回血速度也很快，每秒钟能回复500多血量。若是寻常战斗，他可以格挡，可以移动躲避的情况下已经足够，但是他这庞大的身躯几乎无法移动，连手臂都没有的他连格挡也做不到，只能被动挨揍。吴清双手各握着3节棍两端的棍子，轮舞一般打下，他的双手舞成了一道残影，崇厚的血量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停！停！我愿意再加1件蓝色品质的装备，不要杀我！崇厚怕了，伤害虽然刮，但奈何吴清刮得快啊！就这种打法，他很快就会嘎。吴清并未停止攻击，而是一边打一边说：“不签契约，你先给我，我就放过你。”不行！崇厚发出尖叫：“我可以把时间缩短到半年，半年总可以吧？半年已经很短了，但半年对吴清来说很长，别说半年了，1个星期他都嫌长。不，立刻给我！”见吴清这么说，崇厚也生气了：“那你打死我吧，打死我你也得不到。”哎，还有这种要求？吴清当即表示愿意满足他的愿望。他本来对装备的欲望就不大，还是共生虫卵比较有用。当崇厚即将死亡时，他哀求道：“等等，我愿意认你为主，求你不要杀我。”咦，崇厚还能认主吗？这点吴清倒是从未听说。他停下攻击问道：“你怎么认我为主？”崇厚连忙解释道：“我有1件宝物，能够将我转化为共生虫卵，只要你将共生虫卵植入自己的身体，就能操纵和命令我。”吴清要杀他，不就是想要得到共生虫卵吗？既然他可以自己转化，那还何必杀掉他去赌那微小的概率？可以，你转化吧。说罢，便见崇厚身上亮起莹润的光泽，化作一枚小小的只有半径2厘米的虫卵。这虫卵半裂开，缩小的白白从中露出脑袋，和吴清听说的共生虫卵不太一样。这就是共生虫卵。吴清从未见过共生虫卵，只是听说以及见别人使用共生虫卵生出的潮虫。他捡起虫卵，想要将其吸收进体内，结果他的身体发出一阵红光，竟然在排斥虫卵。叮！你身上的永久 debuff 潮虫血稠与共生虫卵互相排斥，请先清除潮虫血稠，才能在体内植入共生虫卵。竟然排斥了！他对崇厚道：“虫卵和潮虫血稠互相排斥，你不是能给我驱除潮虫血虫吗？快点帮我驱除掉！”但崇厚却委屈地说道：“驱除潮虫血稠需要用到我那个宝物，但是我用那个宝物化成共生虫卵了，宝物是一次性的，已经没了。”吴清，你不早说，那我要你何用？崇厚怕他生气，连忙说道：“只要您再找到一个新蚊虫胎，就能驱除一个潮虫血稠，到时候你就能将我这枚共生虫卵植入体内。而且我和一般的共生虫卵不同，我不用再慢慢养，直接就是4阶虫巢，可以生产4阶巢虫，对你的帮助肯定更大。”叹息一声，吴清也不能将这枚共生虫卵丢掉，只能自认倒霉。崇厚确认自己不会死后，又对他说道：“对了，主人，快去隔壁的虫巢里，那里有一个神印炼制平台。”神印？见吴清皱眉，崇厚白白从口中吐出一样物品，吴清捡起来查看。第136章神印炼成平台，千巢令，空间宝物，崇厚专属。吞噬装备精华后可积攒空间之力，使用千巢令能将崇厚所在虫巢整个迁移到指定坐标，所迁移虫巢越大，迁移距离越远，消耗空间之力就越多，无法绑定，死亡后必定掉落。所以这个虫谷才出现了2个虫巢。吴清看到千巢令后就明白了这个虫谷是怎么回事。所谓崇厚专属，并不是说这个宝物就只有崇厚白白可以使用，而是说所有崇厚拿到都能用，但是其他巢虫以及其他生灵拿到后是无法使用的。崇厚白白道：“我无意中发现青青那里有神印炼成平台，而且他已经凑齐一半炼成材料，所以我才发动千巢令迁移到这里和他发动战争，目的就是为了那个神印炼成平台。”吴清没听说过神印炼成平台，但既然连自己都没听说过，
那就说明是一个极少人知的好东西。立刻离开虫巢。当他们离开这座虫巢后，因为虫后化作共生虫卵的关系，这个虫巢便砰然倒塌。出来后，吴清立刻进入另一个虫巢，和第一个虫巢一样，这里的冰源也已经被打光。当他来到虫后宫殿时，流云甲的碎甲被动也已冷却完毕。三节棍奋力砸下，这扇大门便轰然破碎。灭掉所有工虫后，面前就只剩下一只虫后。这只虫后和刚才那只长得不一样，它长得像绿毛虫，在蚕丝大床上面恐惧的蠕动。虫后没有战斗力，当虫巢的所有虫兵死亡后，虫后就是待宰的羔羊。它就是青青。吴清将白白所化共生虫卵放在肩头，向他询问。这些虫子起名还真是随意，白色的就叫白白，青色的就叫青青。白白，你这个贱货，竟然投靠人类！白白一露头就被青青发现，他气愤的尖叫。白白看到他气得发抖的模样，刚刚成为奴仆的心情立刻就好了起来。主人，杀了他！神印炼成平台无法收入空间物品中，肯定是被他吞在肚子里了。听到这个词，青青更加愤怒。我就知道你是奔着这个来的。是谁？是谁泄露的这个秘密？你有寄生操纵型的巢虫？白白洋洋得意，对他的辱骂丝毫不以为意。我怎么知道的不关你事，反正现在你要死了。主人，杀了他！快杀了他！他一直在挑唆吴清杀了青青，但吴清却并未这么做。他来到青青面前，问道：你有新蚊虫胎吗？只要你拿出新蚊虫胎，我就可以放了你。新蚊虫胎？青青听到这个词，再看白白那小小的缩在虫卵中的模样，立刻明白了白白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没有，就算我有，我也不会向你效忠。白白见吴清似乎想要放过青青，他急得大喊道：主人，新蚊虫胎极其稀有，这个贱货怎么可能拥有？快杀了他！神印炼成平台才是最重要的。你闭嘴！吴清冷声呵斥白白。白白这才小心翼翼地钻回虫卵中，不敢吭声。哼，要杀就杀，我是不会和白白那个贱货一样成为人类的奴仆的。青青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吴清自然是从谏如流。好的。说罢，抡起三节棍就打了下去。负70，还是无法破防。但是这头虫后对真实伤害的抵抗能力不如白白，他一击能打出70点伤害。崩拳、寸拳、破魔斩，三拳打下，青青被打掉了1万多血，而后三节棍便轮番砸了起来。他的打法没有任何章法，只突出一个快字。青青的血量疯狂在掉，白白在后面看的是心满意足，口中还碎碎念着：你要是早点将神印炼成平台给我，我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下场。当青青化作一道流光，成为吴清的经验值后，原地就只留下了一个合成台模样的东西。这就是神印炼成平台。白白从卵中露头，看到这个合成台后，小小的眼睛里露出大大的渴望。他的小脑袋疯狂点着，对，就是这个。青青凑齐了几样材料，应该就在平台之中。主人您快查看。吴清查看平台信息，残破的神印炼成平台，远古时期遗物，只剩下一次神印炼成机会。神印炼成所需3种神话级材料，1件成长型特殊宝物，1件空间类宝物，10万装备精华。目前已有神话级材料2，虚空神骸、虫皇精血，10万装备精华。注：材料类型将会影响最终炼成神印的类别。白白看着神印炼成平台，兴奋道：果然，它有虚空神骸和虫皇精血。主人，我的千朝令就是空间类宝物，现在只要再得到1种神话级材料和1件成长型特殊宝物，就能炼制出1枚神印。吴清将虫巢令放进神印炼成平台中，空间类宝物的要求立刻就被满足了。神话级材料和成长型特殊宝物。吴清思索片刻，从身上摘下1枚护身符，那是当初小僵尸萧天成送他的宝物阴煞琉璃，这就是1件成长型的特殊宝物。放进去后果然也符合要求。虫后白白看到这一幕，兴奋的大叫：主人，您竟然有成长型特殊宝物！现在只差1个神话级材料了。然后他就见吴清闭眼思索了片刻，而后其手中便出现1枚小小的心脏，心脏中蕴含着一股特殊而玄奥的力量。大力神之心。大力神之心中有着让人觉醒出神话级天赋的力量，虽然概率不高，但他相信这也是一种神话级材料。他本就不打算去赌1%的概率，若所谓的神印效果很好的话，那就不用拿它去卖钱了，直接换成战力更好。吴清将大力神之心也投入到神印炼成平台中，这个有些残破的平台立刻就亮起光华。神印炼成材料已备齐，可随时开启神印炼成。当前材料可炼成神印为3种，请你从以下3种神印中选择1种开始炼成。吴清去看这3种神印，
这一看之下，他的呼吸都急促了起来。第137章虚空虫巢悟道神印。虚空神印，巢虫专属。将虚空神印融入虫巢后，该虫巢将升级为虚空虫巢，虫巢中所有巢虫都将升级为虚空巢虫，且虫巢之后产生的所有巢虫都将成为虚空巢虫。悟道神印，玩家专属。将悟道神印融入自身，每通关一次地狱级升阶副本，就能将一个指定技能等级直接提升到满级。传送神印，通用。融合传送神印后，可设置至多10个标记点，可随时发动传送神印的力量，将自己传送到指定标记地点。传送起始消耗100点法力值，传送终点距离自己每多100米，则多消耗1点法力值。卧槽，这就是神印！吴青惊了，这3个神印皆为极品。第一个虚空神印能升级虫巢为虚空虫巢，虽然不知道具体效果，但这玩意儿一听就牛逼的批爆。普通虫巢就已经那么强了，虚空虫巢又该是何等强大的助力？怪不得白白要来攻打青青，他看中的定然就是虚空神印。第二个悟道神印更是让他呼吸急促，他因为天赋的关系，只能走圣胎这一条道。虽然靠着天赋的关系，在前期大杀四方，但薄弱之处依旧无法掩盖，且越来越明显。虽然装备能够稍微为他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却也不太够。就比如之前的花妖骨，哪怕流云界能为他提供6秒灵魂控制免疫效果，但是敌方只要等这6秒过去，自己依旧要被控制。6秒内想要杀掉和自己势均力敌的敌人，实在太难了。可白色品质技能的升级难度太高了，哪怕他有神话级后天天赋甘地心以及稀有级后天天赋顿悟，至今为止等级最高的技能也只是2级罢了，之后升级也只会越来越难。可若是有这悟道神印就不一样了，能让自己直接铸就1级圣胎，并且圣胎升级也会很快。而且这个神印并非只有练圣胎的玩家才能使用，对于其他玩家，如果能在前期获得一个金色品质的技能，并直接令其满级，就算因为法力值不够而无法使用，该技能对道的提升也能使相关之道的低级技能威力提升很多。至于第3个传送神印，好则好矣，可惜需要法力值来发动，他只能直接将其排除掉。为了一枚神印，付出大力神之心，阴煞流离，也是值得的。主人，选虚空神印。选虚空神印。就在吴青思考之际，尖头虫卵中的白白又迫不及待地叫了起来。他耗尽多年积攒的所有装备，将其转化为空间之力，把自己的虫巢传送到这里，并和青青虫巢发动灭绝之战，目的不就是为了虚空神印吗？吴青的思绪被他打乱，心中也越发纠结了起来。这个神印炼成平台已经残破，只剩1次机会。自己前世没听说过这种东西，也说明了这玩意儿的稀有。他或许今后也只有这一次获得神印的机会。而且从平台简介来看，虚空神骸和虫皇精血极有可能是选项中出现虚空神印的基础。若是他选择悟道神印，就算日后再获得神印炼成平台的炼成机会，没有虚空神骸和虫皇精血的话，也未必能出现虚空神印的选项。只要他不死，早晚能炼成圣胎。可是他未来也未必还有再得到虚空虫巢的机会。但是他现在无法消除巢虫血仇，就无法将共生虫卵植入体内，甚至什么时候能消除巢虫血仇，他都不知道。而悟道神印能直接生效，并且圣胎是直接强化自身的。虚空虫巢虽好，可自己的身体才是根本。但是想到前世被围攻而死的一幕，是啊，只要不死，圣胎早晚能够炼成。但是他如何保证自己一直不死？圣胎已是无敌路，何须再去借虫巢？深吸口气，下定决心，选择悟道神印。神印炼成已选定为悟道神印，神印炼成即将开始。光芒闪烁，平台上的几种材料和宝物被光芒覆盖，其形状在光芒中缓慢消融，并有玄奥的力量注入其中。啊呀！白白尖叫了起来，主人为什么不选虚空神印？为什么不选虚空神印？只要我进化成虚空虫巢，您根本就不需要技能，所有战斗我就能帮您解决。啊！我的虚空神印啊！闭嘴！吴青听得聒噪，呵斥他闭嘴。小白虫这才委委屈屈地钻回裂开的虫卵中，自个儿在那里碎碎念。听到小白虫的抱怨，吴青也想明白了，虚空巢虫虽强，却绝对称不上无敌。打铁还需自身硬，哪怕有虚空巢虫相助，可是若敌人直接攻击他本体，该怎么办？诚然，圣胎早晚能大成，但以现在技能升级的难度，圣胎大成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等待神印炼成的时间，他抽空看了眼好友消息。首先是梧桐发来的消息，他们果然出手了吗？林家的动作不出他意料之外。民营企业固然无法凌驾于国家机关之上，但是他们以巨额资金资助，辅以小小的交流的要求，再加上和某些领导的交情，
让上级下达这样的命令并不是太难。虽然戒掉之后，吴清两人依旧保留了网站部的编制，但林氏只要将他们弄出网站部就够了。接下来，他们有的是办法将吴清两人弄死，而自己不惹任何嫌疑，最多因为戒掉期间保护不力赔点钱罢了。林氏最不缺的就是钱了，但这终究是不合规矩的，这也是他为何要留在青龙战队的缘由。从吴桐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云清生气了。当然，他生气没卵用，他的背景不够强大，但是他肯定会去找龙峰。下面有云清死保不交人，上面有龙将军出面，这件所谓交流的强制戒掉命令也会不了了之。又看了眼给龙峰发的消息，龙峰并未回复，应该是下线后还没有再上线。不过他已经跟云清请过假了，龙峰晚点看到这消息也没事。等了半个小时左右，神印炼成终于完成。随着光芒消散，平台发出最后一道机械音：神印炼成已完成，请收好，神印炼成平台即将崩解。第138章圣胎出现，神通白骨棺。神印炼成平台上，一枚半虚化的符文状东西躺在这里。吴清怀着激动的心情用手去触摸，当他触摸到这枚符印时，提示音在脑海响起：即将融合悟道神印，是否融合？是，根本不用犹豫，立刻同意。随着他同意的那一刻起，这枚虚幻的符印便沿着他的手臂融入到他的体内。刹那间，一股温润的力量游过他四肢百骸。悟道神印融入完成，检测到你已完美通关过一次地狱级升阶副本任务，第一条悟道之痕开放，你可将一样已学习的技能与悟道之痕融合，该技能将立刻晋升到满级。一阶的完美通关没有浪费，这是好消息。吴清进入属性面板查看自己已经拥有的技能：崩拳、太极架、冥想、龙之力、潜能激发、疾走、回春术、禅定、吞金术、真视之眼、金钟罩、寸拳、铁臂功、狂暴、冰心诀、破魔斩，一共16个技能。技能的效果通常和已知演化的神通类型相关，比如崩拳大概率会演化为真伤类攻击型神通，冥想大概率会演化为恢复型神通，疾走大概率会演化为增加速度的类型等等。因为前世走圣胎之道的太少，少有的几个也坚持不到圣胎大成便放弃了这条路，因此他对这些神通的效果并不了解。能够确定效果的只有2个，一个是龙之力，可以根据损失血量来提升攻击力，另一个是狂暴，能够在持续进攻中叠加攻击力。攻击重要吗？当然重要，他之前无法破开重后的防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他当务之急是弥补自己的短板，也就是自己灵魂上的弱点。那么根据技能与神通相关的原则，禅定提升精神抗性，冰心诀解除灵魂控制，这2个演化出的神通应该都与抵挡灵魂攻击和抵抗灵魂控制有关。该先选哪个？他陷入沉思。先禅定吧，我已经20级，马上就可以进行2阶的升阶副本，等完美通关2阶升阶副本后再选择冰心诀。决定之后，立刻将禅定与悟道之痕融合。下一刻，悟道之痕消失，禅定也消失，他的属性面板上多出了2行信息：圣胎 LV1， 神通白骨棺。白骨棺受到灵魂控制时，由自身体质的10%加成到心力上参与控制判定。神通为被动效果，神通效果随圣胎等级提升而提升，圣胎等级随神通数量增多而提升。看到这个神通效果，他知道自己选对了。他的体质和力量属性很高，哪怕只是1成体质参与到灵魂控制判定，却也算不少，至少不会被最低级的灵魂控制技能所操纵。而且这还只是1级圣胎而已，未来这个数值肯定会更高。随着悟道神印融入他的体内，神印炼成平台也随之坍塌化作一片废铁。当他查看属性面板时，惊讶地发现第一个潮虫血仇的 debuff 竟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杀虫小能手的称号。杀虫小能手 LV1， 你击杀一只虫后解锁此称号，佩戴此称号，你对潮虫的伤害提升 1%。 副作用：任何虫巢的潮虫遇到你时都会对你产生厌恶的情绪，并有极大的概率主动向你发动进攻。击杀虫后可提升该称号的等级。拥有多个称号时，同时只能佩戴1个称号。又是一个称号，他已经有了一个人屠的称号，现在又有一个，只是增加对潮虫的伤害，而且只有 1%， 适用性明显不如人屠的吸血效果。再加上同时只能佩戴1个称号，他当然选择佩戴人屠，而不是这个杀虫小能手。虫巢的危机解除，还得到了不少好处。虽然潮虫血仇这个永久性 debuff 依旧还在，但是潮虫血仇只是针对固定巢穴的，现在该巢穴的虫后都已向自己臣服，也不用担心来自潮虫的报复，应该可以进城了吧。他碰了碰肩头的虫卵，喂，你们2个虫巢都被我灭了，但是潮虫血仇未消失，我现在回城会有影响吗？
白白在虫卵裂缝上耷拉着小脑袋，有气无力地答道：“作为虫后的，我都是您的奴仆了，当然不会用影响。”他因为吴清没有选择虚空神印而心情不好。虽然吴清还没有将他植入体内，但他现在这个状态既不能自己移动，又不能在虫卵状态下筑巢生产巢虫，更不可能回归到自由的虫后形态，转化为共生虫卵是不可逆的。他现在只能等待着与之共生的主人，等待扎根在主人体内后，他才可以继续成长。不过他现在的属性依旧和之前一样，硬得很，倒是不用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吴清向山阴县的方向返回，此刻天色已近黎明，他几乎战斗了一整夜。他要回城后下线好好休息，等把精神养好了之后，再开启2阶的升阶副本任务。白白的虫卵分泌出一种特殊的粘液，粘在他的肩膀上，以防止自己掉落。他是生物，无法被收入随身包裹之类的储物空间之中。一路疾行返回山阴县，路上遇到的一些野怪将他20级还差的一些经验值彻底不满。等他返回山阴县时，天色已经大亮，街上能看到早起的人在街上行走，卖早餐的商贩也已出摊。顺路吃了个早饭后，他返回自己在客栈开的房间。这次升级速度比预想中还要更快，多亏了流云套装的强大加成。进入房间，他想起一件事情，对肩头的虫后问道：“对了，你不是还有几件装备吗？现在你也用不着了，给我看看。”虫后白白道：“在我肚子的空间里，但我现在这个形态吐不出来，需要建立虫巢之后我才能吐出来。有些可惜。”吴清将肩膀上的虫卵塞进裤兜里，开启了冥想的修炼姿态，而后便离开游戏。睁开双眼，梧桐并不在身边。这个时间点他们在进行晨练。吴清熬了一夜，精神已是极为困倦，但他还是决定先吃个早饭再睡觉。看了眼时间，晨练还未结束。他拿起桌子里配发的纸笔，写了一个晨练请假说明，而后带着请假说明下楼，也差不多到了晨练结束的时间。来到龙族解散的位置，先是跟梧桐招了招手，而后将请假说明交给云清。云组长，这是我的请假说明。第139章林志豪的杀心。你游戏里的任务完成了。云清看出吴清很疲惫的样子，就知道他通宵了。看了眼请假说明，和之前跟他说的差不多，只是补上了更多细节。去休息吧，戒掉交流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被戒掉走的。多谢云组长。吴清真诚道谢。云清这人挺好，虽然没有龙峰那样近乎迂腐的正直，但绝对是好领导。告别云清后，梧桐上来挽着他的胳膊，一起向食堂走去。清哥，你说的那个什么诅咒已经解决了吗？吴清将这一夜的经过跟他讲了一遍。有着悟道神印在，我的圣胎能更早炼成，这是个好消息。另外，共生虫卵你要不要？有巢虫血绸在我暂时是无法使用这共生虫卵了，这家伙一直跟着我，不能升级也是浪费。这玩意儿也算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对你很有帮助。梧桐秀气的小眉毛皱了皱，把虫卵植入体内是要用自己的血肉来喂养这家伙吗？好恶心！吴清笑道：“当然不是，所谓植入，其实是以你的身体为锚点，开辟一个空间虫巢。你可以将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设置为虫巢的空间出口，并且你可以完全控制体内虫巢中的所有虫子。你所受到的一切伤害都将由虫后所抵挡，只不过你要为它们提供大量血食来供它们生存与进化。这虫子从体内飞出，还是感觉怪怪的，我再考虑一下吧。”吴清也不勉强，反正现在他也不可能将虫卵交给梧桐。虫卵属于生命物质，无法用传送物品的方式直接传送给别人。等他过了2阶副本任务后，就尽快前往郡城，到时候就能使用传送阵传送到明一县所在的西川郡，尽快和梧桐会合。饭后，他一觉睡到了傍晚，醒来后去吃了顿晚饭，然后到之前锻炼的空地练习云清交给自己的6字诀和浑元桩。这个时间点，大多数人还在游戏中尚未下线，空荡荡的场地上只有自己一人。锻炼完后，他坐在旁边的长椅上休息，思索了片刻后，他靠在椅子上闭眼登录游戏。给游戏里的角色吃了顿饭后，他又再次下线。虽然他可以现在就开启2阶的升阶副本任务，但是这任务一做，估计又是一夜。如此一来，自己昼夜作息就颠倒了，这可不行。所以他决定明天早上再上线开启升阶副本的任务。再次在长椅上睁开双眼，想了想，他独自前往靶场，亮出自己的证件并进行登记后，有负责靶场的士兵为他带来枪械和子弹。他要锻炼一下自己的射击能力。游戏里也是有枪械的，而他的射击技术只能说是凑合，包括他的弓箭射击技术也是，欺负不移动的小喽啰还行，稍微厉害点，只要有点准备的就能躲开他的射击。日后获得枪械类的武器后，他也不会弃之不用。对于他这种没有法力值的人来说，
枪械和弓弩就是他仅有的远程攻击手段。若非这里没有练习弓箭的场地，他也会去练练弓箭。而且他还有另一个目的，想要让云清和龙峰一直保他。仅仅靠游戏还不够，现在他们的认知中，这仅仅是款厉害的游戏罢了。厉害的是开发游戏的技术，而不是玩游戏的人。所以他要在其他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优秀，至少也要展现出自己的努力。他身体虽然虚弱，但绝对不是躺平的人。只有这样，龙峰、云清，甚至是部长等人才会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是一名优秀的人才。此刻，某高档酒店中，林氏集团老总林志豪正满脸陪笑地对另一人敬酒，但那人面色却有些难看，也不接他的酒。小林，你想要的那2个年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林志豪一愣，但很快就反应过来，就是我们林氏资助的西红柿孤儿院的2个孤儿。我听说他们都在轮回这游戏里有着不错的天赋，所以想将他们招回来。就算网站部不放人也没关系，可以用交流的名义借调一下吗？也算是我对自己培养的孩子的一点帮助。这神秘人物一手敲着桌子，面色却始终阴沉。今天龙将军当众驳斥了甘将军不合规矩的调令，连带着我也被骂了一顿。那2个小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会让龙将军亲自出面？龙将军，林志豪也不理解，明明那只是2个没什么背景的年轻人罢了，怎么会惹得龙将军亲自出面？见林志豪解释不了，神秘人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总之，这2个年轻人是不可能当做交流借调到你那里了，但是你答应的资助不能少。看在林氏集团贡献的份上，以后可以给你们一些政策上的扶持。说完这些，神秘人也不过多停留，没有喝林志豪敬上来的酒，直接起身离去。神秘人走后，林志豪一个人坐在这里思考问题：吴清和吴桐是怎么做到惊动龙将军这种大人物为他们保驾护航？他的要求过分吗？其实并不过分，用1000亿资助网站部的研究，只是让2个刚加入网站部的新人以交流为名借调到他们的仙灵公会做一下指导。举个例子，一家民营银行给央行投资1000亿，只是想借他们2个优秀员工下来交流指导一下，并且还用某些方式说动了某位大领导点头，这是完全不可能吗？但网站部却又不一样，其隶属于军部的特殊性以及国家对这项虚拟现实技术的重视程度，导致了明面上不可能有明文下达借调命令。所以当龙将军这种级别的高级军官当众反对时，这事就只能不了了之。不过这也让林志豪更加确定一件事，吴清绝对知道他们的某些秘密。忽然连夜逃课回到孤儿院，带走吴桐后躲避监控，又不用自己的身份证，连手机丢掉了，就这么在他们视野中消失了好几天。终于等他们发现踪迹时，手下得力干将黑狗竟然被割断4只经脉和舌头，并刺瞎双眼丢在车子里。这就不可能是一个普通大学生能干得出来的事情。最后在机场露面时又提前联系了网站部的人接应，现在更是直接回绝借调的要求，还请动龙将军出面。再加上伐木工这个 ID， 更是让林志豪想了很多。这2人必须死。第140章玩家间的交易。吴清摇晃着胳膊从靶场出来后，时间才晚上8点而已。他又锻炼了一番后，回到寝室，打开电脑，刷了会儿视频。如今网上最火的视频还是有关轮回的。经过这10几天的开发，大家也对这款游戏有了一些了解，而其独特的真实性更是所有网游无法企及的。同时，玩家间的交易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是游戏币，刚开始1铜币就能卖到50华夏币。以吴清现在这3000多银币，若是卖出去，价值足有15亿。当然，游戏币虽然玩家等级提高，这个兑换比例会迅速缩水的。而装备方面，一件黑色品质的装备就能卖出上百万，黑色品质的套装更是能卖到1000万以上的天价。至于青色品质的装备，现在除了吴清和吴桐外，几乎还没人有这种级别的装备。就算有，那人大概率也不会这么轻易出手。一些先天富好的家境普通的玩家迅速暴富，过上了曾经不敢想的生活。与其相关的职业玩家也在迅速增多。除了游戏道具的交易外，人们发现这里能开发的地方还有很多。首先便是情色交易。除了轮回世界本身提供的各类青楼外，不少女玩家也发现了其中商机。一方面，因为捏脸系统的缘故，他们的颜值比现实中高了3成。另一方面，游戏里搞这些既不违法，也不会得病，更不会被家人朋友发现。获得的游戏币拿出去直接卖给土豪，那收益比在现实里卖强多了。并且游戏里对身体的伤害不会带到现实，所谓纵然人尽可夫，醒来仍然是畜。这就导致大量未经人事的花季少女在轮回中从事肉体交易。因为大量男人喜欢捅破那一层膜的感觉，让他们的价钱比现实里那些专业小姐高多了。再加上游戏里没什么痛觉，但有爽感，他们乐此不疲地招揽着自己的生意。这种既安全又能快速来钱的方式实在令人沉醉。并且
他们还不满足于只卖给玩家，因为前期的玩家较穷，没什么油水，不如直接卖给 NPC。许多 NPC 花钱比玩家痛快多了，虽然有的 NPC 会白嫖，但也无伤大雅，再找下一个就是了。就有一些漂亮的女玩家在离开新手村到达县城后，被一些富家子弟包养，或者直接被纳为小妾，那赏赐比他们自己辛辛苦苦刷怪强多了。只是有一点令他们不爽的是，一旦游戏里被破除，那么游戏里的这个角色就永远失去了这层膜，就算死后复活也不会得到的修复，不然的话，某些人就能完美伪装自己过去的纯洁了。另外，很多工会在达到县城后，都在试图购买游戏里的资产，比如店铺和房产土地之类的，但是价格太过昂贵，目前来说几乎没人能买得起。还有人在询问有没有传送的方法，他们想将自己工会的人集中起来，只是无人能够回答。早期的一些视频还有人谈论关于伐木工的话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且吴青没有再露过面，关于他的讨论度已经逐渐减少。不过依旧有不少工会公开放话，随时欢迎伐木工的加入，薪资待遇等可以面谈。但吴青没有回应任何工会。刷了一圈下来，和自己记忆中的发展没什么出入，这说明自己这只重生的蝴蝶还没有引起世界线太大的变化。关掉这些关于轮回的视频，他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三节棍的实战教程。因为手头没有三节棍的缘故，他看了一会儿教程，就登录到游戏上，取出流云演练一番。关键还是熟能生巧，如何将这三节在手中顺畅地运用起来。练了一会儿后，又下线看看视频，然后继续上线练习。因为游戏中的身体属性比现实中高得多的缘故，花了2个小时，他大致就已经掌握了这些基础的使用技巧。看看时间，差不多10点多了。这时候梧桐也发来消息，问他晚上是否还要通宵，作息要调整过来，明天再做任务。我这就下线。下线后，他和梧桐一起下楼，遇到正在练拳的吴青。梧桐向云清请教拳法，吴青也向他询问有没有擅长三节棍实战的大师。三节棍，你怎么想练这种东西了？云清感到好奇，这种兵器相对比较冷门，正常还是喜欢刀枪剑戟的比较多。吴青道，游戏里得到个不错的兵器是三节棍，但我只会握着两端以蛮力使用，所以想学学用法。刚才我在网上搜了下三节棍的教程，自学了2个小时，但也只是掌握了些基础的用法。云清道，我不懂这个，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对了，关于戒掉交流的事情，你们不用再担心了，上面已经收回了这个命令。但吴青并未完全放心，这件事并不会到此结束，反而只会让林氏更加坚定弄死他们的决心。但他只要不离开网战部，林氏又能奈他何？他不信林氏敢来网战部搞事。继续锻炼六字诀和浑元桩，吴桐则跟着云清学习形意拳。不得不说，华夏这些古代传下来的导引术真的很神奇，他只是练了几天而已，体质就有明显的好转。如今每次锻炼能坚持的时间都更长了一些。练完后跟着吴桐去食堂，他虽然吃过晚饭，但是今天锻炼时间比平时长了很多。又去靶场练枪练了好久，这会儿也感到了饥饿。吃饭的时候看到不远处的书里，他忽然想到书里未来也会得到共生虫卵，也不知道他是在哪儿弄到的。如果现在把共生虫卵给他，会对他的未来有什么影响？摇了摇头，他不会把共生虫卵给他，除非梧桐不要，他或许会考虑将白白卖掉。次日晨练后，吴青登录游戏中，在客栈随便吃了点早饭，便打算开启2阶的升阶副本任务。点击属性面板上的升阶选项，下一刻一个虚幻的光屏便出现在他的面前，上面写着几行大字：2阶升阶任务即将开启，请选择难度。第141章，消失的真相。直接选择地狱难度，这虚幻光屏立刻化作一个黑洞，将它吸入其中。升阶副本随机中，升阶副本已选定。升阶副本为消失的真相，难度地狱级。任务目标：找出河阳县旅客消失之谜，并将真相上报给东明郡官府。玩家临时身份已设置，你是东明郡下派到河阳县调查真相的随行人员。系统提示音结束，吴青也在此时睁眼。睁眼看时，他正坐在一辆由3阶妖兽奔雷吼拉着的豪华兽车上，但他是坐在奔雷吼背上驾车的。一大串信息也在此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些内容是任务背景，倒是不用他再自己探索了。一位来自东明郡大家族王家的宗族子弟在去往外地历练时消失，留在宗族中的生命之火也已熄灭。这件事惊动了东明郡官府，他们经过调查，发现了河阳县附近时常就会有人失踪。以前河阳县上报过好几次人口失踪的卷宗，但是东明郡派官员调查了一番，什么都没有发现，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后来河阳县也没有再上报过这类的事情，直到这次出身东明郡大族王家的子弟失踪，才再次引起官府的注意。因此
东明郡派出调查官员再次去河阳县附近调查此事真相，王家也派出了高手一起随行。车厢中便是负责调查的官员以及那王家高手，而吴清的身份现在是这位官员的随行人员，顺便肩负起驾车的任务。可是这种任务能被称得上是地狱级？吴清从脑海中的信息得知，这位调查官以及王家的强者都是40级，有他们在，还有河阳县的县衙配合，调查起来会很难。但是任务难度做不得假，那么就只有2个原因：一是这件事的背后有着一名强大的敌人，强大到这2名40级的强者都无法应对；二则是这件事是一个设置的很巧妙的局，任凭调查员和王家高手实力强大，也无法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前者的难点在武力上，后者则要靠脑子。他现在也不知道难度究竟属于哪一种，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驾！奔雷吼形如兔，但是身材很大，如同骏马，两耳尖长，四爪缠绕雷霆，奔跑速度极快。在他身后，车厢的前端还坐着4名随行人员，他们没资格坐在车厢中，只能坐在车厢之前的空地上。他降临到这里的时候，这一行调查队伍已经接近河阳县，他们沿途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用最快速度先进入河阳县中。县城门口，河阳县县令已经带着一批县衙官员在此地等待。奔雷吼停在县令面前，调查员和王家强者也一同从车厢中走出。蒋大人，王先生，卑职已等候多时，请进城。县令亲自在前方开路，这架颇为豪华的奔雷吼车气宇轩昂地走入县城之中。城中大街小巷上多的是叫卖之声，一片繁华而安定的模样，丝毫看不出任何怪异之处。但是吴清知道，这种时候越是正常，反而越不正常。调查任务本该由蒋颖这位调查员和那位名为王胜威的强者负责，可却成了他的任务，这就很奇怪。所以吴清一路上都观察得很仔细，不愿放过任何一点可疑之处。可惜的是，直到他们进入县衙，他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县衙中，县令好人热情地招待着他们。蒋大人，王先生，河阳县评级，招待不周，还请恕罪。他说着招待不周，其实招待的挺丰盛的，虽然与郡城无法比，但在县城级别已经算得上是上等招待规格。县令好人38级强者，只比蒋王2人稍低一些，而其行政级别却是和蒋颖平级，但他在2人面前表现的却是极为谦恭，让这2人很是满意。吴清这些随行人员自然不配上桌，但好人也给他们安排了次一等的美食用来招待。不得不说，这些饭菜都挺不错的。地狱级难度的升阶副本，若是有机会参加副本中的高等宴会，那么就极有可能享用到上等食材。比如现在，哪怕他只是坐在次一等的宴席上，这一顿饭吃下来，他也获得了2点基础属性的永久提升，分别是体质加1和耐力加1。若是他能与蒋颖坐一桌，提升的必然更多。这算是地狱级难度升阶副本的一种隐藏福利了。饭后，蒋颖向好人询问详情，但好人所知也不多。于是蒋颖便让好人把历年与之相关的卷宗拿过来。这些卷宗倒是保存的挺好，整整一大摞被县衙的官员带到好人面前。王先生，咱们一起看吧。王胜威正是为真相而来，自然不会拒绝，2人也不回驿馆，直接就在县衙里一点点翻看起了卷宗。他们2人不走，吴清这些随行人员就更不可能走了，他们只能守在门外等待。但他们这5人中分工不同，他吴清主要是负责驾车以及安置奔雷吼等杂事，有2个是侍卫，虽然蒋颖2人实力强大，不需要保护，但是也需要预警人员。这2名护卫的等级都在30级，级别比吴清这马夫高了不少。另外2人是负责照顾蒋颖生活起居的人，是可以进屋子里伺候的。所以现在门外就只有吴清和2个侍卫守着。我去看下奔雷吼的情况。他跟2位侍卫说了一声，便出门去县衙后的寿棚看奔雷吼的情况。这是他的工作。奔雷吼这种高级坐骑自然不可能和一般的妖兽住在一起，他是单独一个包间。此刻奔雷吼正在食用县衙提供的高级饲料，吴清伸手到饲料中捏了几粒查看。这是一种混合了妖兽肉和高级灵草所制造的特殊饲料，适合很多种坐骑食用。他甚至还将这几粒饲料放进口中尝了尝，没有发现异常。哟，兄弟喜欢吃饲料啊！就在他品尝饲料时，一名衙役走来，他手中还端着一盆水，手中拿着刷子，要给奔雷吼清洗身体。第142章，衙役的邀请。兄弟，我来吧。吴清上前想接过这名衙役手中的水盆和刷子，这奔雷吼性情刚烈，生人难近，我一直负责喂养他，还是交给我吧。但那衙役笑道：您是郡城派下来的，到了咱们县衙，这些工作自然该我们来做。而且我也是驯兽师，这头奔雷吼虽然强，也难不倒我。见他这么说，吴清才没有坚持。驯兽师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这种职业能够驯养妖兽，使妖兽成为自己的助力。
但是低级的驯兽师就没有这么强大的实力了。但是他们会修行一种特殊的功法，一种让妖兽感到亲切的功法。这种功法是驯兽的关键。因此，一些低级的驯兽师会给达官贵人驯养妖兽。比如吴清现在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身份。他自己虽然不会驯兽，但是轮回系统给他加了这么一层伪装，能够让妖兽对他的气息感到亲切。那衙役走进兽棚，将水泼在奔雷吼的身上，并用刷子为其刷洗。奔雷吼果然没有反抗。这种妖兽平时身上是没有雷的，只有在奔跑的时候才会用雷电助力。吴清也趁机询问起关于河阳县附近常有失踪之事的消息，但这衙役却说：失踪的事啊，我也听说过，但我身边人没听说谁失踪了，好像都是些外地人。可是失踪的人自己又不会报案，都是他们的家人朋友凭空猜测说是在我河阳县附近失踪的。我们县衙为此也去附近探查过，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要我说啊，这就是有人在污蔑。这位兄弟，你不知道，我们河阳县以前还是挺繁华的，号称东明郡第一富庶的县城。可是自从出了这失踪的传闻后，很多客商便不再来我们河阳县，一些旅客也会绕着我们河阳县走，以至于我们河阳县现在没落了许多，繁华程度远不如前。吴清听着这个衙役的絮叨，这位衙役的看法是污蔑，他们河阳县没有问题。这不禁让他陷入沉思，难道河阳县失踪案件还另有隐情？而且任务背景中说过，以前东明郡也曾派人下来调查过，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所以才不了了之。若河阳县附近当真有问题，为何那次一点都没有查出来？还是说连东明郡也觉得所谓的失踪传闻就是其他县城的诋毁？那这次派人下来又是为了什么？给王家一个交代。他试图理清头绪，却发现头绪纷乱，根本无从理起，至今也没有抓到任何重点或是有用的线索。那位衙役刷洗完后，还对他邀请道：兄弟要去我那儿作画吗？你们这位大人可能又要看一夜的卷宗，有内侍和护卫守着，也用不着兄弟你。若是有事叫你，你就说一直守在奔雷吼这里，兄弟给你作证。我那里虽然小，但好歹是个休息的地方，比兄弟你守在门外强啊。这个衙役很热情，但吴清来这里是做任务的，他觉得离蒋颖近些，或许能听到什么线索。不了，我有自己的职责，不好擅离职守。吴清婉言谢绝，但这位衙役却是说道：怕什么？上次郡城来的那个兄弟也是在我那里休息的，一点事都没有。听到这里，吴清一愣，上一次调查员下来的时候，也是这位负责刷洗坐骑的。想了想，他决定接受这个衙役的好意，说不定就能得到一些重要的情报。好吧，那就麻烦你了。吴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衙役道：不麻烦，不麻烦，兄弟这边来。他在前面带路，引吴清进入一个侧院，院外还有门卫。他对那门卫道：老钱，如果蒋大人要找这位兄弟，你就说这位兄弟在如厕，然后来通知一下。门卫是名看起来挺憨厚的大汉，他嘿嘿笑道：放心吧，都是一家人。这两人的对话让吴清听起来感觉还挺温馨，这个河阳县县衙里的人相处的蛮和睦的嘛。衙役对他说道：看吧，蒋大人找你的话，我这兄弟会报信，不用担心失职的。吴清跟他走进侧院，并进入一间相对简陋的房间中。衙役关上房门对他说道：有些寒酸，兄弟别介意啊。说着他就去沏了壶茶，对吴清道：还穿着装备呢，脱了吧，要不睡觉饿得慌。吴清坐在床沿，扫视他这间房间的陈设和格局，都很普通，没有一点异常的地方。不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蒋大人要召集我们，到时候再穿就来不及了。行吧。衙役端上一杯茶水，兄弟喝杯茶，就在我这房间里歇息吧。吴清端起茶杯，这茶水透亮，茶香扑鼻，单是闻着就让他感到心情舒畅。将茶水一饮而尽，好茶。又和衙役聊了几句，但是没有得到什么太有用的东西。衙役起身点燃了一根香，不早了，兄弟休息吧，明天早上可能还要随蒋大人去县城外探查，我点根香有助于睡眠。吴清不是来睡觉的，他盘膝坐在床上练习冥想，同时思考着自己是否错过了什么线索。香烟缭绕，起初并没有什么，可是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后，吴清忽然感到脑袋昏沉。不好，流云界的效果发动，为他免疫了一次灵魂控制，并且还将持续免疫6秒。灵魂控制？吴清一惊，这衙役有问题？难道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导致人员失踪的凶手就是这衙役，就藏在这县衙之中？可是这位衙役也在香的环绕下，他为何没事？你敢阴我？没空细想了，他霍地站起身来，一拳轰向这位衙役。你怎么没事？衙役也是震惊，这个看起来只有20级的马夫，竟然能扛住梦茶和幻香联合催化出来的灵魂控制。吴清拳头来得太快，衙役根本来不及抵挡。他大吼一声，面部变得狰狞，脸从中间裂开，裂口处长满了利齿。他张口
咬向吴清的拳头，但吴清拳头上带着烈炉铁手，又岂是他咬得碎的？第143章，消失的香和茶。崩拳，衙役的脸瞬间被打烂，脑浆洒了一地，再也没了声息。一拳打死他后，连他爆出来的战利品都来不及捡。吴清一脚踹开房门，逃到院子里。那对他施展灵魂控制的香还在燃烧，他不能一直待在屋中。听到响声，院子外立刻有人进来。发生了什么？有门卫，有几个认识的衙役，他们冲进来询问。你们几个站住！吴清喝止这些衙役靠近。既然那个衙役是某种怪物，那么这些衙役呢？怪不得上面派人检查，却一无所获。原来敌在指挥部。这位兄弟，发生了什么？这些衙役见他戒备，也不敢贸然上前。吴清道：刚刚那个衙役是怪物，我怀疑河阳县人口失踪案就与他有关。什么？怪物？几人大惊，连忙走进屋子里，果然看到一具怪物的尸体。这是孙山？孙山就是那位衙役的名字，虽然他的身体变成怪物，但身上还穿着衙役的衣服。几人皆是惊讶，而吴清也注意到了，他们进入那燃烧着香的房间后，并没有受到灵魂控制的迹象。这说明香并不是引发灵魂控制的物品，但他现在也不敢随便进去试探。流云界免疫灵魂控制的能力需要10分钟后才能再次使用，一旦他进去被控制，这次的任务可能就会直接失败。你们带上这个怪物，跟我去蒋大人那里。这几个衙役对视一眼，其中一人说道：我们2个带着他去见蒋大人，你去通知郝大人，孙山变成怪物了。一人扛起怪物尸体，对吴清道：这位兄弟，走吧，我们去见蒋大人。吴清皱眉，心中依旧不安。你们2个走在前面，别耍花样。2人无奈，虽然吴清只是马夫，但也是蒋颖带来的马夫。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吴清这马夫论地位还是比他们高一些的，只好按照吴清所言走在前面。来到蒋颖和王胜威所在房间门前，被2名侍卫拦住。站住！吴清主动上前解释。2人看了眼被扛着的怪物后，我去通报给蒋大人，你们稍等。说罢，一名侍卫敲响房门，在得到蒋颖的许可后，这名侍卫便走入房中，将外面的事情告诉蒋颖。很快，侍卫让吴清几人进去。这就是怪物。蒋颖仔细查看这种怪物，这是什么怪物？以他的阅历，竟然认不出来这种怪物。就连吴清也无法用玩家系统的探查能力看出这头怪物的名字，上面只是显示着怪物2字。是这种怪物造成的河阳县人口失踪。蒋颖站起身，王胜威也蹲下来查看这种怪物。好奇怪的东西，这是这个马夫打死的，但是一个马夫就能杀掉的怪物，又岂能让少杰遇难？蒋颖对吴清招了招手，你过来，将这个怪物的事情详细讲一遍。于是吴清便将他去查看奔雷吼，遇到孙山，和他交谈，他邀请自己去他房间中休息的事情详细的讲解了一遍。你说灵魂控制？蒋颖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什么香能有灵魂控制的能力？走，带我去他的房间中看看。吴清带路，蒋颖和王胜威跟着他前往孙山的那间小屋。屋子中还有脑浆和血迹，那根香却不见了。香呢？蒋颖皱眉，吴清也皱眉。难道烧完了？蒋颖转向他，你不是说有香吗？怎么没了？吴清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烧完了，或者被谁给取走了。毕竟我离开这里也有一段时间，这里可能还有他的同伙。他环顾整个房间，寻找香留下的痕迹，但是此刻连一点香灰都看不到。忽然他发现原本放在桌子上的茶壶和茶杯也不见了。这时他才想起，当时孙山给他倒茶时，孙山自己是没有喝的。彼时他没有在意这件事，但现在茶壶和茶杯消失，就让他不得不将这2件事联系起来。蒋大人，当时孙山还给我倒了一杯茶，但他自己却没喝。可是现在那个茶壶和我喝茶的茶杯都不见了，这2件事会不会有什么关联？蒋颖听到这里，摸着下巴说道：茶？可你说你自己喝完车后还和孙山聊了好一会儿，如果茶有问题，你当时就应该被控制了才对，如何会等待这么久才起效果？不，我知道一种茶能和香结合。王胜威忽然打断蒋颖的话说道：以前我在古籍中见过一种名为梦茶的茶叶，泡水后服下，有着帮助睡眠的作用，并且听说还能在梦中帮人演化技能。还有一种香名为幻香，这种香无色无味，若是单点，还能帮助人在梦中加速功法运行，有着提升修为的效果。但是如果服下梦茶后再吸入幻香的烟，这人就会永远沉沦在梦境中，受人控制。可是这些都只是古籍中记载的传说罢了，现实里我还真没见过梦茶和幻香，小小杂役怎会拥有这种神奇之物？况且若说他要杀着小马夫用到这种宝物，岂不浪费？但吴清却觉得一点都不浪费。若非流云剑，这次他还真栽在这里了。这也能解释为何孙山不受香的影响，只有自己受到了灵魂控制。
就在几人翻看孙山的房间之际，好人也在之前那名衙役的带领下匆匆赶来。蒋大人，这是发生了什么？听说我这里有名衙役是怪物，怎会发生这种事情？蒋颖看着匆匆赶来的好人，冷声道：郝大人，你的手下成为怪物，难道你就一点都没察觉？若非我的马夫机警，现在已经惨遭毒手了。这……好人惊道：蒋大人，我实在不知啊，是在下失职。蒋颖哼了一声：郝大人，我的人说他在这里喝的茶，孙山在这里点的香都不见了，说明此地还有怪物同党。而且仅以这头能被我的马夫打死的怪物，还不足以让那么多强者失踪。你去将这头怪物挂在城头示众，这怪物能伪装成人类，智商不低，若怪物还有同党，必然会来解救他的尸体。